大周国心狠手辣的宁王楚木被劫了，还是被人麻袋套头扛到了一所香闺里。公子莫紧张，今晚请您来，没有恶意，只是想同您做个交易。楚木黑沉的眸子死死地盯着眼前戴着面纱的女子，敢和她谈交易，还是把他人弄来这里谈，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直到女子把一粒药强塞入他嘴里，而后跨到他身上，他才幡然醒悟，他说的交易是什么？你敢乱来，本王杀了你！楚木咬牙切齿，士可杀不可辱。他怎么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阴沟翻船，被劫了色。第二日，阮唐在他手里塞了几张银票便离开了。楚木发誓此生必定要找出该女子，然后千刀万剐。可当那女子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舍不得杀了，只好把人劫回家，日日疼爱。心狠手辣、嗜血无情的奸宁王爷，多少女子爬上他的床都被无情杀掉。坊间传言宁王爷有龙阳之好，不喜女子，只喜男子。直到有一天，天香楼上，宁王爷搂着一女子，低声哄慰，忘情亲吻，谣言被击破。可宁王不是冷血无情，为何这个宁王这么一副不值钱的模样？第一章交易。宁王被劫了。静谧漆黑的夜空中，一黑影掠过，在郊区一处隐蔽的院落中落下。他脚尖着地，便直接大步流星地往一间亮着烛火的房间走去，推开门走进去，而后把扛在肩上的人扔到里面那张铺的香香软软的波布床上。他出了房间，才看向站在门口处着一身绯红色绣银碎花纹呢长裙的女子阮唐。她戴着同色面纱，看不清容貌，但那双猫眼视的眸子灵动俏丽。主子，人已请来。清风朝阮唐拱了拱手，做得好，赏你的。女子话音软软糯糯的，从怀中拿出一钱袋递给清风。清风也不客气，笑呵呵的把钱袋接过，放在手中掂量了两下，才塞进了怀里，嘿嘿笑着，谢谢主子赏赐，主子以后再有这等好事，记得还归我干。阮唐笑着点点头，自然。清风是他豢养的那批人中武功和轻功最上乘的，特别是那以影换形，简直炉火纯青，即便森严如铁桶般的皇宫，他都能如入无人之境，不然今晚这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任务也不会交给他。那小的告辞了，愿主子今晚春宵愉悦。清风朝女子拱拱手，笑着飞身消失在夜色里。清风的打趣让阮唐掩在面纱下的脸颊红了，好一会儿他才回头看向身后的婢女，软声吩咐：春寒，你在外面守着。是，小姐。女子抬脚进了房间，而她身后的婢女很识趣地将房门关上，自己则是站在门外候着。阮唐走进房间后，先是不疾不徐地走到茶几处倒了一杯茶，坐在椅子上开始慢条斯理喝了起来。截止到今夜，他来到这个朝代已足足有5年了。他记得刚穿过来那会儿，他还是个沿街乞讨的乞儿，至于原身的身世，他一点记忆都没有，甚至这个名字还是他前世的名字。还好，前世的他活了30年，事业小有成就，来到这里，他混得也算风生水起，吃穿不愁了，他便有了闲工夫，也就开始琢磨起别的事情来，比如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来继承他的美貌和事业。只是生孩子需要男人，但他并没有嫁人的打算。思来想去，他决定找一才貌双全的男人去赴留子。他出重金搜寻了半年，才找到合适的人选。他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宁王爷楚木。他不但颜值逆天，最主要的是他脑子好使，不然也不能在当今圣上的背后把持着朝政，登顶权力的巅峰。这样的人基因绝对是精品中的精品。他把那杯茶喝完后，才慢悠悠走向里间的波布床，床上的人还被麻袋套着。阮唐走过去，利落地把人扶起，而后把麻袋往上一扯。饶是看过了画像，阮唐还是被眼前男子的容貌惊艳到，用惊为天人形容也不为过。眉眼深邃，鼻梁高挺，还生了一双漂亮的锐凤眼，勾魂摄魄。不愧是他挑中的人选，皮囊实在是优秀，和他的这副皮囊组合，定能造出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来。不过此刻他看着他的眼神着实是冷了些，仿若进了寒冰的深潭，有些瘆人。但此刻的他已被清风点了穴，再凶也不过纸老虎一枚。阮唐掩在面纱的下的唇角弯起，并不把他眼中的寒意放在眼里，而是重新把人推倒在床。他也爬上床，在他身旁的位置斜靠着，一只手支着下颌骨，眸含春光地看着身旁的男子。他掐起娇媚无害的夹子音：公子莫紧张，今晚冒昧请您来，没有恶意，只是想同您做个交易。我想同你买一叶，要一颗优秀的种子，可否？阮唐的声音甜腻得很，一点都不像在和他商量，反倒更像是在勾引。男人不但被点了不能动的穴，还点了哑穴，此刻动也动不成，想骂人也骂不成，只有那双眼睛还能发狠地盯着他，告诉他他现在的愤怒已达到了巅峰。可身旁的女子却视而不见，一只手开始不安分在他身上游走，先是脸颊，而后往下划过他带着些许青色胡渣的下巴，然后是脖子、喉骨、
锁骨。随着他的动作，人也紧紧地贴近他，属于女孩的柔软有意无意地磨蹭着他的手臂，还有女子特有的馨香也若有似无地钻入他的鼻腔，扰乱着他的思绪。向来自持力十足的他，此刻都有些乱了阵脚。他紧紧地咬着牙关，仿佛想借此让自己保持清醒，莫要中了眼前妖女的诡计。阮唐看着男子脸颊上爬上的淡淡红晕，心情大好。没有哪个男人能经得住女人的主动撩拨。公子生得真俊。阮唐的手在他身上流连，忍不住发出感叹：如此莲花容姿，不生一孩子，真是暴殄天物。说话间，顺势从怀中拿出一瓶药，打开，倒出一粒黑褐色的小药丸，不理会他眼中的警告，直接塞进他的嘴里。怕他不吞下去，他还特地用掌心抵着他的下颌，待看到他喉结滚动，确定了药他吞了他才放开手。楚木冷傲孤清的俊美脸庞顿时凝满寒霜，那双凌厉的锐凤眼眸都恨不得刮出冰刀，把他凿成冰窟窿。他看着他沉思了片刻，总是一个人说，还挺无聊的。他痛快地给他解了哑穴。好了，公子可以说话了。被解了穴的楚木立刻怒吼出声：你可知我是谁？又给我吃了什么？他的嗓音浸着杀气，在大周向来都是他宁王绑人杀人，何时有人敢不知死活绑他？还是被套了麻袋扛到一女子的香闺中，被调戏要和他生子？这种屈辱的事若是传出去了，他的颜面何存？他的威严何在？阮唐笑笑，再次掐着娇软的嗓音回道：自然是知的，公子乃大周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宁王爷，大周国何人不知何人不晓？既知本王身份，还敢绑？不怕本王杀了你？楚木咬牙切齿：怕？自然是怕的。阮唐的手又放到他脸颊上，实在是嫩滑，他舍不得移开。只是这大周国泱泱大国，想找一个才貌双全的男子，真是件难事，特别是像您这样的，更是凤毛麟角。无奈我只好请你过来一趟。其实最主要还是他看到他画像的那刻，就有种就是他的感觉。合眼缘这种事是可遇不可求的，不然他也不会冒险。你放心，我只是想同您借颗种子，您并不吃亏，事后我也必不纠缠。若不是这朝代没有精子库，也无试管婴儿那技术，他怎可能巴巴的亲自上阵？说吃亏，其实他更亏些，不是吗？你敢乱来，本王定会杀了你。楚木愠怒的语气中夹杂了几分紧张。第二章纯情。他运转内力，想试着再次冲破穴道，可那黑衣人的功力实在是骇人，他试了几次，竟都解不开。而这次更惨，没把穴道解开，反而感觉一股燥热从腹下升起，直冲脑门，体内仿若有团火开始灼烧，四肢百骸仿若成千上万只蚂蚁在啃咬着，那种酥软又煎熬的感觉钻心蚀骨，让人无比难耐。他瞪大眼睛，想到了什么，不可思议地看向眼前的女人：你到底给本王吃了什么？阮唐笑笑，轻描淡写的说道：没什么，只是一点点助兴的秘药，对身体无碍。楚木黑沉静冰的眸子死死地盯着他，他怎么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阴沟翻船。这种手段花街柳巷常见，他也不是没用过。为了笼络那些道貌岸然的老家伙，他先是强硬给人喂了这药，再把女人送到他床上。这过程嘛，自然是让画匠在旁一目不落画下，势必若那些老家伙还是不愿站在他这边，那这些画像必定是散遍整个大洲。他万万没想到，他竟会被人掳了去，还被一女子给自己下了这药，借此折辱他。你这不要脸的女人！本王命令你立刻放了本王，不然本王定将你千刀万剐。楚木忍着潮热，牙龈都要嚼碎了。阮唐恍若未闻，手指划过他某处，笑着说：公子还真是口是心非，您现在这般模样，若是放了你，岂不残忍？不若待完事后再放了您，可好？话毕，他直接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是一本叫做《香楼秘籍》的书。他费了老劲儿才从香楼嬷嬷那里买来的，今晚就靠它了。翻开，里面图文并茂，可谓活色生香。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看了，但是此刻在一个男人身边看，饶是他一个现代人都忍不住脸红心跳。他粗略地翻了几页，找到有女人主导的一页，细致地看了遍。他得把流程和动作记住，实施起来才不至于束手束脚。他边看，嘴里低低地念着，手钻入衣衫，抚摸，入耳都是些淫秽之词。楚木听得脸色黑沉，又一股潮热直冲脑门。阮唐念完一段之后，才把手放到他腰间。他被掳来的时候，已躺床上就寝，是以此刻身上穿的只有寝衣，薄薄的一层，毫无束缚感可言。阮唐把手从他的衣襟处钻入，沿着他坚实的胸膛一路往下，他的动作很慢，指尖轻轻拂过每一块肌肉，滚烫无比，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故意停顿一下。资料显示，楚木会武，果然手下的肌肉坚实，线条紧致分明，每一块似乎都蕴含着无穷的力气。他忍不住感叹，原来是这种感觉，手感真好。
楚木没想到眼前的女子全然不顾礼义廉耻，不但看那淫秽之书，还一点不懂得矜持，竟对一个男子这般动手动脚。虽然他也不懂什么礼义廉耻，但是被一个女子拿捏，对一个男人来说就是羞辱。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抚摸又让他腹下的潮热缓解了几分，期间他差点忍不住溢出声来。他强忍着难耐，呼吸不稳地说道：“立刻拿开你的脏手，放了本王，本王可饶你不死。”阮唐指尖在他腹下方位置碰了碰：“宁王殿下，您确定您现在真的想走？”语罢，阮唐便直接把他的身上的遮体衣物全部脱了，而后直接跨到他身上。楚木心如死灰，闭上眼睛，咬牙切齿骂道：“疯女人，真是疯了！”阮唐却一点都不以为意：“殿下，坊间传闻你有龙阳之癖，我一直都不信，要不我帮您打破这个传闻。”漫漫长夜，阮唐借助香楼秘籍，终于拿下楚木。虽然途中乌龙不断，但也算是勉强完成了。只是这体验不甚愉悦，不但痛，还毫无爽感可言。匆匆结束，他瘫软在他身上，娇喘着。而楚木从一开始的抗拒，到后来竟然不自觉地闭上眼睛享受。这些年想要巴结他、攀附他权势的人不计其数，自然想爬上他床的女人也无数。可站在他这个位置，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也何其多。那些女人多少居心叵测，即便无居心，他也不会让任何一个女人成为掣肘他的软肋。所以这些年他从不与女人近身，竟没想被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得了逞。女人趴在他身上微微喘息，细如幽兰的呼吸尽数落在他脖颈处，而他也控制不住微喘着，两人的呼吸顿时糅杂在了一起。欲望再次一点点苏醒，他竟觉得不够，他甚至还想把身上的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压倒，狠狠地折磨她。可他连手指头都动弹不得。就在他懊恼之际，阮唐的一句话再次让他黑脸：“你怎么又？你那误食着实烦人，疼死人了。”阮唐娇哼着从他身上爬下，躺倒在他身旁。楚木强忍着再次涌上的燥热，心底也涌上一股失落感，但他强装镇定，咬牙切齿地嘲讽道：“得了便宜还卖乖，真不要脸！”阮唐侧眸瞪了他一眼：“得了便宜还卖乖？难道不是你吗？刚才我可是听到殿下舒服的哼唧了。”被洞穿了，楚木脸上有些挂不住，本来黑沉的脸色此时涨得红红的。“信口雌黄，诬赖本王！本王看不上你这没脸没皮的女子，又怎会享受？”阮唐看着他涨红的脸蛋，仿若一个受气的小媳妇，那模样纯情的很，他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他翻身趴着，看着楚木问道：“宁王殿下，您该不会是第一次吧？虽坊间传闻他不近女色，有龙阳之癖，但那些毕竟是传言，也无从证实。再者，宁王今年20有5了，在这个朝代算是中年人了，未经人事，实属有些不可信。但是现在他的这副模样，又不像是身经百战的。你胡说甚？本王怎可能是第一次？你这女人怎的这般不要脸？”楚木沉着脸解释，但是越是这样急于辩解，越是无力。阮唐咯咯笑了起来，怕是整个大周都没人敢想，堂堂坚定权臣宁王楚木，可能是个纯情雏姬。是我不知廉耻，不要脸，强要了你，还污蔑你享受，我真该死。阮唐的话让楚木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一口气堵着，不上不下。阮唐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起身拾起一旁的亵裤套上，而后整理了下身上未曾脱下过的衣服。“宁王莫气了，莫气，好好睡一觉吧，明早醒来便不会记得今晚发生的事了，乖。”说着，阮唐抬手摸了摸他的脸颊，一股香气袭来，楚木脑子顿时变得混沌，不到片刻，他的眼皮便耷拉了下来，陷入了沉睡。他这腰肢都快要折断了，哪还有闲工夫陪他唠嗑？阮唐从怀里掏出几张银票，塞进他手里，钱货两讫，互不相欠。这些钱买你一夜，你当不亏。第3章跑路。阮唐离开那间房间后，便让春寒在隔壁房间备了水，待整个身子泡在热水中，他才舒服地哼了一声，那些酸胀的感觉也顿时消失。大约1刻钟后，他才从浴桶里出来。春寒拿来棉帕给他擦身，而阮唐也毫不避讳，任由他摆弄。不得不说，原身除了样貌出众，身材肌肤样样也都出众，一身血肌白得发光，那肌肤嫩得如柔滑的丝缎。春寒给他擦身子的时候都不敢用力，动作都是轻轻柔柔的。春寒擦着脸红了，他虽服侍了阮唐几年了，但是每看到他的身子都会忍不住红了脸。实在是阮唐这高挑的身姿，穿上衣服看起来瘦弱，但脱掉衣服却是非常有料，即便是女孩子都会对他这身姿生出怜爱。特别是那山峰高耸又丰盈紧致，诱人至极，还有那盈盈一握的腰肢，挺翘圆润的臀部，笔直修长的美腿，处处都精致无比，令人羡煞。春寒红着脸给阮唐穿上衣服，
而后把刚才为了不沾湿随便盘起的乌发解了下来，重新给他盘了一个朝天镜相继，再插上一只简单的兰花点缀式样的梨木发簪。阮唐对着铜镜痴迷了一阵自己的容颜，才问春寒：“马车都备好了吧？”“都备好了，小风和林青已经在外面候着了。”“好，那我们走吧。”阮唐起身就往外走，春寒急忙跟上。但走了几步后，春寒忍不住发问：“小姐，那屋里的宁王怎么办？”“无碍，这处宅院安全着呢，待他醒来后自会离开。只是不知他醒来后是不是真的会忘记这香艳的奇遇？毕竟林青那药他还是第一次用。不过也无碍，即便记得，他也不会知道他是谁，因为两人全程他的面纱都未曾脱下，他即便是火眼金睛，也不能窥得他全貌。”春寒没再问什么了，扶着他的手一起出了院门。而门外早已经有一辆马车在等候着了。看到阮唐和春寒出来，本来坐在御位上的小风和林青都跳了下来，双手抱拳，恭恭敬敬地朝阮唐做了一个揖。“主子！”两人异口同声喊道。阮唐摆摆手，示意他们不必多礼。其实他是不习惯这些礼仪，也有让他们不要这样，但奈何这朝代的人尊卑意识太强烈了，纠正不过来，他也就作罢了，由着他们。春寒扶着阮唐上了马车，车厢里宽敞，特地置了一张软榻。阮唐一进去就靠在软榻上闭上眼睛。“春寒，我眯瞪一会儿，出城后叫醒我。”“是，小姐。”春寒应着，顺手把身旁放着的薄被盖到阮唐身上。今晚和那宁王折腾了1个多时辰，才堪堪完事，他实在是累惨了。此刻靠在软榻上，马车颠颠簸簸地走了起来，没一会儿他就进入了梦乡。他是被春寒叫醒的，外面已然天光大亮，阳光从车厢窗口处的薄纱中透进来，刺得阮唐忍不住眯了眯眼。什么时辰了？辰时。辰时，也就是早上的8、9点，距离他们从那院里出来过去了大概2、3个小时了。从那处到城门用不了这么久，怎么春寒才叫醒他？难道出城了？阮唐带着疑惑坐起身来，然后掀开车窗上的薄纱，看向外面。外面人头攒动，叫卖声不断，明显还未出城。阮唐放下窗帘，看向春寒：“怎地这个时辰还未出城？”春寒眉眼间有些急色，城门处在盘查，好像是昨晚的事情，宁王在抓人。“宁王？他醒了？”春寒迟疑地点点头，应是。其实他也不确定，刚刚阮唐还睡着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到了城门不远处了，但小风说城门处有人盘查，还是严查。现在外面是大阵势，城门两边立了很多官兵，个个都凶神恶煞，还有立在城墙之上的那抹身影，让他后脊发凉。他也不敢考究那上面的人是谁，便赶紧叫醒了阮唐。阮唐秀眉轻蹙，再次掀开一点窗帘，看向城门处。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闯入了他的眼帘，他赶紧把手中的窗帘放下。还真的醒了，看来林青那要是失败了，那现在他要出城怕是不易，要是被他抓到，估计死无葬身之地。想到昨晚宁王看着他的眼神要杀人的模样，他就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宁王的手段很利，他不是没有听过，这次冒险本来就是存了侥幸心理，但现在被堵在了门口，逃不了，他又不免有些慌张。清风那厮此刻又不在，也不知昨晚得了赏钱去哪鬼混了，不然只需让他带着他一个移形换影，便能出了这铁桶一般的城门。当下立即决定掉头，现在不宜出城。虽然昨晚他戴着面纱，屋内的灯光也是昏暗，但不能保证他会不会暴露。“是，主子。”车厢外的小风应了一声，很快车子便掉头回了城中。走了一段路，小风的声音再次传来：“主子，那我们现在去哪里？”他们这次是临时来上京，且他主子在京城并无产业，前面几天都是住的客栈，但昨晚那客栈便已退房。“主子，我们是否还是回昨天住的那个客栈？”林青问道。坐在车厢里的阮唐捏着眉心，低着头在思考，良久了才出声：“不能回客栈。宁王这么快就醒了，还直接堵了城门不给他走，想必京城的那些客栈都不安全了，他肯定早就派人在各家客栈盘查了，只要他一出现，马上就会入了他的瓮。不回客栈，那我们去哪里？”春寒也忍不住问道。“去含香楼。”阮唐想了好一会儿，才想到这个地方。含香楼是上京城有名的妓院，开在上京城最繁华的地段，每天香客万数。他一个女儿家住进那里，估计那宁王怎么也想不到。外面的小风和林青也听到了阮唐的话，赶着马车就直奔含香楼。不到半刻钟，他们的马车便在含香楼门前停下。“小风，你去找老鸨开一间厢房。”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张银票，伸出车厢外。“是，主子。”小风接了银票，便跳下马车。没多久，小风回来：“主子，厢房开好了。”阮唐戴上帷帽，由春寒扶着下了马车，从含香楼的后门进去，里面已经有人等着了。很快他们便被引到一处幽静的厢房。“小风、林青，
你们去隔壁的客栈开个厢房住下，有什么事我会差春寒去找你们。另外去找夏清风，那厮神出鬼没的，即便是他豢养的，秉性脾气都大得很，不是棘手的任务他都不肯出手。短时间内他们是走不了了。而城门这边，副手立在城墙之上的楚木，他身量很高，肩背宽阔，此时身穿一身深宅子地玄色蓝袍，一双好看的凤眸黑云涌动，死死地盯着城下穿行的人群。他在这里已经1个多时辰了，竟一个可疑的人都没有查出。他就不信那女人难道还有通天的本领，能遁地走不成？第4章搜捕。城门下的士兵人手拿着一张画像，是一名女子，戴着面纱，一双眼睛灵动俏皮，左眼下睑处那一颗小小的美人痣尤为显眼。这是楚木根据他昨晚的印象画下的，而后抓来100多名画师誊画出来的。若是这张画像给阮唐看见，必定会吓死。不说一模一样，简直惟妙惟肖，把他的神韵全都画了出来。盘查了1日，毫无进展。楚木回了宁王府，而宁王府也因为此事蒙上了阴郁，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一个不小心惹了宁王不快，一命呜呼。宁王被掳，整个宁王府都知道，但是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是何人所为，直到是不是宁王的死对方，亦或是宁王的仇家。没想到宁王天刚亮便回来了，然后脸色黑沉的进了书房，出来后便拿了一张画像让寻人誊画。大家再蠢也能猜个大概，昨晚宁王是被一个女人掳了，而且还可能是被占了便宜。南风站在书房书案前，悄咪咪地观察着坐在书案前扶手椅上的楚木，大气都不敢喘。此时楚木一只手肘撑在书案上，上面的手掌蜷缩着，抵着额角，闭着眼睛，若不是他那紧紧蹙着的眉眼，南风都怀疑他是不是睡着了。良久，楚木才睁开眼睛，看向南风，客栈都排查了吗？有无找到可疑的人？那个女人的口音并不是京城口音，而是江南口音，既不是京城人士，出不了城，必定是要住客栈的。未有发现。南风如实相告，后背也浸出一层细细密密的冷汗。按宁王以往的手段，这么久还没有查出眉目，他是要杀人的。毕竟宁王府是不养废人的。呵，未有发现。本王最近是不是对你们太仁慈了，以至于你们1个2个如同废物一般？本王再给你们1天时间，查不出来，一起以死谢罪吧。楚木英质的脸庞仿佛进了寒冰，南风吓得腿都抖了起来。他强装着镇定，战战兢兢，硬着头皮应下，是，属下遵命。滚！南风得令，急急退后，待退到房门，才转身欲开门出去。只是没等他打开门，身后又传来楚木的声音：“等一下。”南风不敢再开门，急忙转回身，微微弯着身子，低着头听候吩咐。楚木目光沉沉地看着书案上的几张银票，这是那女人跑之前塞到他手里的，当时他已经被他迷晕了，不省人事，不然他肯定会把这银票甩他脸上。区区3000两，买他一夜和他的子孙后代，真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他把那几张银票拨开，露出下面的那本香楼秘籍。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就是拿着这一本露骨的密戏图和他行了那事。他把书本朝着南风丢去查下这出自何处。他就不信他还能插翅飞了。南风应了声，蹲下身子去拾那书本，却不想一眼就看到了里面的内容，露骨直白的密戏图，各种妖娆的姿势，让他一下子涨红了脸。他没想到主子要查的是这种书，但他不敢多言，更不敢多看，合上书本就急急退了出去。而这次他倒是查得很快，半个时辰就再次来到书房回禀了。王爷，查到了，这书是韩香楼的，是那老鸨寻人编的，专门供韩香楼的继子阅读学习。终于有一个有用的消息。楚木乌云密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嗤笑。去韩香楼。宁王楚木带着一群侍卫把韩香楼包围了。一直在韩香楼门前放哨的小风远远看到浩浩荡荡的官兵往这边来的时候，就赶紧从后门进去找阮唐。主子，宁王带人往韩香楼这边来了，我们现在怎么办？阮唐坐在厢房的美人榻上，手里捏着一张画像，正是楚木画的他，用来抓他的。这是林清刚从街上的通缉榜上接下来的。阮唐没想到楚木人帅智商高，竟然还有这过目不忘的本领。在那种情况下，他竟然把他观察得仔仔细细，就连他眼下的那颗若有似无的美人痣他都画了出来，让他不得不害怕。他这还没想出应对之策，他就已经来了韩香楼了。阮唐心下一颤，突然想到了那本香楼秘籍，他竟然把那书给忘了。阮唐难得露出焦急之色，起身在房间开始踱步。现在逃也逃不出城去，反而可能会暴露行踪，并不可取。而小风、林清还有春寒看到他此般，也不由得焦急了起来。特别是春寒，眼尾泛红，都要哭出来了。可有寻到清风？他问小风。小风摇摇头，不过我留了信号，估计他看到会过来和我们会合的。
阮唐走了好一会儿，才转身看向小峰：“小峰，你现在去找老鸨妈妈弄一身粗使婆子的衣服来，把这个给她，让她把嘴闭紧了。”说完，阮唐掏出了2张银票递给小峰，又交代了几句。这趟交易着实亏本。小峰虽不知自家小姐要干嘛，但是不敢耽搁，接过银票便赶紧出门去找老鸨了。而阮唐则是让春寒把她的妆帘拿出来，坐在梳妆台前开始化妆。虽然不知有无有用，但不是下怎知不行呢？得亏前世他喜欢看美妆博主化妆，自己也捣鼓过一阵，虽然技术不佳，但是也是勉强能用的。不过这次他要给自己化的是老人妆，不免更加考究技术了。但现在走投无路，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他凭借着记忆开始在脸上捣鼓，不到1刻钟，一张老脸出现在铜镜里。春寒是一直看着阮唐画的，又是年又是涂，看着他把一张倾国倾城的容颜画成了现在这副又老又丑的模样。皮肤不但皱疤，还布满了老人斑，最主要的是他那颗美人痣不见了，全都给遮了去，还看不出痕迹。阮唐看着铜镜里的模样很满意，他又照葫芦画瓢，在手上也弄上了老人纹和老人斑。而小峰也把衣服弄来了，阮唐把衣服换上，然后把头发盘起，戴上一个粗布头巾，把乌黑的头发丝全都遮住。他在春寒、小峰和林青的面前转了一圈，问：“怎么样？还认得出是我吗？”第5章躲避。3人摇摇头，认不出。阮唐要的效果达到了，3人是一直跟在自己身边，对自己最是熟悉。若他们3人都认不出，那宁王便更不可能认出来。你们先出去避避，1个时辰后，若我没被发现，你们便回来；若我被抓了，你们就赶紧逃，离开京城。楚木没有见过他们3个，自然不会联想到是跟他一伙的。但3人听到阮唐要让他们离开，顿时急了：“小姐，你现在这般，宁王也认不出，不然我们趁机出城。”阮唐不是没想过利用现在这副尊容出城，可此刻整个上京城都已被宁王把守，想要逃过他的眼线出城去，估计有些难。而且现在出城加严查看出城文书，若没有这文书，别说出去，可能还会被抓起来。他之前的文书是有的，但是他现在这模样，与那文书上的信息也不符，再去办也不是1时3刻能办下来的，再者也没时间给他去办了。估摸现下宁王的人就已经到了含香楼，来不及了，你们先去别处避避，相信我，不会有事的。不行，我们不能丢下小姐不管，春寒不走，就在这陪着小姐，要死一起死。春寒倔强，眼眶都红红的。主子，我也不走，我也不走。阮唐看着眼前3人，深感欣慰。前世他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家人的爱，来到这个世界，他更是连亲人都没有。他们3个算是他2辈子以来对他最好和最死心塌地的人了。你们在这里，我反而会更不安全，相信我，我会没事的，赶紧走。小峰、林青和春寒耷拉着脑袋，并不情愿，但又不敢不听阮唐的。果然，他们前脚刚出了含香楼，宁王的人就把含香楼围了。阮唐从厢房里出来，外面已经有个老鸨妈妈安排过来的丫鬟等着他了。那丫鬟看到他的时候，还是愣了一下。这2日一直都是他在给这个厢房的客人送吃食，虽然每次都是只送到门外，但是他从门外还是隐约能看到里面，知道这里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现在出来的却是一个老妪，但到底是在青楼干活的，很会察言观色，看了一眼阮唐，便垂下眼眸，恭恭敬敬地说道：“我是张妈妈安排过来的。”张妈妈果然上道，拿了钱就是会办事。阮唐压住声线，掐着低沉嘶哑、真如老妪般的声音应道：“麻烦姑娘了。”少一个人知道她的身份，就多一份安全。反正眼前的这个小丫鬟也没见过自己的真实面目，何不就让她以为自己本身就是个老妪？丫鬟在前面带路，阮唐他身后佝偻着身子，亦步亦趋地跟着。很快，他被带到后院一处，一走到那里，阮唐就闻到一股刺鼻、直冲天灵盖的味道。他忍不住蹙起眉，脚步都停了下来。那丫鬟似乎也预料到了，也停下脚步，转身朝他扶了下身子。张妈妈说：“这里是最能隐蔽身份的地方。”阮唐看着院子里一排排的公桶，差点连昨天吃进去的饭都吐出来了。但不得不说，张妈妈给他选的这个地方确实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么多生化武器，估计那宁王还没踏进这院子就吐了吧？哪里还有心思进来这里查看？您在这边做做样子便可，人走了，我再来寻您。阮唐点点头。那丫鬟走了后，阮唐才拿出一张丝帕掩住口鼻，慢慢的踱步到院子里。他找了一个离那公桶最远的位置坐了下来。而含香楼前院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宁王爷的人已经开始一间一间房地寻人，且完全不避讳那房中是不是还在进行什么暧昧的勾当。张妈妈急得满头大汗，但是不敢发一言。京城谁不知这宁王爷就是阎王一般的存在，动不动就抹人脖子。很快，
那些侍卫就把前院所有继子的房间全都搜寻了一遍。王爷没有查到可疑人，侍卫一一来禀告。坐在花厅处一圆桌旁的楚木，他周身的气息都冷得渗人，那双锐凤眼黑沉沉，有风雨欲来的感觉。他的一只手放在桌面上，轻轻地敲击着桌面，看似漫不经心，却很有节奏。每一声都仿佛砸进了张妈妈的心里，让她不自觉地屏住呼吸，双腿也受不住像筛子一样抖动。他猜到了，宁王要找的人就是这2天住进他后院厢房的人。一开始他还猜测那人到底是谁，出手那么阔绰，但他做的就是赚钱的买卖，向来都是看钱办事的，钱给的足，是自然就办得好。只是他没想到，这人惹的人是宁王。若他早知道，必定不会趟这趟浑水。可他刚刚才收了人钱财，现在就把人供出来，那人会不会狗急跳墙，把他也拉进去垫背？宁王可不是个讲道理的人，向来都是宁可杀错，不能放过。张妈妈越想越怕，额上已布满了冷汗。就在此时，楚木突然从椅子上起来，走到他面前。张妈妈吓惨了，那双脚抖得都要跪倒在地。你是这里的管事？楚木的声音清淡，情绪不显，但这样的风平浪静却让张妈妈魂都要吓没了。是，他磕磕巴巴地应道。楚木朝身后的南风伸出一只手，很快一张画像递到他的手里。他拎着那幅画展示给张妈妈看，此女可在你这？张妈妈颤颤巍巍地抬头看向楚木手中的画像，只见上面是一个戴着面纱，只露出眉眼的女子，看不清容貌。但饶是这样，张妈妈也觉得这面纱之下的面容必定是倾国之色。做她这行，对于美貌的女子，眼光最是毒辣。但这名女子她确实没见过，而前2天入住她厢房的人，她更是没有见过其真容，只知是女子。或许那人并不是宁王要找的人呢。如是想着，张妈妈松了一口气，奴家并未见过此人。她的一举一动都被楚木收进了眼底。听到她回答的话，楚木压抑的怒火突然升腾。他开口的时候带着浓浓化不开的愠怒，我劝你最好老实些，本王再问一遍，此女可在你这？张妈妈没想到他的话会引来怒火，顿时急急跪倒在地，头重重地磕到地上。王爷饶命，奴家真没见过此人。第6章暴露。楚木逆着地上跪着的张妈妈，眸光幽深，随后将怀里的那本香楼秘籍拿出，蹲下身子，把那本书丢到他面前。解释下吧。张妈妈看到那本香楼秘籍之后，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书是他这里的秘宝，但是不对外销售的。宁王为何有？他抬手想要拿起那本书，想要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香楼所出，亦或是被仿了。可他的手还未碰到那书，楚木的手指便按在上面，阻止了他的动作。张妈妈收回手，颤颤巍巍地回道：这书应是我们香楼所出，不过我们不对外销售，只供院里的姑娘阅读。只供院里姑娘阅读？楚木的眸光愈发冷沉，他再次问道：既是如此，为何声称不认识画像里的女子？按着老鸨的说法，那胆大妄为的女子必定就是他这里的人了。本王的手段想必你也听过，既然嘴硬，那便试试本王府里的刑法。最近本王有个新的玩法，正缺个试验的人。浸满寒冰的嗓音响起，如丝丝缕缕的蛛丝，一寸寸地盘绕住张妈妈的脖子，让她突然喘不上气。南风，把人带走。是，殿下。南风得令，立马就把匍匐在地上的张妈妈给拎了起来。张妈妈哪里还经得住这样的惊吓，顿时整个身子都软了下来，急急喊道：王爷饶命，王爷饶命，我都说。楚木勾唇露出一抹骇人的嗤笑，他摆了摆手，南风就把拎起来的人重新丢回地上。张妈妈重新匍匐在地上，才战战兢兢地开口：那画像的姑娘的确不是我寒香楼的，不过昨天有一人来找我，给了我100两，让开一个厢房。可是画像上的女子不是，是一少年，但那厢房确实是给一女子所住，但我并未见到其真容，不知是否是王爷要找之人。张妈妈说完，抬眸看了一眼楚木，便又急急地低下了。那厢房住的女子现在何处？应在后院。刚才那少年又拿了一张银票给他，让他找了粗使婆子的衣服，还让安排一个粗活位置。他一时财迷心窍，也没多想，就让人去安排了。现在不出意外的话，那人应是在后院的放工桶的那处。带路！南风再次把张妈妈拎起来，命令道。张妈妈哪里敢不听，赶紧走到前面，带着人往后院走去。走了将近半刻钟才走到那处。这处院子跟寒香楼是相连的，但是却是隔绝开的，估计是为了隔离那难闻的味道。果然，靠近那院子，一股刺鼻的味道便飘了过来。楚木有些嫌恶的抬手捂住口鼻。很快，张妈妈便走到那处院落门前，把那吱呀的木门推开。那股味道越发浓重，直接扑鼻而来，众人差点没忍住吐了。
楚木压了压心头的恶心，抬脚便走了进去。他环顾了四周，并未看到有人影，但不得不说，能想到来这种地方藏匿，那女人对自己确实够狠的。搜！宁王下令，他身后的侍卫鱼贯而入，开始在各个公筒处和能藏匿人的地方都看了遍，但无所获。此刻坐在院子里那棵大树高处分之上的阮堂，透过浓密的树叶看向下面。楚木那高大挺拔的身姿站在下面，离他明明很远，但他就无端地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压迫感，这是上位者身上才能发出的破人威压。他的心脏突突直跳，没想到那老鸨这么快便把他卖了。他那钱算是白花了，若今日他能脱身，必定找他算账，把他吃进去的钱给吐出来。还好他反应快，也好在他前世是农村长大的娃，捉鱼打鸟，上树掏蛋，这些事不少干，不然他还爬不上这树。那么现在他就已经被那宁王砍于刀下了。然而就在此时，男人微微扬起头，那双黑沉沉的眸子迸发的眸光就落在了树上，仿佛隔着浓密的树叶与他对视。阮堂脚下一软，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还好他及时稳住了心神。而男人的眸子也移开，看向别处。阮堂暗暗松了一口气，但下面的宁王突然招手，南风快步走到他面前，只见他低声说了几句。不一会儿，南风转身，突然疾步飞身上树。事情发生的太快了，阮堂还没反应过来，人就被南风提住了脖子后面的衣服，一个纵身，他就被带着飞到宁王楚木的面前。南风一扔，他整个人就扑倒在地，堪堪趴在楚木的脚边。阮堂被摔得眼冒金星，仿佛看到了黑白无常在向他招手。他在心里把清风祖宗18代都问候了遍，没事就不能好好待在他身边，好好保护他，弄得他现在如此狼狈。没等阮堂缓过劲儿来，楚木就蹲下身子，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把他的脸抬了起来。当看到一脸满是皱纹和老人般的脸时，微怔了下，收回了手。阮堂这才反应过来，此刻的自己不是那个容貌惊人的小姑娘，而是一个年迈的老妪。他哑着声音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哎呦，摔死老婆子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下手真是重，老婆子我就上树掏个鸟蛋，至于吗？楚木看着眼前的人，实在没法和那晚的女子联系到一起，他愤愤然地站起身来，转头看向一旁一脸懵的张妈妈，你不是说人在这，为何是这么一个老妪？你耍本王？楚木盛怒，那眼神恨不得把张妈妈给剐了。张妈妈此刻也是一头雾水，她明明记得入住这里的是一个姑娘，虽然那日她没有亲自去安排她入住，但是派去送饭的小喜回来说见到背影确实是个小姑娘，怎么现在变成了一个老妪？她匍匐在地，慌忙解释道，奴家也不知何故，不过这老妪奴家不认识，她不是我韩香楼的人，肯定是和那姑娘一伙的。本来以为要逃过一劫的阮堂听到张妈妈的话，顿时气得恨不得站起来给她个7、8十脚。果然楚木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他身上，这次他没再蹲下身子，而是站着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伸出脚踩上他的一只手，而后捻转一下。阮堂堂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原身这细皮嫩肉的，即便是他给手部也做了改造，但也经不住这样糟蹋。他嗷嗷地叫着，哑着声线发出难听的哀忧声，说人去哪了？楚木含着声开口，根本无视他的哀嚎。阮堂当然得抗争一下啊，他操着哭腔，掐着嗓子，那低哑的声音难听得很，老婆子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年轻人你赶紧放开，老婆子的手要断了。然楚木不但不放，还加大了力度，在他手上又是捻转了一圈。阮堂疼的差点连国粹都脱口而出。就在他以为自己这只手要废了，突然一阵怪异的风袭来，踩着他手的楚木身形一晃，突兀的往后退了几步。第7章脱身。站在旁边的南风和一众侍卫全都严阵以待，握住腰间的佩剑。可他们才把剑拔出一半，一个黑影从眼前晃过，南风那拔到一半的佩剑便被一股气流一推，重新回到剑鞘里。他肩膀处也一痛，顿时便动也动不了。而其他侍卫的武器一应被扫落在地。一切发生的太快，大家根本没时间反应，待反应过来，那个黑影已经直接朝楚木那边攻击而去。楚木在被那股风震开之后，就已提起警惕，待那黑影近他身之时，他一个闪身便躲开了黑影的攻击，而后两人缠斗在一起。趴在地上的阮堂抱着他那只被踩后可怜兮兮的小手，从地上坐起，看向缠斗的两个人，咧开嘴笑了。天不灭他呀！他为刚才骂清风祖宗18代的事在心里默默道歉。清风也很给力，也就片刻的功夫，楚木就被他打得连退了几步，单膝跪倒在地。他并不恋战，闪身来到阮堂身旁，拎起人就腾空而起，飞离了韩香楼。从清风出现到带着人离开，不过也一字时间。楚木狼狈地从地上站起来，看着阮堂他们消失的方向，气血上涌，加上刚才被清风打了一掌，顿时一口鲜血呕出。
阮唐还是头一回被拎着在空中飞，那感觉还真是刺激。但对一个有恐高症的人来说，那就不是一般刺激了。他的叫声从飞上天空的那刻开始就没停过，听在清风耳里，嗡嗡作响，烦人的很。清风低头看了一眼他，顿时紧蹙起眉头。若不是知道这厮是他主子，真想把他丢下去。特别是顶着这么一张丑脸。终于，两人在郊外的一处竹林处落下，而小风、林青还有春寒看到两人，眼睛一亮，露出兴奋的表情，全都迎了过来。小姐，春寒跑过来就扶住阮唐的手臂，而阮唐还没从高空的眩晕中回过神来，被春寒扶着，还一摇一晃的。没一会儿，他忍不住冲到一旁，开始哗啦啦的吐了起来。果然，轻功这个东西，于有些人来说是好东西，但是于他来说，像是被挂在飞机外面飞了一圈，那感觉多要命，有人能了解吗？春寒站在阮唐旁边，替他拍着脊背，脸上也是一副心疼的模样。小风和林青虽站在一旁看着，但脸上亦是担忧的模样。唯独清风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靠在一棵竹子上，嘴里叼着一根枯竹枝。他面容玉白，五官俊秀，颀长的身量看起来有些瘦弱。若不是见识过他的武功和轻功，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人会是武林高手？阮唐把苦水都吐完了，才站直身子，有些幽怨地看向一脸悠闲的清风。而清风在他看过来的时候，站直了身子，冲他咧嘴一笑：“主子，这次的赏钱何时给我呀？”阮唐在心里啐了他一口，就未曾见过像他这般财迷的人，这哪有半点武林高手的样子？况且平时养着他，缺过他吃，缺过他穿吗？这般斤斤计较，活该没女朋友。阮唐也只敢在心里吐槽，他往后还有好多地方要靠这厮呢。他有些愤懑地朝春寒摆摆手，春寒了然，从怀里拿出一个钱袋，朝清风丢过去。清风轻快地接住，掂量了下，笑了：“谢主子。”阮唐扯了扯嘴角，没说话，便抬脚往一旁的马车走去。春寒、小风和林青立马跟上。清风自然是不跟着他的，他行踪飘忽，神出鬼没，从不会跟在阮唐身边，唯有他有事的时候，他才会出现。很快，几人坐上马车，往竹林深处而去。路线是清风给小风的，是京城城门处相反的方向。这里也能出城，不过这条路比较崎岖，要翻一个山头，若不是没得选，谁都不会走这条路。此时的他们便是无路可走，不得不走这条路。不过值得庆幸，几人翻过大山，出了京城的地界，楚目的人都并未追来。阮唐松了口气，也命小风和林青快马加鞭赶回了苏州。带回到他自己的府邸，他那颗心才彻彻底底的放了下来。1个月后，阮唐便带着春寒急急的出了门，去了街角那处的妙手堂。那里的大夫可是这里远近闻名的妇科圣手，诊断是否有孕，想必是信手拈来的。阮唐戴着帷帽坐在妙手堂的看诊桌前，伸出一只银白如玉的纤纤小手。春寒很快便在他手腕上搭上一条丝帕。这位夫人，您是哪不舒服？大夫问道。来妙手堂看病的几乎都是妇人，黄花闺女，谁来看妇科？是以，阮唐也不纠正大夫的称呼。我月姓已是7日，想请先生帮忙号下脉，是否有孕？那大夫听过，笑笑地撸了一下下巴处长长的胡子，而后把手指搭到阮唐的手腕处。一字后，他把手移开。怎样，大夫？阮唐急切地问道，一脸期待。然，大夫却摇摇头，夫人并无喜脉，不过夫人的脉搏虚浮，气血有些亏损，最近应是劳累过度，月性推迟，多半是因此。听完大夫的话，阮唐的脑袋瞬间便耷拉下来，脸上的精气神片刻间便消失殆尽。那大夫以为他是着急要孩子，便安慰道：“我看夫人的身体底子不错，怀孕是迟早的事，您莫要心急，放宽心态，别太劳累，相信很快便能得偿所愿。”阮唐笑笑不语，他自然是知道自己身体如何，但是要得偿所愿，想必是难了。睡宁王仅此一次机会，那机会他已经用了，却没有成功受孕。若是知道是这样，那晚他忍痛也要多折腾几回。大夫接触好多着急求子的妇人，自然也是能理解此刻阮唐的心情，忍不住安慰道：“夫人莫气馁，老夫给您开几剂补气血的药物，您调理一下，过后老夫再给您开几副吃了利于受孕的药汤。老夫这汤药效果甚好，好多妇人吃了都如愿怀上了。”阮唐还是笑笑不语，任由那大夫给他开了药。拿了药，便让春寒扶着自己回了府邸。第8章走险。阮唐一脸突然，没想到自己筹谋了那么久，付出那么多钱财，还差点丢了小命，最后希望还是落空了。小风和林青看阮唐这副模样，不免担心的面面相觑。最后小风忍不住说道：“主子，若是您真的那么喜欢孩子，林青愿意再去帮主子寻优质的男子，想必这天下除了那宁王，必定还会有更优秀的。我也愿意帮主子找。”林青也附和道。
阮唐回头看着他俩，苦笑了下。有句话说的是真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吃过龙肉了，谁还想吃猪肉？但他又不是那半途而废之人。这事既已开始了，目标未达成便不算完成，所以重金求子，这事他还得继续。只是可惜了，他还是觉得宁王是最合适的人，但老虎屁股摸一次还好，再摸一次是会死的。这次只好退而求其次了，找个比宁王差点的也行。这事你们抓紧办吧，他吩咐道。小风和林清对看了一眼，笑了，齐齐应道：是，我们定不辱主子使命，替主子寻来优秀的男子，供主子享用。阮唐蹙眉瞪了他们一眼，嗔怪了一句：没大没小。小风和林清得令后便开始办事，没多久便把画像和资料给带了回来。但阮唐看了，竟没一个入眼，无奈只好让他们继续寻。而他这边最近铺子生意不景气，盘出去了好几个铺子，回笼了些许资金。他最近有意进军上京城，上次为了和宁王来段露水姻缘，去了上京，他也彻底见识了上京的繁华和奢靡。要是能在那里开一间属于他的铺子，可抵好几间他这边的铺子。可他现在即便卖掉手里的好些铺子，那资金依旧是不够。上京那地方地段好点的铺子，租金贵不说，在那边打点关系都要花不少钱。是以他铤而走险，决定去一趟滇州。他让小风去把清风寻了来，然后带着清风、春寒一起出发了。而小风和林清依旧留在苏州，帮他在各地继续物色优质男子。一行马车在路上颠簸了将近1个月，才到了滇州。这一路上，阮唐带着车队穿山走林，特意避开官道，是以一路颠簸无比。此刻到了，他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阮唐带着车队又进入了一处山林，待行到了一处山坳的平地处，才停了下来。此处四周除了有高山，亦有山林，是交易的好地点，隐秘又安全。而那边的接应的人在几天前就收到了他们要到的消息，早已经在约定的地方等候着了。走近后才发现，这一行人都是一些壮汉子，而为首的是一个戴着半截面具的男人。跟那些壮汉子相比，这人身子纤瘦，一身白衣，倒是有几分书生的模样，一点都不像做这种私贩勾当的。当然，他也不像他那么好看。阮唐也不扭捏，未免夜长梦多，还是早些完成交易，早些离开这。他戴好帷帽，从马车上下来，走到那行人面前，才对着那戴着面具的男人说道：公子现在便验货吧，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个男子显然没想到，这次来做交易的竟是一个姑娘家，但他走南闯北，见识不少人，女儿家经商，做见不得光的勾当也是不少的。姑娘痛快，露在面具下的双薄唇轻轻弯起，而后抬起手轻摆了一下。他那边马上就有人走到阮唐他们带过来的车队中去，掀开油布，露出上面一个个灰褐色的大陶罐。那些人随即打开了几个陶罐，伸手捏了几颗里面白花花的粗盐放进嘴里，那咸香的滋味在舌尖蔓延开。许久没吃盐的他们顿时都眼放金光，朝着那个戴面具的男子点了点头。戴面具男子抿嘴笑了，姑娘带来的东西果然是好东西，这些是给你的报酬。说完，就有2个男子抬着一个大木箱走到阮唐面前放下，随即打开，里面全是黄灿灿的元宝。阮唐忍住了想要冲上去抱着那些金子撒欢的欲望，他稳了稳心神，漫不经心地说道：那小女子就不客气了。阮唐话音落下，清风便上前仔细的验收后，才把箱子合上，而后让人搬上他们的马车。而他们那边也把那一罐罐的粗盐从他的马车队上搬了下来。交易既已完成，也不必再逗留了。阮唐朝那男子扶了扶身，便转身走回马车旁。春寒扶着他上马车后，清风才坐上架台。待他们的马车掉头走了之后，那戴着面具的男子才给旁边的那一众壮汉使了个眼色。很快，其中几个便引入了附近的山林。坐在马车上的阮唐再也忍不住了，掀掉帷帽，便打开那木箱，看着金闪闪的金子，一把扑了上去。他抱着那些金子咯咯地笑了起来。这么一大箱金子，他还真是头一回见。春寒看着他高兴的模样，也忍不住笑了。他们这一趟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总算是顺利完成，也拿到了金子，一切都是值得的。坐在车厢外的清风也被他们的开心的气氛感染，唇边也挂起了笑。可就在他们的车子刚走出山坳，在林中穿行之时，突然下起了瓢盆大雨。天早已经黑了，现下又下起了雨，顿时整个山林里雾气漫天，根本就看不清前路。主子，雨势有些大，山路难走，要不我们先避避雨，等雨停了再走。刚才交易那处不远有一山洞，要不我们先去那避避。清风说道。阮唐掀开车帘看了眼外面，眉头紧蹙了起来。在这里过夜是最不安全的，但如果强硬要冒雨行走，估计也讨不到好处。山路本就崎岖难行，如今又下雨，怕是更难。思前想后，好吧，掉头。但阮唐心里隐隐的总觉得不安。
这不是他首次来滇州，商人走南闯北，天南地北都去过，但做这种事却是第一回。私犯谨严是重罪，如果被抓是要杀头的。这一路上他都惴惴不安，现下这感觉更甚了，总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果然，他们刚掉头行了小段路，雨夜里便冲出了5、6个身披斗笠的壮汉，顷刻便将他们的马车截停了。第9章被围。清风拉停马车，才发现一直跟在他们后面的那些陪同着一起运盐过来的人全都没了。清风顿时警铃大作，拔出了放在驾座底下的长剑。主子，我们被围了，如果我没看错，应是刚才我们交货的那帮人。阮唐在清风拉停马车的时候，便隐隐猜测到不对劲。果然，阮唐庆幸把清风带着。你能把他们全部搞定吗？自然。清风笑道。这几个人他还不放在眼里。主子，你们待在车里，不要出来，我去就来。说完，清风便飞身出去。不一会儿，外面便传来了哀嚎声，但那哀嚎声也就持续了片刻，很快外面便只剩下雨水打在树上发出的啪嗒声。清风重新回到了御位，可没等他们再次走出去，又是一群壮汉子冲了出来。还来！清风愤愤地叫道。阮唐听到他的话，也掀开车帘看向外面。好家伙，现在他们的马车外面围了起码有10几20号人，堪比一支小型的精英部队。这是必须要拿下他们了。清风，这么多人，你可有成算？自然是有的。清风作为武林高手之一，怎么能说没成算？只见他再次飞身出去，很快便和那些壮汉子厮杀在一起。但对方到底人多势众，清风再厉害，也不可能瞬间解决掉所有人。而且那些人明显是经过了特殊训练，个个骁勇善战，警觉性还特别高。没多久，清风就被一小波人缠住了。而阮唐这边也有2个壮汉子冲了上来，目标明确，直接就去拉他的那箱黄金。阮唐哪里肯放手？这是他冒着杀头的危险赚来的钱。他死死地抱着箱子，大喊：清风救命！而这边的清风听到他的声音，一个回旋踢把围着他的人踢飞了2个，才得以飞身起来。他马上就飞回马车这边，直接一剑把和阮唐抢箱子的人给毙了。但其他人很快便全都围了过来，顿时将他们的马车围得水泄不通。很快，那些壮汉子便蜂拥而上，清风再次与其开始混战。阮唐和春寒躲在车厢的角落里，把那箱金子搂在怀里，一脸惊魂未定地看着外面厮斗的现场。就在此时，咻一声，剑矢破空的声音传来，那群壮汉其中一个闷哼一声，人便倒下，抽搐几下便不动了。变故来得太快，等那群壮汉反应过来，又是剑矢破空的声音，随即连续几根剑矢透过雨夜飞向他们，好几个中箭倒下。清风在第一支剑矢破空而来，便已经闪身避开。在那群壮汉开始跳下马车躲避的时候，他拉住马绳，掉了个头，用鞭子狠抽了一下马屁股，马车便朝那山林狂奔去。这边那群壮汉一下子被袭击倒下去了4、5个，剩余的那些反应过来，马上找地方隐蔽，随即放出了信号。而箭矢发出的地方，马蹄声传来，10几个身穿黑衣的男子坐在马背上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为首的男子身着一身纯黑色长袍，整个人隐在黑夜里，与夜融为一体。一个电闪雷鸣，闪电的光让众人看清了一点男子的长相，但也就一瞬。众人只觉得此人面色沉得如同那勾魂的鬼魅，且众人都注意到了，他手里还拿着一把小巧的弓弩，在黑暗的夜里发出幽幽的光。刚才那几箭必定就是他射出的。而目睹了同伴被射死的那群壮汉顿时鸟兽散去，能在如此黑夜又是雨天精确地把人射倒，可想而知那人的剑术何等精进。且这一行10几人看起来便不是泛泛之辈，他们的目标是那马车上的人，没必要跟这些人硬拼。殿下，追吗？南风看着四散逃掉的人，转头问为首的楚木。可楚木只是看着马车逃跑的方向，目光悠悠，并未答他的话。片刻后，南风再次说道：那马车上的人想必就是私运谨严过来的人，殿下，要不我们先追他们？1个月前，楚木的人便查到滇州这边有人私造兵器，很有可能也在这边囤养了私兵。私造兵器，囤养私兵，这是准备谋反的节奏呀。他那扶不上墙的皇侄儿皇帝，一天天只会寻欢作乐。他要是不查清楚，这江山几时易主都未可知。他答应过皇兄，焉替他守护好这江山，扶持他那不成器的侄儿。所以他带着10几个亲兵暗自到这边，就是想要查清楚到底是谁胆子那么大。他们查了半个多月，这是终于有了些眉目，发现这处可能不只是私造兵器、囤养私兵，还有一些其他见不得光的买卖。私贩谨严便是其中一项。他们查了好些时日，才查到交易的老巢在这边。没想到赶到这里的时候，就遇上黑吃黑。追！楚木下了命令，便1个人策马，先往马车逃跑的方向追去。南风和后面的几10个亲卫也赶紧策马跟上，
顿时雨夜中噼里啪啦雨滴声中夹杂着哒哒的马蹄声，片刻便消失在山林里。阮唐几人驾马车逃离了那之后，快马奔驰逃进了山林深处。黑夜本来就不方便赶路，加上又是雨天，能见度就更低，赶车的清风就如那瞎子摸路，根本不清楚所逃的方向去往何处。马车估摸着疾驰了1刻钟，突然马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而后开始乱了节奏，跑了一会儿便直接倒了下去，而马车也被带着侧翻下去。一切发生的太快了，马车上的人都没反应过来。清风掉下去后，几个翻滚后才站起来，同时也注意到了倒在一旁的马腿上插着一根箭矢，在黑夜里发出寒光。他心下一沉，来不及思考，爬起来就直奔车厢所在处。车里面的阮唐和春寒比他惨，他们根本就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一阵天昏地转间，身子就被带着重重的砸到了马车厢的车壁木板上，还没来得及痛呼，就被甩出了车厢，连带着那箱黄金也从车厢里滚落掉了出来，金子洒满一地。阮唐的额头狠狠地磕在了其中一颗金子之上，疼得他眼泪瞬时便掉了出来。他下意识抬手摸了摸被撞的地方，被雨淋湿的脸庞似乎还夹杂着一股热气。他把手从头上拿下，摊到眼前，但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不过他知道应该是磕破了，因为雨水打在那处，疼痛感剧烈。清风跑过来把他俩都扶了起来。就在此时，一个骑着马全身黑衣的男子出现在3人的视线里，而他身后马蹄声不断，片刻功夫，他的身后便是10几个同样骑着马穿着黑衣的男人。第10章求降。即便是黑夜，即便能见度很低，但是那男子身上散发出骇人的气息，还是让他们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特别是阮唐，那股熟悉的压迫感让他不由得抓紧清风的手臂。清风也感觉到他的紧张，下意识地把他拉到自己的身后。春寒意紧挨在他身侧，下意识地护着他。楚木坐在马背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上站着的3人，眸光悠悠。不想死就乖乖配合。楚木的声音隔着雨幕传到了几人耳朵里，冷若寒霜。最冷的莫过于阮唐，因为那管声音在他听来再熟悉不过。而这时，一个闷雷带着闪电而来，闪电的亮光瞬间照亮了马上人的面容。阮唐心下狠狠一颤，不正是他借种的主吗？这下可好，他还没有揣上人家的种，人就找上门来了。最要命的是，现在他正干着诛九族的勾当，他的身体几乎是本能的抖动起来，即便他努力在克制，都抑制不住。也不知道是怕的，还是被雨水打湿，全身冷的，真是见鬼了。他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倒霉起来，喝水都塞牙缝。清风，你能拖住他们吗？阮唐压低声音在清风耳边问道。他现在要做的便是立马逃之夭夭。可以是可以，但清风顿了顿，目光定在楚木手中的那把小巧的弓弩之上。但什么？阮唐要急死了。他有弩，即便我拖住他们，你估计也跑不了，他只需一箭便可射穿你。清风如实告知阮唐，刚才他可是亲眼见识了那弩厉害之处。雨夜1丈之外都难看清，可他却能轻而易举地重伤了几个壮汉子，可想而知，他的剑术已经是出神入化了。他虽能解决这些人，但双手难敌4拳，他行动之时很难保证阮唐的安全。若那射箭之人趁机朝阮唐发出一箭，他是逃不掉的。他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好阮唐，自然是不能让他死的呀。所以现在有些进退两难。阮唐咽了咽口水，颤抖地说道：那怎么办？谈判，和他谈判。谈判？怎么谈？不行的，他是宁王，我一出生，他肯定会认出我来。清风嘴角一抽，抬眸看着马背上的那个拿着弓弩的男人，怪不得他总觉得有些熟悉，原来是老冤家。宁王死，要不你从了他，说不定他念在那一夜会放你一马也不一定。清风悠悠地说道，完全像是个没感情的机器人。阮唐寡了他一眼，咬牙切齿：你要造反啊？谁是你主子？我说真的，不然你攻略他，让他成为你的群下臣，这样我的主子可以有2个。去死！阮唐伸手在他的背上狠狠掐了一下。清风龇牙咧嘴，没敢叫出声。没想到清风这么不靠谱，打不过竟想投降，没骨气的家伙。可现在怎么办？总不能等死吧？阮唐深吸一口气，缓缓地呼出来，死就死。他拨开他和春寒，向前走了几步，昂起头，雄赳赳看了一眼马背上的楚木，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就在众人以为他要开始舌战群雄之时，突然扑通一声，阮唐直接跪倒在地，而后把头磕在满是雨水和泥巴的地上。好汉饶命啊！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招，就连清风和春寒都被他惊呆了。接下来阮唐开始胡诌：公子饶命啊！我们不是坏人，我是良家女子，出门游玩，
在这山林里迷了路，没想到却被那群山匪盯上了。我看公子正气凛然，必定也不是坏人，就饶我们一命吧。命比什么都重要，跪一跪又何妨？楚木看着地上跪着被雨淋湿透的女子，一身在黑夜里格外显眼的白衣，紧紧地贴在她玲珑有致的身体上，发丝凌乱，有些贴在脸上，分明就是一副楚楚可怜，我见犹怜的模样。可楚木莫名觉得有股熟悉感，且从心底里觉得此人奸诈。他眸光暗了暗，嗤笑道：“姑娘别想与我装傻充愣，我可不是什么好人。你说自己是良家女子，有何证据？何证据？我的脸不就是证据吗？长得这么倾国倾城，我见犹怜，这是土匪能长的模样。”阮唐把头抬高，抬手把脸上的碎发拨开，把整个嫩嘟嘟的脸庞暴露给他，意思便是：你看，多良家，多纯情的一张脸。可楚木看着他的动作，眸光更沉，唇边也扯出一抹嗤笑。他从马上跳下，走到阮唐面前，蹲下身子，而后掐住他的脖子：“我没有时间和你装疯卖傻，说私贩谨言，是不是你也参与了？”他的嘴角压着威仪，口吻酷烈如霜雪。阮唐心下颤了颤，继续狡辩：“小女子听不懂公子在说什么，我们真的是游玩迷路了。”雨依旧哗啦啦下着，打在山林里葱葱绿绿的树叶上，发出噼里啪啦、窸窸窣窣的声音，但也掩盖不了他声音里的颤意。游玩迷路，谁家娇滴滴的小姑娘带着随从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游玩？何况……楚木说着，悠悠的眸光落在地上的七零八落的黄金上。谁游玩会带着这么大一箱笨重的黄金？是生怕贼人不知姑娘你有钱？阮唐望着散落一地的黄金，一噎，倒是把这一茬给忘了。还是说，姑娘的这一箱黄金便是那私贩谨言所得的钱财？他的声音陡然加重，震得阮唐一时之间不知如何辩驳。他那双犀利的眸子寒光乍现，透过黑夜和雨幕落在阮唐的身上，他竟觉得可怕如毒蛇。你若配合，可从轻发落；若反抗，死路一条。楚木冷冷地下达最后通牒，而后又凑到他耳边轻声补上一句：若反抗，姑娘睡我的那一账，我们一起算。阮唐陡然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他是何时暴露的？他又是怎么发现的？那晚他全程都戴着面纱，即便他把他戴着面纱的画像画出来了，但是他的真实容貌他并不知道。而且现在是晚上，还下着雨，他还故意压低了声线，和那晚的他很不一样。怎么可能发现？怎么可能暴露？楚木看着他的反应，勾起唇角，心情大好。把人带走。他起身下达命令。是。南风和其他的亲卫从马上跳下，而这边的清风在楚木下达命令的时候，便拉着春寒悄悄地退了几步。就在南风和那些亲卫跳下马的时候，清风抓起春寒的手臂，脚尖点地，人就飞到了半空了。主子，我先走一步，放心，我会回来救你的。清风的声音落下，阮唐才反应过来，转头看着消失在雨夜里的清风和春寒，气得肺都炸了。他发誓，只要他从宁王手里脱困，他肯定绝对要剐了清风，简直离了大谱，竟然丢下自己的主子逃命。一旁站起来了，楚木忍不住哼笑道：姑娘的随从还真是另类。第11章受刑。阮唐最后是被楚木直接拎着胳膊丢上马背的，不是坐着，而是横趴着挂在马背上，姿势充满了侮辱。而楚木则是坐在他身侧，一声驾，他便开始了他马背颠簸之旅。一路上他酸水吐了一波又一波，心里也咒骂了楚木一轮又一轮。就在他以为他要被颠死在马背上，天亮了，马也终于停下来了。他被人从马上拖了下来，没有给他一丝喘气的机会，就被丢进了一间昏暗潮湿的牢房里。阮唐在心里再次把楚木的祖宗18代又问候了一遍，顺带也问候了一遍清风的祖宗18代。骂完之后，他才开始觉得冷，全身都湿了，还被弄到这种鬼地方，哪能不冷？楚木那家伙还真的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好歹他们也有一夜恩啊。他坐在角落草堆上瑟瑟发抖，许久之后，牢房再次被打开。楚木已经换了一身玄色的窄袖劲装，脚上则是着一双黑色的长药靴，头上的发用简单的簪子全部竖起，露出棱角分明的面容，面若冠玉，凤眸深邃，流转间有着不可攀附的贵气。抛开其他，这厮真的是长在他的心巴上，怎么看都让人看不够。迎着阮唐赤裸的目光，他勾唇哼笑一声，满满的轻蔑嘲弄。果然是不知廉耻的女人，那双眼睛竟会盯着男子看。阮唐也被他这一声哼笑拉回了神思，他讪讪地朝他露出一个自认为真诚又可爱的笑容。他倒是想给他的大白眼，外加一顿耳刮子，可这是他的地盘，他得把这人的毛捋顺了，才有机会出去啊。他连忙起身走到他面前，男人身姿俊伟，他站在他身前，只看到他的肩膀处。阮唐不得不抬起头，用他那双水波盈盈、楚楚可怜的猫眼看着他，
宁王殿下，我都招，能不能不住这地方？这鬼地方不是人待的。阴冷潮湿不说，他刚刚还听到了老鼠的叫声。他这辈子最怕的有2件事，一是穷，二便是老鼠。楚木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借着牢房微弱的灯光，他也终于能看清了眼前人的模样。眉如翠羽，肌若霜雪，杏眼桃腮，修颈细腰，身段窈窕，娇媚不可方物。特别是眼睑下的那颗小小的美人痣，给他增添了不少风情。不得不承认，他确实长得一副倾国倾城之貌。楚木唇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哼道：“想出去？那就好好招，本王高兴了，自然就会放了你。”他抓过不少犯人，但是像他这般怂包，认罪认得那么快的倒是少。楚木说着，转身走到刚刚手下搬进的椅子上坐下。他随意地靠在椅背上，左手亦是很随意地转动着右手拇指上的扳指。阮唐稳了稳心神，往前走几步，一直到距离他面前只有几步之遥才停下，而后微弓身子，一副做小伏低的模样。殿下，您说的对，那箱黄金确实是贩卖景言所得的钱财，可那银钱并非我的，我就收了点辛苦费，帮人把货送到哪里。我刚开始根本不知道那里面是盐巴，要是早知道，我定然不敢冒险的。私贩景言是死罪，要杀头诛九族的，我就一弱女子，胆小如鼠，怎可能敢干那要命的勾当？阮唐说的情深意切，还露出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这样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配上他那天姿国色的样貌，落在任何一个男人的眼里，那都是要把心肝疼坏的呀。可楚木是谁？是见识过阮唐不要脸的一面的，怎么可能会被他这点雕虫小技给糊弄过去？看来苦头没吃够，是不会说实话的。来人，把刑具都搬来。楚木沉声吩咐。主打就是一个措手不及。阮唐懵了，这狗是想干嘛？他都还没狡辩完，就要用刑了。待那一桌子五花八门的刑具搬进来，放在楚木身旁的时候，阮唐终于软了脚。他这身子身娇肉贵，上面随便一种，他都经受不住啊。他扑通一声，再次跪倒在楚木身前：“殿下饶命，饶命！”然而楚木并不理会他的哀嚎，摆摆手，他身后的手下便直接上前把阮唐从地上拖起，而后利落地把人绑到了受刑架上。待人绑好后，楚木才起身，在桌面上开始挑选刑具。片刻后，拿起一把小小的匕首。相比于其他刑具，这应是最仁慈的了。他走到他面前，把匕首贴到他的脸上。阮唐顿时吓得连脸上的嫩肉都抖动了起来。你说我第一刀是划在这娇嫩的脸上呢，还是这袅娜的身姿上呢？阮唐终于知道为什么上京城人人怕他，这厮根本就不会怜香惜玉。没等阮唐再次喊出饶命，他拿着匕首的手一转，刀尖落在了他的肩胛下，而他根本也不给他求饶的机会，直接使力。那锋利的刀尖瞬时穿透他的皮肉，鲜血顷刻便涌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衣衫。阮唐本还有些红润的脸颊瞬间变得煞白煞白的。殿下，饶命，我说的都是实话。阮唐已经疼得呼吸不畅，但是依旧不忘求饶。但那刀尖抵在他皮肉里，依旧没有要拔出的意思。实话。楚木冷哼一声，你知道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吗？楚木附到他耳边，我最讨厌的便是满口胡诌的人。说贩卖私盐的人还有谁？收这盐的人又是谁？除了这些勾当，你们是否还有其他见不得人的买卖？昨晚那群人训练有素，一看便知不是泛泛之辈，反倒是有些像接受过军事特训的。如果他猜的没错，收盐的这帮人很有可能跟贩卖兵器的那伙人是一起的，还很有可能就是那屯养的私兵。而眼前的女人绝非是像他所说，只是帮别人自己赚点辛苦费，只怕只是一个幌子，怕这女人的身份也不简单。阮唐本来就已经疼得迷糊了，他这副身体一点都不耐疼，手指破个皮他都要哎呦几声，现在直接被捅一个咕窿，他哪里还受得住？此刻又听到他噼里啪啦的丢出一堆问题，心里一阵恼怒。殿下是不是欺人太甚了？我好歹也与你有过一夜，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我，上来就捅一刀，是不是过分了些？说着，阮唐的眼尾泛红，眼中分明有泪，眼睫颤颤的像一只受了惊吓的蝴蝶，但是依旧一副倔强的模样，不让那泪水掉下来。他的这副模样在楚木看来就是在故意装傻扮可怜。他握在手中的匕首又加了几分力，这下阮唐再也忍不住了。你大爷的，要杀要剐你痛快点，你这样钝刀子拉肉有完没完？第12章报仇。楚木勾唇，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很快他手中的匕首全部没入了他的皮肉里，这下阮唐终于经受不住，彻底晕了过去。她真的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没疼死已是命大。可楚木那厮真是可恨，直接让人拿了一盆水劈头盖脸给他浇了下来。他忍着疼痛，艰难地睁开双眼，看到眼前依旧是楚木那张帅气但是无比可恨的脸之后，他再次想破口大骂，但到底忍住了。
这厮不好诓骗，不说实话，今天是不能活着走出这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阮唐在心里暗暗道：老娘只要活着，日后必定要把今天的这笔账算回来。殿下，我招，都招，你别捅了，真的遭不住。阮唐服软，楚木终于摆摆手，很快一个手下便拿着纸笔进来，坐在一旁的桌子上准备记录口供。阮唐睨了那人一眼，开始有气无力地把这次运盐的经过说了遍，包括在哪里进的盐，谁牵的线，在哪里交易，怎么找到对方，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收盐的是何人？楚木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他说完，才再次问出这句：这个我真不知，我们交易只看信物，而且此次我是头一回，那帮人我一个也不识。楚木微眯着双眸，似在判断他话里的真假。阮唐怕他不信，赶紧又接着说：我现在说的句句属实，绝不敢再诓骗宁王殿下。楚木冷嗤一声，倒是没有再说什么。不一会儿，他的一个手下进来，附在他耳边低语了一会儿，他便起身出了牢房。走出牢房门口前，还不忘转头对看管阮唐的人说道：给他把刀拔出来，上点药，别让人死了。是，殿下。把人看紧些。最后还不忘吩咐一句。阮唐终于被人从刑架上放了下来，那把刀也被楚木的手下给拔了出来。拔刀那人和楚木一样，毫无怜香惜玉的觉悟，上来就声波，一点心理准备都不给他。他的血直接喷8米高，呼的那人一脸。那人似见怪不怪，直接抹了一把脸，就拿出一瓶药，随意倒在他的伤口，而后重新把他丢到角落的草垫上。阮唐躺在草垫上奄奄一息，伤口又疼，身上又冷，还一天一夜没有进食了。他知道楚木狠，却不曾想他这么狠。终于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发起了高热，整个人陷入了昏迷的状态。他感觉自己一会儿被置于火架上炙烤，一会儿又被置于寒潭之中浸泡，时冷时热，好不煎熬。当他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看到的是春寒那焦急的小脸蛋。阮唐眼皮微微的颤了颤，有些不确定是做梦还是现实。直到春寒那带着哭腔的声音落入耳中：小姐，你终于醒了，吓死春寒了。昨晚清风不顾他家小姐的安危，提着他就跑了。过后他在清风的耳边骂了一天一夜，骂他忘恩负义，骂他贪生怕死，骂他不仁不义。反正清风昨天一整天都没好过，脑子嗡嗡的，春寒那声音就没在耳边停过，吵都要把他吵死了。所以天一黑，他便出发去救阮唐。楚木把阮唐从山林带出之后，便回了他在滇州这边他临时置办的一间府邸。而楚木似乎也猜到了清风会来救阮唐，提前在整个府邸布置了机关，还派了几个高手在牢房那处守着。要不是清风武功轻功好，也略懂一些机关，昨晚估计小命就交代在那了。但那几个高手也就稍稍能打一点，遇到他根本不够看。是以救出阮唐，他也算是轻松完成。不过奇怪的是，他救了阮唐之后，楚木竟然没有派人来追。现在已经是第2日了，他们就住在滇州马关郡的一家小客栈里，如果楚木要抓他们，还是轻而易举的。可一夜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清风也偷偷的去宁王府探过，那里一切正常，就是没有派兵来追查他们的迹象。清风松了口气，也就安心的在这里住下了。将近半个月后，阮唐肩胛下的伤口好的差不多了，几人才启程返回苏州。这一趟他几乎血本无归，好不容易赚来的黄金全都给没收了，还差点把命搭上。最大的罪魁祸首便是那宁王楚木，这口气他是如何都咽不下去的。一路上他一直在盘算着。到了苏州后，他便带上小峰和林青，又把剩余的铺子盘了出去，然后一路进京。他想过了，他要去上京找宁王算账，待这笔账算了，他便南下直接去琼崖。那处虽贫瘠，但是四周环海，在那边靠海发家致富还是可行的。最主要的是，那处离上京远，他不用担心那宁王报复。一切计划得非常严谨周密。在几人到了上京的第3天，清风再次被派了出去，依旧是之前租的那处院落，依旧是那间厢房。不同的是，这次阮唐直接坐在床上等着宁王的到来。清风把人丢上床的时候，还是和上次一样粗鲁，不过这次没有套麻袋。宁王被丢上来时，2只冷森森的眸子就死死地盯着阮唐，而阮唐则是言笑晏晏，一脸揶揄地看着他。待清风退出房间之后，他才开口：宁王殿下，又见面了，别来无恙啊。楚木是如何也想不到，几个月前他好心放走他，没想到他胆子竟敢这么大，再一次把他人掳来。如法炮制，他把他的哑穴先解了。不过这次楚木却没有像上次一样直接开口就质问他，而是哼笑了一声。宁王似乎并不意外。阮唐的手在他的下巴处勾弄了下，而后捏住。呵，像你这般不知羞耻的女人做这种事有什么意外？不过本王倒是挺佩服你的勇气，敢一而再，就不怕本王真的杀了你？啪！哈哈，阮唐大笑了起来，眨巴着眼睛，
可说出口的话里却带着些许凉薄和愤怒。宁王的刀子不是都插在我这了吗？你看，这疤还在呢。阮唐说着，把衣服拉开，露出白皙圆润的肩膀，而肩胛下一个丑陋的疤盘踞在她娇嫩无瑕的肌肤上，刺眼得很。第13章，主导。我这人啊，就是爱记仇，而且睚眦必报。宁王给我的，我必定是要还回去的。阮唐的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匕首，倒是和楚木扎在他身上的那把很像，都是精致小巧，却是锋利无比，刺进肉里，疼得要命。他学着他，把匕首放在他的脸颊处，亦是同他说一样的话。你说我这第一刀是在你这娇嫩的脸蛋上划一刀呢，还是在这里扎一个窟窿？匕首下移，停在他肩胛下方的那处，和他的那个位置一致。不同的是，楚木并没有生出如他当时的那般恐惧，他脸上的表情依旧是沉着冷静，只有眸子里暗藏猩红。阮唐握紧手里的匕首，刚想要用力捅进他的肉里，他突然抬手捏住他的手，而后一个翻身，阮唐便被他压在身下，那匕首也去了他的手里。一切转变得太快，等阮唐反应过来，他的脖子上已经被冰冷的刀身贴着了，而楚木一只强劲有力的手臂就这样横在他胸口处，将他整个人压在床榻之上。两人紧紧地贴着，除了各自身上薄薄的衣物，别无阻隔。你怎么反被制约？阮唐满脸惊骇，但迫于刀子抵在脖子上，他动也不敢动。楚木弯起唇角，沉着声音道：“是不是想问我怎么把血解开了？”阮唐那双湿漉漉的眼眸就这样隔着极近的距离看着他，似在说：“对，为什么会这样？这一点雕虫小技对本王来一次还管用，难道还妄想来第二次？自从上次被点了穴，自己尝试了冲破穴道却无用，回去之后他便开始摸索和练习，渐渐找到了门道，是以这次才能这么快就解开了。”而阮唐此刻非常懊悔，没想到这厮竟然能自己解了这穴，刚刚就应该先把他的手脚都绑起来。他连 SM 的武器都准备好了，本来准备今晚玩波大的，特别是他的那牛皮鞭，他都已经幻想鞭在他身上留下的鲜红的痕迹了。未曾想，现在这些想法都落空了。但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女人能屈能伸。阮唐马上堆起一个笑容，抬手慢慢的放到脖子上，翘起兰花指，轻轻捏住那锋利的刀身。刀剑无眼，殿下不如先拿开，反正我也不是你对手，还不是任由您为所欲为，何必要这冰冷无情的玩意？楚木看着眼前变脸极快的女人，心下冷哼。不过他说的很对，他确实不是他的对手。男人手掌一翻，匕首便被他丢了出去，咣当一声落在波布床不远处的地上。没了匕首的威胁，阮唐松了一口气，他朝他露出一个娇媚的笑容，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抬手在他面前一扫。但楚木似乎早已预料到他要做什么，在他抬手的瞬间便反手一挡，掩住口鼻，同时亦使用内力一震。阮唐顿时觉得口鼻处传来一阵馥郁的香气，只片刻他全身便绵软了下来。他心道不妙，这是林清最近新研制的新型迷香，里面还有媚药的成分。他本想今晚给楚木试试，帮林清做试验的，没想这狗变聪明了，竟然反降了他一军。要命的是，林清这次的药劲儿太大了，才这么一瞬，他就已经感觉不对劲了，全身像是被火灼烧一般，燥热得很，又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骨髓里啃咬，酥酥麻麻，意识也在开始慢慢涣散。他甚至无意识的呢喃：“热。”黏腻又娇媚的声音从他口中溢出，令人心颤。还残存一丝理智的他，听着从自己的嘴里喊出来的话，心下羞愤，抬手捂在唇上，可身体里的火越烧越旺，也就片刻时间，他的手便放在了他的衣襟处，开始胡乱的拉扯。春光乍现，本来还压在他身上的楚木顿时觉得血气上涌，一股不可言状的感觉瞬间燃烧着他的四肢百骸。上次都是他主导，其实楚木也没感觉到多少快乐，但毕竟是开过荤了，面对眼前的这副情景，说不心痒是不可能的。就在他正愣之际，阮唐的手拉住了他的一只手，贴在他的脸颊上，凝脂般嫩滑的触感让他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而阮唐似乎很喜欢他的触摸，嘴里再次发出嘤咛的声音。在他的手指无意识蹭到他唇边的时候，他还伸出舌尖轻舔了下。蓦然，一股强烈的酥麻感霎时便传遍了他四肢，他下意识地滚动着喉结。阮唐似乎不够，睁着他那双迷离的双眼，楚楚可怜地看着他，而后双臂攀上他的胸膛，顺势勾住他的脖子。他把他拉向他，开始把脸贴到他脸上。他脸上冰凉的触感顿时让他舒服的喟叹出声，而两人的身子也因为他的动作贴得更加严丝合缝。纵使楚木平时冷若冰霜，不近人情，此刻也被撩拨得有些心猿意马。特别是他身上那股熟悉又陌生、似花又似果的香味，若有似无地萦绕在鼻息间。他意识很清醒，理智也尚存，可内心却有一个声音不断地让他把他抱住。他撑在他身侧的双手收紧拳头，
手背上的青筋突兀。他的脸在他脸上蹭了一会儿，觉得不满足，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只知道这些好像都不够舒缓他体内的燥热。他的唇也开始在他脸上胡乱蹭着，待蹭到他的温热柔软时，竟又伸出舌尖轻舔了下。他的理智在这一刻直接崩塌，他的手几乎是毫无预兆地扣住他的脸颊，毫不客气地堵住了他的嘴。而软糖本就被那迷香弄得无比难受，这一吻就像是大海中的一根浮木被他抓住了，而他口中的滋味也仿佛那清凉的甘泉滋润着他。他凭着本能追着他的唇，两条藕臂紧紧地攀着他。这一夜他拿到了主导权，终于感受到了酣畅淋漓的感觉。比起那晚他的笨拙，此刻更让人食髓知味。而他人在他身下亦热情又乖顺，清纯又妩媚，眼神迷离勾缠，声音如妖媚，手下抚过的每一处都细嫩如钢包壳的蛋儿，寸寸尺尺都精美如精心雕刻盘。特别是要腰肢，若2月春柳，仿佛轻轻一折便会折断。一诺掌中腰，其中的精髓他此刻明白了。房中烛火明明灭灭，他的声音起起落落，他在结束和苏醒当中来来回回。他没想到有一天他也会痴迷这床子之事，这感觉比他在牢房审犯人还要快乐。身心颤抖，酣畅淋漓。第14章软糖。软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他被搂着翻来覆去，像摊煎饼般随意摆弄着，玉贴延展着他身体的每一处。他求饶哭泣，那人都不曾理会自己。这种被别人操控的感觉让他忍不住心颤。他猛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绯色海棠花样纱幔。昨晚发生的一切开始一点一滴地涌回他脑海里，他脸上不由得爬上红晕。昨晚的感觉和之前那次的感觉截然不同。上次他的感觉除了疼别无其他，但昨晚他竟然觉得舒服和快乐，甚至有些痴迷那滋味。醒了，一个突兀的声音响起。软糖猛地坐起，转头看到一旁恣意斜躺着，一只手支着脑袋看着他的楚木，倒吸一口凉气。他身上的丝缎绸被划落，细嫩白皙的肌肤上满是深浅不一的红痕。他顿时眸光一暗，昨晚的那种美妙的感觉回归，他竟有了抬头的趋势。而他幽暗的眸光一落在软糖的眼里，他顿感身上凉飕飕的，低头一看，差点没一脚把旁边的人踢下了床。他连忙钻回绸被里，把自己整个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你怎么还在这？昨晚虽然他的计划落空，但是也算是成功了一半。按理说昨晚那般折腾他也算连本带利讨回来了，现在不应该离开这里了吗？怎么喂饱了便要赶人？他整个人如沐春风，说出的话都带着几分吊儿郎当的意味，实在是与他惯有的风格不符。只是什么叫喂饱了，说的他仿佛内色中饿狼。软糖脸颊红扑扑的，蹙着眉眼道：昨晚你不也吃饱了，还留在这干嘛？又想给我捅刀子吗？我可不怕你，我的护卫可是在外面，你敢伤我，他定不会放过你的。软糖话说的理直气壮，却毫无气势可言。哦，是吗？那本王倒是要看看你的护卫怎么不放过我。说着他翻身下床，走了几步，把地上的那把小匕首捡了起来，而后转身慢慢走回床边，在软糖的注视下开始把玩起那刀子。而那刀子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灵魂，在他手里翻出无数花样。软糖见识过楚木的变态，当然知道他一个不高兴便会捅自己。你别乱来，我真的会喊人的。他那伤口虽然好了，但是时不时还是会隐隐作痛，而且被刀扎的感觉是真的不好受，他可不想再来一次。喊吧，你的声音倒是不错，比如昨晚那声音，销魂的紧。楚木的唇边勾出一抹好看的弧度。软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这个心狠手辣、嗜血无情的奸宁王爷调戏，脸颊瞬间红得滴血，又羞又恼。宁王，你的人设是不近女色，冷酷无情，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在说什么？但他很快便反应过来，你把我的人怎么了？他昨晚就反客为主了，且昨晚他们搞出那么大动静，他不相信在外面守着的春寒不知道，既知道了，为何没有任何行动？而且这厮毫发无伤，那只有一种可能，他的人被他控制了。只是清风那小子不可能有人能擒得了他，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逃了。想到这，软糖愤恨地捏了一把自己的大腿，这臭小子还真是薄情寡义，怎么关键时刻竟只想着自己。楚木笑笑，明显心情非常愉悦，你的人都好好的，不过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不敢保证他们怎么样了。软糖说着，他在床边的小桌子上端起一个碗，递向他，起来喝了吧。软糖眼睛滴溜溜地转着，看看他，又看看他手中碗里黑乎乎的东西，心生警惕。这是捅不死，准备毒死他吗？篦子汤，起来喝了。
他再次出声，解开了他的疑惑。避子汤，避孕药，我不要。开什么国际玩笑？喝什么劳什子避子汤？那他昨晚的煎饼不是白摊了？何况他本来就是来借种的，不然干嘛又冒那么大的风险再次接人？他确实记仇，但是若不是抱着把仇报了又能留个种一举两得的想法，他是必定不会再干这要老命的活。而且这玩意喝了对身体没有好处，避孕是其次，他主要怕紊乱，打死都不喝。阮唐紧紧地抱着丝缎筹备，心眸中那警惕的意味更甚，且压根没有要起来的意思。不喝可以，那就再给你一个选择，右边肩膀处我再给你一个窟窿。他手中的匕首又开始翻花了，右边再来一个。你强迫症讲究对称吗？阮唐在心里骂骂咧咧，但面上还是妥协了。那窟窿他受不起，不过避子汤罢了，喝就喝，大不了以后离这渣子远些，还有这种大不了重新找一个人借，谁还稀罕你的暴虐狂？阮唐抱着被子不情不愿地坐起，挪到床边，才接过他手中的那碗黑乎乎的药汤，一饮而尽。他咂巴下嘴巴，苦意蔓延，他露出痛苦面具。楚木把空碗接过，放回小桌子上，而后用匕首抬起他的下巴，看着他皱巴巴的面容，甚是满意。名字啊，你的名字？楚木竟没有不耐烦，反而看着他的眼中含着丝丝笑意。可这笑意落在阮唐的眼中，瘆人的很。他是不想告诉他的名字，但现在他再次被他拿捏了，不说他会罢休。阮唐，软糖的软，软糖的糖。阮唐不情不愿地把名字说了出来。楚木眼中的笑意更浓了。软糖，硬吃。尿。我记住了。明明很正经的两个词语，可是听在耳边去有些下流，不得不让人想入非非。特别是昨晚的某些情景突然窜入脑中，他脸上的红晕好不容易下去了，又上来了。楚木终于走了，但是走之前留下了一句：乖乖在这，敢逃打断你的狗腿。阮唐一直到春寒进来服侍他沐浴更衣，都没有反应过来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春寒说这别院外面全部都是宁王的人守着，他才知道他被楚木软禁了。他清楚他屡次挑战他的底线，他不把他关牢房里已经是非常仁慈了，关在这里简直是享福了。可这福谁爱享谁享。是的，缩头乌龟清风在楚木走后的一个时辰后回来了，当然他是偷摸着回来的。赶紧想办法把我从这里弄出去。我回来不就是来解救你的，放心啊，我已经找到可以逃出去的方法了。阮唐瞬间两眼放光，恨不得立刻马上便离开。什么方法？清风却笑笑不语，可阮唐却觉得他这笑容的背后有股被算计的意味。第15章，钻洞。夜幕如愿降临，月色宜人，月光洒在别院里的石板小路上，映照出淡淡的银色光芒，宛如夜空中一颗颗璀璨的宝石。三人猫着身子穿过长廊，来到了后院一处草丛茂密的院墙边。阮唐抬头看了一眼高高的院墙，又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清风，他突然有些羡慕会轻功的他了。这院墙在他看来拿梯子爬都费劲，可于清风而言只需轻轻一飞就过去了。我准备好了，带我飞吧。阮唐说着直接抱上清风劲瘦的腰身。之前那几次都是如此，可这次他刚抱上就被清风给扒拉了开。这次不用飞，主要还是昨晚劫宁王那货的时候他身上不知沾着什么，待他发现的时候已经中招了。现在的他一个人飞倒是无碍，但要拖着阮唐和春寒那就难了，不定飞到半空就掉下来摔个狗吃屎。不用飞啥意思啊？只见清风朝他露出一个标准的8颗牙笑容，而后往前几步把墙边那些比人还高的草给扒拉开。没一会儿，墙边便出现了一个能供一人爬出爬进的小洞。那从这里走。清风指着那个小洞对阮唐说道，而阮唐脸上的表情已经从兴奋变成无语。他对清风翻了一个白眼，你让你主子我钻狗洞，你脑子瓦特了？清风嘿嘿陪笑着，我被宁王那货下了药，封住了70%的功力，也不知是什么鬼玩意，林青现在都还没给我搞出解药来，所以带着主子可能飞不了。你身体有样是让你主子钻狗洞的理由吗？你飞不了，你回来干哈？我还不如回房间睡大觉。虽说是被软禁，但是楚木那厮也只是不让他出这个别院而已，在里面并没有限制他的活动，他该吃吃该睡睡，也不是很难过，起码比爬狗洞好。阮唐说着就要转身回去，可清风的声音悠悠的传来，主子怕不是看上了宁王那货了吧？阮唐脚步顿住，连忙转身抬手捂住清风的嘴巴，这么不吉利的话也能说出口？小心天打雷劈！看上宁王楚木？啊呸！他是眼瞎了，还是脑子长坑了？那货是挺帅，也确实是长在他心巴上的长相，脑子也聪明，但有家暴倾向，
还是动不动就拿刀子的男人，最要不得，他又不是受虐狂了，看上这么个货。他放开捂着清风嘴巴的手，变成捂住自己的胸口，惊魂未定。阿弥陀佛，还好他喝了那碗篦子汤，不然他要是怀上那家伙的种，是不是那孩子基因上也会带有家暴基因？还好，及时悬崖勒马。看来还是要找个品性纯良的，当然样貌材质自然也不能差的。如是这般想着，他想要回房间的心彻底没了。说干便干，大女子能屈能伸，出去后又是一条好汉。春寒，走。阮棠双手捏住身上的粉蝶系海棠长裙，提高一些，而后大步流星地走向那个狗洞。春寒虽然也不愿钻这狗洞，但自家主子都钻了，他也就没什么好矫情的。他连忙越过阮棠，先一步去把狗洞旁的杂草拨开，以便于阮棠行动。阮棠先是蹲下身子，从那狗洞往外看去，可外面漆黑一片，也看不出什么。他回头看了一眼清风，你确定从这里出去，外面不会有人堵住？我给你放哨去。清风嘿嘿笑着，脚下一点，上了墙头。他先去看了一圈外圈，没发现什么异样，才对下面的阮棠轻声说道：没人，赶紧爬。阮棠也不矫情，猫下身子，先把头钻了出去，而后才是把身体趴下，一点点地往外挪。可他整个上身出来了，突然屁股卡住了。这洞他刚才特意比划过的，虽小了些，但是他的身材并不丰腴，想要出来一点都不难，没理由会把屁股卡住的。他使劲挪，依旧不行。春寒，你推我一把。好嘞，小姐。春寒得令，用力在他屁股上推了一把，可是依旧纹丝不动。小姐不行，卡住了，你要不先退回来。阮棠无奈，只好开始往后挪动身子，可似乎也动不了。在里面的春寒看阮棠没有动，忍不住疑惑地唤了声：小姐。退不了。阮棠应道，但是心里也着急了起来，只好朝墙上的清风喊道：清风，你赶紧下来帮帮忙。可能是春寒力气小，把清风叫下来，一个在外面拉，一个在里面推，他就不幸出不来。很快，阮棠面前便出现了一双玄色绣营造靴，他没有多想，伸手便拉住那双靴子上面的衣衫。清风，快点帮忙，卡得我疼死了。他的话音刚落，一双遒劲有力手便递到他面前，他赶紧把双手放到上面，抓紧。很快，这手也握紧他的手，顷刻间，阮棠便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气拉着他往外拽出来。果然还得是清风，虽然过程中挺粗鲁的，屁股也被狗洞的边缘给擦疼了，但好歹是出来了。他爬出来后，那只手便放开了他的手。他从地上爬起来，又拍了拍身上的衣服，正准备和清风庆祝终于逃出来了。可抬头映入眼中的容貌并不是清风那吊儿郎当的玉面轻容，而是楚木那张似笑非笑且非常欠揍的帅脸。阮小姐，大半夜不睡觉，来钻这狗洞作甚？阮棠，明知故问，你是真狗。我乐意，我喜欢，你管得着吗？呵呵，殿下，您怎么来了？此刻的阮棠已经换上了一副狗腿模样了，谁让他不是这厮的对手？而且看都不用看，清风那狗肯定早就逃之夭夭了。亏他花那么多钱养着他，造孽！忘了本王说的话了。楚木不答反问，脸上依旧笑意盈盈。可是这笑，阮棠看了就是觉得毛骨悚然。什么话？楚木眉目轻挑，视线落到了他的腿上。乖乖在这，敢逃，打断你的狗腿！打断你狗腿！打断你狗腿！不断在阮棠脑海里盘旋。我去你狗日的！可下一秒，他勾起唇角，露出一个非常甜美的笑容。嘿嘿，殿下真会说笑，我怎么会想逃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就是出来活动活动下筋骨。第16章吃糖。说着，阮棠抬手做了一个拉伸的动作，顺势扭了下屁股。可他的动作还没做完，他就发现楚木的那双黑眸瞬间冷了下来。下一秒，他的衣领就被某人揪住，提着往别院的正门去。被提着的他只有脚尖能点地，示意这一路上他那双修长的美腿在他的衬托下变成柯基小短腿，在半空扑腾扑腾滑拉着。他被带回别院，去了那间他们曾2次翻云覆雨的房间。两人一进去，就有人帮他们把房门关上了，而他也被楚木丢到了榻上。没等他爬起来，他便欺身而上，把他整个人困在榻上和他的怀抱之间。两人挨得很近，几乎肌肤相贴。他身姿巍峨如山，衬托之下将近5尺的阮棠倒是娇小无比。两人姿势暧昧，让阮棠有些呼吸不畅。虽然该干的事不该干的事都干过了，但这样的情形就是会让人莫名心慌。楚木低头看着身下的女人，柳眉星眸，水润润的眸子里满是慌乱和疑惑。楚木心悦，俯身想含住那双粉红娇嫩的唇，但阮棠发现了他的企图后，歪了下头，避开了他的唇。他抬起头，目光悠悠地看着他，眸子里的寒气似乎顷刻间并会泄出，把他冻得透心凉。不愿意。
那刚才何故勾引本王？他的气息带着微湿的潮气尽数喷洒在阮唐的脸颊上，他感觉只要轻轻呼吸，便会把他的气息全数收入鼻息内。这样的亲近让阮唐红了脸，但他的话也让他一头雾水。他何时勾引他了？为何他这个当事人一点都不知道？他是有病吧？他自己想行孟浪之举，却说成是他勾引他。虽然之前他有这个前科，但这次他确实没有好吧？我没有，殿下冤枉。他侧着脑袋，卷翘的睫毛微颤，雪白的耳垂上细小绒毛清晰可见，上面还带着2枚金镶玉的耳当，黄色的金子上镶着一颗红色透明样式的宝石，衬得他的肌肤愈发白皙诱人。楚木眸光变得幽暗，但阮唐否认的话语落在耳边，他又觉得不甚顺耳。没有你在本王面前扭定作甚？他难道不知道他刚才那行为多么轻浮浪荡吗？即便他确实扭得很好看，特别是见识过他的美妙之后，那情形看着更是会引人遐想，但亦不是他行着孟浪之举的借口。扭定？阮唐转回头看着他，眸子里满是疑惑不解。好一会儿后，才理解他说的是他刚才在院墙边，为了证明他是出来活动下筋骨的，当时他只是随意的扭动了一下。不是，我就是活动下，真的没有要勾引殿下的意图。扭下屁股在他年代，那不过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动作。可在这里，他忘了这里的人思想保守，食古不化，自然是不能理解他这一个简单随意的动作。但他发现他越解释，面前这厮好像愈发不高兴了，那脸黑的都能变成包公了。这样的楚木让阮唐心颤。那天在牢房里，他捅他一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情，瘆人的很。阮唐想推开他的手，也堪堪放在他的胸膛处，不敢使力。这人阴晴不定，实在是让人很难受。他轻咬着嘴唇，眉眼也轻轻的蹙起，在心里盘算着要说点什么才能让他这脸色变好一点呢？可他并不知道，他的一个无意识的举动却像是点燃了某人眼中的火。没等阮唐有所反应，他的唇便覆下，他的唇被他倏地咬住，一阵微微的疼痛感袭来。阮唐睁大着双眼，茫然失措地盯着近在眼前男人的脸。他本就生得俊，这么近距离看，不但找不到任何瑕疵，反而愈发彰显了他的俊俏。阮唐的呆愣看在楚木的眸中，不禁让他感到身心愉悦。他开始不满足，只吮吸他的唇瓣。他抬手捏住他的下巴，轻轻一抬，而后含着他的唇瓣，含糊地命令道：“张嘴。”阮唐脑中一片空白，他的命令一下，他几乎是本能地微张开嘴。他开始闯入，肆意地开始带着他的粉舌共舞，一直到他感觉舌根发麻，他似乎也不够，也不放开他。最可怕的是，他觉得他脑子开始嗡嗡嗡的，呼吸不畅。抵在他胸前的双手终于找回了任务，开始推搡他。他也感觉到他的反抗，垂眸看着他涨红的脸颊，唇角一勾，暂时退出，但是唇瓣依旧粘在他的唇上。小阮唐，呼吸。他还以为他有多厉害，不曾想连亲吻都不会。而阮唐得到命令和解放，下意识的便大大的喘息着。他起起伏伏的胸膛就这样有一下没一下的贴近他，如幽兰般气息喷在他的鼻息间，竟然似带着两人揉杂在一起的气息。他竟有些痴迷这样的味道，下意识的再次含住他的唇。阮唐还未从上一波冲击中回过神来，再次被他掠夺了呼吸。不过这次好像找到了一点诀窍，好似没有刚刚那么辛苦了。楚木也感觉到他的变化，眼底涌上笑意，还不算太笨。都说熟能生巧，阮唐感觉呼吸顺畅了，感官上的感觉也渐渐放大。昨晚似乎也这般亲过，但他醒来后便没有多少记忆，更没什么感觉。此时的他竟然觉得被他亲吻的感觉很美妙，全身的细胞都叫嚣着快乐。他的手自然而然的也就攀上了他的脖子，他甚至开始有意无意的回应他。虽然有些不得章法，但也彻底取悦了眼前的男人。这一夜他清醒着，也似乎迷醉着，再次被他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折腾了一回又一回。而房间里的静室里，那热水换了一次又一次，若他没记错，得有4、5回吧。他甚至怀疑之前坊间传闻他不近女色是不是天大的谣言。这乱七八糟让人羞耻的花招，没个10年8年的经验铁定想不出来。还有这耐力，没练过他还真不信。他都求饶了，甚至都想要他直接给他一刀子算了，别折腾他了，但他依旧不放过他。一直到4更的更声响起时，他才把他从浴桶捞出，抱到床上让他休息。他进入梦乡前，嘴里一直嘟嘟囔囔的骂着，无非就是骂楚木蛮夫子、道貌岸然、色中恶鬼等等。而楚木难得由着他，心情极好。第17章下毒。日上中天后，阮唐才悠悠转醒，而春寒不知何时已经守在床边了，看到他醒来，急忙起身：“小姐，你还好吗？”楚木5更不到便离开了别院，离开前
特地让春寒进来服侍。当春寒给阮棠穿衣服的时候，发现她身上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痕迹时，又羞又恼。他家小姐这身子本就生得娇嫩，轻轻磕一下便会留下痕迹，平时都是小心爱护着的。可这宁王实在是个暴虐狂，对着这么娇滴滴的一个小女娘，如何下得去手？全身都没一块好皮肤了，这一看就知道又是揪又是拧，不敢想象他家小姐这2晚到底在经受着什么。也难怪他昨晚他听到他家小姐又是哭又是骂的，可想而知当时他有多痛苦多无助。我没事。阮棠出声安抚春寒，但是出来的声音却是嘶哑的。阮棠咬了咬下唇，眼中满是懊恼。其实他并不好，即便是睡了一觉，但是这一觉睡得并不安宁，噩梦连连。醒来后不但全身酸疼的厉害，脑子也是昏昏胀胀的，难受的紧。而春寒蹙着眉眼，一副闷闷的模样，眼眶也红了。小姐，那宁王真不是人，怎能如此欺负人？阮棠并不知道自己身上的痕迹全都给春寒看了去，他还以为他哭是因为被软禁在这里出不去。别哭，会有办法离开的。可听了这句，春寒的眼泪掉得更凶了。清风那么高强的武功都没能把他们救出去，他们还能怎么逃出去？这别院今天又加派了人手，很明显就是要用来防他们的。他家小姐不过是想要生一个孩子罢了，可谁曾想得到宁王狠厉，竟然在床帝之事上亦是如此。若早知是如此，他家小姐必定是不会招惹他的。可现在说什么都迟了。小姐，若是逃不掉，该如何是好？可没等阮棠回答，门外敲起了敲门声，随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阮小姐，您的药给您端来了。阮棠一头雾水，她又没病，吃什么药？可下一秒，房门被推开，一个婢女打扮的女子走了进来，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放着一个碗。待她走近后，阮棠才闻到了那药的味道，熟悉的让她紧蹙起眉头。阮小姐，这是王爷给您准备的碧子汤，请您务必及时服用。果然，他就知道楚木那狗就不是好东西，穿上裤子是真不认人。所以他现在也不想要他的种了，可这避孕药吃多了，迟早有一天他这块地会变贫瘠，届时即便去借别人的种，他也不可能让那种子发芽了。如此想着，他便恨得牙痒痒。看来得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不然凭那狗的折腾能力，估计天天晚上都要来耕耘，耕完又下药，那不就是在要他命吗？那婢女看阮棠迟迟不接过碗，再次出声催促，请阮小姐喝药。阮棠知道今天这药他是逃不掉的，他不喝，估计这婢女马上就会上来灌他了。他愤愤地伸手端起那碗，放到唇边，仰头一饮而尽，而后把碗直接丢到他的托盘上。碗在托盘上滚了一圈，硬是没掉下去。那婢女朝他扶了扶身，便退出去了，全程面无表情。待脚步声远去之后，阮棠才轻声对一旁的春寒说道：上次林清配的3步连你可带着？林清善于制毒制药，他没少捣鼓这些东西给阮棠，不过大部分他都没有机会派上用场。何况他不会杀人，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用毒，多半只是带在身边，以防万一而已。带了，小姐你要干嘛？自从宁王把这别院围了，便把他们的一些行装没收了。还好他聪明，把几瓶毒药和迷药塞进了李毅的兜里，倒是躲过了他们的搜寻。过后，他便在别院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你给我，我有用。春寒没犹豫，起身就出去，悄悄地把东西找出来，拿给了阮棠。阮棠接过药瓶，沉思了起来。小姐，你该不会是想给宁王下这毒吧？春寒有些震惊，虽然他也觉得那宁王可恨，但谋杀皇室之人是死罪，即便他们逃了，但是这辈子都会被通缉，日子绝技是过不安生的。不是，这毒不是给宁王下，而是给我自己下。啊，小姐，你在说什么？你别吓春寒。春寒眼泪再次掉下来，难道他家小姐真的被那宁王欺辱的生出了轻生的念头？3步连，别人或许不知道，但他们几个是知道的。这药就如他的名字一般，吃了之后只需3步必定瘫软在地，而后陷入昏迷，若不及时服用解药，很快便会进入假死状态。要是3天内没有解药，那毒素便会开始蔓延全身，一点点腐蚀身体，待7天后，全身的内脏就会被全部腐蚀干净，人也就真的死了。春寒，你别担心，这毒林清那不是有解药吗？只要我们抓住时间见到林清，我不就不用死了？可是春寒并不赞同这一做法。宁王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人，万一被他识破了他们的计划呢？万一他就是不相信他家小姐是死了，就要把人留在这里，那副解药的时间错过了，那他家小姐就真的会没命的。放心，没有点成算的事，我是不会做的。我惜命，你是最清楚的。这条路也不是必走的，再等2天，如果清风不来，再用此法。虽然他说有成算，可其实只是在赌楚木对他，不过是因为他算计了他，
他的威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留他在身边，不过就想要打压他，让他知道他是他不该惹的人。如果他死了，一个死人，他是不会有兴趣的，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件事告诉别人，惹了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于他而言，还是好事一件呢。阮唐如是想着，心情也愉悦了不少。他把药藏到枕头底下，而后让春寒去准备膳食。他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昨晚被他折腾得够呛，肚子里早已经空了，刚才还空腹干了一碗避子汤，这位都开始抗议了。用过饭后，阮唐又躺在床上睡了一觉。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却连睡意都没有了。他躺着床上辗转反侧，也顺便等着楚木的到来。不过意外的是，楚木并没有来，之后的几天都没有来。清风亦是，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中的药还未解，而他也按捺不住，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第18章死了。他先是叫来春寒，交代好了一切，便将那毒药倒入口中吞下。全程春寒都看着，只觉得心惊肉跳。在阮唐瘫倒在床上之后，他便开始哭了起来。但他记得阮唐的吩咐，一直到他整个人陷入了昏迷后，进入假死状态，才能去喊人。大约一盏茶之后，春寒才跌跌撞撞地跑出房间，大喊道：“来人啊！救命！我家小姐出事了，快来人！”春寒的呼救声响起，不过片刻便进来了一个侍卫。春寒知道他叫程辉，是驻扎在这别院里的侍卫头领。发生何事？程辉问道。我家小姐发病了，快不行了。春寒边说着，边擦着鼻涕眼泪。楚木离开别院前，有和他特意交代过，住在这里的那个阮小姐是个富有心机、生性狡猾之人，让他务必提高警惕，时刻提防，莫被他欺骗。是以，程辉听了春寒的说辞，并没有表现出来多大的反应，看着他的眼神中亦充满质疑。春寒见他没反应，顿时更急了。你们若是不信，可随我进去看看。可我家小姐要有个3长2短，你们王爷必定不会放过你们的。程辉看着春寒脸上的焦急之色和哗哗不断掉出来的眼泪，眉头蹙起。如果不是做戏，这还真不像是假的。他斟酌了片刻，才说道：“你等着，我现在派人去请殿下。我家小姐等不了了，我要去请大夫。”说着，春寒就想往外走，但程辉抬起手中的剑柄拦住了他的去路。姑娘不可随意进出别院，一切待宁王殿下来后再做定夺。说完后，也不给春寒争辩的机会，直接走到别院门口，而后在别院门口跟其中一个侍卫吩咐了几声，那个侍卫便骑上马往宁王府方向奔去。春寒虽着急，但是如今也只能等。他进去房间里，守在阮唐的床前，默默垂泪。要是知道招惹了宁王会是这样的结局，他当初肯定会拦住他家小姐的。可这世上哪还有后悔药？春寒坐在床边，焦急地等了将近2刻钟，但宁王还未来。他忍不住又去找程辉：“你们王爷到底来不来？我家小姐撑不住了。”“不急，王府到这里左右不过1刻钟而已，姑娘耐心等一下。”“不过1刻钟？可现在已经过去2刻多钟了。左右危在旦夕的人不是你主子，你不急罢了。”可面对面无表情、一脸公事公办的程辉，春寒却毫无办法，只好咬牙切齿，死死地瞪着眼前的人。这宁王心狠，养出来的手下亦是这般，着实令人讨厌。但她一个丫头，自然是左右不了面前的人，只好焦急地再次回了房，再次跪坐在床边，默默垂泪。终于又一个2刻钟过去了，楚木才姗姗来迟。而且真如春寒所想，宁王脸上毫无焦急之色，反而是一脸的从容淡定，冷静自持。怎么回事？他边开口询问，边走向床榻。阮唐吃药之后，就已经教了春寒怎么和楚木说了，但面对着楚木害人的威压，春寒还是有些语塞，半天才挤出几个字：“小姐发病了。”“发病？”楚木眉眼轻挑，眸中蕴着怀疑之色。“因何发病？他有何隐疾？”楚木说着，轻撩下衣摆，随后在床边坐下，看向床榻上的阮唐。他的目光锐利肃然，似乎在审视着床榻上的人，想要把他的阴谋诡计全部洞穿。可那人儿一动不动，脸色也极其难看，煞白的没有一丝血色。那2晚2人共赴云雨时，他分明生龙活虎，如妖精般，怎地2、3日不见就这般了？还是说他又在搞什么幺蛾子，想要借此来一招金蝉脱壳？他把手搭在他的手腕处，奇怪的是脉搏竟出奇的微弱，倒真不像是装的。而春寒抬眸观察着楚木的一举一动，待他的手从阮唐的手腕处离开后，他才缓缓地开口：“我家小姐3年前去过蛮夷之地，在那里中过一种毒，无解药，之前也发作过，但好在我家小姐养了一个制药能人，这些年便是靠着他的药逃过一死，但这次可能凶多吉少。”说着，春寒的眼泪又掉了下来，那情真意切的模样，认识谁都不会怀疑他。以往小姐发病的时候还是清醒的，可这次直接就陷入了昏迷，只怕……春寒的眼泪掉得更凶了。
但他其实不善说谎，一说谎心就慌，手心也不停冒汗。他能哭得这么逼真，不过是担心宁王不上当，他没办法把他家小姐救出，及时找林清要解药。只是没想到他的情真意切，楚木却依旧不相信。只见他嗤笑一声，轻轻地发出了一句：“哦，你的意思是，你家小姐这次可能回天乏术，要一命呜呼了？”他演得很好，眼泪也很逼真。可要是床上这女人真的没救了，他的表现恐怕不能像现在这般冷静吧。春寒不知道怎么接他这句话，总觉得点头也不是，不点头也不是。然楚木却不管他的反应，直接朝门外喊了一声：“南风，让府医都进来吧。他手底下能人异士无数，是不是真的回天乏术？看过便知。”“是，殿下。”门外的南风应了一声。不到片刻，宁王府的府医全都出现在厢房外面，足足有10来个。那些府医排成一条队，一个一个进来，开始为阮堂号脉。春寒看着这阵仗，心有些慌。虽他家小姐也预测到了这点，且林清说了，这毒除他无人能解，但他依旧害怕，万一这里面真的有一个人能诊出这毒，且会解这毒，可怎么办？届时宁王肯定会变本加厉折磨他家小姐的。一想到他家小姐全身的红痕，他又忍不住红了眼眶，那眼泪又开始滴滴答答的掉了下来。好不容易，最后一个府医终于号完脉，不过10几人却面面相觑，而后都摇了摇头。最后结果由其中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府医汇报：“殿下，这姑娘的确是中毒了，但下官们都诊不出这姑娘所中的是何毒，而且什么？这姑娘脉搏已全然无了，阴势去了。”那府医汇报完，冷汗进了一后背，因为此刻楚木的眼眸中一片阴鸷，脸色也骇人的紧。而春寒此刻也适时的跌坐在地上，嘴里开始念念叨叨：“不会的，不会的，我家小姐不会死的，你们肯定是诊错了，她明明还有气息，你们快救救她，救救她，求你们了！”春寒的哭喊声让楚木脸上的阴鸷淡去了不少。他转头看向床上的人，此刻的阮堂静静地躺在床上。她生得极美，即便是他向来对女人不感兴趣，好像也被她这美貌吸引。特别是她眼睑下的那颗小小的红痣，妖媚得很，似会勾人魂魄。她死了，他是不信的。他虽没认识她几天，但这女人狡诈，亦是贪生怕死之辈，怎么可能就死了？第19章封关。他既然想玩，他便和他玩，他就看他这样能坚持多久。都退下吧。楚木摆摆手，示意那些太医全部回去。待那群太医全部走了之后，他才朝站在一旁的南风说道：“备轿。”南风拱手称是，便出去了。片刻后，楚木弯腰把床榻上的人抱了起来，不理会春寒的错愕，直接就出了房间。春寒顾不上其他，赶紧追出去：“宁王殿下，你要带我家小姐去哪？下葬！”楚木的脚步不停歇，但是回的这句话却杀气十足。啊！春寒被他的这2个字吓得顿住了脚步，但很快反应过来，又急忙追上去：“我家小姐没死，怎可下葬？”楚木冷哼一声：“刚我府医说的话，你没听到？既然死了，就埋了吧，早埋晚埋都是要埋。本王今日心情好，就亲自埋了吧。”春寒这下吓得够呛，这剧情走向和他家小姐预估的完全不同，可怎么办？可他也不能真的眼睁睁看着他家小姐被埋啊！他急忙上前，再也顾不上宁王是不是暴虐狂，直接拽住他的胳膊：“不行，宁王不能带走我家小姐，我家小姐没死，即便我家小姐死了，也是要葬在他家乡苏州的。”楚木停下脚步，看向拽住自己手臂的那只手，非常不悦，那眸光冷得仿佛要射出冰箭了。人都死了，葬在何处又何妨？还是说，你和你家小姐有什么阴谋？难道你家小姐是假死？楚木的话彻底镇住了春寒，他抓在他手臂上的手急忙放下，而后磕磕巴巴地说道：“怎么可能？”然而他的反应全然落在楚木的眼中，他似乎更加肯定了他的猜测。为了逃，不惜假死。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待在他身边，可他越不想，他就偏要。既不是假死，你就更加不必拦着本王了。本王心善，念在他身前服侍本王的份上，就给他个殊荣，葬入这皇家园林吧。楚木抱着阮堂出了别院，上了早已经候在外面的马车。待马蹄声消失在别院外面，春寒才回过神来，急急往门外跑去。可外面哪里还有宁王他们的身影？他更是不清楚自家小姐被带到了何处，只好转身回去拉住南风：“这位大人，求求你告诉我，你家王爷到底要把我家小姐带去哪里？这皇家园林又是何处？您可否带我去？如果他家小姐不及时服用解药，是真的会死的。”春寒哭着跪倒在地上，就差给南风磕头了。让南风杀人，他可以做得得心应手，但是面对一个哭啼啼的女子，他却束手无策。他家王爷又没让杀了，他也不敢杀，何况这丫头是阮小姐的贴身丫鬟。
谁知道他家王爷刚才说的埋了阮小姐是真的还是假的？南风黑黢不苟言笑的俊脸上，表情出现了那么一丝皲裂和不知所措。可春寒又拉着他的衣衫不放手，他拉了几次都没能让他松手。许久之后，他终于忍不住出声：“皇家园林是皇家墓地，我可以带你去，但是我家殿下让不让你给你家小姐陪葬，我就帮不了了。”春寒哪里还管得了是不是陪葬，给不给陪葬？他现在只想快点去找他家小姐。而这边，楚木真的把阮唐带到了皇家园林的一处墓宫，这是他死后入葬的墓穴。既然他要装，那就让他试试这死的滋味是如何的。他到了墓宫之后，让人准备了一副水晶棺，而后把他放了进去。他坐在水晶棺旁边，看着里面躺着的人，而后伸手狠狠地捏住他的手腕，磨牙道：“别装了，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若是再继续，休怪本王真的让你去见阎王。”如果是平时的阮唐，被他这般捏着手臂，必定会痛得龇牙咧嘴。但是此刻的他已经陷入了假死状态，其实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是毫无知觉的。这是林清研发的这个药物最大的优点，便是这死去的过程毫无知觉。楚木等了许久，见床上的人确实没有反应，才一脸阴鸷的起了身。他冲着一旁的侍卫吼道：“封官，既然死都想逃离，那么他就让他死都离不开。”春寒跟着南风刚来到这木宫，便听到了封官2字，顿时吓得两腿发软。他急急跑过去，跪倒在宁王的脚边，拉着他的衣摆：“宁王，不可，不可！”然楚木对他的哀求无动于衷，一脚把人踢开之后，便抬脚直接出了木宫。春寒眼睁睁看到那水晶棺盖落下，他顿时感觉一股气血直冲脑门，彻底晕了过去。待他再次醒来，看到的便是南风。他从床上爬起，扑倒在南风面前，一直朝他磕头：“大人，救救我家小姐！我家小姐没死，真的没死！你带我去见王爷，好不好？求求你，求求你！”南风看着眼前这个一直朝他磕头的小丫头，一脸无措。而对于他所说的，全当是他伤心过度，胡言乱语。其实在木宫里，他晕倒后，他家殿下得知了，便说想要陪葬，便随了他。他是不忍心看他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里面陪着一个死人等死，才把他带回了别院。现在他要去见王爷，怎么可能？他把春寒拉了起来：“姑娘，这我帮不了你，王爷是不会见你的。你若不想死，就离开这里吧。”南风说完，也不再管他是否哀求，直接离开了别院。春寒再次跌坐在地上，许久后，他才地上爬起，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别院，去了城南的一家棺材铺。这是小姐和林清、小风他们约好的见面地点。春寒到了那里，果然在那见到了小风和林清。他拉着他们，直接就哭了，还把这些天发生的事全都跟他们说了一遍。主子胡来，你怎可任由着他？小风忍不住责怪道。小风是他们几个人中年龄最大的，性子也是最沉稳的，他们都是把他当做哥哥的，包括阮唐在内。小风的责怪，春寒没有反驳，本来这就是他的错，如果他没有把那毒药拿出来，他家小姐也不会生出那样的主意，现在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第20章营救。但现在不是悲春伤秋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便是去把他家小姐给救出来。我知道那皇家园林在哪里，我们叫上清风，一起去救小姐。我现在便去寻她。小风说完，便出了棺材铺。林清趁机把需要用到的解药准备好。待小风带着清风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几人商议了一下对策，便带上装备出发了。清风身上的毒已经解得七七八八了，功力也恢复了7、8成。一路上，他忍不住对着春寒叨叨：“我说你们这急性子能不能改改？再等上我1、2日，我便要去救你们了。现下可好，搞出那么多幺蛾子。那皇家木宫可不是那么好闯，里面多少机关毒药，能不能活得把人救出来都未可知。”清风没有在阮唐手底下混的时候，便搞过倒斗那勾当。大木进去了，不一定有命出来。不会的，我今天进去过，没看到里面有什么机关毒药。春寒把他今天的所见所闻又说了一遍，可清风却笑他天真。宁王在的时候，自然那机关和毒药肯定都没，那可是他的墓。但你觉得他离开后，那里还能像你看到的那样？那怎么办？春寒到底只是个小丫头片子，立马就慌了。还能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说话间，几人的马匹就到了皇家园林。此刻已然天黑，白天来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现在四周黑下来了，突然有股渗人的感觉。春寒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然清风却下了一个让他更加害怕的命令：“春寒，你在外面等着，我们几个进去，里面可能会有机关，你不会武功，会有危险。”可春寒一听要一个人在外面等着，顿时急了：“我不要，我也要进去，让他一个人在外面，他哪里敢？”他再次环顾了一下四周，黑乎乎一片，时不时还传来一些鸟兽的叫声，更加瘆人了。清风疑惑又无奈地看着他：“你进去只会拖我们后腿，乖，
在外面等着。我怕。春寒不得已说出了自己不愿意待在外面的理由。这里太黑了，我一个人怕。清风无语住了，只好转头吩咐小风，要不你在外面陪他。小风摇摇头，我要进去救主子。清风无奈，那你负责带着他，别给我拖后腿。虽然他们几个各有所长，但是清风向来都比较傲娇，不怎么看得上小风和林青那点三脚猫功夫。春寒就更甚了，他是一点功夫都不会，还竟会和自家主子闯祸。小风无所谓，自然是应下的。一行人决定好，就一起往木宫那边走去。不像白天那样通行无阻了，这时的木宫门已经关上了。清风会些开木的技巧，这木门倒是也没难倒他。不到半刻钟，石门就被打开了。进去之前，林青给每人派了一颗药丸，万一里面有毒气，这药丸可解百毒。几人把药丸吞了，才一个接着一个走了进去。刚开始几人拿着火折子还特别小心翼翼，可走了一段距离后，发现木宫里面灯火通明，而且一路上还通行无阻，根本就没有什么机关暗箭。几人不由面面相觑，都觉得有些瘆得慌。小心有埋伏，清风不由得提醒道。可是一直到他们走到放置软糖的那个主墓室，都没有什么事情出现，一直都是风平浪静。几人站在原地，四周都看了遍了，确定了真的是没人，才七手八脚地跑到那个水晶棺旁。清风、小风、林青三人合力把水晶棺盖移开，待看到里面的软糖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几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林青，赶紧给主子解毒。好。林青应着，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拔掉布塞子，倒出一颗褐色的小药丸，塞进软糖的嘴里，而后抬了抬他的下巴，让他能顺利把药丸吞咽下去。他们四人就这样趴在水晶棺旁，等待着软糖醒来。可过去了将近1刻钟了，软糖依旧没有反应。林青，你这解药到底有没有用？小姐怎么还没醒？春寒忍不住抱怨道。当然是有用的，你们别急，解毒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再等半刻钟，主子肯定会醒来的。很快半刻钟又过去了，可软糖依旧没动。你该不会是拿错解药了吧？清风也质疑道。林青也有些急了，额头上都是急出来的汗珠子。不可能，我检查过的，不可能错的，这药就是解3不连的。可软糖确实是没有反应，他心里不禁也开始怀疑，是这药有问题，还是真的拿错了。可出发前，他确实是仔细检查过的。他沉思了片刻，看向春寒，该不会是你给小姐吃错了毒吧？这下几人齐齐看向春寒，春寒顿时也急了。他当时确实是给了小姐3不连啊，不可能有错的，那瓶子上写着名字的。不可能，那瓶子上写着名字的，怎么会给错？除非什么？除非林青装错了药。小风、清风，我真是服了你们了，现在要怎么办？那主子现在是真死还是假死？春寒听到这，顿时眼眶就红了，顷刻间眼泪就哗啦啦的掉了下来。小姐，不会真的。春寒说着，失声痛哭了起来。而春寒的哭也似乎感染了林青和小风，两人眼眶也不由得红了起来。虽然眼泪没有掉下来，但是那模样，清风看着头疼不已。哭什么哭？先把主子弄出去再说吧。真死假死，弄回去研究了再说。清风的话提醒了他们。小风和林青抹了抹眼睛，和清风一起准备把软糖从水晶棺里抬出来。可当几人准备就绪，准备抬人的时候，软糖突然发出了一声咳嗽，他的模样像是被憋了一口气，突然喘了出来一般。几人看到此情景，再次面面相觑，顿时高兴地叫了起来：小姐醒了，小姐醒了，主子你终于醒了，我们还以为你……说着林青哭了起来。而软糖咳嗽完，感觉胸腔里涌入了空气后，才缓过劲儿看向几人。第21章入瓮。而昏迷前的记忆也重新回到脑海里。他看着春寒说道：春寒，我们的计划成功了。春寒瘪了瘪嘴，摇摇头，差点又掉眼泪。小姐，你不知道，你差点就被宁王给活埋了。活埋了？什么意思啊？软糖说着便坐了起来，也终于发现不对劲了。他此刻坐着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一副棺材。把他入棺了？这狗日的这么狠，到底怎么回事？春寒这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软糖听完后气急败坏，嘴里便开始骂骂咧咧，把宁王楚墓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待骂够了，才从棺材里爬了出来。等他下去站在地上之后，才发现刚才自己躺的那副棺材无比好看。他忍不住绕了一圈抚摸了一遍，两眼也随着他的抚摸在放光。这是水晶棺，我的天爷啊，这可是极品，值老钱了。要是搬出去拿去卖了，肯定能赚不少钱。那他去琼崖后就不用担心要白手起家过苦逼的日子了。而他的心思也被一旁的清风识破。我说主子大人，你这个时候能不能不要贪财了，这玩意你拿不出去。被识破了心思，软糖也不恼，
反而是笑嘻嘻的看着他。我肯定是拿不出去，但是你应该行吧？这玩意拿出去，也许能卖几千万两，几千万两页，你不心动？大不了这钱我和你平分，如何？清风白了他一眼，他虽也贪财，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些才是贪不得的。比如现在这个，先不说他们现在是要逃命的，即便不是逃命的，这玩意拿出去，谁敢收？这水晶是稀世罕品，前几年他便听说了东海出水了一件几千斤的白玉水晶，可后来这水晶花落谁家，便无了消息。现下看来是在宁王这，他不但收了那水晶，还做成了棺椁。试问宁王的东西拿出去，卖给谁？谁敢收？阮小姐就这么觊觎本王的东西？一个突兀的声音突然从4人之外传来，恐怖至极。阮唐全身直接起了鸡皮疙瘩，直到看到声音的本人都没有消去。他定定地看着从外面走进的楚木，一脸不可置信。这狗怎么来了？而他的表情被楚木尽收眼底，他本来阴鸷的眸子里染上了一丝笑意。他一步一步地向阮唐走来，而跟在他身后的一群侍卫很自觉地开始散开，把他们4人包围了起来。而他的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他的心尖上，越近他就越觉得呼吸困难。终于在离他还有几步之遥的位置，他停下了脚步。他仗着身高，居高临下的睨着他，那模样仿佛高高在上的天神，用不可一世的姿态睥睨着众生。阮小姐这计谋玩的实在不怎么样。阮唐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想要拉开2人的距离，可他背后就是那水晶棺，2、3步后便退无可退。你我什么？阮小姐该不会真的以为你的这点小伎俩能糊弄本王？阮唐嘴角一抽，懊恼不已。小丑竟是自己，原来他的这些小计谋在他那根本就不够看，他怎么就忘了呢？他可是大周公认的奸佞，什么阴谋诡计没用过？他这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班门弄斧，自不量力。而清风他们几个也料想不到，楚木竟然来了一招瓮中捉鳖，现在他们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了。在这封闭的墓室里，想要逃那是相当难。当然，清风他要是自己逃，倒是能逃掉。就在此时，楚木抬眸看向他们几个，缓缓开口：“本王惜才，你们几个也是能人，若是乖乖受降，本王必不会亏待。眼前的这个小女人没什么本事，脑子也不甚好使，但她麾下的这几个人倒是不错，杀了可惜，归为己用倒是不错的。”阮唐自然也是听出了他的意思，他现在不但对他吃干抹净，竟然还敢觊觎他的人。你想得美，他们是我的人，这辈子都只能是我的。他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钱，付出了多少感情，他说要就要，会不会想得太美了？楚木轻笑了一声，往前又走了一步，直接逼近阮唐，而后伸手搂住他的腰肢，用力一提，他整个人顿时紧紧地贴着他。阮小姐，你觉得你现在还有何资本与本王说不？亦或你是真想死，不然本王把你贩卖几年的罪证交给大理寺，判你个秋后斩首的罪。楚木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含着笑的，但阮唐却觉得他这笑里藏着一把锋利的刀，他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他刀的身首异处。本王不杀你们，已经是对你们最大的恩赐，别妄想和本王谈条件，在本王这只有服从和死。阮唐太知道这厮这话并不是在吓唬他，他一个不高兴，可是真的会杀人的。宁王楚木的狠厉可不是空穴来风，他不能拿自己的命和小风、清风、林清、春寒的命来赌，可他辛辛苦苦养起来的人就这样便宜他了，他也是不甘心的。他对其有些尴尬的笑容，讨好道：“我们当然是服从宁王殿下的了，他们几个跟我跟习惯了，可不可以还是跟着我？你想要用他们的时候，知会我一声，随时拿去用。”听起来慷慨大方，可楚木却呵呵笑了一声。这么说，阮小姐还真是大方。阮唐连忙陪笑，自然，对宁王自然得大方。一旁的清风白眼早已经翻到了天上去了，他也不知道当初自己怎么就看上他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主子。要不是……清风闭上眼，轻叹一声，罢了，不跟也跟了，就这样吧。然楚木含笑的眸子突然变得阴鸷，扣在他腰间的手臂也收紧，他直接附在他耳边，如幽魂索命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阮小姐的意思是，日后本王用人还要你批准？你是想让本王听令于你？不，阮唐抵在他胸前的手臂，因为他的动作已经快要变成勾着他肩膀了。我哪有那个狗胆让殿下听令于我？我说错话，我的意思是，他们虽是我的人，但殿下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会儿还管什么保命要紧啊？可这时小风却突然开口：“我们只听我们主子的话，其他人一概不听。”第22章捉鳖。小风一开口，林清和春寒也跟附和，只有清风一脸看白痴的模样。不过下一秒，那些本来站着不动的侍卫突然就把剑拔出来架到了他们脖子上，这下把阮唐吓脚软了。
这小风就是一根直肠子，这个时候犟什么呢？还有林青和春寒凑什么热闹？这种时候就要先狗命，其他的过后再说。现下好了，他好不容易哄好的宁王又要发飙了。他放在他身前的2只玉臂几乎是本能的就往上一勾，勾住了楚木的脖子。殿下，别，他们小孩子不懂事，你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们计较。楚木垂眸看着他，一脸讨好他的模样，稍稍顺心了些。那你说是听本王的，还是听你的？听您的，当然听宁王殿下您的。但是楚木眼中的阴厉之色并未完全散去，他轻转眸子看向小风他们几人。阮唐马上便 get 到他的意思，立马朝他们几个看过去。你们几个赶紧说啊，以后都听宁王殿下的。可他们几个面面相觑，都不肯开口，唯独清风，主子听谁的，我便听谁的。小风和林青有些愤恨地看向清风。小风本来还在心里盘算着，如果硬拼，他们能不能把阮唐救出去？他们几个最有机会逃命的便是清风，也只有他能从这些侍卫的包围中救出阮唐。至于他们3个，死便死了，只要阮唐好好的便行。可清风他既然降了，那他们几个还能干吗？我也是，主子听谁，我便听谁的。春寒犹豫了一会儿，也开口同意了。他说完还不忘拉了拉小风和林青，而阮唐也悄悄地朝他们挤眉弄眼了一下。好一会儿，2人也才不情不愿地说道：我们也是，主子听谁的，我们便听谁的。楚木这才挥挥手，那些侍卫立马就把剑收了。阮唐松了一口气，勾在楚木脖子上的手臂也松了下来，但下一刻他的腰身又紧了紧，是箍在他腰间上的手臂。这厮是真能占便宜，从进这墓室开始，他就一直贴着自己，真是道貌岸然的老色鬼。阮唐如是想着，可下一秒楚木的话差点让他咬了舌头，又在心里骂我什么？他抬眸看着他，心下惊讶，这厮是有读心术。最近穿越文里，男主有读心术这个金手指的套路可是很火。他也是穿越的，虽然不是穿书，但这种套路会不会真的存在？阮唐顿时觉得后脊发凉，他看着他，不敢再乱想半句。再骂我，小心我剥你一层皮。说着放开搂在他腰间上的手臂，可没等阮唐站好，他的手捏在了他的后脖梗处，连推带提的把人带出了墓室。而其他几人也被侍卫们请着跟在他们的身后。楚木身长腿长，步子也跨得大，阮唐被他推着踉踉跄跄的，好几次都差点摔倒在地。不过出去木工之前，阮唐还有些恋恋不舍的回头看了一眼墓室里面的那一副水晶棺。怎么舍不得离开这？阮唐讪讪的摸了摸鼻子，思索了一会儿才开口：里面的那个水晶棺是你的吗？自然，在本王木工里的东西自然是本王的。阮唐听着他的话，心里也在暗暗盘算着什么。反正他现在也逃不掉，还搭进去了几个人，那干嘛不趁机薅点羊毛？那东西看起来很贵的样子，殿下花了不少钱吧？还好，也就几箱黄金哦，每箱也就跟你卖盐赚来的那箱赃款一样而已。阮唐被他的轻描淡写气得吐血，想到他辛辛苦苦跋山涉水，屁股都坐疼了才赚到的钱，他轻轻松松就给没收了，他就气得想立刻毙了他。但现下显然他是做不到的，而且不知道这辈子还会不会有这出头之日。阮唐抬眸瞄了一眼他，见他面无厉色，厚着脸皮求赏。那你那水晶棺现在也没什么用，不如赏我了。楚木停下脚步，看着他，你喜欢那玩意？阮唐看他平静如水，并没有要生气的样子，也就壮着胆子疯狂地点点头。楚木勾唇一笑，赏你也不是不行。阮唐心下一喜，顿时觉得这次投降好像也不亏。不过没等他高兴一会儿，楚木的话锋一转，不过得等你死了，赏给你陪葬。阮唐脸上的笑容霎时僵住，死了谁还要这破玩意？楚木轻挑眉毛，脸上的笑意更深了，显然很满意他的反应，捏着他继续往木工外面走去。出了木工，阮唐被拉上楚木的马，不过这次他没那么变态，没有像之前那样直接把他丢上马，这次他是被他抱上去的，好好的端坐在马鞍上，而他则是坐在他身后，把他整个人圈在他怀里，姿势暧昧，让阮唐有些不适。要不是知道这次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怀疑他是不是喜欢他，不然总找机会和他贴贴。马匹在黑夜中奔驰，也在阮唐的胡思乱想中回到了宁王府。阮唐不知道清风、小风、林青和春寒被安排到哪里了，反正一回到宁王府，他就被楚木带回了他的房里，而且没有给他任何思考或者适应的时间，一上来就把人丢床上，而他更是直接就生扑了他，完全没有顾及他刚被解了毒，全身的器官还在适应中。他才发现这厮在那档子事上完全没有道德可言，全凭心情和喜好。
没办法，他只好撒娇。他也算是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好像每次自己一撒娇，他好像总能好说话一些。他重新掐起首次和他 XXO 时的夹子音，殿下，我刚解了毒，身体还未恢复，不如今晚。楚木埋在他颈窝处，轻咬了他一口，惹得他轻颤了下。身子不舒服，你勾引我？他依旧窝在他颈窝处吮吸着，含糊说道。勾引他？我日了你这个老狗！他何时勾引他了？不是他一回来就像那发情的公狗一样，把他推倒的吗？倒打一耙的事，你倒是做得得心应手。殿下冤枉，我没有勾引殿下。他依旧操着夹子音，打算恶心死他。这次楚木终于把他那高贵的头颅从他的颈窝处抬起，他的唇边挂着似笑非笑的笑容，正常些。你这声音不适合说话，还是留着稍后叫吧，那样好听些。而后直接附上他的唇，没再给他机会说话。第23章摘花。软糖被他吻得头脑发昏，四肢发软。许久，等摩擦够了，他才轻咬着他的唇瓣说道：今晚暂且放过你，下次安分些，别到处剐蹭，容易起火。说完又重重地吻了他一下，才起身进了房间里的静室。没一会儿，里面便传来水声，还夹杂些许怪异的声音，似是他的声音，但听得并不真切。软糖也没有心思去听，因为此刻的他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昏迷了这么久，他颗粒未尽，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他只好从床上起来，轻手轻脚地往门外走去。不过他刚打开门，就被门外的2个侍卫抬手拦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说肚子能去弄点吃的吗？可他还没开口，那侍卫便目光直视着前面，嘴里说出冰凉无比的话：请阮小姐回房侍候王爷。他嘴角抽了抽，37度的嘴竟然能说出零下40度的话，怎么不冻死你？他愤愤地把门关上，重新走回床上。进房里面的楚木还未出来，阮唐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古代的男人都这么讲究吗？洗个澡比他还久。他坐在床边足足等了2刻钟，楚木都还未出来，他实在忍不住了，起身往静室那边走去。走近后，晃荡的水声夹杂着声声低吟声，清清晰晰地落入阮唐的耳中。如果她还是黄花大姑娘，绝对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可她不是啊，特别是那声音，她无比熟悉。阮唐的脸颊瞬间染上红晕，她没有多想，便转身想出去。可是她刚走2步，身后便贴上了一副带着炙热湿气的铜墙铁壁。楚木把她紧紧地扣在怀里，低哑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是你自己送上来的，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本来就打算今晚放过她的，可他在那冷水中泡了那么久，也用手疏解了许久，但是效果甚微。以往他都不曾这样过，即便是龙阳之气聚集，只需在冷水中泡上1刻钟便好。可自从碰了他之后，这龙阳之气便变得无比顽固。本来刚刚快要好了，谁曾想他胆子竟这般大，敢进来偷看他，那便不能怪他不客气了。楚木带着湿气的唇印在他耳后，他忍不住微微颤抖了起来。他用手去掰他的手：殿下，我不是你答应的，今晚不。他不顾他的反抗，直接将人抱了起来，转身进了那静室。刚刚是答应了，现在不行了。阮唐现在肚子还饿着呢，哪里愿意再进行着耗费体力的活。他的手抵上他的胸膛，想要借助力量从他身上下来，可他不想放人，他如何能挣脱？如何能下来？别看他平时穿上衣服衣冠楚楚，偏偏公子这脱了衣服，满身的腱子肉，张力十足。他这娇弱的身子哪里是他的对手？楚木抱着进了那烟雾缭绕的池子，才放下他。可刚放开，他便搂住了他的腰肢，直接褪去他的遮蔽之物，抱着他往上提了提，让他的腿盘上他净瘦的腰杆上，而他的唇也直接印了下来。浴池四周点着烛火，明明灭灭地打到池子里面，烛光柔滑，照亮了山峰。那山尖上如梅花般艳丽的花瓣，他用嘴摘下，梅香绕鼻，馥郁芳香。阮唐软了脚，本就饿得无力的阮唐被他这么一撩拨，更加无力反抗了。他们虽然不过也才几次，可他却娴熟的仿佛2人已经这般几10年了。他被抵在浴池边，水波荡漾，他宛如一个将军，开始在他的王国里攻城略地，一寸寸蚕食，他步步生莲，花开千里。眼前烟雾缭绕，本就不清晰的景象在眼前晃晃荡荡。他睁着迷离的双眼看着前方，才发现这竟是无比大，不像他之前的境室只有1个浴桶，而这里是2个大池子，一个是一眼就能看到的清水，而另外一个便是他们此刻所在的这个烟雾缭绕。他们所在的这个是热水池，那么另一个应是冷水池。果然，有钱人从古至今都是会享受的。阮唐的分神让楚木很不满，唇贴上了他的耳垂，咬了一下。专心点，小阮唐。他的惩罚让他回了神，忍不住哼叫了一声。他似乎很满意，咬着他的耳垂低笑。这一夜注定又是无眠夜。他被折腾的散架了，
才被捞出抱回床上。可即便是已经累惨了的阮唐，依旧没忘，他还饿着肚子。他躺在床上，明明很累也很困，但是还是强忍着困意，睁着他那双如猫般的眸子看着旁边躺着的他，一脸不满。他的注视让他轻笑了下，那笑声似从他的胸膛处发出，沉闷但是却爽朗。比起他的无精打采，他倒是精神百倍。怎么没吃饱？他揶揄道。阮唐知道他所指，没忍住瞪了他一眼。瞪完后意识到自己越界了，生怕他不高兴又折磨他。可他以为的风雨没有来，他脸上依旧挂着笑容。他暗自松了一口气，才缓缓地开口：我肚子饿。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些许沙哑，但是软软糯糯，听在耳朵里有几分勾缠的意味。他伸手一勾，把人勾进怀里，而后朝门外喊了一声不善。不到半刻钟，外间便传来了脚步声，进进出出。一会儿，一个声音从外间传来：殿下，夜膳已备好。下去吧。楚木把下人屏退后，才从床上坐起来，起身走到龙门架前，取下一件寝衣穿上。而本就醒着的阮唐从他起身，视线就忍不住追随着他的背影。他们虽然已经有过好几次了，但是脱了衣的背影，他还是第一次看得这么仔细。宽肩窄腰，翘臀长腿，肌肉线条亦十分分明。不得不说，他的外形真的很优秀。抛开其他的，这样的床伴好像也挺不错的。只是他性情暴虐，喜怒无常，在他身边总让人有种伴君如伴虎的感觉。穿好衣服的楚木回头，便看见他看着他，露出这样一副懊恼的表情。第24章勾引。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说道：怎么，不喜欢本王穿衣服？他的话让阮唐回过神来，但是他并未听清他的话，是以看着他一脸无辜。楚木抬脚重新走回床榻前，坐下，俯身靠近他。你怎地这般不要脸，一点女孩子的矜持都无。他的话虽像是责怪，但是唇边一直挂着浅笑，更像是揶揄。可这样的话听到阮唐的耳里，却觉得不中听极了。他反驳：我怎么不要脸了？明明兽性大发的人是他，怎么现在变成他不要脸了？看到他抓狂的模样，他更加高兴了。在我面前，你不用装，亦不用狡辩，本王知你是何种人。我是何种人？阮唐愤懑娇嗔，自然是不知礼义廉耻之人，不过本王不介意，只是下次不想要便不要勾引本王。最后那句他是贴在他耳边说的，他何其冤啊！今晚他已经说了2回他勾引他了，可他哪里勾引过他？我何时勾引过你？阮唐气急，出口的话都带着几分怨怼和不满。何时？你是真不知，还是欲擒故纵？楚木抬手捏住他的下巴，有些不满他的否认。真不知，殿下莫要冤枉我。不知？那你在马背上，为何使劲往我身上靠，还故意蹭来蹭去？你若不是勾引本王，这些行为你作何解释？还有刚才你偷看我是何意？阮唐，你大爷的！你那马骑得多快，你不知道吗？惯性懂不懂？我不往后靠，我要站起来吗？你那马颠颠簸簸，我的身体能控制不蹭到你老人家吗？刚才他是偷看他吗？他只是想进去看看他是不是死在了净室里，不然一个大男人怎么洗个澡洗那么长时间？可谁又知道他会在里面做那劳什子事？他真是比窦娥都冤。但阮唐也懒得跟他辩解了，这厮已经自大自狂自恋了，无药可救，他解释于他而言也是狡辩。阮唐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而这落在楚木的眼里，他觉得他是被识破了，羞愧难当。本王不怪你，起来吃饭吧。可阮唐紧了紧盖在身上的被子，没动。不是说饿吗？又不吃了，莫要使小性子。楚木微蹙眉头，以为他为刚才他说的话不高兴。阮唐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微变，只好扭扭捏捏地说道：我没有衣服。他身上唯一的那套衣服，刚才在浴池里已经被他毁灭，七零八落地飘在那水池里了。楚木抿唇一笑，突然想逗他：本王不介意。你丫的，我介意。阮唐剐了他一眼，有些生气地把头转向另外一边。楚木失笑，重新走到龙门架上，拿了他的一件寝衣，走到床边丢给他：先穿本王的吧，明日再让人送几套来给你。阮唐藏在被子下面的手钻出来，把他那件寝衣拉了进被子里面，但是在被子里根本就无法穿衣服。可这厮又一直盯着自己，阮唐一脸窘迫。殿下能先转过身去吗？即便是有过最亲密的关系，即便他也早把自己看光了，但他还是做不到在他面前开诚布公的穿衣。你哪处我没瞧过？这会儿要脸了。楚木戏谑，不过他还是转身走了出去，去了外间的餐桌前坐下。阮唐赶紧七手八脚地从床上爬起来，把他的那件衣服套在身上。可他这件衣服实在是太薄了，还是白色的，而且特别宽大。
他总觉得这衣服穿了跟没穿没什么区别，因为他的肚兜和蟹裤早已被他丢在池子里，现下他这般可谓是真空行走啊。特别是前面梅花突兀，有些尴尬。他把背微微驼起，含胸，确实不怎么看得出来了，才磨磨蹭蹭地走向外间。楚木已经坐在餐桌前，拿着筷子在吃饭了。不过他一走出里间，他便抬头看向他，给他穿的那件寝衣只是一件很普通的寝衣，可他怎么觉得穿在他身上一点都不像是他的衣服了？衣长袖长，像是把他整个人笼罩在衣服里面，显得他更加娇小了。特别是他扭扭捏捏的模样，又是捂前面，又是拉袖子，又是提衣摆，可他就两只手捂了前面就顾不上衣摆，提了衣摆又顾不着前面，反正就是滑稽。楚木嘴角噙着笑看着他，但没一会儿，脸上的笑容便慢慢敛去，心下忍不住好奇，明明是个胆大的，明明连劫持他圆房这种事都敢做出来，怎么这会儿又扭捏的像个黄花大姑娘？是在做戏？可他那窘迫的模样又不像，他似乎有些看不透他，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他？看着他的眸光从揶揄到探究，慢慢的眸光也变得阴沉。阮唐一抬头便看到他这副模样，顿了一下，他在心里飞快地过了一遍，自己是不是哪里又惹到他了？可想了一圈都没想到，他往前走的脚步停下了。他这样的眼神，莫名就是会让他觉得心惊。见他站着不动了，他眉眼蹙了起来，起身走向他。对于他的阴晴不定，阮唐下意识地挪了下脚步，往后退了2步。可下一秒，他就被他拉进了怀里，而后人就被他抱了起来。阮唐下意识抓住他胸前的衣服，待反应过来，想挣扎下来，可接触到他那幽幽的目光，挣扎的动作也停住了。这厮给他的阴影有些大，他一个脸色都能让他出一身冷汗。他决定等有机会，一定要让清风教他一点功夫，即便是对抗不了面前这个男人，也有些许底气，不至于每次看到他这般，自己就控制不住害怕。他觉得他对他是有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一变脸，他就受不了。想什么呢？不饿了？楚木收起了脸上的探究之色，又变成了那个谦谦公子模样。他没有放开他，而是抱着他坐在椅子上，甚至还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递到他的嘴边。若是刚才他没有用那样的眼神看他，这样的姿势，他这样的喂养，阮唐倒是觉得还有几分情趣。可现在他觉得如坐针毡，总觉得离他越近就越危险。殿下，还是我自己来吧。他小心翼翼地出声，说完还抬眸飞快地看了他一眼。他的微表情全都落在楚木的眼眸中，对于他突然的这般小心翼翼的表现，还有仿佛他是毒药一般想要疏离他的感觉，让他有些不爽。他没出声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就这样，一只手钳制在他腰间，一只手拿着筷子夹着那块肉，就这样放在他唇边，似乎他不吃掉，他就一直这样。第25章，郡主。阮唐哪里敢一直这样和他对抗，是嫌命长，特别是他那脸色又变得冷沉了。他赶紧张嘴把那肉叼进嘴里。谢谢殿下，很好吃。阮唐边嚼着肉边含糊地说道。果然，楚木唇边勾起了一抹似有若无的笑，他又夹了一筷子别的菜，再次放到他唇边。阮唐无奈，只好再次张嘴吃掉。就这样，他坐在他腿上，吃掉了桌子上大半的菜。他撑得不行，连说了3次吃饱了，楚木才放下筷子。而他心情似乎变好了，甚至还拿起旁边的净帕给他抹嘴。阮唐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楚木，只觉得他像是个恐怖的变态男人，可他也不敢反抗啊。就这样吃饱了，他还被抱着，他不放，他也不敢下去。好一会儿后，他才抱着他走进内室，而后把他丢上床。他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人就直接附了上来。你吃饱了，该给本王上菜了。阮唐在心里哀嚎，他到底是惹上了一个什么变态男人？这样下去，自己会不会死？但这个答案阮唐目前不知道，只知道一夜过去了，他也凉得差不多了。他甚至连动一下脚趾头都觉得全身会散架。而某人出门前满脸春光，意气风发。阮唐睡着了，不知今夕何夕，直到耳边传来春寒轻柔的呼喊声，他才悠悠睁开眼。春寒一脸心疼的模样映入他眼帘。宁王还真是禽兽，小姐你受苦了。今早宁王就让人把他带到这里了。当他看到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全身又没一块好肉的阮唐时，又差点没忍住落泪了。可不是禽兽。对于春寒的这句形容，他是赞同的。小姐，你还是起来吃点饭再睡吧，现下都已是日上中天了。他本不想打扰阮唐休息的，可让他饿着肚子睡，春寒到底不忍心。平时他家小姐1日3餐都是很规律的。阮唐从床上坐起来，春寒拿来楚木让人准备好的衣服给他换上。春寒，小风他们呢？阮唐边穿衣服边问道。我也不知道，昨天我们被带回宁王府后，就被带到了丫鬟住的院子里了。今早天刚亮，宁王就派人带我来这了。阮唐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那厮既然答应了不杀他们，自然也是不会食言的。现在可能是安排在府里的某一处，待他见到他后再问问。衣服穿好后，又梳了头发，春寒才扶着他走出外间。他现在依旧是在楚木的房间，是以当他坐在餐桌前，想起了昨晚两人吃饭的情景，只觉得又羞又恼。不过当饭菜端上来之后，阮唐脑子里的那些东西也就暂时被丢开了。不得不说，宁王府的饭菜是挺好吃的。阮唐吃了2碗米饭，又吃了好些菜，才放下筷子。他摸了摸肚子，一脸厌足。春寒，我们出去散散步。吃饱了当然是消消食的。只是他刚起身，之前在别院里给他端婢子汤的那个婢女又来了，自然也是端来了婢子汤。阮小姐，请服用汤药。阮唐气愤，但是又不能违抗，只好端起汤，仰头喝了下去。待喝完后，他才拉着春寒出了房门。这次门外的2个侍卫倒是不拦着他了，他带着春寒在这主院子里逛了一圈，也知道了这院子名字叫沧浪院，是整个王府最大的院子。2人正想着去别的院子里也逛一下时，被拦住了。殿下有令，阮小姐只能在这院子里活动。阮唐撇撇嘴，带着春寒转身回去。可没等他们走几步，后面便传来了一个尖锐的女声：站住！阮唐停下脚步，和春寒对看了一眼，才转身看向声音来源之处。只见不远处一个身穿华服、满头珠钗的女子朝他们这边款款走来，她身后还跟着2名婢女。待那女子走近后，阮唐才上下打量了一下，面容姣好，身姿娇小，但满身的装饰不难看出是个有身份地位的。难道是楚木的老婆小妾什么的？可不是说宁王不近女色，一直都未娶妻，也未纳妾。但随即想到楚木对他如狼似虎的模样一点都不像不近女色，所以不近女色是谣传。而那女子也趁机打量起阮唐，眉如翠羽，肌若霜雪，杏眼桃腮，修颈细腰，身段窈窕，一身鹅黄色小碎花如衫，搭配一条淡粉色长裙，衬得她肌肤更加莹润嫩白。饶是见过不少容貌靓丽的女子，亦被眼前人的容貌惊艳到，怪不得他的木哥哥会被她迷了去。女子眸子露出了嫉妒之色，但看到她头上和身上一片素净，没有任何贵重的首饰，让她稍稍拿回了自信。只见她扬起精致的下巴，表情娇矜，夹杂着轻视：你便是木哥哥带回来的那个贱婢？他的话音一落，阮唐的眉眼便轻蹙了下，这句贱婢让人抵触。他虽是商贾之流，虽然这个朝代商贾是最低贱的，但他却也听不得别人这样称呼他。在他的认知里，是人人平等。而且贱婢这个词要是放在他那个时代，要是你敢说，别人就敢撕烂你的嘴。只是他还未出口反驳，站在那女子旁边的一名婢女突然开口：放肆！见到景宁郡主还不下跪行礼，是不想活命了吗？郡主原来不是老婆小妾，只是这宁王府怎么还有一个郡主？不过确实是他的得罪不起的人。是以他有些不情不愿地朝面前的人扶了扶身子，拜见郡主。他身后的春寒亦是跟着他做了同样的动作，可他刚站直身子，头都还没来得及抬起来，就劈头盖脸挨了一巴掌。果然是商户贱婢，3叩9拜不懂吗？你这是想对郡主不敬？打人的是刚刚说话的那个婢女。本来阮唐就看不惯这个郡主的嘴脸，现在倒好，上来就纵容婢女给他一个耳刮子，他能忍？他想都没想，抬手就还了那婢女一巴掌。狗仗人势的东西！那婢女没想到阮唐会突然还手，愤恨地瞪了他一眼，而后捂着脸，双眼通红地看向一旁的景宁郡主，一脸委屈地告状：郡主，他竟敢打奴婢！那郡主皱了下眉，上前几步，走到离阮唐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什么话都没开口说，就抬起手一巴掌甩了下来。第26章吵架。不过这巴掌没有落在阮唐的脸上，而是落在了春寒的脸上。是春寒看到那郡主抬起手来时，就急忙上前护住了阮唐，示意这巴掌落在了他的脸上。春寒被打得差点摔倒在地，而脸上的巴掌印也在顷刻间显现了出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刚才阮唐挨的那巴掌虽然也重，但是估计是那婢女没有用全力，是以虽然留下了巴掌印，但是没有肿起来。而现在这一巴掌，可想而知郡主是下了死手。没想到她一个看起来娇滴滴的大小姐，手劲儿竟这般大。阮唐不敢想，这巴掌要是也是落在她的脸上，那现在她的脸会是怎样？可那郡主还不死心，又抬起手，还想故技重施。阮唐怎么可能还任由她欺负人？她的手还没落下，就被阮唐上前一步，伸手将他人推开了。景宁郡主踉跄着后退了几步，被身后的婢女扶住了。放肆！你竟敢推本郡主！本郡主要把你千刀万剐！说着朝着园子外面喊道：你们是死人吗？本郡主被欺负，你们看不到吗？他的话音落下，
本来站在园子外面值守的两个侍卫走了进来。他两人在外面早就听到了里面的动静，但一个是郡主，当今太皇太后的侄女，平时经常来宁王府，宁王平时对她都是人之随之的。另外一个阮小姐是宁王最近的新宠，他们也不敢得罪。想着那郡主顶多就为难一下那阮小姐，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的，是以装聋作哑。但景宁郡主出声了，他们也没办法再装了。待他们两个进来，景宁就指着阮堂他们说道：“给我杀了他们！”那两个侍卫面面相觑，哪里敢？景宁见他们犹豫，气急败坏：“本郡主的命令，你们也敢违抗？”阮堂扶着春寒，看着那两个一脸为难的侍卫，说道：“别以为你是郡主就可以为所欲为，这里是宁王府，他们是宁王的人，凭什么听你的？”虽然他不知道这郡主和宁王是什么关系，但这里宁王府有人到宁王府来欺负人，想必那宁王也不会不管吧。景宁郡主稳住身子，嗤笑一声：“本郡主就为所欲为了，你能把我怎样？而且穆哥哥的人便是我的人。”说着就走过去，直接拔下其中一个侍卫的佩剑，而后指向阮堂：“你个贱婢，你以为爬上穆哥哥的床就能做这王府的主人了吗？别做梦了，你这低贱的身份也就只配给穆哥哥暖床而已，连个贱妾都算不上。我今天就杀了你，免得你这狐妹子勾引穆哥哥。”他今天本来是兴高采烈过来找他的穆哥哥的，可才进王府就听到了下人在嚼舌根，说什么宁王昨晚带回了一个很美的女人，在房中纵欲了一夜，他怎么可能允许别人诋毁他的穆哥哥？是以他把那些嚼舌根的婢女抓来，准备给他们一顿毒打，没想到他们说的竟是真的，他如何能忍？是以他要来看看这个狐妹子到底是谁，是不是真的如他们所说长得倾国倾城。他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不得不承认确实被惊艳到了。但是她是谁？这狐妹子又是谁？一个商户女怎么有资格和尊贵的她相提并论？而且他肯定穆哥哥就是被她这狐媚样子给魅惑了，杀了她就不会有人敢勾引魅惑穆哥哥了。景宁说着，提着剑就刺向阮堂。他的姿势娴熟，一看就是有些功夫在身。阮堂也不傻，不可能就这样定定地站着等他来刺。他拉着春寒直接就往楚木的房间跑去，而景宁却仿佛杀红了眼，一路追了去。那两个侍卫看着这一幕都吓死了，两个女人都是他们得罪不起的人，不管是哪个有事，他们都吃不了兜着走。你赶紧去请殿下过来。其中一个赶紧遣被夺了剑的那个侍卫去找楚木，而他则是追着景宁郡主而去。阮堂拉着春寒跑进了楚木的房间，就赶紧把门关上，而追到门前的景宁拿着剑就开始在门上劈。追过来的那侍卫不敢上前阻拦，是以站在一旁一脸焦急：“你有本事勾引穆哥哥，你有本事开门啊！你个狐妹子，不要脸！你和那香楼的娼妇有何区别？”景宁郡主话说的难听，阮堂听在耳朵里觉得无比刺耳。他本就不欲在这王府里，只是迫于宁王的淫威而已。现下不但被人追着打杀，还要被这样羞辱，他的尊严已经被踩在地上摩擦了。如果一开始他还顾忌景宁的身份，那么现在他便不管不顾了。左右不过一死，我就勾引你穆哥哥，就勾引，我奈我何？气死你！丑八怪多作怪，你穆哥哥不喜欢你，你来找我麻烦，有本事你去找他麻烦啊！阮堂隔着门叉着腰，开始肆无忌惮地朝着外面骂道。他不发威，以为他是叮当猫啊！景宁拿着剑在外面劈得更凶了，什么时候有人敢这样骂他了？他的样貌在上京城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个死女人竟然敢骂他丑八怪！你个狐狸精，小娼妇，你敢骂本郡主丑八怪？你出来，本郡主要杀了你！就不，我就不出来，气死你这个丑八怪！谁出去谁是傻子！再一次被骂丑八怪，景宁再也忍不住了，抬起脚就开始踹房门。而里面的阮堂和春寒也站在门边死死地抵住门。好在宁王府的东西都是上等品，抗造。此时此刻，淑女形象景宁全然不顾了，他现在就想杀了那个女人，撕烂她的嘴。你个贱婢，不过是个暖床的，竟敢和本郡主叫嚣，我今天定要杀了你，不然我就不叫景宁。对，我就是个暖床，总好过某些人却连暖床的资格都没有。这个景宁郡主喜欢楚木那厮，但很明显还没有得到楚木，不然也不会来这里欺负他。他最看不起的便是这种女人，为了个男人去为难别的女人。你，景宁郡主气结，拿着剑哆哆嗦嗦的说不完整一句话。而阮堂开对了，就没打算停。况且景宁吃瘪，他才会心情舒畅。你什么你？我是贱婢，可奈何楚木喜欢我啊？可你呢？连我这个贱婢都不如。他越说越起劲儿，接着继续说：你知道他每天在我的榻上有多快乐吗？欲仙欲死，懂吗？算了，你怎么可能体会得到那种快乐？第27章观战。
而景宁彻底被他这句激得整张脸都红了，是愤怒又是羞恼。你个不知廉耻的贱婢！我就是不知廉耻，你又能拿我怎么样？而且你穆哥哥就喜欢我的不知廉耻，你吹得仗我面？阮唐说着，朝着房门略了几声，一副你看我不爽，但就打我不死的表情，直接把门外的景宁气得牙痒痒，但是又找不到词来骂他了，只能拿着剑砍得更凶了。我告诉穆哥哥，让他把你这个贱人赶出去。你去啊，我巴不得呢。你要是能让他把我赶走，我多谢你祖宗18代。阮唐这句是真心话，但听在景宁郡主的耳朵里便是挑衅。楚穆过来的时候，两人吵得正欢，但很明显占上风的人是阮唐。一开始听到侍卫来报，他还有些担心，但进来院子后不担心了。他是忘了阮唐就不是个吃亏的主。这一下他倒是不着急过去了，而是走到院子中的那棵梨树下，在那树下的石凳子上坐了下来。他没想到有一天他竟会饶有兴致地听人吵架，而且发现是一件有趣的事。不得不说，阮唐那嘴巴不但好亲，吵起架来也很带劲儿，关键还不要脸。那些话是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家能说出来的话。景宁本就嚣张跋扈，平时说话也是口无遮拦，但是他再怎样也没有阮唐那么豁得出去脸面，怕整个大周都找不出像他这样的了。侍卫把茶送了过来，楚穆就坐在树下边品茶边看戏。不得不说，这阮唐还真能吵，他都喝了好几杯茶了，他那张小嘴都还没停，从不知羞耻的对景宁到开始给他讲人生道理。景宁虽然没有听他的，继续拿着剑在砍着门，但最后也架不住脑子嗡嗡作响，因为阮唐实在太能说了。景宁丢下剑，滑倒在门边，他抬手抹了抹额上的薄汗，嘴里小声的叨着贱婢，但显然没有阮唐对他的杀伤力大，因为阮唐嘴里就没有重复的一句，而他来来回回就只有贱婢2字。结局显而易见，他输了。就在他气急败坏的时候，看到了坐在院中那棵梨树下的楚穆。3月10分，正是梨花满树的季节，微风轻轻拂过，将树上的梨花带落，零零洒洒的飘落下来，落在他身上和身旁的地上。他穿着一身水蓝色窄袖衣袍，长发半束，额前一缕发丝随风轻飘，与那飘落的梨花自成一画，仙气飘然。但他觉得那梨花都只能沦为他的陪衬，人比花美，应就是这般。他再也顾不上其他了，从地上爬起，就跑到楚穆面前。他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瘪了瘪嘴，眸中的泪珠欲滴不滴。穆哥哥，你终于来了。里面那个女人欺负我。楚穆这才把手中的茶杯放下，抬眸看向他。哦，她怎么欺负你了？楚穆脸上的表情平淡，看不出喜怒。景宁虽然仗着太皇太后的喜爱，经常来宁王府，在这里他就像出入自家一样，但他其实是有些怕楚穆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了。明明楚穆平时都是一翩翩公子的模样，温润有礼，但站在他面前，莫名的就会有压迫感。他在脑海里梳理了下，才缓缓开口：他骂我连贱婢都不如。还有吗？他还说穆哥哥，后面的话他实在是难以启齿。但楚穆却把他的话接过，帮他说完，说本王在他榻上欲仙欲死。景宁瞪大眼睛，不可思议的看着楚穆，但很快他便赶紧点点头：穆哥哥也听到了。听到了。楚穆放在石桌上的手指有节奏的敲击着，他说的是事实，本王在他榻上确实欲仙欲死。景宁被他这句话惊得哑口无言，他没想到楚穆竟然会承认，那个女人不过是个商贾，虽然有几分姿色，但是身份卑贱，根本就配不上他的穆哥哥。而且他明里暗里跟太皇太后说过，他想要嫁给楚穆，太皇太后也答应了，找机会让皇帝赐婚。虽然他知道男子哪个没有3妻4妾，何况楚穆是王爷，身份尊贵，日后后宅必定是不会空虚的，可那个女人连做个贱妾都没资格。最让他寝食不安的是，他的穆哥哥向来都不喜女色，这么多年日日都是把心思扑在公事上，可却为了这个女人破了戒，他如何能容她？可是穆哥哥他配不上你，他就是个商贾，身份如此卑贱，就连给穆哥哥提鞋都不配。楚穆唇边勾起一抹笑，确实不配。你不也说他是个贱婢，你又何须跟他计较？别让他拉低了你的身份。可是景宁还想说什么，却被楚穆下了逐客令。你出来也好一阵了，该回宫去了，不然母后又该要遣人过来寻了。景宁虽是太皇太后的侄女儿，但是自小就养在身边，是以相当的宠溺。楚穆这个儿子在他那儿都未必有景宁受欢迎，但他一时感谢景宁的，他虽是儿子，但是无法时刻陪在其身边，而景宁给他母后带去了很多欢乐，这也是他这么些年来一直纵容他的原因。但他后宅中的事却不想让他干预过多。景宁虽不愿这么快离开，毕竟里面那个女人他还没收拾，但楚穆开口了，他却不敢忤逆，是以不情不愿地离开了宁王府。
待景宁离开后，楚木才从石凳上起身，施施然地往房间走去。房门依旧紧闭，不过里面没有了他叽叽喳喳的声音，想必也是发现了景宁离开了。他抬手敲了敲门，出声开门，但等了好一会儿，里面都没动静。他不由得蹙起眉，又敲了一下，是我，开门。终于门开了，是春寒开的。待看到门口站着的是楚木的时候，他心下颤了颤，而后赶紧扶了扶身，见过宁王。楚木摆摆手，示意他下去。春寒有些担心地看了一眼里间，才不情不愿地走出了房间，顺手将房门关上。第28章浴池。房门关上，楚木才抬脚往里间走去，但是没在榻上看到他，不由得蹙了下眉。但很快便听到了净室那边传来了声响，他勾了勾唇角，抬脚就往净室里面走去。果然，他的衣服都搭在浴池边的龙门架上，特别是那粉红绣梅花样的肚兜，就这样明晃晃地丢在龙门架边的木椅上。楚木眸眼按了按，伸手将那肚兜勾起，放在指尖轻轻的摩擦，而属于他的味道透过那肚兜若隐若现地飘进他的鼻尖。他的味道确实勾人心魄。他把肚兜丢下，才抬眸看向浴池。热汤这边已经烟雾缭绕了，看不清池里的情景。他不由得向前走了几步，但是奇怪的是，并未看到他的身影。他绕着池边走了一圈，甚至还看了一眼冷汤池那边，依旧未见他。就在他疑惑之际，哗啦一声，一个人从池里钻了出来，是阮唐。他从池底钻出后，抬手抹了抹脸上的水渍，而后开口：“春寒，那脑残郡主是不是真走了？”刚刚他正和那郡主吵得起劲儿，景宁突然没了声音。他靠在门边等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再听到了景宁的声音，猜想他应该是吵不过自己跑了。阮唐这才坐下歇息，也才发现和他争论了半天，他竟满身汗。虽是3月，但是天依旧还有些凉，是以房中一直都燃有银丝炭，若是平时在里面坐着，亦或躺着休息，那温度是正好的。但他吵得太激动了，是以全身都出了汗，他都未发觉。待发觉后，全身已经黏腻不已。他最受不了这样的，是以便让春寒给他守着，他去净室里面洗个澡。待入了浴池，他忍不住想要游泳，不过浴池虽大，但游泳还是有些束手束脚，是以他直接玩起了潜水。不得不说，没有楚木那厮在这乱来，这样一个大浴池洗澡确实很爽。他憋了大约2-3分钟后，才从水里冒出来。只是他没有得到春寒的回答，便被揽进了一个宽阔的怀抱里。阮唐吓得惊呼起来，不过很快他的嘴便被捂住，而他的耳边也传来楚木那酥麻性感的声音：“是本王。”阮唐在心里连骂了100句草泥马。小阮唐大白天兴致不错嘛，怎的也不叫本王。楚木一只手搂着他的腰肢，一只手则附在他身前揉搓。阮唐现在只想给他的大逼斗。他心道：叫你，我是脑子有坑吗？还是我是想英年早逝，想战死池场？可面对他，他又不得不戴上虚假的面具。殿下别这样。阮唐扭着着身子想挣脱他的钳制，但他不知这样的动作反而更加刺激他。只见他一个闷哼，搂得他更紧了。你故意的，又想要勾引本王？勾你个大傻逼！我没有，殿下能不能先放开我？没有。可本王怎么听到你和景宁说，就爱勾引本王，就想本王在你榻上欲仙欲死？阮唐俏脸一红，那些话只是他故意气景宁郡主那个脑残恋爱脑的，并非他的真心话。可这话是不能跟这厮说的，不然他马上就会给他表演特技变脸。他可不想死在这浴池里。我不舒服，昨晚一整晚还痛，能不能不要了？阮唐磕磕巴巴的把自己的诉求说了出来，然后回头睁着湿漉漉、有些楚楚可怜的眸子，哀求般看着他。楚木盯着他的眸子看了半晌，唇边露出了一抹好看的弧度。可以，他凑近他耳边轻咬了下他的耳垂，而后缓缓开口，声音嘶哑充满魅惑：你得帮我。说着，他便把他翻了个身，抵在池边，然后带着他的手压到水下。即便早已和他亲密无间了，但是他的举动还是让他整张脸都烧了起来。他有些别扭的想要抽回手，但是却被他死死的压着。你不想帮我，那我就自己来了。楚木猩红的眸子闪着危险的光芒。他自己来，那不得又一次把自己吃干抹净？他这种人是不会怜香惜玉的，现在要了，晚上绝技还会要，那他直接死在床上的了。早也干，晚也干，那就真成了那脑残郡主口中的暖床工具了。没有哪个女孩子愿意成为这样的工具，而且每次事后他都要他喝那天杀的婢子汤。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便不孕不育了。阮唐妥协，手不再挣扎。可我不会，这是实话，这种事他还真没有实战经验。楚木很满意他的表现，带着他，我教你。星号。两人从浴池出来后，已经是将近傍晚时分。
两人在里面足足待了半个时辰。阮唐坐在拔步床上，把手放在腿上，互相按摩揉搓着。到现在，他的两只纤纤玉手都还在颤抖，那厮硕大无比又持久，他手都抽筋了，他都还不行，最后还是他带着他才堪堪完事。许是没真正吃到，楚木眉眼中有些许不满足，出门前还特地留下了一句：好好休息，今晚好好侍候本王。阮唐盯着他离去的背影，真想给他一个大闷棍，让他原地去世。不近女色，到底是什么人传的谣言？这分明是种猪，日日夜夜都索取，他到底是哪来的精力？也不怕精尽人亡。楚木走后，春寒才进来，看到阮唐后，又露出一副我家小姐真可怜的表情。春寒，你去疏通下关系，问问小峰他们被安排在哪了，想办法把林青带来见我。春寒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他们连这个院子都出不了，关键是这院子里的侍卫都是些木头，他跟他们讲话，他们都不理他，两只眼睛就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像大傻子。怎么，很困难？春寒点点头，这里的人都不理人的，又不让我们出去，估计这关系很难疏通。要不小姐你问问宁王殿下。阮唐哀叹了一声，他最不愿意就是求那厮，搞不好他一开口，他又要发狠折腾他。他这身子骨哪里经得住他日日夜夜这样折腾？但不找他，他又没有别的办法。第29章，故意。只有找来林青，才有可能可以帮他摆脱这厮没日没夜的索取。他决定晚上无论如何好好表现下，他高兴了才好提要求。到了晚上，阮唐用了饭，沐完浴便遣退了春寒，自己一个躺在床上等着楚木。楚木是2更天才回的府，但他回来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阮唐，而是去了书房。上次去滇州私贩兵器的案件还未把幕后操纵的人揪出来，他从滇州回来前特别安排下一队暗哨，最近那边有了消息了。是以他一从宫里回来，便马上命南风把人叫了过来。他坐在书案前的太师椅上，脊背靠着椅背，手随意地搭在椅子的把手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击着。而书案前站着2个侍卫打扮的男子，一个是南风，另外一个叫北岳。主子，最近那滇州郡守王安和镇国公府的2世子书信来往频繁，属下猜想那2世子很有可能也和这私造兵器有关联。说着，北岳把一沓书信呈了上来，这是属下从截下来的书信中誊抄下来的。楚木捻起其中一张，随意地看了几眼，上面的内容并未提及关于冶炼兵器的事，可以说是毫无关联，而是一些拉家常的话题。他又拿起其他的都略略地看了一遍，依旧是差不多。可也恰恰是因为这样才可疑。国公府的2世子和滇州的郡守，这2人无论身份背景都相差极大，亦没有亲属关系。最重要的是，2人相隔10万8千里，更没有公务上的来往，却是书信频繁。但他清楚，就凭镇国公府的2世子，他还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敢私造如此多的兵器和囤养私兵。而这一些是想要做什么，不言而喻。这个2世子还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他的背后势必还有一条大鱼，亦或是多条。但不管怎样，现在也算是有了线索，不至于浑水摸鱼。这次做得很好，等下去账房领赏，而后继续盯着，有什么消息立即来报。是，殿下。北岳拱了拱手，但他并没有立马退出去。楚木抬眸，疑惑地看着他，还有事？回禀殿下，属下从滇州回来的路上，好似有人跟踪，我怕。楚木眉眼微挑，脸上的表情凝重了几分，可有暴露？北岳急忙摇摇头，并未，属下全程都戴着面具，未尝摘下，且属下很快便把人给解决了。但属下担心那些人知道是殿下在查，会对殿下不利。楚木嗤笑一声，他这些年树敌无数，还怕多一个人对自己不利？本王你就不用操心了，顾好自己，做好你的事情。是，殿下。而后楚木摆摆手，示意他退下。待北岳走了之后，楚木才对一旁的站着的南风说道：府里的花近日是不是开得正旺？啊！南风被他突如其来的一句弄得丈二摸不着头脑。楚木睨了他一眼，重新说了一遍：我说府里的花最近是不是开得正好？他虽然平时不管这些，但是他知道西园那边一直都种有各种各样的名贵花，府里亦有专门的人打理，只是他平时事务繁忙，并没有什么时间过去赏花。南风终于听清他问的什么了，虽然还是疑惑，但是这次他直接点了点头：是的，殿下，最近府里的花大部分都开了，今年春来的比较早，白天已经没什么凉意了。你着手办个赏花宴，把上京所有达官世家的少爷小姐都请了来。啊！南风再次懵，赏花宴？他家主子什么时候有这个闲情雅致？平时上京城的世家办这些宴会，邀请他，他都是不屑一顾，现在竟然要在自家府里办。南风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抬眸飞快地看了一眼楚木，
难道他家主子是因为那个阮小姐？这赏花宴是为那阮小姐所办？啊什么？听不懂。楚木的眉头紧蹙起来，最后摆摆手，罢了，看你这样，交给你也办不好，下去吧。南风一个大老爷，加上平时他府里就没有弄过这些附庸风雅的事，让他办，肯定办不体面的。他起身出了书房，回了他的院子。夜已深了，院子那除了驻守的侍卫，安静的就只剩下叶虫的鸣叫。但他的房中还点着烛火。他唇角勾起，大步走到门前，便直接推门进去。春寒坐在外间的桌前打盹，听到开门声，惊醒了起来，看到是楚木，有些惶恐的起身朝他扶了扶身。楚木摆摆手，示意他免礼。你先下去吧，这里不用你侍候了。春寒点头，退了出来，顺手关上房门。楚木往里间走了进去，看到的便是睡在床上的阮堂。此刻的他已经熟睡，但是睡相极差，整个人侧卧着，脚直接夹着被子，露在外面的手臂和腿部均是裸露着的。虽他没见过大家闺秀是何睡姿，但这样的睡姿必定是不合格的。不过他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他别有一番风情。他皮肤本就白皙，搭在红色的背面上更是白得晃眼。楚木黑眸瞬间染上了猩红，里面的欲望仿佛立刻便会倾泻出来。但他并未马上上床，而是转身入了里面的净房。一刻钟后，他才从里面出来。他换了一身宽松的寝衣，头发还带着些许湿气，随意的披散在肩上。这样的他少了白日里的冷肃，多了几分邪魅。他把擦拭头发的棉巾随手扔在一张木椅上，便向床上走去。此刻的阮堂早已变换了姿势，现在的他比刚才那姿势还勾人，因为被子全部被他丢到了一边，而他则是呈大字形躺在床上，身上只穿着一件小小的肚兜和短短的丝绸小裤。那肚兜还是白色的，质地清透，右下角绣着几朵嫣红的梅花，和上面的那两朵若隐若现的梅花倒是相得益彰。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软白，那肚兜小的离谱，只是堪堪遮住而已，边上早已泄出不少。若不是知道他根本就不乐意亲近自己，楚木都要怀疑他穿成这般是不是在故意勾引他。但他才不管他是故意或是无意，他本就不是正人君子，亦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像这种直接喂到嘴边的肉是不会推开的。他直接上床压在他身上，附住他那诱人的红唇。第30章求药。阮堂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掉进了水里，怎么都浮不起来。就在他觉得自己要闷死在水底时，他突然睁开了眼睛，楚木那帅脸放大在眼前。他恍惚了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他并未推开他，而是任由他为所欲为。本来今晚就打算讨好他，现在这般不用自己主动先开始，省去了他不少麻烦。他抬手勾住了他的脖子，开始回应着他。感受到他的主动，楚木唇角扬起，放开了他的唇。他的手勾了勾他肚兜的那根带子，声音沙哑，这般是特意为本王穿的。阮堂有些羞赧地点点头，殿下喜欢吗？他那模样分明就是含羞带骚，情意绵绵。可楚木却哼笑了一声，而后再次附住他的唇。这一夜因为他的主动变得更加美妙，但也更加漫长。可能是白天没有吃到，他发狠地折腾他，直到他哭着求饶，他才结束。阮堂窝在他颈窝处，强撑着昏昏欲睡的精神，在他耳边小心翼翼地撒娇道：殿下，明日我可否见见我那几个随从？来了王府，我都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楚木侧眸看了他一眼，今晚主动的原因原来在这，但也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他现在心情愉悦，允了他也未尝不可。明日我会让他们过来见你。真的吗？谢谢殿下。阮堂高兴地支起半只身子，贴在他的胸膛前，但他自己并未觉察到这个动作的危险，而楚木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属于他的柔软，一直挤压着自己的胸膛。好不容易息战的他，再次开始掠夺城池。这一夜，阮堂又被他翻来覆去，反反复复摊着煎饼，直到窗外天灰蒙亮，他才搂着他睡去。第二日，阮堂是在他的怀里醒来的。当他睁开眼睛，看到眼前是他性感的喉结，抬眸便是他的那张帅脸，吓得推了他一把，挣脱他的怀抱。实在是他还没适应。而被他推了一下的楚木悠悠睁开眼眸，眉眼还未舒展，看起来似乎有些生气。阮堂心都提了起来，生怕他一生气，昨晚答应他的要求又反悔了。他只好试探性的开口：殿下，今日不用上朝。以往他醒来，他早已不在了。今日休沐。楚木懒懒的回了一声，之后又闭上了眼睛，倒是没有生气。阮堂松了一口气，但下一刻他就被他再次揽入怀中。今日无事，陪本王再睡下。平时在床上都是办事，像这般搂着唇睡觉，还是他清醒的状态下，还真没有过，他亦不习惯。但是他又不敢反抗，只好绷着身子，
任由他搂着，直到他感觉自己的腰要崩断了，他耳边终于传来了他均匀的呼吸声。他悄悄抬眸看了一眼他的脸，平静又温润，确实是睡着了。还别说，这样近距离看他确实更帅。而且他才发现，他的睫毛特别长，真的就像一把扇子。他的鼻梁亦很高很挺，最好看还是那张唇，嫣红的像涂了胭脂，不但没一丝死皮，看起来还饱满水润，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一口。而他也这么做了。待他的唇轻轻贴上他的唇时，他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在干嘛。他惊了一下，急忙撤离。美色误人，他竟敢沉迷于他的美色，是嫌命长。好在他没有醒，他才松了一口气。他轻轻拉开他搭在他腰间上的手臂，悄然起身下床。待他穿戴好，梳洗完才出了房门。而春寒早就在门口候着了，看到阮唐出来，疑惑：“小姐，你今日怎地这般早？”以往宁王只要晚上折腾了他，第二日他必定是会睡到晌午的，现下不过才40。阮唐伸了伸懒腰，又揉了揉发酸的腰肢，才道：“睡不着便起来了。”春寒点点头，而后又开口道：“今早宁王身边那叫南风的侍卫来告知我，说等小姐醒了，便可以差人去叫小风他们过来见你了。”春寒说着，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阮唐回头看了一眼房间里面，心情也变好了。这厮还挺讲信用，只是他们折腾了一夜，他什么时候吩咐的南风，他怎么都不知道。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现下见人比较重要。你赶紧去唤他们过来。春寒点点头，就往院门口那边跑去。他和那边值守的侍卫说了几句，才又回到阮唐的身边。等待的时间，春寒准备了吃食，拿到了院中的那石桌上，而阮唐则是坐在石桌旁，喝着茶，吃着小点心，等着人，好不惬意。不到1刻钟，小风、清风和林青就被侍卫领着进来了。小风和林青比较激动，远远看到阮唐就撒腿跑了过来。主子，终于见到你了，你怎么样？那宁王有没有为难你？小风边着急地问道，边左右上下的打量着阮唐。待确定他四肢健全，没伤没痛，才松了一口气。阮唐对于小风的行为见怪不怪，他们几人虽是他的随从，但其实他们更多是以亲人的身份相处，而小风更像是个大哥哥，不管什么时候总会第一时间关心他的身体状况。我没事，你们赶紧坐下吃点心，这宁王府的吃食比外面的好吃太多了。说着把桌子上的几盘点心全部都推向他们。清风进来后就直接走到阮唐身边的石凳子上坐下，全程没说话，早就已经开始吃了。小风和林青得到阮唐的命令，也开始吃了起来。一时间，几人又回到了以前一起时的快乐时光。几人嘻嘻哈哈吃得差不多的时候，阮唐才朝林青勾勾手指，待他靠近后，才小声问道：“林青，我想让你帮我研制一种药。”何药？林青嘴近还嚼着东西，漫不经心地问道。阮唐抬眸看了一眼远处卧房门，见那处门依旧紧闭着，才放下心，再次巧声说道：“能让人阳痿的药。”阳痿？那是何物？林青不懂，挠着头疑惑地看着阮唐。阮唐蹙了下眉，难道古人是没有阳痿这词？他只好换一种说法，就是不举，让人不举的药。他这句话刚说完，几人就齐刷刷地看着他，都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最后还是清风先开了口：“你要让宁王不举，这会不会歹毒了些？不举，这对一个男人的打击多大？那可是比死还难受。”小风和林青亦附和点头。虽然他们也觉得宁王挺不是东西的，但这2天他们在宁王府倒是好吃好喝供着，日子也并不难过。是以两人都觉得这办法有些不人道。阮唐是没想到他们3人竟然会为楚木求情，有些气愤。他们是不懂他的痛，那种日夜被折磨还要喝避子汤的痛苦，谁又知道？反正我不管，你得帮我研制，间歇性不举也行。第31章炮友。小风、清风和林青几人面面相觑，也没再说什么了，只在心里替宁王默哀。另外再帮我配些避子药丸，最好是不伤身体的。阮唐又吩咐道：“避子药，主子不是想要孩子的吗？为何吃避子药？”林青疑惑：“我是不想吃那玩意，可宁王天天逼我喝，又苦又难喝，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给我的对我身体会不会有什么伤害，还是你研制的，我吃的比较安心些。”林青低头思索了片刻，说道：“女子吃的这避子药很难有不伤身的，不过我这有现成供男子吃的，效果和女子吃的一相同，不如主子给宁王吃。”阮唐眼睛亮了一下，真有男子吃的？这林青的手艺都这么厉害了，他那个时代都还没研制出男子吃了可避孕的药，看来他真的捡了个宝。林青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给他：“自然是真的，这瓶我本来是给清风的，现在先给你。”阮唐高兴地接过瓶子，而后看向清风。他们几人都知道，清风除了武功高之外，还喜欢去做些拈花惹草的事。清风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
摸摸鼻子想遁逃，但被阮唐拉住了手臂。你说说，这效果如何？管用不？清风难得露出窘态，毕竟跟一个女孩子谈论这种事，实在是有些难以启齿的。不过应是有效果的。他交往过的那些女子，分开后都未曾因为孩子来找过他负责。有吧？清风含糊地丢下一句，而后继续吃他的点心。得到清风的肯定，阮唐笑嘻嘻把药揣进怀里，几人又凑一块东扯一会儿，西扯一会儿，直到不远处的卧房门打开，楚木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几人才住了嘴。阮唐趁机把小峰他们打发走，才端起笑容，起身朝楚木走了过去。此刻的他穿了一件墨色丝缎质地衣袍，雪白的滚边绣着雅致的花纹，黑发全部竖起，插着一根羊脂玉簪，轻拂衣袖间，倒有几分风神俊朗、潇洒倜傥的意味。不得不承认，每次他这般人模狗样的时候，他总是会不受控制，被他迷惑。他掐了一下自己的手掌，提醒自己清醒些。他堆起标准的笑容，对楚木说道：“殿下，您醒了，睡得可好？”楚木逆着他，不答反问：“你们聊什么？笑得如此开心？”他在房中便听到了他的笑声，非常肆无忌惮，就连此刻他站在他面前，眼角处都还残余些许未尽的欢愉。没什么，就随便聊聊，说说笑话。阮唐哪里敢让他知道，他们聊的内容其实是算计他。楚木微挑下眉，看着他的眼神又有几分探究，显然对他说的话是迟疑的，但他并未继续深究，很快脸上又换上一副温润如玉的模样。他往院中走去，在石桌旁的石凳子上坐下。春寒很有眼力见，赶紧跑过去，把石桌上他们刚才吃剩的点心碟子收了。没多久便换上了别的吃食。楚木倒了杯茶，喝了一口，才朝跟上来的阮唐招招手，待他走近后，示意他坐下，才缓缓开口：“本王有件事需要你替本王安排下。”阮唐本来还低垂着眉眼，听到他的话，抬眸有些不解地看着他。他能有什么可以帮他？说帮忙太见外了，殿下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能帮的定当竭尽全力。本王要办个赏花宴，想交给你来安排。赏花宴？阮唐眉眼轻蹙。楚木见他紧蹙着眉眼，一脸为难的模样，脸色也沉了沉。怎么，不愿意？若不是他觉得南风内司可能弄不好这事，他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与他来操办。赏花宴只是个由头，他有更重要的目的。是以赏花宴必须办得妥帖漂亮，不能让人疑心了去。她是女子，是以对这样的宴会应是最懂的。不是，殿下可能不知道，我身份低微，官家这样的宴会见都未见过，可能办不好。再说，在这王府只是一个无名无分的外人，给王府办宴会，我怕会给王府招笑话。这个时代的宴会，他是真不懂，但他知道他们的阶级思想、尊卑意识是很强的。这样的宴会是非常有讲究的，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到，一旦做错了一个环节，都是要闹笑话的。他倒是无所谓，只怕到时他丢面，又把账算他头上来，届时再借着这由头折磨他，他可不想。阮唐暗暗地撇了撇嘴，脸上的溢露出了兴致缺缺的神情，可这模样落在旁边男人的眼中，却是另外一层意思。他抬手捏住他的下巴，小阮唐，这是在怪本王没有给你名分吗？两人四目相对，他的眸光是危险的，做本王的妾也是需要身份的，你的身份还够不上，所以就别动那些歪心思，趁本王对你还有几分兴致，伺候好本王比什么都实际。他不会娶妻，更不会纳妾，他是个意外，但意外也不能打破他原则。而且他相信过不了多久，自己对他便会腻了，届时便会放他走，当然也不会亏待他。他不是喜欢钱，那他就给他钱财，这于他而言也是恩赐，他该感激。若不是他不知天高地厚，惹了他还未有资格爬上他的床。突然被他这样赤裸裸的贬低，阮唐顿时炸了毛，鬼才想做他的妾，要不是现在被他拿捏着走不了，他都恨不得离他远远的，永远不要再见到他才好。他挣脱他捏着他下巴的手，微抬了抬下巴，露出一副骄矜的模样，声线淡漠地说道：“殿下想多了。”阮唐清楚自己的身份，怎可能会生出那般龌龊的心思？殿下这高枝，我是绝技不会攀的。且殿下与我不过是各取所需，纯纯炮友而已。所以，殿下把心安在肚子里，我绝对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只要殿下腻了我，我肯定会麻溜离开，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在殿下的眼前。不就是床伴、炮友吗？作为一个21世纪的新人类，难道还没有这点觉悟？如果因为和他睡了几觉，就搭上一辈子的幸福，那才是最惨的。而且，人活在世上，谁还不会遇上一个半个渣男？第32章商量。然他的这番正义凛然发言，却让楚木的脸色冷沉了下来。炮友？何为炮友？虽然对他急切与他撇清关系这点，他是不悦的，但这个炮友他更好奇。
如此亲切的称呼，他还是第一次听。炮友啊，就是纯纯的性关系，无关情爱，性关系懂吗？就是那个。说着，阮唐还比划了下，指下他，又指下自己，还好心的给他科普起来。而且炮友的关系好就好在没有感情瓜葛，腻了就分开，互不纠缠，双方都不会有什么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负担。虽然他不屑与他当着炮友，但此刻的他也没得选择。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其实他都算是个比较自爱的女人。前世他一心扑在事业上，只想多赚点钱，连恋爱都没有谈过。这一世他一时打算只找一个男子，一夜情之后生一个可爱的宝宝。可谁曾想，他看上的男子会是个这么难摆脱的主。然而他的这番言论刚说完，就明显感觉楚木周身的气息冷了下来。他盯着他的那双黑眸，仿佛都要给他盯出一个血窟窿了。没想到炮友竟是这意思。他一觉得这个词用于他们俩身上是很合适的，可心里就是觉得不爽。他认为阮唐应该想尽办法讨好他，即便当不了王妃，在王府当个妾也是好的。宁王的爱妾，这在整个上京城几乎是可以横着走了。可这女人竟然还不屑。阮唐被他盯得有些不自在，忍不住问道：殿下您生气了？楚木垂下眼帘，将眸中的情绪敛去，才抬眸看向他，说道：宴会交由你安排，务必给本王办得妥帖。哎，不是，他答应了吗？不是什么？本王给你来办，是抬举你，别不知好歹。楚木说着，把手中的茶杯重重的放下，随即起身离开。哎，等一下，殿下！阮唐连忙起身，追随在他身后。拒绝之前，想好怎么死。楚木根本就不给他商量的机会。阮唐朝他背后撇了撇嘴，但依旧跟着他。我不是要拒绝，我就是有件事想跟殿下商量下。拒绝不了，那就交换条件呗。这亏总不能他一个人吃。楚木终于停下了脚步，但阮唐没料到他会停下，直接就撞上了他的后背，差点把自个儿撞晕了去。这男人的背都那么硬的吗？阮唐揉着发疼的额头，五官皱成一团。楚木转身看到他这副滑稽的模样，心中不知缘何而起的烦闷少了些许。说，他忍住想要用手指戳他额头的冲动。是这样的，宴会我可以帮殿下安排，但殿下可否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楚木眸子微眯，露出危险的金光。小小的要求？就是阮唐放在身前的双手捏着帕子搅动着，就是那啥，能不能不要太频繁，7日来个2、3回是最佳的，对殿下的身体也无碍，如何？哼！楚木嗤笑一声，这可由不得你。他自己也觉得这几日确实是频繁了些，可他自从开了荤就难以克制。那不行的话，以后那婢子汤我可否不喝？断不了他的荤，那断他的药亦是可以的。他说完后，良久没得到楚木的回答，忍不住抬眸看着他。没想到楚木这厮突然眉眼带笑，让人有些毛骨悚然。小阮唐，你好像自相矛盾了，一边说不想攀附本王，要与本王做炮友，一边又想生本王的孩子，怎的？这是想母凭子贵，走迂回路线？阮唐愣了，他是说不喝婢子汤，又不代表要生他的孩子。之前他确实觉得他的种是最优秀的，但现在他不想要了，有暴力倾向，性格阴晴不定的基因，他还看不上。误会，殿下误会了，我哪敢生您的孩子？您的种那么高贵，我哪配得上？阮唐摆摆手，嘿嘿的笑着解释，我纯粹就是觉得那玩意伤身体，喝多了，我怕我不孕不育。他还想找别人借个种生了的孩子呢，要是得了这不孕不育之症，他这损失就有些大了。不孕不育，哼，说到底你还是想生孩子。楚木看他的眼神有几分危险，自然是想的，不然我也不会惹上殿下您不是。阮唐再度陪笑，楚木却冷哼，那你可以死了这条心了，本王是不可能让你怀上本王的孩子的。不是，殿下您又误会了，我是想生孩子，但不是殿下的孩子，您放心。阮唐并未发觉，他说完这句话，楚木看着他的眼神又多了几分冷意。不生本王的孩儿，不喝婢子汤，所以你是想让本王不要碰你？如果能，自然是最好的，但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此刻他那风雨欲来的表情已经告诉他了，不碰他是他的异想天开。是这样的，我找林清问过了，这避孕方式除了我喝婢子汤，还有一法子，就是殿下您吃这药。说着，阮唐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小心翼翼地摊开递到他面前。这是林清特意研制的避孕药，是给男子吃的，不伤身，效果还好，吃一颗可顶7日，殿下觉得如何？要不试试？没想到楚木直接伸手过来，拿过他那瓶药便丢了出去，药瓶砸在石子小道上，五马分尸了，里面的药丸也都全部掉了出来。还未曾有人敢让本王吃婢子药，你好大的面子！楚木咬牙切齿道。
阮唐看着散落一地药丸，心下惋惜，早知道就不给他了，留给清风也好啊。楚木含着脸冷哼了一声，走了。阮唐呆着原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忍不住朝他竖了一个大中指，然后又上了一套组合拳。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那厮离开没多久，他的婢子汤如期而至。阮小姐，殿下让您别忘了今天的汤药。那婢女把汤药递到他面前，阮唐忍不住咒骂了一声：狗日的，渣男！第33章射箭。阮唐没能拒绝楚木的要求，第二日便开始着手准备赏花宴。他对古代达官贵人家里办这种宴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并没有概念。还好这几日楚木那厮给了他权限，他出了沧浪院，别处也允了他过去，更是派了不少人手给他。是以他在府中寻了些丫鬟婆子问了一下，也堪堪的了解了个大概，但到底是没有亲身经历，经验亦还是不足。无奈他只好按着自己的方案办一个特别的赏花宴。待他把宴会的院子布置好，把方案全部都落实到位之后，才去见楚木。而这几日楚木不知是体谅他每天搞这个宴会累，还是其他，竟好几夜都未曾来找过他。他倒是难得落得轻松，不过现在一切都办妥当了，总是要找他这个主人家来过目下，看过不过关，免得到时挑他的刺。询问了侍卫后才知道，楚木在府里的教场那边。阮唐得了权限后，虽然依旧是没能出府，但是整个王府倒是都给他逛了遍。但他并不知道竟还有个教场，他不禁好奇了起来，拉着春寒跟着带路的侍卫便快步奔向那边。教场设在王府的后山处，那边移平出一块很宽阔的平地，三边靠山，入口处用巨马拦着。阮唐他们到的时候，楚木正好在里面的靶场上练剑。在滇州的时候，清风便告诉过他，他剑术厉害，但是他并未见识过。是以看到他在练剑，有些兴奋，亦有些好奇，便不由得在靶场边一旁站定，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他身形高挑，一身玄色窄袖劲装，腰间束着白玉腰带，宽背窄腰，他的好身材被勾勒得清清楚楚，隐约间能感觉到力量的喷薄。特别是拉弓的臂膀，随着他的动作，那臂膀上的肌肉的轮廓若隐若现，透着奔张的力度，满满的性张力。他是知道那臂膀的力气有多大，在床榻上只需轻轻一扣他的腰肢，他便能感觉自己那软腰要被折断。而且他的剑术果然如清风所说，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境地。他看那把起码有100多200米远，但他竟渐渐正中靶心，他不由得看得入神。许氏感受到他的目光，他落下了几剑后，便转头朝阮唐这边看了过来。他眉目轻挑了下，将手中的弓箭扔给一旁的候着的南风，而后抬脚向他走来。他的步子很大，没几步就已走到了阮唐面前。他的身量极高，靠近阮唐的时候，修长的身影沉沉地压下来，让他顿生一股威压感。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许氏运动过后，他身上一股清冽的冷媒气息夹杂着些许汗味钻入了他的鼻息，并不难闻，反而有种荷尔蒙激发的感觉，让阮唐不禁有些心慌。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人纠缠时的情景，他脸上不自觉爬上了红晕。他悄然捏了捏自己的掌心，把那些旖旎的画面从脑海里挥去。他的嗓音响起，仿佛玉珠落玉盘，一个个砸在阮唐的心上。小阮唐，来寻本王。他的心情似乎很好，说话间唇角挂着浅笑。阮唐凭着呼吸微微抬眸看向他，他额间和鼻尖上挂着的汗珠清晰可见。以往他总觉得运动过后的男人都是臭的，但是他不但不臭，还多了几分张扬的帅气。造孽！阮唐在心里暗叹一声，他发觉他真的很容易被他的美色所迷惑，特别是他这副似笑非笑的模样就很勾人。阮唐急忙垂下眼眸，把自己的那点花痴的心思收了起来，然后开口道：殿下吩咐的赏花宴我已经筹办的差不多了，来寻殿下是想让您去过目下，看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离宴会开始还有2天时间，若是他不满意，他还能及时调整方案。他的话音落下，楚木脸上的笑脸去不少，他还以为是他几日未去找他，他忍不住来找他了呢。楚木兴致缺缺地回了一声，稍后本王便去。说完便重新往刚才练剑的地方走去，不过走了几步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过来，本王教你射箭。阮唐心下疑惑，这厮今天是怎么回事，竟然那么好兴致，要教他射箭。阮唐刚才看他射的时候就已经蠢蠢欲动了，特别是他渐渐入靶心，他便有一种感觉，好似他射也能。他也就犹豫了一会儿，便抬脚跟了上去。待两人走到刚才楚木射箭的那个位置，楚木便让南风拿了一副弓箭递给阮唐。给他的这副弓箭和他刚才射的那副不同，这副看起来更加小巧，弓身亦没有他刚才那副那么好看精致。阮唐不由得嘟囔了一声，为什么不是刚才那副？明眼人一眼便看得出来，他刚才那副更加好。一旁站的南风听到他的嘟囔，忍不住解释道：殿下的那副是玄铁弓，那是殿下专用了。意思很明显，
那是宁王殿下专属的，别人就不要想碰了。阮唐撇撇嘴，接过南风手中那一副小巧些的弓箭，他学着楚木刚才的模样，把箭别在弓上，可是他一拉弓，那箭矢就掉了下来。他弄了几次都没能如愿射出一箭，渐渐他的好奇心也要被磨没。而一旁的楚木，在他在跟箭和弓做斗争的时候，又射出了10几箭，依旧是箭箭中靶心。阮唐气馁，想摔箭走人。这时楚木走到了他的身后，用手抬起了他拿着弓箭的手，左手握住弓身，右手这2只手指捏住箭矢的尾部，箭头记得搭在左手上。他整个人都被他圈在怀里，属于他的气息更加肆无忌惮地萦绕在他鼻息。他侧眸看到他的喉结随着他说话上下滚动着，他的耳边是他低沉磁性的声音，一声一声敲击着他的耳膜。一开始阮唐还能听到他说什么，到了后面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他说的什么了，只听到砰砰的心跳声，也不知是他的还是他的。直到手中的箭矢咻的一声飞了出去，他才堪堪回神。他紧紧地蹙起眉头，他发现他好似越来越耽于他的美色，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他急忙挣脱他的手，以极快的速度退出了他的怀抱。怀里落了空，楚木正愣了片刻，回过神来看向阮唐，见他双脸红扑扑，一副小鹿受惊的模样，顿时心情又好了几分。不是喜欢本王的弓箭吗？要不要试试？楚木说着把他的那副弓箭拿了过来，朝着他晃了晃，似在说，来，本王再教你。一旁的南风听到楚木的话，早已经惊呆了。要知道他家主子多宝贝这副弓箭，平时他们想碰一下都难，很多时候他都是陪练的时候才得以拿一会儿，射就别想了。现在他竟然要用他这宝贝弓箭教阮小姐练剑，这会不会太区别对待了？第34章半夜。然而这边的阮唐此刻一点都不想学了，刚才就那么一下，他差点就失了心智。他怕他再靠近，他真的会被他的美色所迷惑，那可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但楚木并不知道他心中所想，见他没动，便直接走到他面前，把弓塞到他手里，而他则是和刚才一样，直接把他人圈在怀里。待阮唐反应过来，他已经握着他的手抬起了那弓箭。再次被他的气息包围，阮唐又一次乱了心智，又走了神。不过这次他似乎发现了他的走神，他在他耳边轻轻落下几字，专心点，小阮唐。阮唐才堪堪收回思绪，逼迫自己忽略身后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弓箭之上。不过好在他的弓箭实在是精致好看，他的注意力也很快被吸引了去。果然是他专用的弓箭，比起刚才那副，这副的质感明显上了几百个档次，即便是被他扶着手，他亦感觉到它沉甸甸的。他猜想，如果没有他帮忙抬着，自己独自应该是抬不起来的。而且好弓箭就是不一样，射出箭矢的那个破空的声音亦是不同，肃杀之气更重。楚木一连带着他射了10几箭，才放下弓箭。他连忙再次钻出他的怀里，退开几步。怎么样，喜欢射箭吗？喜欢。阮唐不假思索便答了出来。确实喜欢，虽然整个过程都是他带着他射的，但是当箭射入靶心的那一刻，他是兴奋的。喜欢的话，以后每天都可以过来这边练，到时我让人给你专门打造一把弓箭，适合你们女孩子的。阮唐很想拒绝，但又抵挡不了诱惑。他实在是太羡慕这里会武功的人，但他现在习武显然是习不出什么名堂了。而这剑术练应该是可以成些气候的。他没忘记当初在滇州的时候，清风说到楚木的剑术时那佩服的神色，能让清风这样的高手佩服的人可没几个。可想而知，他的剑术肯定是非常厉害的。若是他能习得他1/10的精髓，那以后他脱离王府后出去闯荡商海的时候，这亦是一门好的防身术。好，那我就先谢过殿下了。不过殿下可否也教我剑弩，就是像你在滇州那次拿的那个小巧的那种。相比于这个弓箭，那个弩好似更便于防身，小小的一把，还可以藏于袖中。楚木眸中露出了几分揶揄，乖乖听话，别动什么歪心思，想学什么本王都可允了。阮唐低头暗努了下嘴，抬头的时候便已扬上笑脸。自然在殿下的眼皮底下，我能动什么歪心思？他都尝试过逃跑了，但都以失败告终。他又不是受虐狂，既然明知不可为，他又为什么执意为之？反正他终有腻了自己的一天，说不定赏花宴上他就遇上心仪的也不一定。走吧，带本王去看看你筹办的赏花宴是如何的。说着把弓箭丢给南风，便举步往外训练场外走去。阮唐连忙跟上，很快两人便来到了西园这边。一入园子，满园的花香便扑鼻而来，有梨花香，有桃花香，有樱花香，还有玉兰花、山茶花、杏花，全部都开得正盛。馥郁的花香不但没有冲鼻，反而是层层递进，让人闻了心旷神怡。
慢慢深入，才发现原来是阮堂特地做了设计。除了那梨树和樱花树不能移动外，其他花摆放的位置都极为讲究，从入园口到院中深处，摆放的位置是由花香的深浅分布的，先是香味浅淡幽香的，再是香味馥郁的。又在这个基础上，把一盘盘花摆成各种各样的造型，有许多形状，楚木都未曾见过。穿过花园，到了西园中间，那里空出了又宽又长的一处，铺上长长的红毯，还用木棍架了一个很大的棚子，但棚子是镂空的，木架亦用藤条包住，插上各式各样的花朵，四角还用白色透明的纱布绑了几个蝴蝶结。红毯两边则是放置着10几张长方形的矮桌子，桌子下亦铺着毯子，毯子上放着矮凳子。阮堂指着这些地方开始给楚木介绍，这里是就餐区和表演区，我让人请了舞姬过来，届时会有2种表演，一种是已经定好的表演，另外一种则是自由发挥，有才的公子哥或者小姐们可以一展风采。吃食方面，我是备了2个方案，一是传统的，另外一种是自助的，这个需由殿下定夺，稍后我再把菜单、节目单送过来给殿下过目。楚木从进了这园子开始，就已经觉得这件事交给他做是没错的。虽然上京那些勋贵办的宴会他并未参加过，但是宫宴他是参加过不少的，他这场地布置倒是有些别出心裁。不用，这些小细节你自己定夺吧，既已交于你，我便不会干涉。这宴会最终的目的不是赏花，他不过是想借着宴会勾出一下你底下的鱼罢了。这倒是让阮堂想不到，他想着他多多少少会挑些毛病的，没想到他就这样粗略看了一眼便满意了。这样啊，阮堂说着，眸中闪过一抹金光，那既是这样，要不我们搞点新意，不如把自由发挥的环节改为品鉴会，如何？随你，你自己看着办。既这样，我便按我的意思办了，届时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够到位，还希望殿下不要怪责于我，毕竟我也是第一次，经验不足。楚木勾勾唇角，自然，本王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吗？阮堂不置可否，他不讲理也不是1天2天，但这次阮堂却隐隐觉得他应是满意的。不过他也管不了那么多，反正宴会是给他办了，但自己总不能一点好处都没的吧。阮堂想想品鉴会，就忍不住心花怒放，他似乎已经看到白花花的银钱进了他的口袋。时间过了很快，眨眼间宴会的时间便到了。一大早，阮堂便起床去了厨房，其他的基本没什么问题了，但这菜肴他加了几道特色甜品，他得盯着才安心。不过不得不说，皇家的御厨就是不一样，这王府里的厨师个个都是能人。他那些甜品，他就给了他们配方，他们就试验1、2次，做出来的成品便比他那个时代做出来的味道要好。他在厨房待了将近2个时辰，确认不会出差错了，才又去了排舞室。阮堂来的时候，舞姬都在排练，练的都是阮堂教给他们的。阮堂其实并不善舞，但这些舞姬厉害啊，他稍微做下动作，他们便能根据他的动作跳出了他要的感觉。他看了一遍他们排练，才放心。走之前又跟琴师确认了遍曲子。不得不说，这上京城还真是人才济济。第35章贵妃。相比于阮堂的忙碌，楚木倒是清闲得很。只见他坐在宁王府东园的一处亭台楼阁之上，悠闲地喝着茶看着书。这个位置可将整个王府尽收眼底，阮堂忙碌的身影自然也是能看到的，但他似乎毫不关心，反倒是一旁的南风没忍住问了一声：“殿下，阮小姐忙了大半天了，需要属下去协助下吗？”楚木喝了口茶，又翻了一页手中的书籍，淡淡开口：“去吧，到府门口迎客去。宴会虽交给阮堂操办，但是迎客这事不适宜让他来，但让他亲自迎是不可能的。是以作为他的贴身侍卫，他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南风是最合适的。”“是，殿下。”南风耷拉着脸，有些不情不愿地走了。知道他就不多嘴问了。迎客这种事，他实在是不想做。下午申时左右，宾客开始陆陆续续来了。南风堆起笑容，开始逢迎。这次宴请的几乎都是上京城有头有脸的公子哥和小姐们。虽然大家来到门口看到迎客的南风，却是一点都不见怪。宁王冷漠寡情是出了名的，他能办这宴会就属实是稀奇了。要是还让他在门口迎客，才是吓人。是以来的人个个都是笑容满面，春意盎然。有时一过，南风看了看礼单，见来宾基本来齐了，正准备进去的时候，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了府门口。南风几乎是时刻跟在楚木的身边，很快便认出了那个宫中的仪车。他急忙走下台阶迎了过去，而仪车那边的垂帘也掀了起来，走出了一个宫娥打扮的丫鬟。南风认得此人正是万贵妃跟前的贴身丫鬟。果然，那丫鬟下来后，里面的万贵妃也走了出来。南风急忙跪下行礼，拜见贵妃娘娘，娘娘万福金安。在宫外就不必拘礼了，起来吧。南风起身后，亦是微弓着身子，低眉顺眼：“为何不见宁王殿下？”“回娘娘，
殿下在里面会客，奴才这就去唤殿下。说着想要进门去找楚木，但被万贵妃拦住了。不必了，本宫今天不请自来，就不麻烦皇叔跑来跑去，你领本宫进去吧。宁王办赏花宴，他是前2天才听说的，但谁人不知道这赏花宴是什么作用？本就是单身男女的相亲宴。宁王这些年来从来就不出席这样的宴席，亦不留恋女色。前段时间听说他宠幸了一个商婢，还把人带回了府，他为此还恼怒了好一阵，暗暗命人来探寻，但都被阻隔在王府外围，根本就进不去王府半步，更别说一探那贱婢的真容。他听说了他要办赏花宴，又是喜又是怒。喜的是他因是抛弃了那商婢，怒的是他办这赏花宴是不是想要娶妻纳妾了？曾经他在宫中给陛下披红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暗示过他心悦于他，可他就是睁眼半瞎。他可知他在那淫靡的后宫中有多难熬？当今陛下他的侄儿天天就知道淫乐，那后宫的女人都快装不下了。她虽为贵妃，但陛下那么多美人围绕，哪里会记得她？她都已经半年没有尝过男人的滋味了。是以这次特意去求了陛下的恩典，以帮楚木相看合适的王妃为由，来了这宴会。南风领了他进去之后，跟在他后面的小太监便操着尖长的嗓音喊道：“贵妃娘娘驾到！”众人皆是一惊，但都很快起身，齐齐俯身下拜。万贵妃摆摆手，都免礼吧。一直站在宴会角落处，穿着一身粗使婆子衣衫的阮堂，听到贵妃娘娘来了，也跟着众人行了礼。起身后才看向那万贵妃，她一个21世纪来的，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贵妃，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虽然隔得不算近，但能够他看了个仔细。只是他没想到，这万贵妃并非传统的那种瘦瘦的美人儿，而是身材高挑，身姿略显丰腴的微胖美人。长相是美艳的，但是略带着攻击性，特别是那双微吊着凤眸，有几分犀利。她的嗓音亦是与众不同，有些低沉沙哑，但却带着一股撩人的意味。不知是不是因为今天参加宴会的原因，亦或是她平时便这样。她今日的打扮格外大胆，一身淡绿银条纱衫裙，胸口那处勒得紧紧的，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领口处幽深饱满，而她脖子上正戴着一串粉嫩的璎珞，那长长的坠子恰好沿着那胸前的血肌没入她幽深的领口中，让人想入非非。阮堂想不到，原来比美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为了美，即便现在还是初春，虽稍有回暖，但以万贵妃这着装来看，应当还是很冷的。但是放眼整个宴会，其实穿这样类似纱裙的不在少数，只是这么露骨的就独这个万贵妃一个罢了。他听厨房的钱嬷嬷说，这赏花宴名义上是赏花，实际上却是相亲大会。也难怪这些贵女打扮的花枝招展，谁不想引起宁王的注意，谁不想当这宁王妃？只是他不明白，别的贵女这样也就罢了，这万贵妃打扮得如此暴露是何意？难道她也有意楚木那厮？阮堂这念头一起，便惊了下，连忙暗暗呸了一声，而后小声嘀咕道：“可别乱想，小心脑袋不保。当今圣上是宁王的侄儿，这万贵妃也就是宁王的侄媳妇。这侄媳妇喜欢叔叔，这么炸裂的事怎么可能？”阮堂甩甩头，把这些恐怖的想法甩掉，而后才又看向前面。此时楚木那厮也终于出现了。只见他今日着了一身深宅子地玄色蓝袍，腰间束着白玉带，勾勒出一身青松似的窄腰。他面容俊逸非凡，高鼻薄唇，脸上神情淡漠，黑眸沉静深邃，但却有着一股风流韵界贵公子的意味。阮堂不得不承认，他还真是衣架子，不管穿何样的衣物，他都能把其韵味穿出来。而他的出现也惹得席间的贵女们频频向他望去，眉目流转间，秋波暗送。就连那万贵妃亦是。阮堂将把那龌龊的念头甩掉，此刻又爬入了脑中。他果然火眼金睛，那万贵妃真的喜欢楚木那厮，爱果然美色误人。但这样的发现也让阮堂兴奋了几分，这出戏他顿时觉得比他排的那些表演还精彩。第36章宴会。楚木的出现也让宴会达到了一个高潮，大家起身朝他行了礼后，都想要借机接近他，对他阿谀奉承，亦或献媚。可楚木却兴致缺缺，他直接走到席位的首座上坐下。只见那万贵妃上前，在他面前施施然行了一个礼，见过宁王殿下。楚木抬眸看了他一眼，眉眼微蹙，眸中闪过一丝不悦。你怎么在这？他那请帖可没递到宫中，何况他一个贵妃娘娘参加他府里的赏花宴，着实有些奇怪。万贵妃假装看不见他眼底的那一抹不悦，掐着他那低沉沙哑的嗓音道：“是皇上派本宫过来给殿下助阵的。”楚木冷嗤一声，他那皇帝侄儿可没有这闲情雅致来操心他的赏花宴，想必只是这女人自己的主意，哄骗了他那侄儿，自己过来的吧。想到在宫中好几次他明里暗里的勾引自己，楚木一脸嫌恶。但到底是在宴会上，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他也不好当众落了他的面。
只好不耐烦地道：“自己寻个位置坐吧。”万贵妃脸上露出了一抹娇笑，点了点头，而后环顾了四周，见坐席几乎都坐满了，只有楚木身边的一个位置和对面为首的一个位置。殿下，本宫可否坐您旁边？不行，楚木直接拒绝，而后端起桌面上的酒杯，仰头喝了下去，而后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整个宴席。万贵妃被拒绝，一脸尴尬，不情不愿地走到楚木对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但万贵妃刚落座好，外面又传来了一阵尖长的声音：“景宁郡主驾到！”只见一女子正款款地从西园门口处走近，正是景宁郡主。今日的她着一身白行卷点翠化拖地襦裙，梳着双刀髻，髻上只是堪堪插上2、3样饰品，额间还特地画了一个精美的花钿。整个妆容到搭配的衣服走的都是一个清新雅致的风格。不得不说，她这次的装扮比上次顺眼多了。上次她都恨不得把所有名贵的能彰显她身份的饰品全都往身上插呀挂呀，可这饰品越多越繁复，反而显得庸俗。上次阮唐就没敢恭维她的装扮，没想到才没见多久，竟然开窍了。今日这打扮很适合她，亦将她娇俏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她走到红毯之上，四周环顾了下，见坐在席上的一众贵女们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眉头一拧，但没在席间和楚木身边看到阮唐，她倒是松了一口气。她直接走到楚木的身边，问都没问楚木，便坐了下来，而后挽着楚木的手臂，宣誓主权般撒娇道：“木哥哥，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没怪我吧？”楚木蹙了蹙眉，把手臂从他手中抽出：“你怎么也来了？”“是姑母让我来的，姑母最近头急犯了，不方便出行，但是知道木哥哥办赏花宴，放心不下，所以让我过来瞧瞧。”楚木应了一声，到底没把他从身边搞走。而这一幕落在万贵妃的眼底，让他眸子中升起了满满的妒忌之色。一直站在角落处的阮唐把这一幕幕都收进眼底，没想到楚木这厮还是个香饽饽，要是这些女人能把他搞到手，是不是就没他什么事了？他是不是可以提前享受被他腻了的滋味，然后远走高飞？阮唐想着，唇角都扬起了欢快的角度。可他才高兴了1秒钟，楚木就像通仙般转头就把目光落在了他的脸上。阮唐接触到他的目光，脖子微缩了下，而后赶紧转身出了西园，去了厨房。阮唐走后没多久，宴会便开始了。他开始在厨房指挥着丫鬟小厮们给外面上菜。这一轮的菜系都是正常的宴会菜系，大家推杯换盏间，倒也是每样都尝了鲜。但这朝代的贵人们吃菜都是只吃一点，阮唐看着最后被收进厨房里的剩菜，都觉得浪费。吃席结束，个人的桌子上都换上美酒或者茶盏，而阮唐安排的节目也开始了。他回房换了一身衣服，才又回到西园那边。下人已经在把节目需要用到的乐器什么的都往红毯中间放。第一个节目是歌唱节目，是男女合奏共唱的《琵琶行》。这首曲子是他那时代的人根据诗魔白居易先生的《琵琶行》改编成为歌曲的，是流行唱法结合戏腔的唱法，不但好听，还朗朗上口。男歌姬穿着一身白衣，长发散在肩上，只是堪堪的用一根花绳绑着。而且男子容貌生得阴柔，一双狭长的眸子倒是风情万种。他此刻坐在古筝前，那双修长白皙的手指拨弄着琴弦，倒是有几分谪仙的意味。即便是男子见了，亦忍不住被他吸引。而女歌姬则是上身着一件抹胸，又罩了一件堪称无物的纱衫，下身穿一条拽的长裙，而头发高高盘成偏罗髻，只是插着一个玉质绿地玉簪子，面上还蒙着一张几乎透明的纱巾，好似都多余的打扮，但是却又让引人入胜。她抱着琵琶扮演着面，纤细的手指开始快速的拨弄着。很快，男歌姬的歌声伴着琴音响起，轻快沉稳，是大家都没有听过的唱腔。众人的目光顿时齐齐聚集在两人身上。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没一会儿，女歌姬的戏曲唱腔也起了，婉转空灵，更是引得众人暗暗称妙。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曲尽，众人皆感意犹未尽。有人甚至还起哄：好听，再来一遍。但那2名歌姬起身朝众人扶了扶身，便退下了。阮唐要的便是这个效果，就是要勾着他们，他接下来的品鉴会才能顺利进行。相比于众人，楚木面上表情淡淡的。而这边，阮唐在2名歌姬退下之后，便让人把他这几天定做的一张桌子搬了上去。而他也已经换上了男子的衣衫，是一件白色窄袖蓝袍，腰间亦学着楚木束了一条白玉腰带。但他的头发是半扎，上半部盘起来，用一根白色扎带绑着，下面的头发则是披散在肩上，额前还留了2缕，行走间迎风飘扬。他还特别搞来一把纸扇，扇子一打，倒是有几分贵公子的意味。第37章拍卖。
他待台上将他需要用的东西都摆好后，才款款地走了过去。而他的出现亦引来了众人的目光，亦有些贵女忍不住向他投来惊艳的目光。不是他自夸，他这容貌，即便是男子，亦是气度非凡的。而坐在楚木身旁的景宁，在看到他时，亦是激动地起身指着他：“木哥哥，他。”本来还一脸意味阑珊的楚木，看到景宁突然这么激动，一把目光移向红毯之上。待见到他这般打扮之后，亦从椅子上坐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但景宁的反应让他蹙了下眉：“坐下，别咋咋呼呼的。”景宁认出了阮唐，上次被他骂的仇还未报呢，此刻看到他，早已经恨不得上前撕了他。但楚木开口了，他只好愤愤地坐了下来。不过他的双眼却还是死死地盯着阮唐，恨不得给他身上凿出一个洞来。阮唐眼睛在两边席位上一扫而过，自然也注意到楚木那骇人的目光和景宁愤恨的目光，但他假装看不见。他清了清嗓子，压着低沉的声线开口道：“非常感谢各位公子小姐们百忙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王府的赏花宴，在这里小的替宁王殿下感谢大家的光临。”说着，阮唐朝两边各做了一揖，而后再次说道：“宁王殿下为了让大家尽兴，特地命小的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特别的节目，小的想问问各位，刚才的歌曲可好听？”“好听，好听。”阮唐的声音落下，席间便传来了几声捧场声。“好听就对了，那各位还想要听吗？要，赶紧上节目，别啰嗦。”“是，快点表演节目。”面对大家的催促，阮唐不急，依旧是嘴噙微笑。待大家的声音落下之后，才缓缓开口：“大家别急，好看的节目是看，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尝试点新鲜的东西？”说着拍拍手，顿时一众丫鬟从回廊处接连而出，手上端着托盘，带走到众人面前，把托盘上的东西摆放到大家的桌案上。待丫鬟们退下之后，阮唐才再次开口：“刚才给大家端上来的是我们宁王府新研制的点心，在整个大周都是独一份的，大家先尝尝。”众人面面相觑，开始交头接耳，但很快便有人拿起筷子夹了进嘴里，细嚼慢咽之后，顿时眼睛亮了起来。这点心还真特别，入口即化，还带绵软，真是妙。开口夸赞的这人咽下之后，还忍不住咂咂嘴，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其他听了他的评价，亦纷纷开始试了起来，顿时席间赞扬声不断。但这期间，楚木一直都是冷沉沉的看着他，并未打算试。景宁看到楚木不吃，也忍着没吃，但是听到大家的赞扬声，又忍不住暗暗的咽了下口水。阮唐看到大家几乎都是吃了，才开口：“好吃吗？”“好吃。”众人点点头。阮唐满意的弯起嘴角。这糕点名叫奶油蛋糕，是用牛乳、鸡蛋、面粉做出来的，又用冰镇了一下，口感自是不用说。但这糕点制作工艺极为繁复，却极耗人工，且很考验师傅的技艺，是以只能给大家品尝那么一小块。不过，阮唐说到这里，顿了一下，顺便勾起大家的兴趣。都尝过的人，自是对那味道意犹未尽。不过，此次宴会，宁王殿下特地命师傅连夜做了几份，给有爱心之人带回去品尝。阮唐说着，视线有些心虚的扫向楚木，见他没有要发作的意思，才堪堪放下心来了。有爱心之人，众人再次面面相觑。宁王怎么知道他们当中哪些人是有爱心的？但这有爱心之人是谁，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宁王殿下想了一个办法。这绥宁县前段时间不是闹洪灾吗？虽然县下洪水已退，朝廷亦拨了赈灾款，但依旧有灾民过得艰难，连安家之所都没有。是以，殿下想联合大家，一起为这些灾民出点力。殿下已经决定了捐出1000两，但各位不必效仿殿下，只需参与今晚的这品鉴活动，拍下我们宁王府独创的这些点心便可。众人听阮唐一说，又交头接耳了起来，有的赞扬宁王体恤民情，有大军风范，有的则是暗暗撇嘴，觉得宁王是在做戏。一个奸佞怎可能那么好心？但阮唐才不管呢，戏唱到了这里，接下来就要上主菜了。下面我给大家讲讲规则。说着拍拍手，很快便又有丫鬟端着托盘，上面在阮唐身前的一张桌子上将托盘上的蛋糕摆好。这里是10份蛋糕，一人只能拍1份，起拍价是10两，每次只可叠加叫价5到10两，价高者得，但上限价是100两。阮唐的规则讲完，众人开始骚动了起来。众说纷纭，阮唐也能理解，毕竟这些贵人们有财力雄厚的，但亦有外干中空的。不过很快便有人出价，是坐在万贵妃下手位置的一名男子。我先出价。阮唐循着声音望了过去，只见那男子长相斯文，面容俊秀，着一身湛蓝色窄袖蓝袍，风度翩翩，倒是让人看了舒坦。而楚木的目光也随着这一声看了过来，眸光也适时眯了眯。好的，公子出价10两，有加价的吗？我加10两。是坐在最下手的一个女子开的口。她说完后，甚至还挑衅地看了一眼刚才那位公子。这位小姐加价10两，还有要加价的吗？我加10两。
又一个男子出价。几轮下来，一直到刚开始的那位公子出到了100两，阮唐拍案成交，而后让丫鬟把蛋糕装进他特意制作的精美食盒里，拿给了那个公子，而那个公子也顺势把钱给了丫鬟。丫鬟拿着钱直接走到阮唐面前，交给了阮唐，顺势把这位公子的名讳告知阮唐。阮唐拿着100两的银票，嘿嘿笑着装进了怀里，而后大声说道：“感谢镇国公府二世子沈千一大人的慷慨解囊，我替灾民向您说声谢谢。”随即朝着他鞠了一个躬，接下来如法炮制，把剩下的9份也都以100两的价格卖了出去。阮唐收了钱，高高兴兴开始宣布下一个节目。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女团歌舞。第38章跳舞。这舞曲还是他穿过来之前没多久刷短视频看到的，当时他还特意学了下，虽然跳得不怎么样，但好歹也把动作记全了。加上他记忆力还不错，虽过去了几年，但却没有把动作忘记，不然他也没能教给那些舞姬。既然是他办宴会，自然是要办个特别的，就是要跳一些这里的人没见过的，这样才能吸引他们的目光，勾住他们的心，从而更好地进行他的品鉴会。穿着清凉的舞姬一站在那木架之下，瞬间便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还得多亏阮唐给他们的衣服做了改造，一律的抹胸搭配马面短裙，样式有些像现代的女团穿着，而且还是多巴胺颜色，还搭配了各种以花为主题的妆容，看起来就让人眼前一亮。就在大家欣赏舞姬们的穿着和妆容时，动听的古筝声响起，几名舞姬便伴着琴音开始唱了起来，配合着也扭起腰肢和翘臀，还时不时的抖动胸脯，动作性感又迷人，只把在场男子的眼睛都看直了。而那些贵女们稍稍保守些的都忍不住低下头，红着脸低斥一声伤风败俗，但也有些平时就比较大大咧咧的贵女们看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些风流倜傥的男子忍不住起身挪到更前面一点来看。阮唐在一旁看着大家的反应，忍不住勾起唇角，但他突然想看下楚木的反应，视线也就随即移到他身上。只见他慵懒地靠在矮凳子的椅背上，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但他的视线竟都没看那跳舞的舞姬，而是在席间的那些贵女公子间穿梭。阮唐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吐槽：哟，挺能装吗？竟然对性感美女不感兴趣，难道是看上了席间的哪个贵女了？阮唐循着他的视线，也开始在那些贵女公子哥之间穿梭，但那么多贵女，他还真看不出来他到底是看上了谁。他的目光再次回到他的身上，可这一回却与他的视线在空中撞了个正着。阮唐愣了一下，在看到他眸中的阴鸷之色，心下不由一颤，心虚了。他冲他弯了弯嘴角，露出一个假笑，但他却没有回以他笑容，脸色更加阴沉了，而且那双眼睛仿佛在说：稍后再收拾你。阮唐假装看不懂他的眼中的深意，急急把视线移开，但是接下来的时间他都如芒在背，一直到歌舞表演完了，他才稍稍好一些。他又如法炮制，又上去推荐他的东西。这次是方便面，依旧是先试样品再叫价，这次依旧是每份以100两的价格全部售出，但这次的速度更快了些。显然是那些公子哥更稀罕节目表演，示意想赶紧结束这拍卖，才能开始新的节目。而接下来阮唐亲自下场，带着舞姬开始跳起了交谊舞，两两搭档，他则是搂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女舞姬一起跳。跳到一半的时候，根据他一开始就预设好的，除了他，其他舞姬都下去宴席间去拉那些宾客加入，有些胆子大的都纷纷下场与那些舞姬跳了起来，场子越来越热闹，下场跳的人越来越多，最后甚至有些女子也悄悄地跟自己心仪的男子也加入了。很快，整个西园的气氛随着这些大家的加入先到了高潮。渐渐的，坐席上的人越来越少，就连景宁郡主都忍不住邀请楚木一起去跳，但楚木没理他，他只好一个人跑过去加入了。而万贵妃也在景宁走开了之后，也走到楚木的面前，但他还未开口要求，楚木便拒绝了，他只好讪讪地回了座位。但场内的气氛太燥热了，他最后也忍不住加了进去。这下席间便剩楚木和那二世子沈千一，两人隔着跳舞的众人都把目光看向了对方。当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织的时候，沈千一拿起酒杯朝他示意了下，而后一饮而尽。但楚木依旧是一副淡漠冷然地看着他，并未成他的意。过了一会儿，那沈千一竟然也起身加入了那跳舞的队列中。楚木眸子在院子环顾了一周，又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已是月上中天了。而一直守在暗处的南风也来到了他的身边，伏在他的耳边说道：殿下，我们的消息会不会有误？难道他们今晚不行动？楚木眸子转到跳舞的场子里转了一圈，突然迸发出一抹寒光。不知何时，那二世子和阮唐竟拉着手跳着舞。不可放松警惕。楚木出声应了南风，而后目光死死地盯着沈千一拉着阮唐的那双手。而阮唐这边本来一开始他们是跳交谊舞的，但随着大家的加入，
渐渐就变成自由的乱舞了。至于他为什么和这个二世子牵着手跳，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跳得高兴的时候都拉着手，他倒是没有去顾忌太多。毕竟在他的认知里，一起跳个舞并没有什么。何况这些保守的古人现在都毫无顾忌了，他又哪里还会矫情？只是在跳舞的过程中，他总觉得这个二世子的目光有些奇怪，看着他的时候是噙着笑的，但却让阮唐没来由觉得这笑瘆人。而这种瘆人的感觉又跟楚木给他的不一样。他曾试过挣脱他的手，但都无用，他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手劲儿却大得很。就在阮唐准备出声让他放开他的手时，他突然抚到他耳边说道：“表妹变得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阮唐一怔，看着他的眼神有些不解。他是女扮男装，被认出来也不奇怪，但他说的表妹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是原身的表哥？可他没有原身的任何记忆，加上他穿过来的时候，原身是在乞丐窝的，全身脏兮兮，是饿了好些天，饿死的。如果不是他来了，这个世上就没有这个人。但如果他是这个二世子的表妹，按理说他的家世应该不差，那怎么会在乞丐窝？阮唐假装听不懂他的话，一脸疑惑地说道：“世子爷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宁王府的小厮，怎么会是您的表妹呢？”第39章遇刺。然而那二世子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什么，同时亦放开了他的手。阮唐虽疑惑，但很快又被燥热的气氛影响，他又跟别的人跳了起来。而在这热闹的西园之外，一群黑衣人正隐在夜色中朝着宁王府而来。不到片刻，他们便都越过高墙，潜到西园的外围。本来退开了的南风又走回了楚木的身边，再次俯身报告：“殿下，人来了，要现在行动吗？”“不用，等他们入了这园子再擒。”说着，他也从矮凳上起了身，施施然地朝阮唐的方向走去。也就在此时，空中突降几十道黑影，手中的长剑闪着寒芒，皆朝着楚木刺去。楚木早有防备，在那些黑衣人的剑刺过来的时候，闪身避开了，很快便抽出藏在腰间的软剑，与那些黑衣人缠斗了起来。南风也在那些黑衣人降落的时候就已经冲了过来，其他的侍卫义士一部分帮着楚木御敌，一部分则是去保护那跳舞的众人。众人在看到黑衣人从天而降的时候，都惊恐地叫了起来，而后开始逃窜。瞬间整个西园都变得慌乱无比，尖叫声、哭泣声乱作一团。阮唐自然也是怕的，但是他被人群推搡着，被夹在人群中，逃也逃不掉。就在他终于挤到外圈了，突然感觉自己被撞了一下，力气非常大，他一个踉跄便朝前扑了去。而他扑过去的方向正是楚木与黑衣人缠斗的地方。阮唐暗道一声不妙，想要收住脚步，但奈何是收不住了。他本能地朝着离他不远的楚木大叫了一声：“殿下，救命！”楚木听到他的声音，回头看了过来，而在他看过来的瞬间，一个黑衣人的长剑便朝他的面前刺了过来。阮唐惊恐地瞪大眼睛，想出声提醒，但还未等他出声，他便被他一把搂住腰肢。他被他抱在身前，生生挡了那刺过来的长剑。阮唐只觉得胸前一痛，低头发现自己的胸口处一小截长剑露了出来，而后噗的一声，那长剑消失，他被带着往后仰了一下。待他重新扑回楚木的身前时，他才感觉到胸口处传来剧烈的疼痛。他甚至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从刚才被长剑穿过的地方汩汩冒出。他抬眸看着近在眼前的楚木，一脸不可思议。而楚木在他被刺了一剑之后，眼睛瞬间杀红了，周身蓬勃的杀气如地狱阎罗。他握着手中的软剑，内力贯穿剑身，剑身发出了狰狞之声。他搂住阮唐的腰肢，开始疯狂厮杀。一开始他还想要留活口，可此时他只想把这些全都斩于剑下。但到底理智还残余，他未忘今日这场宴会的目的，留一两个活口，剩下的杀！他大吼一声下令。很快，几个黑衣人都被他的剑贯穿了喉咙，而南风带着侍卫也杀到了他身边。很快，大多数的黑衣人都被斩于剑下，而剩下的一些见形势不利，便转身逃了。南风马上便带着侍卫去追，而楚木则是把阮唐放到地上，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势，见他被剑刺伤的位置并未伤及要害，对他说道：“等我回来。”他布局了那么久，就等着这一刻，绝技是不可能就这样放任他们逃的。说完，便朝着南风他们追去的方向一并追了过去。躺在地上的阮唐奄奄一息，他的伤口很痛，他以为他这个时候应该痛晕过去的，但他的脑子却清醒无比，甚至脑子里一直回放着楚木把他拉过去挡剑的画面，还有他刚才丢下他急急去追刺客的身影。他的唇角勾了起来，露出了一抹讥笑。他知道他对他毫无感情，即便有，也知道床地上的那点事。在他的眼里，他应该就如景宁郡主所说，只是个身份低贱的商婢，连给他做妾都不配。他又怎么会顾自己的死活？不久前他不是还毫不留情地给了自己一刀吗？拉他挡剑又算得了什么？
只是这一剑不像上次他刺的那一刀，这一剑他疼得窒息，连带着心脏那处都仿佛被撕裂了一般。他想抬手捂一下伤口，想让血流得慢点，不要死那么快，但是全身已没了力气，连抬手的动作都做不到。他望着天空上那轮明亮的月，视线渐渐模糊。楚木丢下软糖去追击刺客，没多久就生擒了几个，但他着急回府，一时大意，竟被暗处的冷箭给全部射杀了。一时的大意让他的计划全部落空，楚木全身生出骇人的寒气，但他还是以极快的速度回了宁王府。可等他到的时候，府里的宾客都已四散去了。他抓来看守府门的一个侍卫问道：“国公府的二世子是几时走的？”那侍卫被他满脸阴鸷吓得腿发抖，战战兢兢地摇了摇头。来赴宴的人那么多，且他并未下令不允许这些宾客离开，是以侍卫都不敢拦人。加上大家一窝蜂地涌出宁王府，他们自然也顾不上去注意这二世子是几时离开的。但更令楚木窝火的是，明明走之前他把软糖放在西园那梨树下，现下人也不在了。他急忙回了沧浪院，但是里面也是空无一人。他寻人找来了春寒，一询问才得知整晚春寒都在后厨，也是他找他才得知软糖不见了。春寒当时就哭了出来，特别是得知了软糖还是受着伤不见，哭得更凶了。楚木被他的哭声搅得心烦，让南风把他带下去，才细细复盘。他受了重伤，他的随从和丫鬟都还在王府，是不可能自己逃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是有人带走了他。但又是谁会把受伤的他带走？整场宴会嫌疑最大的人便是那沈千一了。今晚他拉着软糖的手跳舞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劲了。他分明已经看出了软糖是女扮男装，但是他对软糖并没有男女之间的觊觎之色，反而是有一种他看不懂的怪异。现在想来，他必定是识破了软糖就是他前几日带回来宠幸的伤婢，而且刚才暗处的冷箭亦有可能是他干了。没想到平时斯文柔弱的国公府二世子竟是个狠角色，竟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楚木那双冷锐的眸子尽满杀气，看来沈千一是打算用软糖来拿捏他了。可他是那般容易拿捏的人，如果不是看在他为他挡了那一剑，他这个无用的棋子，他亦是可舍弃的。他招来人，吩咐道：“去拜访一下镇国公府。”第40章弹劾。很快，南风便带了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就去镇国公府。而此时将回到府里的沈千一听到小厮来报宁王府来人，眉眼一挑，好似一点也不意外。他转身施施然往门外走去，待看到带头的是南风，嘴边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上前询问道：“不知南指挥使来我国公府是有什么事？”南风先是朝他做了一个揖，开口道：“我们王府不见了一个小厮，不知二世子有没有见到，亦或是带回了国公府？”小厮？指挥使是在说笑吧？王府的小厮，本世子怎会带回？宁王殿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南风睨了他一眼，哼笑了一声，而后拿出宁王的令牌晾在沈千一的面前。既然二世子不愿配合，那在下就得罪了。说着挥了挥手，顿时他身后的侍卫全部鱼贯而入。国公府里的小厮们见一大帮侍卫涌了进来，竟不约而同的一字排开挡在了那些侍卫的面前。沈千一走到那群小厮的面前，开口道：“指挥使强行入我国公府，就不怕我状告到宫中？”然而南风却不理会他，直接下令阻拦者一律格杀，不想死的速速让开。南风的话一落下，那些拦着王府侍卫的小厮们面面相觑，脸上都露出了为难和惊恐之色。宁王杀人如麻，他的手下亦是如此。他们都知道这个指挥使说到便会做到，但自家主子并未让开，他们亦不敢轻举妄动。可南风并未再给他们思考的机会，上前一步，剑一挥，其中一个小厮就这样倒在众人的面前。顿时大家都吓得脸色煞白，有几个怕死的挪了挪脚步，退到了一边。一旦有人撕开一个口子，其他人便也会跟风。不到半刻，所有的小厮都退开了，而依旧站在原地的沈千一满眼阴郁，但却未敢出声阻止。南风再次挥挥手，侍卫们分散，进入了各院开始搜寻。动静太大，府里众人都被惊醒了。长公主出来时看到这番情景，气急败坏：“大胆狗奴才，我国公府也是你们叫嚣的地方！”长公主拄着拐杖走到南风的面前，抬起拐杖就要打南风，但是那拐杖在半空就被南风给握住了，随后一甩：“宁王殿下的命令，阻拦者死。”南风的眸子闪过一抹杀气。谁人不知这个宁王身边的贴身侍卫是跟随着宁王在疆场厮杀过的，身上自带着骇人的气息。长公主吓得往后踉跄了几步，差点摔倒在地。还好沈千一及时过来扶住了她：“祖母，别动气，宁王要查便让他查，我们国公府行得正，不怕他查，但明日这事我也必定是要上禀圣上的。”南风对他们的话置若罔闻，待所有的侍卫来报，未发现软糖的踪迹。
他才审视了沈千一眼，而后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国公府。他们一走，长公主也气血攻心，倒了下去。溥仪给他行了针才醒了过来，一醒过来就忍不住念叨：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宁王在上京横着走，他是知道的，但他好歹也算是他姑母，他这般叫嚣，落国公府的面子实属该死。一旁一直在旁陪护着的沈千一见长公主醒来了，只能宽慰道：祖母莫气，宁王横行霸道亦不是一日两日，待天亮，孙儿便给圣上上奏，必定是要他给我们国公府一个交代。长公主稍稍宽了下心，握住了沈千一的手：明日祖母同你一同进宫，咱们国公府世代忠良，你父亲大哥均是为国捐躯了，若圣上不给一个公道，我就一头撞死在金銮殿上。祖母说的什么傻话，放心，孙儿定会讨回这个公道的。沈千一眸中闪过一抹阴鸷。南风无功而返，楚木便下令，凡是参加了宴会的人一律盘查，但皆无进展，依旧没有阮唐的一点线索。一时，整个上京城的勋贵家族都在生怨道。第二日，弹劾楚木的折子便撂了高高一叠，而早朝上，大家一时纷纷诉说宁王的霸道、目无中人的行径。而一旁的楚木听着大家的弹劾，竟面无表情。坐在高位上的当今圣上楚俊泽则是靠在龙椅上，一脸意味阑珊。随着那些弹劾声升起落下，他竟时不时地打着呵欠，最后实在忍不住，不耐烦地说道：有何事你们就跟皇叔禀报吧，朕实在困得紧，今日就这样吧，散朝。说着，他便从龙椅上站了起来，而后看向楚木：这些事就麻烦皇叔处理下了，侄儿先去睡觉了。楚俊泽打着呵欠准备离开金銮殿，但是才走几步就被一道威严声喝住了：圣上留步。楚俊泽眉头蹙起，一脸不悦，而那声音不是别人，正是昨晚被气得晕过去的长公主。圣上要为老身主持公道啊！长公主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进金銮殿，待看到楚俊泽之后，老泪纵横。姑祖母，你来凑什么热闹？楚俊泽一脸不耐烦：宁王欺人太甚，圣上要为老身主持公道啊！楚俊泽捏了捏眉心，叹了一口气，一脸无奈地说道：皇叔欺人太甚，姑祖母你不去烦皇叔，来烦朕作甚？长公主被他这话一噎，顿时有苦难言。眼看着楚俊泽又要走了，他只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哀嚎道：圣上若是不帮老身主持公道，老身便撞死在这金銮殿上。长公主的话一出，顿时朝堂上议论声纷乱。就在大家以为长公主都要把命豁出去了，圣上肯定得管了，谁曾想楚俊泽却丢下一句：要死便死，朕不拦着。说着便抬脚向内殿走去，不过走了几步，他又回头看向沈千一，抬手指了指他：沈爱卿管好你国公府的人，下不为例。沈千一抬手朝楚俊泽做了一个揖，待楚俊泽的身影消失在金銮殿上，才急急忙忙去扶长公主。祖母，我们回去吧。可长公主哪里受过这样的窝囊气，顿时心口一疼，眼前一黑，人彻底昏死了过去。沈千一吓得连叫了几声祖母，随后便抱起人往金銮殿外面跑去。有几个官员也急急跟上，还去帮忙叫了太医。而此刻的朝堂之上，众人一阵唏嘘，看了一眼楚木，都摇头晃脑的出了金銮殿。反倒是楚木，全程都是一副淡然冷漠的样子，好似今日的事与他无关。在众人走后，他才慢悠悠的出了金銮殿，回了宁王府。刚到府门口，便看到了站在府门口的南风和一众排成一字形拦在出口处的侍卫。南风看到他之后，顿时松了口气，赶紧迎了过来：殿下，春寒姑娘和阮小姐的两个随从要离开王府。楚木从马上下来，背着手走到门口处，待看到背着行囊的春寒、小风和林清几人，眉眼蹙了下：殿下，既然你把我家小姐弄丢了，便放了我们吧，我们自己去寻小姐。第41章，原主。阮唐做了一个梦，梦里他见到了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阿唐，你终于来了。那个跟他长得一样的女子轻声唤他。阮唐疑惑地看着他：你是谁？我是你啊，亦不是你。那个女子轻笑着：我也叫阿唐，只是我和你是不同的阿唐。不同的阿唐。那女子点点头，随即抬手伸出食指放在他的额间，顿时阮唐感觉他的脑子像是要炸裂开一般，一些不属于他的记忆顿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就像放电影一般，一幕幕闪过，竟是眼前女子的一世，还是无比悲凉的一生。阿唐，这一世就由你来改变吧。阮唐啊的一声，突然睁开了眼睛，他满头大汗，胸口因为喘息起伏着，眼神意识怔怔地看着床顶处陌生的纱幔。梦里的画面让他脑子陷入了一片混沌，一时之间分不清自己是清醒了还是还处在梦境里。突然一道温婉又带着几分急切的声音落入他的耳中：阿唐，你醒了，是做噩梦了吗？随后一只拿着帕子的手经过他的眼前，落在他的额头之上，
替他擦拭着额间的汗。别怕，阿鱼在，别怕。阮棠轻轻转过头，映入眼帘是一个长相温柔、气质端庄的女子。她坐在床边，正目光灼灼地看着他。阮棠看着他，怔愣了许久，只觉得眼前的人陌生，但又熟悉。为何熟悉？全是因为刚刚的那个梦境，那个和他长得一样的女子，把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给了他。那段记忆里有面前的这个女子，她叫叶青瑜，是伯爵侯府的嫡女，亦是那个他儿时最好的玩伴闺蜜。只是在那段记忆里面，这个温婉善良的女子却年纪轻轻便香消玉殒，原因便是嫁给了一个渣男，受尽折磨，最终含恨而终。阮棠开口轻声问道：“你是叶青瑜？”那女子连忙点头：“我是阿鱼。阿棠，你不记得我了？”“记得。”叶青瑜弯起唇角笑了，但是一会儿她便又敛去笑容，一脸愁绪。“5年前我们明明约好到了上京城要去寻彼此的，可我来了上京，去你家寻你时，阮伯伯说你死了。”说着眼角泛红，眼眶里有泪珠在打转。“我是不相信的，我上京前不久我们才通了信，你怎么可能会死？可这5年你都不曾来找过我，我便真的以为你……”说着他眼眶里的泪珠像断线的珍珠一般落了下来。“我在宁王府看到你时，我以为是我眼花了，认错了人，若不是你受伤了，我还真不敢确定你就是阿棠。”从阮棠出现的那一瞬间，叶青瑜就被他的模样惊到了，因为这个在台上侃侃而谈的男子和他的闺中密友长得极为相似，但毕竟多年不见了，叶青瑜一度以为只是自己眼花了，看错了，一直到看到阮棠昏迷在地上，他才忍不住上前一探究竟。当时一片混乱，大家都是抱头逃窜，而他幸运在跳舞的时候正好在外围，在刺客杀进来的时候，他便拉着他的婢女躲到了梨树后面。待那些刺客被杀的杀，逃的逃之后，他才拉着婢女出来，正打算离开宁王府回去的时候，看到了躺在地上的阮棠。那时的他全身是血，人早已经昏迷了。叶青瑜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早就吓到了脚软。若不是他的那张脸跟他的阿棠长得很像，他肯定不敢上前。他在阮棠身边蹲下后，探了下他的脖颈处，确认了他还活着，才拿出手帕想要按住他的胸口给他止血，也意外发现了她是女子。也就是这个认知让他更加确定了此人就是阿棠，消失了5年的阮棠。而阮棠得知了救自己的是他，心下顿时一软。若是他们没有再遇见，他或许在得知他以后的会有怎样的遭遇，亦不会去过多干预。毕竟于他而言，眼前的女子只是陌生人，但现在这女子却救了他，这份恩情不还，他内心过意不去。但他又忍不住忧心，他的那段遭遇，他能改变吗？而且原主前世的遭遇亦好不到哪里去，两人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如果接下来他的生命轨迹和原主的前世的轨迹重合，那他亦可能改变不了这糟糕的局面。但不管怎样，他知道了便不能坐以待毙。阮棠撑着身子想要坐起来，“你别动，伤口还未好呢，等下该裂开了。”叶青瑜想要阻止他起身，但阮棠摆摆手，坚持要坐起来。叶青瑜无奈，只好轻身把他扶了起来，而后让婢女多拿了一个软枕放在他身后，让他靠着。“谢谢你救了我，你跟我客气什么？”阮棠笑了笑，也不再跟他道谢了。他环顾了下周围，问道：“我这是在哪？”“这是我家的庄子，你受伤了，我不好带你回家，只好把你带到这里来。”阮棠点了点头。片刻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抬眸看向叶青瑜：“我睡了多久？”“你昏迷了1天1夜，反反复复发热，伤口发炎，差点就……还好我哥哥去宫里找太医，要来了上好的金疮药，给你上了药，你才退了热。”叶青瑜想到了这1天1夜里，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模样，又忍不住红了眼眶。“那宁王府有没有派人来找过我？”叶青瑜摇摇头：“我这几日都在家中照顾你，未出门，但是也未听哥哥说起外面有在找人。毕竟宁王府要是寻人，他哥哥肯定是知道的。”但他突然发现阮棠眉头紧蹙，以为他是因为宁王府没有人来寻他而失落，不由得安慰道：“宁王府下人上百，估计是暂时未发现你不见罢了，等你伤好点，我再带你去宁王府，顺便替你赎回卖身契。”叶青瑜以为阮棠是被卖给了宁王府当小厮，但他的话刚落下，就见阮棠唇角露出了一抹苦笑。好一会儿，他才轻声说道：“宁王府办宴会，我是临时被请去的，没有签卖身契。他一直都想要逃离宁王府，现在终于出来了，他干嘛要回去？只是不知道现在春寒和小风他们怎么样。要是知道了他受伤了，还不知所踪，会不会着急上火？这样便好，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病，养好病后，我再送你回家。阮伯伯他们要是知道阿棠还活着，必定会很高兴的。”阮棠不语，凭借着脑中的记忆，原主的父亲是靖安侯，而他则是靖安侯府的嫡出大小姐。至于原身为什么会出现在乞丐窝，完全是他的这个父亲的手笔。
能不能先不告知我父亲他们，我在你这里？他现在还未理清原主的那些关系，他整个脑子都是乱的，贸然回去，只怕也只是凶多吉少。而且原主那个父亲就不是什么好货色。好，你既不愿意，我自然是尊重你的意愿。叶青瑜笑着答应下。之后的日子里，阮唐一边养伤，一边在脑子里细细的斟酌原主前世的那些经历。第42章闺蜜。理了好些时日，他才堪堪把原主前世的那些破事全都给理清了。如果按照原主前世的走向，此刻的他已经被接回了靖安侯府了，再过半年便嫁入国公府。但可能是因为他的出现，把原主原本的生命轨迹打乱了。而原主嫁的那个人，便是那晚舞会上拉着他手跳舞，叫他表妹的沈千一。只是这个沈千一并不是好人，原主前世便是因他而死。沈千一她表面看起来斯文温润，但实际上她内心无比阴暗。而且原主前世还被他当作痉挛送给不同的人，最后是被折磨而死的。死后亦没得到一个体面的下葬，沈千一只是让人用席子卷了他的尸体，便丢在了乱葬岗。许是原主前世太悲惨了，老天怜见，给了他重生的机会。可不知他是不是真的没能挨过饥饿，活生生饿死的，亦或是他本就不想再经历一次前世的那种蚀骨的痛苦，才再次选择了死亡，放弃了这重生的机会。他的死让现在的阮唐来到了这个世界，代替了他。或许这就是天意吧，或许是老天派他来改变原主悲惨的命运。如果按照原主前世的走向，现在的他并没有回到靖安侯府，是不是可以说明他的结局可能跟原主不一样？亦或他只要不被靖安侯府发现他的踪迹，只要他不回靖安侯府，他便不用嫁给沈千一。只要不嫁给沈千一，那么他就不会经历与原主一样的遭遇。阮唐如是想着，便打定了主意，让叶青瑜替他瞒着，不要告诉任何认识他的人他活着的消息。叶青瑜虽然不解，但他却没有过多追问。阮唐也暂时的安下了心，不过很快便想到叶青瑜的前世的遭遇，他便忍不住问道：阿瑜，你可有婚配？叶青瑜被他突如其来的疑问愣了一下，随即意识到他问的是什么之后，俏脸红了。他羞赧的点了点头，过了端午便那集。阮唐看着他一脸娇羞的模样，不由心疼。多么好的一个女孩子啊，就因为遇到渣男毁了自己的一生。而前世毁了他一生的男子叫顾仲，亦是一名世子，不过这顾仲善于伪装，和沈千一有的一拼。平时装作温润深情的翩翩公子，叶青瑜未嫁于他时，他对叶青瑜是顶顶好的，嘘寒问暖，呵护备至，而且他还进退有度，从不逾矩，不然也哄骗不了叶青瑜嫁给他。可叶青瑜才嫁给他不到半年，他的真面目便露出来了。他以叶青瑜肚子没动静为由，接二连三纳了4、5个妾回来，这不算什么，这个时代那妾是再正常不过了。最过分的是，顾仲纵容那些妾室欺负叶青瑜。叶青瑜一开始还忍气吞声，后来受不了了，便提出与他和离。可也是这样，顾仲出手打了他，而打了一次之后，便会有第2次、第3次。只要顾仲在外面有一点点不顺心，回到家里必定是先打叶青瑜一顿，打完后又跪在他面前求原谅。周而复始，叶青瑜在他渐渐疯癫了起来。阮唐猜测应该是现在所说的抑郁症。丈夫不尊重，妾室自然也更不把叶青瑜放在眼里。在顾家，几乎人人都欺负她，就连她的婆母亦不将她放在眼里。叶青瑜第一次被打，告知了她的婆母，她婆母却说她儿子彬彬有礼，怎么可能动手打人？再说这么多人不打，为何偏偏打他？最后叶青瑜也陷入了自我怀疑中，就这样慢慢把自己的生命消耗殆尽。他去世的时候才不过25。那你婚配的对象是谁？阮唐想要确定是否是和上一世一样，是城阳侯顾家长子顾仲。叶青瑜如实告知，果然还是和前世一样。阮唐心下一沉，脸上也不自觉凝重了起来。既还未纳吉，这婚事可否退了？阮唐问叶青瑜。但阮唐这句话一出，叶青瑜就一脸疑惑地看着他，退婚？为何？他还挺喜欢那顾仲，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对他也进退有度，温柔有礼。阮唐不知怎么给他解释，总不能把他上世的遭遇告诉他吧，只怕他会把自己当成是疯子，届时更加不相信了。不为何，就是觉得他配不上你，配不上我。阿唐见过顾世子。阮唐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没想到被他这么一反问，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那顾仲他是真的没见过。他哑言一会儿才答道，并未见过。那为何？叶青瑜眉头蹙了起来。我就是觉得你人特别好，长得好看又善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男子可以配得上你。阮唐没办法，只好尽量圆。果然叶青瑜听了莞尔一笑，阿唐就会拿我打去，说着一脸娇羞。阮唐笑笑，没再说什么。突然毫无缘由让他退婚，
这本就不可能的。古代的婚事一般都是关系到2个家族的，从相看、交换庚帖、纳吉、成婚，这都是经过2个家族的深思熟虑的。特别是像叶青瑜这种生在勋贵人家的，婚事更是看得很重，甚至叶青瑜还可能没有话语权。即便他现在不喜欢那个顾仲了，亦不可能凭他一句不喜欢便可退婚。但阮唐又做不到眼睁睁看他往火坑里跳。思想向后，阮唐决定，要不就从那顾仲的身上下手，让他主动退婚。可他根本就不认识那顾仲，要怎么下手？一下子难住了阮唐。就在他忧愁之际，叶青瑜的贴身丫鬟突然从后面急急地跑进来。小姐，少爷带着国公府的2世子来了，说是来探望阮小姐。阮唐听到国公府2世子的时候，眉头就紧紧地蹙了起来。包括叶青瑜亦是。2世子如何得知阿唐在此处？难道是哥哥告知他的？他知道他哥哥平时跟2世子走得挺近的，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把阿唐在这里的事告诉他。他才答应阮唐不把他的事告知靖安侯呢。现在2世子知道了，靖安侯说不定也就知道了。毕竟2世子和阿唐从前是有婚约的。阿唐，叶青瑜脸上满是愧疚之色，阮唐却拍拍他的手，安抚道：“我知道不是你说的，无碍，来了便来了。”即便叶青瑜不说，在宴会上，沈千一便已经认出了他。只要他还在上京城，他是躲不掉的。第43章试探。阮唐和叶青瑜出了房间，到了前厅便看到了3名男子，一个是沈千一，另外2个，阮唐根据原主的记忆知道一个是叶青瑜的哥哥，剩下的那个便是顾仲。阮唐还在烦心怎么认识这个顾仲，他便送上门来了。叶青瑜带着阮唐走到几人面前，叶青瑜先朝他们扶了扶身，轻声道：“见过2世子、顾世子、哥哥。”阮唐也学着他的模样，朝几人行了礼，起身后才不着痕迹打量起3人来。沈千一还是和那晚看起来一般无二，依旧是一身素净的蓝袍，黑发半束着，唇边挂着温润的笑容，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叶青瑜的哥哥叶怀川则是一身玄色窄袖劲服，肤色略显黝黑，但五官是俊朗的，和叶青瑜有几分相似。而那个顾仲生的也算是俊逸，只是那双狭长的眸子看得人不舒服。他一开始的视线还是在叶青瑜的身上，直到看到叶青瑜背后的阮唐之后，那双眸子就像那饿狼看到了食物一般，眼里放着金光。阮唐故意忽略他的目光，把目光转向站在他身旁的沈千一。表妹，伤可好些？二哥哥来接你回家。沈千一先开了口，嘴角依旧含着笑。若不是已知了他真实的面目，阮唐真的会被他的这副模样给迷惑。毕竟生得不错，家境亦不错，还温柔体贴，这不正好是他想要借种的那种对象吗？可现在知道了他真面目，他倒是觉得楚木比他都要好，起码楚木做什么都是明着来，看不惯他便捅他，要么就拉他来挡挡箭。虽然卑鄙，但不使心计。不像这个沈千一，表面是正人君子，实则是肮脏无比的恶小人。不劳烦二世子了，我在这住的挺好了，我还想和阿鱼多待几天。阮唐说着，挽起了叶青鱼的手臂，一副我是不会跟你回去模样。他可不能现在回去，先不说他和原主的家里人都不是什么好人，他还要留在叶青鱼的身边，揭开顾中那厮的真面目，让叶青鱼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不然等叶青鱼嫁给他之后，一切便晚了。一开始阮唐还以为这个顾仲会不会很难对付，但是见他看自己的眼神，便有了主意。只要人有了欲望，就会有软肋。前世的顾仲在叶青鱼面前表现得很好，平时亦没有出去拈花惹草，是婚后才不安分的。但人性本就存在的恶，他是藏不住的。阮唐已经在脑子里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但阮唐刚刚说那句话的时候，语气有些冲，这不禁让沈千一看向他的眼神起了几分探究之色。他能感觉到他出现在这，他似乎很不欢迎，亦不高兴。在他的记忆里，阮唐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第一次得知定亲的对象是他的时候，脸上满是羞赧之色。之后每次见到他，都会甜甜的叫一声二哥哥，但现在却好似与他有仇一般，眼神里都是冷冽之气。难道是因为那晚他牵他的手跳舞，亦或他早已经投靠了宁王，知道了当年的事，所以对他生出了厌恶？还有这5年，他到底去了哪里？明明当时派去暗杀的人回禀，他已经断气了，为何现在突然出现？沈千一看着他的眸光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狠戾。一旁的叶青鱼生怕阮唐的语气不好，惹了沈千一不快，连忙解围。二世子，阿唐与我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还未说，希望二世子可以让他多陪我几日，待他在我这待腻了，我再送他回去，可否？沈千一敛去眸中的狠色，换上一如既往的温润，看向叶青鱼。青鱼妹妹开口了，本世子自然是答应的。那青鱼便在此谢过二世子了。叶青鱼说着拉了拉阮唐，示意他也向沈千一道个谢。
阮唐不以为然，但想到以后的日子还长，免不了可能还会跟他交锋，示意有些不情不愿地对他说道：“谢谢二世子。”沈千一笑笑道：“表妹客气了。他今天过来，本就不是想要带他回去的，不过是想来探探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阮唐。他为何会在宁王府？他和宁王又是什么关系？但显然他对他有敌意，那他便只能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而且他们的婚约可是还未取消，他随时可下聘迎娶她。但在这之前，他必须要搞清楚他和楚木的关系。只是楚木那厮最近盯得他死死的，他的好几个暗桩都被他端了，好多的生意亦被他搅和了。得到了沈千一的允许，叶青瑜便高兴地拉着阮唐的手退出了前厅。在经过顾仲的面前，阮唐故意抬头看向他，朝他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果然，那顾仲眼底都放光了，追随着他的目光灼热无比，一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他都还未舍得离开。叶怀川发现了他看着门口处呆愣愣的模样，忍不住打趣道：“顾兄别看了，我妹妹都走远了。”叶怀川并不知道顾仲看的并不是叶青瑜，而是阮唐。听到叶怀川的话时，他有些心虚地收回目光，低下了头。但落在叶怀川的眼里，只觉得他是害羞了，顿时觉得自己的这个妹婿是真的选得好。阮唐和叶青瑜离开了前厅之后，叶青瑜便忍不住问阮唐：“阿唐，我看你好似不怎么待见二世子，这是为何？是不是因为这些年他没有去找你，你怨恨他？得亏他没去找他，不然现在的他估计已经是一捧黄土了。不是，纯粹就是不喜欢他而已。”这下叶青瑜更加疑惑了。可我记得你以前是很喜欢他的。他记得阿唐回京后，两人还是常常信件来往。他在信中是提过这个二世子，他记得当时阮唐在信里可是狠狠地夸赞了这个二世子的。好长一段时间，他的信件里都是关于那个二世子的话题。只有是自己欢喜之人，才会喋喋不休地去诉说他的一切。可现在他说不喜欢他了，难道是这5年时间他移情别恋，不再喜欢这个二世子了？那时年少无知，现在长大了便不再喜欢了。哪个女孩子在青春萌动期不会遇到几个渣男？他还未穿来这具身体里之前，原生和这沈千一定亲也才不过12、13岁，那个年纪还只是个孩子，应该说是正值青春期的女孩子，根本就不懂得识人。像沈千一这样高级的渣男，他哪里能识破？不然他前世也不会被他骗了团团转，到死了才醒悟。第44章夜探。在叶青瑜的认知里，喜欢一个便是长长久久的，怎么能说不喜欢便不喜欢了？但他未反驳阮唐，他觉得这次重逢后，阮唐给他的感觉变了好多。以前的阮唐是个安静话少的，甚至是胆小的，可现在的阮唐却是活泼话多的。这段时间他们每天几乎形影不离，他的那张小嘴巴巴的，能说出很多他以前听都没有听过的笑话和见闻来。他猜想应是这些年他在外面漂泊，外面的人心险恶，让他渐渐地改变了心境和性情。阮唐说到了年少无知，便又想到了叶青瑜的前世。阿瑜，如果现在出现一个男子比顾仲优秀，比顾仲对你好，人品还好，而且很爱你，你会愿意放弃顾仲和他在一起吗？叶青瑜被他的言论弄得紧蹙起眉眼。他与顾仲已经互换了庚帖，他是不可以再对别的男子生出异样的情感的，那样等同于背叛，严重的话是会被审判进猪笼的。阿唐莫要拿我打趣，我虽未嫁给顾世子，但我已认定他是我夫君了，我是不会做出背叛夫君的事来的。那如果你的顾世子背叛了你呢，在未与你成婚前勾搭上了其他女子，你是不是还依然死心塌地要嫁给他？叶青瑜的眉眼拧得更紧了。顾世子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待我真诚，是个极好的男子。那好，就算他婚前安分，要是他婚后纳妾呢？你当如何？男人3妻4妾，这不是正常的吗？阮唐看着他，忍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时代的女人啊，思想固化迂腐，终究是害惨了自己。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的，如果一味依附男人，靠男人怜惜施舍，那还真是悲哀。看来他要让叶青瑜放弃顾仲，放弃男人本应3妻4妾的那种思想，他还得下一番功夫。阮唐没再继续和他讨论这个问题，转移了话题，聊起了别的事。第2日傍晚，阮唐在叶青瑜的带领下出了庄子，入了城。他离开宁王府已有10几日，不知现在春寒他们怎么样。他不在那里了，楚木内司有没有把他们放了？不管怎样，他都得去探一下。他们的马车在离宁王府后门还有几百米处停了下来。阮唐坐在马车里，撩开窗帘的一角看向外面。后门不像前门那般有侍卫把守着，这边一般都是在里面锁上，里面会有看门婆子在那守着。府里平时别人都不会走后门的，只有送菜的才会走着后门，示意这边没有人进出。阮唐同叶青瑜交代了几声，让他在这里等自己，而后便戴上面纱下了马车。
他猫着身子，利用这边道路两旁的树木作为遮掩，很快便摸到了宁王府高墙之下。此刻天已渐渐暗了下来了，能见度极低。阮唐凭着记忆辨别方位，终于在一处墙角处发现了那小小的洞穴。这是他得了楚木的允许办赏花宴，他有一天累了，逛到一处院子的后花园，意外发现了这隐蔽的洞穴。这个洞穴狭小，但是他发现能够容纳他和春寒的这样纤细娇小的身子通过。他发现的时候特别兴奋，甚至和春寒都想要从这里逃出去。但想到了小风、林青他们还在王府里，如果他跑了，楚木会不会把怒火发泄到他们身上？清风他是不担心的，但小风和林青武功不济，要是楚木动起粗来，他们两个就只有死路一条。他不能害了他们。只是他没想到，他没跑，自己却被楚木那厮拉去挡了一剑。现在他一想到这个，都恨得牙痒痒。阮唐猫下身子，拨开草丛，钻了进去。待钻到一定距离的时候，洞穴才变成竖着的。他起身，侧着身子，后背紧紧地贴着石壁，一步一步慢慢地往里挪，全程他都全神贯注，稍稍不注意，很容易就被凸出来的坚石擦伤。得亏他此刻穿着一个紧身的黑色劲服，胸部亦用绷带勒了一圈，不然他还不一定能通过。一刻钟后，他终于在洞穴的另外的一个出口处出来。他望着熟悉的宁王府，失神了好一会儿。这个让他很讨厌的牢笼，站在这里竟不自觉生出恐惧和窒息感，甚至身子都没来由的开始打摆。但他又不能放任小风、林青和春寒不管，只好猫着身子穿过那假山，出了那花园，悄咪的摸到了沧浪院。他今晚其实是在冒险。他不在宁王府，说不定春寒也不住这边了。毕竟这沧浪院可是楚木常住的院落。只是他来了这宁王府，楚木让他住进了这里，春寒要服侍他，也才住进了这里。阮唐一到沧浪院，便发现之前他住在这里的时候，这里院门处是有侍卫把守的，但现在却是没有了。看来之前有侍卫，是为了防他逃跑。阮唐撇撇嘴，忍不住在心底暗骂了一声楚木。不过也好在没有侍卫，他轻松的便摸进了沧浪院。只是里面此刻所有的房间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很明显没有人在。阮唐先去摸到主卧室旁边的一个耳房，之前春寒便是住在那里的。他到了门边，悄然的打开门，闪身进去。里面黑漆一片，他只好根据记忆摸到了床边，在床上摸了一会儿，确定没有人睡在这里，才再次出了耳房。春寒不在这里，那就很有可能是在丫鬟住的那边院子里。阮唐准备摸出沧浪院，再去丫鬟院一探。不过他从耳房出来，走了2步，突然想起了他还有一小箱金子藏在这主卧室里。现在他既已离开了宁王府，这金子自然是不能便宜楚木那厮。只是不知道他不在的这段时日，他有没有发现那金子的藏身之地，会不会把他们占为己有了？但不看一眼，他又不甘心，只好转身进了那主卧室。这边浴室和耳房那边一样，黑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他又不敢点蜡烛，只好如法炮制，按着记忆摸到了床边，而后走到那拔布床的后面，在那专门放他衣物的柜子里面，伸手进去开始摸索。他突然眼睛一亮，摸到了他要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来一个小箱子，而后放在怀里摸了摸，很是满意。他抱着那个小箱子，依着原路向门外走去。就在他走到门外的时候，突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第45章告知。阮唐吓得顿住了脚步，心脏也开始扑通扑通的飞快跳了起来。就在他的慌不择路的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哭泣声。阮唐凭着呼吸挪动脚步，移到门边，把耳朵贴到门上，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声音。听了好一会儿，他才松了一口气，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他轻轻地将房门拉开一个小缝，2只滴溜溜直转的猫眼看向外面，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到了坐在主卧室门口台阶处哭泣的人儿。阮唐心下一喜，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轻轻拉开房门，快步走到了那人的身后，伸手捂住了他的嘴。本来还哭得很伤心的春寒，突然被人从后面捂住了嘴巴，吓得发出了呜呜的叫声。是我。阮唐贴着他的耳边说了一声。还在挣扎着去掰他手的春寒，听到熟悉的声音，顿时安静了下来。阮唐也适时放开了他。春寒转身正准备叫他，又被阮唐捂住了嘴。嘘，小点声。春寒点点头。待阮唐再次放开他之后，他才小声说道：小姐，你去哪了？担心死我了。春寒说着上前围着他转了一圈，从上到下查看他的一遍。小姐，你到底伤哪里？现在怎么样了？还痛吗？自从宁王口中得知他家小姐中箭了，他这些时日是担心的吃不好睡不着，每一天都只能来这里偷偷的抹眼泪。他和小风、林青本想离开宁王府去寻找他家小姐的，但是被宁王拒绝了。他想不明白，他家小姐都不知所踪了，宁王为何还要关着他们？此刻他终于明白了，只要他们在王府，不管怎样，只要他家小姐没事了，就肯定会回来找他们。我没事了，一个朋友救了我，
我在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你们呢？怎么样？我不在，宁王有无为难你们？春寒摇摇头，宁王对他们倒是一如既往，除了不给他们出门外。不过清风倒是离开了好些时日了，也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们都很好，就是清风离开了，他说去找你，已经好些时日没有他的消息了。阮唐不担心清风，宁王府本来就困不住那厮，之前他不走，估计也就是因为他被困在宁王府。现在他不在宁王府了，他哪里可能还会待在这？只是这厮还是那么靠不住，走就走嘛，也不知道把这3个给带走。先不管他，现在要想办法把你们3个带出府。怎么带？春寒看着他，一脸愁。自从上次他们要走之后，宁王就直接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别说出王府，靠近一步宁王府大门都是不可能的。我自有办法，你想办法通知小风和林清，明晚大概这个时候我再过来，你们准备好，2去后厨那边等我，记得低调，别被人发现了。春寒高兴地点点头。阮唐又跟春寒交代了几句，才沿着原路出了宁王府。今晚的行动竟出奇的顺利，这是阮唐想不到的。他出了宁王府，引入黑夜中，快步跑到叶青鱼的马车上。叶青鱼见他回来了，松了一口气。他虽不知道阮唐来着这宁王府做什么，但是他偷偷摸摸的，想来是一些不方便与他说的事，所以他亦没有多问。待阮唐上了马车后，他便让车夫启程。很快2人便回到了这几天一直住的那个庄子。第2日，叶青鱼早早便叫醒阮唐，告知他要回一趟伯爵侯府。3日后便是上巳节了，伯爵夫人要带他去城东的雨林岛那处去踏青。那雨林岛是上京权贵们一起出资买下，而后各自圈了一块地，种上各色花树。每年的上巳节，他们便会相约一起去那里住上1-2日，赏赏花，钓钓鱼。要是哪家有单身适婚的闺女儿子，亦会在这一天借着踏青的由头互相相看。这是定下的规矩，叶青鱼作为伯爵侯府的嫡女，自然是不能缺席的，是以他不去不行。而且去之前还要准备许多物件，他得提前回去。但其实比起那些无聊的宴会，他更喜欢和阮唐待在一块。这几天每天阮唐都会给他讲故事，那故事很有趣，比天香楼里的说书先生讲的话本都要有趣。什么和渣男和离后，我转身嫁给了太子殿下，不做渣男舔狗，我只想和丞相亲亲抱抱举高高等等。那情节跌宕起伏，有时好笑，但有时又惹得人哭得稀里哗啦。阿唐，你要不要同我一块去？叶青鱼真心邀请他，如果有他在，那么今年的踏青肯定是不会烦闷的。阮唐却摇摇头，我就不去了。他对这古人的踏青确实有几分兴趣，特别是这勋贵人家的踏青。他来到这里这么多年了，还真的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毕竟他之前的身份摆在那，够不上这样的活动。只是将得知了原主的身世，他便对这样的宴会提不起兴趣了。而且那晋安侯府说不定也会有人出席，他跟着叶青鱼出席，要是被他们看到了，认出他来，他该怎么应付？他并不想回去晋安侯府，也不想面对那些虚伪的人。叶青鱼好似也想到了什么，便不再勉强他了。那好吧，你在这边安心住着，有什么事直接找这里的丫头婆子小厮。庄子里本就配备了下人，并不会因为叶青鱼的离开而没人在这里侍候。只是对阮唐来说，即便没有也无所谓。前世的他便是一个人住，他都习惯了。阮唐点点头，告知他不用担心，自己在这会好好的。叶青鱼这才离开。待叶青鱼离开之后，他在庄子里待了2个时辰后，才让小厮给他备了一辆马车，他自己悄悄地进了城。春寒告诉他，清风离开了宁王府，他得去寻那家伙，看能不能寻到他。不过他在城里绕了一圈，把他有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一遍，但并未找到他。无奈他只好在沿途路上留下了他们几个才认识的记号。果然他刚回到庄子里1个时辰，清风便出现在他的面前。阮唐一点都不意外，与其他去找他，还不如他来找他，这更加省时省力。你舍得出来了？这些时日去哪里鬼混了？阮唐看到便直接开门见山揶揄道。清风寻了一张太师椅坐下，背靠着椅背，一只脚直接抬起来，踩在椅子上，一副欠揍的模样。还能去哪里？一直在找你啊。第46章行动。阮唐撇撇嘴，并不相信他的话。他这副模样像是一直在找他，他看更像是去找哪个俏姑娘吧。得了吧你会找我，怕是去找你的哪个小妹妹了吧？清风的德性他又不是不了解。清风嘿嘿笑着，倒也不反驳阮唐，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慢条斯理地喝了起来。阮唐也懒得再问他那些莺莺燕燕的事，直接转移话题。我今晚准备去宁王府把那春寒他们几个给搞出来，你跟我一起。清风把手里的茶一饮而尽，才把目光转向他。怎么搞？这有点难度啊。你可别想让我一个个的拎，会累死的。而且他怕还没拎完就被发现了。阮唐朝他翻了一个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这么蠢的办法，你觉得我会用吗？”但清风脸上露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气得阮唐牙痒痒。清风看到他生气了，也就不逗他了。那你说说怎么搞？阮唐白了他一眼，才附到他耳边嘀咕了几句。没想到清风听完之后，朝他露出了鄙夷的表情。你这个法子也不怎么样嘛，多少有点不道德。阮唐看不惯他这副不想出力又想成事的模样，忍不住抬手给了他一个大逼斗。又不是让你杀人，有什么不道德？要不还是你一个个的拎，我可没意见。清风摸了摸被攻击的后脑勺，换上一副笑脸，讨好道：“得嘞，就按主子的办法来。”夜幕降临，万籁俱寂，一辆马车在上京城中的街道上哒哒地行走着，到了宁王府后门不远处的一条林荫小道上才停了下来。阮唐熄了马车前面挂着的煤灯，才让清风带着他几个纵身便入了宁王府。两人在竹廊院的一处花园里落下，这里是整个宁王府最荒芜的院落，平时这里白日都甚少人来，晚上更是静得可怕。但是这里是唯一离后厨处最近的一处院落，只一墙之隔。清风再次拎起他的衣领，两人就在那一墙之隔的墙上落下，几乎是站稳了脚跟，阮唐和清风便猫下了身子。此时已是午夜，这处静悄悄的后厨里面亦是漆黑一片。阮唐睁他那双猫眼，仔细的在黑夜里辨认着。这会儿已经到了他和春寒约定的时间，按理说他们应该到了，可他看了这么一会儿了，这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别说人了，一只老鼠都没有。难道是他们记错了时间？阮唐又不死心，又搜寻了一会儿，还是没看到人影。而当他的目光落到了远处的后门，借着门框上方挂着的微弱灯火，发现守夜的竟不是平时的那个老婆子，而是换上了几个侍卫。阮唐心头一紧，有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难道是春寒那丫头毛躁，被楚木识破了他们今晚的计划了？他拉了拉清风的衣袖，凑到他耳边轻声说道：“你要不要去探一下，这后门这怎么换成了侍卫把守？管他谁把守，这几个人就不是我的对手，只需片刻，我便可以悄无声息地解决他们了。我知道你厉害，但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我要的是万无一失，安全把你们都带离宁王府。”阮唐不怀疑清风的能力，但现在不是他能不能解决这几个人，而是万一他们的计划被楚木识破了，他现在可能已经布置好陷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那么他们今晚可能就逃不出卓宁王府了。清风再厉害，也敌不过宁王府这么多侍卫，更是快不过楚木手中的那件事。而且他不清楚他们进来的这几处是不是平时夜晚也这般安静，还是楚木为了引他们进来，故意把这边的布防放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现在可能就真危险了。只是他们也在这边好一会儿了，如果楚木要来抓他，怎么现在都没动静？阮唐心下烦闷，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只好转头看向清风，悄声对他说：“你会轻功，先去前院和苍狼院那边看下，看巡逻的侍卫是不是比平时多了。”清风点头，依照阮唐的吩咐，脚尖点着院墙，很快便消失在黑夜之中。阮唐趴在墙头上，一直盯着后厨那边，但不管他怎么看，那里始终没有人出没。他心里更加不安了，心中猜想他们可能真的暴露了。但今晚如果不把他们弄出来，以后再想出这王府，估计是真的难了。阮唐转动着脑筋想办法，一直到清风回来了，他都没有想出一个可行的法子。清风一脸急色：“主子，坏事了！春寒他们现在在苍浪院被宁王扣着。”阮唐突觉一盆冷水劈头淋下，从头冷到脚。果然，他的猜测是对的，春寒他们暴露了。他到底是低估了楚木那厮的洞察能力了。那么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是不是也是在他的监视之下？阮唐还在慌乱之际，清风再次开口：“我们现在还救不救？还是让宁王再养他们一段时间？反正宁王也不是养不起。”他正愣了一会儿，而后摇了摇头。如果是之前，他相信春寒他们在王府必定不会过得很差。但是现在楚木已经知晓了他来了，要是他今晚不现身，他不定怎么折磨春寒他们。楚木的手段他是领教过的，对待他这个跟他发生过亲密关系的枕边人，他都不曾怜香惜玉，何况是他们三个，只怕他会下死手。他们三个认了他当主子，他也不能弃他们不顾。可他并不想再次落在他的手中，特别是他拉他挡了那一剑之后，他连见他都不想。一时他竟手足无措，不知道是该退还是继续前进，跟楚木那厮硬碰硬。但显然硬碰硬他是碰不过他的。清风看他抓不定主意，开口说道：“还是按原计划来吧。”说着清风就想走，阮唐连忙拉住他：“我不是说了吗？那是最后不得已才用的办法，可现在不正是不得已的时候？亦或是你还有其他办法？”阮唐确实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好了，别想了，交给我吧，我会把他们带到这边，你自己躲好。不行，我跟你一起去。他不确定楚木会不会突然找到这边来，万一清风一走，他就出来擒他，那一切就功亏一篑了。
但清风似乎看出了他的疑虑，安抚道：“我猜想宁王不会过来这边，他那么自负的一人，估计是不屑亲自动身来抓你，而是等着你自投罗网去。那你可不能如他的意，去躲起来吧，我会来找你的。”清风说完，直接拎起他，飞下墙头，不等他反应过来，就再次飞身消失在夜色里。第47章，折了。阮唐无奈，只好在竹峰院的花园里找了一处假山躲了起来。没多久，他便看到不远处有火光乍现，映得那边的天都亮了起来。他知道是清风行动了。他从假山上探出身子，看向火光出现的地方，认出那处是离沧浪院不远的凌云阁。只是那火势比他想象中的要大一些。没过多久，另外一处也出现了火光，竟是与沧浪院遥遥相望的观雪院。阮唐咬着唇瓣，忍不住在心里暗骂清风一句：明明说好只在一处放火，而且那火势不能太大了。他们的目的是救人，不是烧房毁舍。现在那火势不但大，他还烧了2处。要是他们今晚逃不掉，被楚木抓了，放火烧宁王府这一条罪，都够他们死几百回了。很快，阮唐远远的便听到了阵阵的呼喊声，类似于走水救火的声音。他一边祈祷着清风赶紧把春寒他们几个带过来，一边也希望那2处火不要给宁王府带来过大的损失。可是他等了许久，都未见清风回来，更别提春寒、小风他们。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直到远处的火光渐渐变小，依旧没有见他们出现。阮唐心里隐隐觉得不安，这样的火势，起码整个王府的侍卫出动才能扑灭得了。而且以清风的武功，他完全可以趁着大家去救火的空档，把春寒他们几个救下，而后带到这边来。但等了这么久了，火都快要扑灭了，他都未出现，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的救人计划失败了，而且很有可能清风也被擒了。阮唐此刻才后悔，若是早知如此，他定会和清风先走，而后再寻机会来救。可这下连清风都折进去了，就他一个人想要把他们从楚木那厮手里救出来，简直难以登青天。阮唐愤恨不已，不敢在这边做过多停留，出了假山，拔腿便往上次偷摸进来王府的那处洞穴处跑去。还好这边离那处洞穴不远，他没跑多久就到了那里。他几乎不假思索便钻进了那处洞穴，而后又探出身子把外面的草丛都理好，确认外面看不出这里有洞之后，才侧着身子往里面挪去。就在他即将挪到了外面的洞口时，一阵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从洞口外面传了进来。阮唐清楚那是侍卫巡防的脚步声，他立马停下挪动的身体。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他根本无从得知，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趴在洞穴里一动不动，同时竖着耳朵专心地听着外面的动静。而沧浪院这边，在火光起来的瞬间，楚木便知道是阮唐他们来了。只是他没想到，这女人还真是没良心，她消失了半个多月，他找了她半个多月，他倒好，一回来便放火烧他的府邸，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过他妄想趁乱救人的那点小伎俩，在他这里根本就不够看。当他宁王府是吃素的。很快，一队训练有素的侍卫兵分2路赶往起火的2处院落，而沧浪院此刻依旧是灯火通明，原布防的侍卫一个都不少。若不是他身边的那个清风跑了，就凭他一个人，他还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大摆阵仗迎接他，他一个便足以拿捏他。而春寒、小风和林清此刻被绑着双手双脚，塞着嘴巴，歪七扭八的被丢坐在沧浪院院中的那棵梨树下。楚木则是坐在一张老爷椅上，摇摇晃晃，一副悠哉悠哉的模样。春寒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暴露的。明明他和平时没两样，而且平时宁王也没有特别让人去留意他，怎地今天就知道他要逃？怎地就知道是他家小姐要来救他？他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和小风、林清他们会合。而楚木等了好一会儿，在凌云阁的火势愈发大了起来的时候，终于一个身影出现在沧浪院。楚木在看到来人之后，一双寒眸如锋利的刀刃，死死地盯着那人。阮唐呢？为何不现身？清风孤身一人站在沧浪院的墙头上，目光悠悠地看着下面。殿下，你弄错了，今晚就只有我一人，我家主子不知所踪，殿下不是知道的吗？清风唇边勾着笑，依旧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但楚木又怎会相信？让他出来，我可饶你们不死。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他这里放肆，就只有那女人。他好吃好喝供着他，他倒好，竟然真的是趁乱逃了，害他寻他这么些时日。看来他也是真的低估了他身体的承受能力，中箭了都能逃，他还以为他是落入哪个不识好歹的人手里了。看来是他多心，这些时日他怕是过得逍遥自在。可他就不好了，这笔账怎样都得好好算下。可他竟然还敢躲着不出来。楚木没有起身，依旧是一副闲暇的模样，躺在老爷椅上，只是那双眸子越发冷沉，轻轻抬眸间，远远的睨了清风一眼，
仿若睥睨一只蝼蚁一般。清风收起脸上的吊儿郎当，饶我们不死，那就看看殿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说着，他不着痕迹地观察着下面的情形。这里的侍卫并不少，但他的出现并未让他们有所警惕，他们依旧是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似乎并不将他放在眼里。而楚木更甚，他嘴角甚至都挂起了讥笑。这于清风而言是挑衅。不得不承认，这个宁王的胆识胆魄都很不错，都栽在自己的手上2次了，见到他竟然还能如此悠然自得。但他的自信亦不可能是盲目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是有了十足的把握，能与他对抗才会如此松弛。可便是这样，清风身上的那股好胜欲被勾起了，便压不下来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便纵身往他那边飞去。以他的速度，要在片刻之间把这些全部解决了，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但擒贼先擒王，他想要在须臾之间钳制住楚木，还是信手拈来的。可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千钧一发之际，楚木的手突然按了一下老爷椅的扶手，顿时一支极快的箭矢从那扶手上射出，直朝清风面门而来。这是清风始料未及的，他没在楚木的手里看到弓弩，便放松了警惕。没成想，这椅子也是另有玄机的。他运转内力退出去1丈，但依旧没能逼停疾风般的冷箭。只听到噗的一声，那箭矢穿入他的肩胛处，他被箭矢的巨大冲力带着跪倒在地。很快，疼痛感便袭击他全身，疼痛中还带着阵阵的酥麻。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上的力气在一点点消散，很快全身都出现软绵的状态。他万万没想到，他竟也有被暗算的一天。他低头看了一眼已经半截没入皮肉里的箭矢，身上的酥麻感更甚。他抬眸看向楚木，黑眸眯起，箭矢上抹了毒。第48章被困。楚木从老爷椅上起来，缓步走到他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就一点石骨散而已，怎么？清风大侠内力浑厚，这一点点石骨散应该奈何不了你吧？清风的眉眼在须臾间便蹙了起来。石骨散顾名思义便是会啃噬身上的骨髓，一开始是酥麻无力，到了后面全身的骨髓被啃噬殆尽，他的命也就交代在这了。这宁王还真是一点都不讲情面，好歹他和自家主子都坦诚相见了，他竟然还对他的人用这么狠毒的毒。清风后槽牙磨得咯咯作响，宁王殿下竟也会使阴招。楚木呵呵笑了2声，阴招明招，管用便是好招，何况这阴招可是本王的惯用招数，清风大侠不会才知道吧？他的话音落下后，清风便直接瘫软在地，再也动弹不得。除了那眼睛和嘴巴能动之外，倒是跟之前他抓楚木给软糖的时候一般无二，只是他是点穴，宁王是下毒而已。你说你都暗算了本王2次了，本王还你1次，不过分吧？清风这样算确实是不过分，可他下毒就过分了。而且这件事传出去，他在江湖上的英名应该也就毁掉1大半了。楚木蹲下身子，逆着地上的人，声线森然：他在哪？清风一双眼睛转动着，并未出声。本王的耐心有限，石骨散的功效想必你也清楚，你只有1个时辰了。他并不是找不出这个女人，只要她来了，就不可能逃得出他的王府。但他要的是他主动来见他。清风拧着痛苦的眉眼，想了片刻，才开口道：告诉你可以，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呜呼！清风的话一落下，歪七扭八靠在梨树旁的3人突然发出了呜呜的叫声。3人的眸子里都恨不得蹦出刀子来，把清风的舌头给割了。不过下一秒，楚木便转过头去，看着他们，目光沉沉。3人接触到楚木的目光，竟都不自觉地闭了嘴，再也不敢发出一声哼唧。只要不是过分的要求，本王可以答应。今天发生的事，我不希望传出王府。清风说完，那张俊逸的脸颊竟不自觉地红了。楚木唇边勾起一抹讥笑，这与本王并不是什么难事。清风松了一口气，但他没发现春寒、小风和林清那3双愤恨的眼睛。他不管不顾，直接便把软糖给出卖了。他在逐浪院，生命至上，没什么比保命更重要，这也是软糖的至理名言。他相信他是不会怪自己这样做的，而且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其实住在宁王府也挺好的。楚木嗤笑了一声，真不知道那女人到底是图你什么？武功高有什么用？没半点忠心可言。这点春寒、小风和林清都赞同。清风是他们几个当中反骨最重的，另类独行，任何时候都是先顾自己。当然是图我长得帅啊！忠心这个东西嘛，他都有了3个了，不差我1个。清风嘿嘿笑着，那殿下现在可否给我解药了？不急，等你主子出现了，再给你也不迟。说罢，挥挥手，很快便有侍卫过来，把清风从地上架了起来。春寒、小风和林清也一样，也被侍卫架了起来。然后由楚木带头，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逐浪院走去。不到半刻钟，
整个逐浪院便灯火通明。本来荒凉的院落，瞬间因为他们的到来有了十足的人气。但楚木从进来这里之后，便让人搬来了椅子，而他则是坐在椅子上，看着他面前地上的4个人。侍卫过来，把塞在春寒、小风和林青嘴巴里的布团拿掉，让你们主子出来吧。楚木的意思很明显，但春寒他们3个却紧闭双唇，一句话都不肯说。他们可不是清风，那厮背叛主子，他们可做不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楚木也不逼他们，而是看向清风，那就只能靠你了。清风无奈，谁让他的命捏在人手里？主子，出来吧，今天我们是逃不掉了，不如还是住在王府吧。清风的声音不算很大，但足以让整个逐浪院都听得到。如果阮唐在，肯定也能听得到。可众人等了良久，阮唐并没有出现，而本面无表情的楚木脸色也在一点点地沉下来。他目光幽沉地看向清风，戏耍本王的后果可想好了。清风并不知道此刻阮唐已经离开了逐风院了，他又忍不住嚎了一嗓子，可是依旧没有动静。他眼看着楚木的眸子里的耐心燃烧殆尽，他立马说道：他答应在这等我们的，估计是等不到，逃了吧，要不殿下你让人搜下院子，本王需要你教我做事，都带下去，好好侍候。楚木一字一顿的寒声说道：是，殿下。很快便有几个侍卫上前，把他们4个全部架起，拖着出了逐浪院。春寒、小风和林青倒没什么反应，只有清风被拖着绵软的身子，嘴里大声嚎道：殿下，解药，解药。可是很快他的嘴巴被拖着他的侍卫捂住了，他只能发出呜呜的痛苦声音。待几人都被拖出了逐浪院，楚木才下令封锁王府，一只苍蝇都不要放走。这个女人还真有点本事，在他眼皮底下竟都敢跑。接下来就是阮唐在洞穴处被逼得进出不得，他在里面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可是他都怕得腰酸背痛了，外面的脚步声依旧没有消失，反而是一阵接着一阵，就没有停歇过。就这样，阮唐被迫困在那方寸的洞穴里，不知不觉间竟睡了过去。待他醒来，洞穴里已经从一片漆黑无比，到有一丝光亮照了进来。天亮了，他竟然趴在这个小小的洞穴里整整1夜了。他现在不但腰酸背痛，肚子还饿得咕咕叫。他忍不住向前又挪动几步，而后扒开一点点那洞口处的杂草，看向外面。这不看还好，一看吓了一跳。只见离着洞口不远处，背对着洞穴竟站着一整排侍卫。阮唐大致估算了下，没有180，也有50-60吧。难道他真的要困死在这洞穴里？第49章偷吃。阮唐又在洞穴里待了整整1天，这一整天差点把他送走。没吃的倒还能忍受，只要是渴，但他还是等到了再次天黑，他才慢慢的挪动身子往后退，总不能还没逃掉就先把自己饿死了。待阮唐再次从里面的出口出来的时候，他才感觉活了过来。他揉了揉酸痛的腰背，观察了下周围，漆黑一片，并没有看到有侍卫巡逻。他松了一口气，才猫着虚软的身子往后厨方向走去。一路上都静悄悄的，竟非常顺利。阮唐心下忍不住嘀咕，外面明明布下了天罗地网，为何这里面却如此松散？但阮唐亦顾不上别的了，他现在饿得很，就想要找点东西吃。终于他顺利摸进了后厨，借着窗外照进来的月光，他先是走到水缸前，舀了一瓢水喝了下去，才开始找吃的。很快便让他找到了一整笼热腾腾的包子，这可把阮唐给馋坏了。他哪里还顾得上其他的，把蒸笼盖子往旁边一放，便伸手去拿那胖乎乎的白面包子。包子还带着热气，他一边吹一边狠狠地咬了一口，浓郁的汤汁包裹着嫩滑的肉糜，在嘴里蔓延开来，整个香迷糊住。他忍不住眯起眼睛，露出满足的神情。他从未觉得肉包子会这么好吃。很快，一个大肉包就被他吃完，而后他又拿起一个，依旧是3-2口吃完。他再次拿起一个，不过这次他刚咬一口，本来还漆黑的厨房却突然亮如白昼。待他惊恐地回过神来，他的腰身已经被一只强劲的手臂从后面给箍住，一股熟悉的木质沉香顿时萦绕在他的鼻息间。还真是一只大老鼠，竟敢擅闯王府偷吃，你说是要打死呢，还是要死？他的声音低沉冷厉，明明好似开玩笑的话语，却让人不寒而栗。阮唐忍不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都怪自己吃得太投入了，竟然被擒了才察觉。他顾不上其他的，丢掉手上的包子，伸手就去掰他箍在他腰之上的那只手臂。可他哪里是楚木的对手，男人不但不放，反而他越掰他箍得越紧。阮唐觉得自己的腰肢都快要被他勒断了，他忍不住恼怒的出声，声音清冷疏离：请宁王殿下自重，放开我。楚木眸色一冷，周身的气息也跟着冷沉了几分。自重？勾引本王的人是你，半夜闯王府的人亦是你，阮小姐竟叫本王自重？阮唐被他对得哑口无言，一时羞愤不已。良久后，
才妥协般开口：“殿下，我错了，我有过去的无知和无畏，向你道歉。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个小女子计较。我自知身份低微，配不上殿下，所以请殿下放了我吧。至于闯王府，我只是想要把我的人带走罢了，无意与殿下作对。”“哦，是吗？那放火烧本王王府也是无意的？”“这还真不是无意的。”阮唐再次无言以对，无奈他只好讷讷地哀求道：“王府损失的我可以赔偿。”虽然他并不是特别愿意赔偿，但比起自由，花点钱不算什么。你赔偿？你觉得你赔得起？本王府里奇珍异宝无数，卖了你都未必赔得起。那你想怎样？他都愿意赔了，他这样不依不挠有意思吗？你为什么就非得揪着我不放？在他眼里，他不过就一玩物，可他这个玩物已经不听话了，他换一个不好吗？上京城想要攀附他的人何其多，为何就偏偏是他？揪着你不放？哼！从你挑中了本王借种的那一刻起，你就应该有这个觉悟，本王不是你可以随便招惹的人。游戏既然开始了，能说结束的人便只有本王。楚木附在他耳边，一字一句都透着寒气。阮唐只觉得心里一阵阵发颤，一股无力感攀上心头，这种感觉让他很烦躁，也让他很抗拒。一开始招惹他，他承认确实是高估了自己。他总以为他是从比这个朝代更为先进的时代来的，肯定是不会栽在一个古人的手上。可他忘了，这个朝代权力才是全部，权力才是至上的。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人捏死一只蝼蚁何其轻易，而他便是那人。他呢，便是那微不足道的蝼蚁。招惹了殿下是我的错，可我已在殿下身边供您用那么久了，欠的也该还清了。况且我还为殿下挡了一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请殿下怜惜，放过我吧。挡了一剑？楚木冷嗤，小阮唐还真是会颠倒是非。若不是本王救你，你觉得那一剑能伤到本王分毫？这一剑你不是替本王挡的，而是你该受的。楚木的声音冷肃，竟无一丝情感。阮唐胸口一阵气闷，竟没想到他竟是这般想的。不过很快他便释然了，他怎么还妄想和一个奸佞讲道理？在他这里就没有道理可言。那殿下要如何才肯放过我？呵！头顶处传来男人戏谑的声音，自然是等本王腻了。说话间，他的手便开始在沿着他的腰肢在游弋。半个月不见，他竟然越发丰腴了，腰间上都有些许软肉，不似之前那般干瘪，摸起来的手感更加好了。他继续上移，落在胸前的骨胀之处，浑圆饱满，竟也大了几分。看来这些时日不在他身边，他倒是真的过得恣意潇洒。可他是恣意了，他这些时日却是夜夜不得安眠。他的手可是握剑杀敌的，不是疏解欲望的。他的动作让阮唐挣扎得更加厉害，他的手一直跟着他的手去拉扯，可男女力量悬殊，他的拉扯在他这里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那你何时腻？阮唐咬牙切齿问道。这本王可说不准，要不你替本王想想办法。楚木勾唇笑，而后俯身张嘴协助他那娇嫩欲滴的耳垂。疼痛带着酥麻的感觉让阮唐本能的缩起脖子，想要躲避他的亲近。现在的他本能的抗拒他的亲近，可男人不但不放，反而越来越放肆。他的身子直接被他翻转过来，面向着他。他的目光焦灼他，黑眸里是赤裸裸的欲望和趣味，像一头饿狼将猎物按在利爪下，下一秒便拆卸入腹。自从被他软禁在王府之后，他这样的眼神是他常见的。他从来就不遮掩对他肉体上的欲望，吃干抹净，再吐出骨头，便是楚木对他最常用的做法。勾在他腰肢上的手用力，将他带进他的怀里，大掌扣住他的后脑勺，下一秒便发狠地朝他吻了下来。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男人的吻比预期中还要凶猛，将阮唐双唇碾得发疼。他紧紧地咬住牙关，倔强地想要逼退他。男人唇舌在他的牙关扫过，无法深入。他稍稍离开了一下他的唇，近在咫尺的那双黑眸就这样睨着他，眸子里除了那无尽的欲望，还闪着冷冽的寒芒。威压气势瞬间如山石崩裂般向他逼来，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垂下眼帘，不敢再看他，但依旧倔强地咬住牙关。他捏在他腰肢上的手忍不住收紧，死死地掐住了他腰间上的软肉，磨着牙狠道：“你就那么想逃？”第50章咬舌。阮唐终于抬起眼眸，目光坚定：“是，求殿下成全。”可楚木却冷声笑道：“那本王就偏不如你的愿。”说着，扣在他后脑勺的手直接来到他的脸颊上。只见他张开虎口，直接掐住他的两边脸颊，而后用力一捏。阮唐吃痛，牙关下意识地松开了。他直接俯身趁虚而出，开始攻城略地。牙关失手的阮唐根本就无力推开他，但是倔强让他依旧奋力挣扎。但楚木却不管不顾，依旧沉迷于汲取他的甜蜜中。死！楚木突然痛呼出声，他的唇终于离开了他的唇。
阮唐趁势推开他，后退了几步，脱离他的掌控。楚木抬手抹了一下嘴角，而后看了一下手指，上面带下了从唇角上抹下的血迹。他没想到这女人是真狠，竟然咬了他，还是用了狠力。若他不放开他，估计他的舌头今天就得在他嘴里分了家。阮唐咬他的时候全是气愤，是已用了狠劲儿，但现在看到他唇边渗出的血迹，他便有些后悔了。这个男人睚眦必报，自己这样对他发了狠，他怕是更加不会放过自己了。特别是他那双阴沉的黑眸递着他，他知道这个时候他应该认错示弱求饶，可倔强如他硬是站在那儿，怔怔的一动不动。楚木本来被燃起的欲望，也因为他的这一咬全部消散。他拂袖离开，但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直接对着外面的人下令道：押入地牢，严加看守。是，殿下。随着一声应承，2个侍卫进来，架住阮唐的双臂，把他人押出了厨房。阮唐再一次锒铛入狱，这一次不比上次好，依旧是潮湿阴暗的牢房，但这一次他的心境与上次完全不同。上一次他知道自己能出去，是以进来的时候并无惧色，而这一次清风不但被擒了，他也彻底的得罪了楚木。他不杀了他已经是恩赐了，而他想要从这里出去，除非他求他愿意继续留在他的身边当玩物，也许他会放过自己，但他并不想求他。他表情木讷的由着侍卫把他丢了进去，直到一个声音在隔壁牢房响起，他才堪堪回神。小姐，真的是你？是春寒。待看到真的是阮唐之后，春寒的眼泪便再也控制不住，滴滴答答的掉了下来。2人隔着木头栅栏抱在了一起，阮唐也被感染，也哭了出来，心里有害怕，亦有委屈。顿时牢房里全都是2人哭泣的声音。能别哭了吗？吵死了。对面的一个牢房里传来了清风的声音。阮唐放开春寒，抬头看过去，发现小风和林青找扒着木头柱子，在对面的牢房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而清风则是躺在一边，一脸生无可恋。楚木并没有给他送来解药，他是后来才知道，剑上抹的根本不是什么石骨散，而是软骨散，而且还是特制的，专门用来对付他这种内力深厚、武功高强的。现在都已经过去了1天1夜，药效竟还未消散，不然他现在也不能这样躺着，无法动弹。阮唐看到他们，顿时懊悔不已，他就不该脑子一抽，借什么种？现在好了，不但他自己搭进去了，他们几个人都被他连累了。好在几人都好好的，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不然他就是万死也难辞其咎。3天后，叶青鱼踏青回来后，便马不停蹄的去了庄子上。他的马车在庄子门口停下，里面的管家就一脸焦急的从里面跑了出来，看到叶青鱼从马车上下来，扑通一声便跪在地上：小姐，老奴该死，有负你重托，没照顾好阮小姐。叶青鱼听到他的话，眉头紧蹙，但是面上依旧保持着端庄。发生了何事？阮小姐不见了。那管家很快便把3天前发生的事告诉了叶青鱼。原来3天前，阮唐让管家帮忙准备了一辆马车，便进城去了。明明说好晚上会回来的，但等到第2日都没见人回来，管家这才着急，本想差人去伯爵府通知叶青鱼的，但想到叶青鱼去了雨林岛，他便自己进城去寻了一遍，最后在宁王府后面附近看到他们的马车。不过宁王府那边当时驻守了很多侍卫士兵，他不敢靠近，亦不敢去打听阮小姐是不是去了宁王府。没办法，只能回来庄子里等。你别急，你既然在宁王府附近看到我们的马车，想必阿唐可能是去宁王府，我去寻他，你无需自责。叶青鱼没有责怪管家，而是重新坐上马车，再次回了伯爵侯府。他一个女儿家直接宁王府不妥，只能回去找他哥哥一起去。回到伯爵侯府，刚好叶怀川和沈千一一起刚从伯爵侯府出来，看到叶青鱼一脸焦色，叶怀川忍不住问道：阿鱼，你不是去庄子上吗？怎地回来这么快？脸色还这么难看，是发生了何事？叶青鱼没有忘记阮唐现在并不喜欢沈千一，想着阮唐应该不想见到他吧，故而面对叶怀川的关怀，他只是笑笑：哥哥，我没事。但叶怀川从小便最疼这个妹妹，他随便一个表情，他便知道她有事。你难道还跟哥哥见外？以往你可不是这样的。叶青鱼为难得看了一眼沈千一，欲言又止。叶怀川也发现他看向沈千一的目光，顿时笑道：二世子不是外人，妹妹无需顾忌，有什么事便和哥哥说，要是哥哥帮不了你，二世子也会帮你的。是啊，青鱼妹妹，我与你哥哥是好朋友，你是他妹妹，亦是我妹妹，跟哥哥无需见外。叶青鱼绞着手帕，又犹豫了好一会儿才说道：阿唐不见了。不见了？沈千一眸光一眯，叶青鱼点点头，而后把管家和他说的又和他们2个说了一遍。我怀疑阿唐是在宁王府，我怕他有什么危险，
哥哥可否和我去一趟宁王府？若是他没事，我便放心了。叶怀川有些为难地看向沈千一，二世子，您怎么看？去一趟吧，无大碍，不过是去确认一下人是不是在宁王府，想必宁王不会为难的。沈千一唇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一脸温润地看着面前的两人说道。叶青瑜暗松了一口气，沈千一答应去了，那他哥哥肯定也会答应的。果然，叶怀川说道：“那走吧，正好我们现在有空。”第51章登门。三人到了宁王府，但却被侍卫直接拦在府门外。沈千一向前几步，朝那守门的侍卫说道：“我乃镇国公府二世子，今日有事求见宁王殿下，烦请通传一声。”守门的侍卫上下打量了他几眼，便未因为他的自报家门而对他恭敬半分。好一会儿，其中一个才面无表情地转身进去府里禀报。等了将近半刻钟，才出来将他们带了进去。待将他们带到会客厅后，那侍卫才道：“请各位在此等候片刻，殿下处理完事务便会过来。”侍卫退下后，奉茶的丫鬟便将茶端了上来，示意几人上座。待几人都好好的端坐在椅子上之后，丫鬟便退了下去。而他们三人直接被晾在会客厅，等了足足2刻钟，都未见楚木出现。沈千一本来还温润的脸上出现了几分不耐和不悦，而叶青瑜则是一脸焦色，时不时的看向会客厅外面。叶怀川则是有些不好意思，沈千一的不悦他看在眼里，人家是好心陪他们过来了，却跟着他们在这里吃了闭门羹，他越想便越觉得对不住他。就在沈千一打算起身甩袖走人的时候，楚木才姗姗来迟。几人看到楚木出现，都不约而同的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楚木走进会客厅，扫了他们一眼，便径直往上座走去，而后撩袍坐下。几人这才齐齐朝他行礼，见过宁王殿下。楚木拿起桌上的茶杯，饮了一口，才缓缓开口：“无需多礼，说吧，找本王何事？”楚木放下茶杯，黑眸清鲜，递着下手的三人。他是没想到，这沈千一在没有他的邀请之下，竟敢来他的宁王府。前几日他才又端了他几个私饭谨言的窝点，难道他是来找他说理的？但楚木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干这种勾当被逮着那是死罪，他怎么可能巴巴的来送罪证和人头？是以他今天来怕不是因为自己的事，而是……楚木看向另外2个长相酷似的男女，脑中似有些许印象。你们是伯爵侯府的？叶怀川赶紧点头：“是的，殿下，我是叶怀川，这是我胞妹叶青瑜，今日来叨扰殿下，是想寻一人。”哦，楚木眉目微挑，一脸好整以暇的看着叶怀川：“何人？在本王府里？”是。叶怀川正想说出想要寻的人，却被叶青瑜抢先一步开了口：“殿下，是您府里一个下人，之前在赏花宴时在这见过他，他好似我一个故人，今天来就是想见见他，不知殿下可否允许？”叶青瑜想起了阮堂之前跟他说的话，他好似并不想别人知道他是靖安侯府的人。但叶青瑜到底是女子，见楚木一脸冷肃，话说完，后背也起了薄薄一层汗，而且一感觉到来自叶怀川和沈千一探究的眼神，他便更加心虚了。但他现在也解释不了什么，只好低垂着头，恭敬地等着宁王示下。楚木直接靠在太师椅上，一只手撑着下颚，一双眸子半闭，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故人叫甚？阮堂。楚木本来低垂着的眉眼，因为这2个字掀开了眼睑，目光锐利地看向下手的女子。阮堂？他不确定地问道。他是我的一故友，已多年不见，上次在赏花宴上见到，我一时以为眼花，不敢相认。回去后思来想去，觉得应是他，是以今日登门，想要问问殿下，此人可还在王府？楚木逆着他，似乎在分辨他话里的真假。好一会儿才开口回道：“一个下人，本王并不管这些，稍后我让管家过来，你问问他。”说着，楚木便朝着外面的叫了一声南风。很快南风便进来了。楚木指着他说道：“这便是我王府的管家，你有什么事便问他吧。”南风一脸懵，他什么时候成了王府的管家了？而沈千一全程都是静静坐着，看似对这些毫不关心，但是他却一直在关注着楚木的一举一动。当叶青瑜说出阮堂的名字时，他注意到了楚木的表情出现了一丝变化，即便是很微小的。以他对楚木的了解，如果是一个无关重要的人，他的神情是不会有任何的松动的。此刻他更加断定了阮堂和楚木的关系不简单，但具体是什么关系，他还有待查证。叶青瑜并不认识楚木身边的人，是以并不知道南风是楚木刚刚才封的管家。叶青瑜朝南风点点头，而后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但南风听完后却一脸为难地看向楚木。王府里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是他太清楚了，这阮堂阮小姐现在到底在不在王府。但楚木似乎并不想理他，自顾自垂着眸子继续倒茶喝。南风一时拿不准主意，
看着叶青瑜支支吾吾的，一句话都没能说完整，惹得叶青瑜频频蹙眉。无奈，叶青瑜只好把目光再次转回楚木的身上。他的这个管家似乎是有话难言，他本来就悬着的心，也因为他的这个模样更加忐忑不安了。不过看这个管家为难的样子，叶青瑜更加可以断定，阮唐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只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让这个管家吞吞吐吐，说不出个所以然。楚木也感受到叶青瑜的目光，他先眸朝南风看去，正欲开口，但却被沈千一打断了。只见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向前走几步，才朝楚木做了一个揖。殿下，其实阮唐还有一个身份，那便是靖安侯府的嫡小姐，属下未过门的妻子，此次来寻她是想接她回家去的。若是她在王府，还烦请殿下可让在下给她赎身。沈千一说完，掀起眸子，继续观察着楚木脸上的表情。果然如他所想，楚木看向他的眸子都变得冷锐起来。沈千一心下冷笑，但亦惊喜。他还在愁找不到拿捏这男人的软肋，看来现在是送上门了。他的这个未婚妻还真是个宝藏。既是这样，那阮唐他肯定是要带回靖安侯府的。而叶青瑜没想到沈千一会突然把阮唐的身份给说了出来，看着沈千一，一时之间有些愤懑，但他亦不能责怪他，只能绞着手中的帕子，懊恼不已。他刚才故意不说阮唐的真实身份，只说是故友，意思便是很明显了。他不相信沈千一听不出来，但他却突然就把阮唐的身份给爆了，意欲何为？他突然理解了阮唐为何现在不喜欢这个男人了，心思太深沉了，让人猜不透他想干嘛。而这时楚木也突然开口：南风，你就实话告诉叶小姐和二世子他们吧，他们要找的人到底在不在本王府里？第52章找人。楚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是挂着浅笑的。南风看着他的模样，一时之间分不清他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而他的话到底是要他说真话还是假话。南风迟疑着，迟迟不开口，而也是他这样的迟疑，让沈千一更加肯定阮唐就在这王府里。而南风的这副模样落在楚木的眼中，让他的脸色更加阴沉。本王让你说便说，哑巴了吗？楚木突然怒吼出声，南风身子吓得微颤了一下，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说出口：阮小姐不在我们王府。可他的这句否认却让气氛变得微妙了起来。如果他从一开始便否认，想必大家都不会怀疑，但他先前的支吾，加上叶青瑜知道了他庄子里的马车是在宁王府附近停下的，其实他也有80%的把握阮唐是在这里的，只是他有些不明白，为何这个管家好似不大聪明，也不知偌大的王府他是怎么管理的。楚木的脸上重新挂上了浅笑，他看着三人缓缓开口：你们都听到了吧？你们要找的人可不在本王府中。南风松了一口气，他这是赌对了。其实这段时间他家主子的脾气有些怪，他在他身边跟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他这么阴晴不定。知道阮小姐还活着，而且准备来劫王府的时候，他那一天整天嘴边都是挂着笑的，这实属罕见。可才过了一天，就乌云密布了。不但阮小姐被关进了地牢，他也开启了黑脸和找茬的模式。平时他根本不会注意的事情，都被他揪出来，找各种理由狠批。为此他还受了2次军棍，背上的伤都没好呢，搞得他这几天都战战兢兢的，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比如刚才，要是以往，他可以很直接便告诉眼前的3人，阮小姐不在他们王府。但经过这几天战战兢兢的生活，他是有些抓不准他主子的心思了，所以刚才他才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来。可阿唐赶的马车是在宁王殿下的府外停着，他肯定是在这里的。叶青瑜不相信，一时心急便兜了底。楚木眯起双眼看着他，突然扯唇笑了。原来如此，所以叶小姐的意思是，她的手指开始放在案几上敲击着，本王藏你的故友，故意不让你们见面。楚木说着这话时，唇角弯着，但眸子却是冷滞的。叶怀川一个机灵，赶紧拉着叶青瑜跪下：殿下恕罪，舍妹无心冒犯殿下，她只是心急，望殿下莫跟她计较。宁王的狠厉谁人不知，一个不顺心就可以提刀杀人的，偏他杀人又无人可奈他何，即便是当今圣上，亦是事事都听他的。楚木冷哼一声，从座椅上起身，走到跪倒的2人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的2人：本王府里没你们要找的人，若无事就离开吧。叶怀川哪里还顾得上其他，连忙叩谢，之后便拉起叶青瑜，低声说道：殿下说不在便不在，你别没眼力见，等下惹怒了殿下，后果不堪设想。说着便想招呼沈千一一起离开，可没等他开口，门外便突然传来了一阵气喘吁吁的叫喊声：殿下不好了，阮唐小姐出事了。那声音由远至近，直接到了会客厅门口才停歇。而叫喊的这个人正是南风新收的一个侍卫，叫胡子，人如其名，很虎也很虎。南风就是看中了他一股虎蛮力，
干架的时候打前锋是一把好手，这几天正好派去地牢值守。他这个人其他都好，就是没什么眼力见，而此刻尤为显著。南风愤恨地瞪着他，都恨不得上去给他两脚，送他去见阎罗。不过现在眼前的阎罗已经满脸阴沉，那黑眸迸发出的锐利眼刀已经要把他们千刀万剐了。本来已经气馁的叶青瑜突然双眼放光，嘴角也露出了一抹笑，但随即想到刚才那人所喊的内容，他脸色便又沉了下来。宁王殿下，看来你的管家实话不多啊。沈千一开口，满满的讥讽意味。楚木冷嗤，本王的人只需对本王有实话便可，带着你的人去领武士军棍吧。最后那句是对南风说的。南风顿时心中一阵哀嚎，他的背都没一块好肉了。他愤恨地瞪了一眼虎子，而虎子挠挠头，不知所以。楚木下完令，抬脚便往会客厅外走去。叶青瑜见他要走，连忙跑到他面前，有些胆怯地抬手拦住了他的去路。殿下，可否带我去看下阿唐？叶怀川可要吓坏了，连忙上前拉住叶青瑜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给楚木让开路。他这个妹妹平时最知礼数的，今日竟全然都忘了。要是让祖母和父母亲知道，定会斥责罚跪的。而且此刻的楚木看起来那么可怕，他还真不怕死啊。然而楚木却只是睨了他一眼，而后看向南风，冷冷开口：送客。是，殿下。南风得令，连忙走过去。二世子，叶少爷，叶小姐，请吧。叶怀川拉着叶青瑜就走。这次叶怀川怕他再次闯祸，死死地拽着他，不给他挣脱的机会。沈千一的目的达到了，现在继续待在这也没用。他知今日是带不走软糖的，只能明天去靖安侯府，由靖安侯出面。楚木虽然强势，但没有理由扣着人家的闺女吧？若是传出去了，即便圣上奈何不得他，太皇太后亦不可能允许他这么做的。沈千一没再说什么，走在前面，出了会客厅。叶怀川拉着叶青瑜也连忙跟上。送走了他们后，南风才一脸愤懑地提着虎子去领罚。而楚木此刻已经到了地牢，待他走到关押软糖的那间牢房的时候，看守的人便赶紧过来打开牢房门锁。楚木径直走到软糖身边，只见他背对着门口，蜷缩角落上的那张破败不堪的床上，似在瑟瑟发抖。而隔壁牢房的春寒，还有对面牢房的小风和林青，看到楚木来了，都齐齐扒在木柱上，死死地盯着这边。唯独清风依旧躺在地上。这几天他的饭菜竟然都加了料，是以他的症状一直都不得好转。亏得林青竟然都没发觉。而这边楚木在软糖的身边坐下之后，才抬手捏住他的小脸，轻轻一转，他巴掌大的脸蛋便呈现在他面前。本来白皙无瑕的脸颊，此刻上面竟都是红色的小点点，两只脸蛋还红扑扑的，潮热不已，很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楚木朝那看守的侍卫问道。第53章尸毒。那个看守的侍卫上前支支吾吾，半天才说道，好像是吃错了东西。其实他们也不是很确定，只是那阮小姐确实是刚吃完今天中午的吃食，便这样了。是以他们才猜想，会不会是吃食上出了问题？毕竟他们都知道，阮小姐的吃食是跟他们的不一样的，是独一份的。吃错东西？楚木说着，眼睛扫过旁边和对面的牢房，见春寒、小风和林青几人都是生龙活虎的。进了他的地牢，这里的吃食就是一视同仁的，不会有谁可以例外。难道你们给他吃的还跟别人的不一样？楚木的脸色阴沉不已，冷眼睨着那侍卫，而那侍卫顿时吓得连忙跪了下来。殿下恕罪，阮小姐的吃食确实不同。那侍卫颤颤巍巍地说完，头伏在地上，看都不敢看楚木。为何不同？谁给你们的权利擅作主张？南指挥使南风？很好，这是翅膀硬了，敢背着他自作主张。楚木冷嗤，后槽牙磨得咯吱作响，让他给本王滚过来。是，殿下。那侍卫得令，暗松了一口气，连滚带爬从地上爬起，就往地牢外跑去。而剩余的其他侍卫都低垂着脑袋，大气不敢出。去把府医叫来。楚木下令。是，殿下。其中一个赶紧退了出去，正要往外面跑，却被一个声音喊住。不用叫府医，我会看。是林青，他朝着对面的牢房对楚木喊道。楚木冷眼扫向他，并未立即答应。刚才正打算出去的那名侍卫此刻也停住了脚步，看向楚木，等着他的示下。春寒见楚木不出声，顿时也急了。他们隔着牢房，根本就看不见软糖到底怎么样，他们都急了好半天了。而林青的医术，他们几个最清楚不过了，没有几个大夫的技术能及他。求求殿下，让林青给小姐看看吧。春寒急声说道。楚木递了春寒一眼，才朝刚才那个侍卫开口，开门让他过来。那人领命，赶紧走过去，把对面牢房门打开。门一开，
林青便急忙往这边牢房走来。待走到那张破败的床边，他才停住了脚步，但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楚木抬眸看了他一眼，而后起身走到一旁。林青这才在刚才楚木的那个位置上坐下，把阮唐的一只手放到他的腿上，而后才开始把脉。一旁站着的楚木看着他的动作，又看到阮唐的手就这样搭在他的腿上，竟觉得他那腿和那手无比碍眼。他甚至想把那只他们都给卸了，但到底理智尚在，他把视线移到阮唐那张布满红点的脸颊上，那股冲动才稍稍冲淡些。很快林青便把完脉了，他又抬手在阮唐的脖子处轻轻地按压了下，又检查了一遍他脸上和裸露在外面皮肤上的红点。主子是中了尸毒，是吃了不该吃的食物引起的，从而引发喉部水肿和全身红疹。林青说着把他的手放了回去，而后再次说道，还好症状不是特别严重，只需按时服药便可缓解，不过他现在还发了高热，需要尽快退热。楚木逆着那躺着的人儿，此时的他闭着双眼，那双如扇子般的翘睫此时毫无生气地附在他的眼睑之上，若是平时扑闪扑闪的，轻易便能勾得他心猿意马，可是此刻他却病态十足地躺在这里，让他有些不习惯。若是早点向他低头，何须在这边受罪？需要用何药，你全部开好。说着指挥一旁的侍卫给林青准备纸笔，纸笔拿来，林青便开始开药方。去找南风的那个侍卫也回来了，后门跟着脸色有些惨白的南风和一脸傻乎乎的虎子。南风在路上便听来寻他的侍卫说了这里的事，他也大概了解了是出了什么事。是以他一进牢房便在楚木的面前跪下。楚木居高临下的睨着他，也看到了他后面玄色衣衫上湿漉一片，想必是刚领完法。楚木并没有因为他刚受完法有半点心软，开口审问阮唐的吃食是怎么回事。南风心下一阵哀嚎，他本是一片好心，没想到会好心办坏事。虽然他家殿下把阮唐关进了这里，但是以他对他家殿下的了解，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收拾阮唐，不过是想要吓吓他，挫挫他的锐气，让他低头求饶。但在这牢房里吃食哪有什么好的，是以他这些天偷偷在他的吃食里做了些许手脚。比如今天大家都是吃饺子，不过是饺子里面的馅料不同罢了，大家的是酸菜馅，而阮唐的却是酸菜牛肉馅和酸菜虾肉馅。外面看大家都是一样，只有吃了才知道那里是不同的。他是真没想到阮唐今天吃了会变成这样。他磕磕巴巴把事情的经过对楚木说了一遍，才求饶道，殿下，我是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不知道阮小姐怎么救。而一旁的林青听完他的话也就明白了，引起这尸毒症应就是这牛肉或者虾肉。南风听了林青的话呆住了，他并不知道吃肉竟也会中毒，他只知道这些肉都是昂贵的，既然是昂贵的，那便是好的，而且他身边的人都没有过谁吃了这些肉会中毒的。他便想着，既是殿下惦记的人，理应照顾好，万一哪天殿下心情好了，记起他来，却突然发现他在这里受苦受罪了，肯定又会拿他们开罪。只是没想到弄巧成拙而已。应是虾肉。隔壁牢房的春寒说道，我服侍小姐这么久，她是吃过牛肉的，但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些年来我没有见过小姐吃过鱼虾类的，想必就是这虾肉引起的。楚木冷冷地了南风一眼，随后说道，去领罚吧。是，殿下。南风得令，撑着身体从地上起来。胡子连忙过来扶他。南风前几天受的罚肉还没好完呢，今天又打了一顿，更是皮开肉绽。虎子想到等下他还要受一顿，就想要求楚木，但被南风拉住了。他做错了事，理应受罚，这是以前跟在楚木身边在边疆打战便立下的规矩。他作为指挥使，不能因为他把规矩坏了。但两人搀扶着刚出了牢房门，楚木冷冷的声音便再次传来，这顿罚3天后再去领。胡子听到楚木的话，喜出望外，连忙代替南风叩谢，谢殿下。楚木摆摆手，不再理会他们。而这边林青也把药方开好了，楚木交给了其中一个侍卫，让他马上去府里的药房抓药，稍后送到沧浪院。而他则是走到床边，俯身把阮唐从那张破败不堪的床上抱了起来，而后出了地牢，去了沧浪院。林青则是又被关回了对面的牢房里。第54章喝药。楚木抱着阮唐回了沧浪院，便把他抱进了之前他住的那间房，他的主卧房。他把他放在床上，才坐在床边拧眉看着他，冷哼道，早点向本王求饶，又何须受这样的罪。可床上的人儿双眼闭着，一双秀眉亦是紧紧的蹙起，即便是在梦中好似都不安宁。此刻楚木才得以好好的打量他，除了那红点明明还是跟从前一般，但他却怎么瞧都觉得他好似瘦了些，形容也憔悴了不少，哪有养在他的房里时那般红光满面。也不知他是怎想的，他除了不能给他的名分，哪样亏待了他，竟还想要逃离，竟宁愿留在那烟杂潮湿昏暗的牢房，都不愿向他妥协低个头。
还敢咬他！他的舌尖轻轻在上颚扫过，被他咬的那处还有些隐隐作痛。他的视线落在他的唇上，那处此时有些惨白，不似平时那般红润。若不是看他现在这般，他肯定也是要狠狠地咬上他一口，让他尝下他这几天的滋味。大约半个时辰后，丫鬟端着汤药进来。殿下，药熬好了，拿给本王。那丫鬟应了一声，端着药汤从外间走了进来。楚木适时朝他伸出手，那丫鬟立马恭恭敬敬把药汤递到楚木的手上。全城的丫鬟都是低垂着脑袋，不敢乱看一眼。待楚木接过了药汤，他便退了出去，顺手关上了房门。他把药汤放在床边的小桌子上，才把手放在阮堂的脸颊上，轻拍了下。醒醒！但床上的人没反应。他蹙着眉，有些不耐烦，再次拍了拍他。这一次，他的力度加大了些。果然，阮堂终于拧着眉眼，悠悠地睁开了双眼。但是在看到他的时候，他有些恍惚，而后竟呆呆地看着他，眼波迷离，神情正然。看够了吗？楚木的声音冷冷的，唇角却噙着一抹微不可察的浅笑。阮堂这才堪堪回神，突然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并未在梦里，而眼前的男人亦不是在梦里。还好他刚刚没有爆粗口。这几天在那阴暗潮湿的地牢里，他没有少骂他。清醒着骂，春寒说他睡着的时候，时不时还听到他这边传来的叫骂声。你怎么在这里？清醒过来后的阮堂立马警惕地看着他。阮堂可没忘记那天他咬了他之后，他那可怕的神情。当时他只是将他关在地牢，已是仁慈了。现在该不会是想重新算账？阮堂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酸疼的脑袋让他的动作有些滞后和笨拙，好一会儿才抱着被子缩到了角落里。此刻他才发现他已经不在那阴暗的地牢里了，眼前的布置熟悉，一看便是之前他在沧浪院住的那间房。我怎么在这里？阮堂难掩脸上对他的防备，手上一下意识地做出防御的姿势，而他脑子里也开始思绪飞扬。难道是他寂寞难耐，又把他搞到这里来疏解？渣男，狗男，真不要脸！楚木看着他脸上的神情，一会皱眉，一会瞪眼，脸色易然，一会红一会白，也不知道他那脑子里在想着些什么。但他全然当看不见，端起放在桌子上的那碗药递给他。过来，喝了。这下阮堂的身子直接绷直，看着他的眼神直接由警惕变成了愤恨。你，刚刚他梦见了他再次蹂躏自己，不管他怎么求饶，甚至最后都爆粗口骂他，用手掐他，用嘴咬他，他依旧是我行我素，将他死死地抵在床榻上。难道刚才那个不是梦？是真的？不然他怎么又给自己喝那牢十字的婢子汤？阮堂不可置信地抬眸看着他，眸子里盛满了满满的愤懑和委屈。他突然想到了他今天的吃食，吃完之后他就觉得不舒服，头疼，昏昏欲睡，之后便陷入了迷惘的梦境里了。他竟这般卑鄙，他不愿意，他就用这不要脸的方式给自己下了迷药，夺他上床，然后为所欲为。真是狗男人，无耻下流！阮堂心中的大戏，男人并不知，有些不耐烦，看着他的那双黑眸，慢慢的冷沉了下来。过来，需要本王亲自喂你。阮堂虽愤恨他的所作所为，但是一知道这药不喝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只好不情不愿的挪过去，接过他手中的碗，将那碗里的药一饮而尽。喝完后，他才发觉这药的味道好似和从前的不一样了。你换药了？阮堂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此刻两人的距离很近，阮堂问话的同时抬起了头，顿时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楚木凝望着他，眼底突然布满龙卷风暴，似要一寸寸将他拖进那漩涡里。阮堂骇然，连忙垂下眼眸，而后往后退去。同时楚木的声音一响起，竟带着些许缱绻。所以你以为这是什么药？跟了他这么些时间，他的一言一行，特别是在床榻上的，他都已经了如指掌了。他此刻的声音确实是动听的，但却让阮堂毛骨悚然。他不答，继续缩进角落里。所以你以为这是婢子汤？楚木见他不答，替他答了，而后他呵呵笑了起来，起身向他靠近，附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小阮堂，原来你也想本王了。说着伸手搂住他的腰肢，将他人卷进了他的怀里。银白的肌肤，漆黑的秀发，如星闪烁般的水眸，即便是此刻满脸红点，却有几分病态之美，依旧勾人心魄。楚木的眸光落在他那饱满还残留些许药汁的唇上，阮堂眼皮蓦地跳了下，回过神来，抬手便抵在他胸前，用力挣扎。许是他的动作让楚木有些不悦，他的剑眉微微蹙起，抬起一只手将他的双手捏住，高高举于头顶，径直俯身，他的薄唇将他的唇死死地缚住。他本想浅尝辄止，毕竟他现在的情况不合适，他亦不是禽兽，但他一碰到他，他便舍不得放开了。
他的唇从一开始在他唇边轻轻吮吸，到经不住诱惑往深处探，但不知是不是被他咬了生出了阴影，他直接将他放倒在床，而后箍在他腰肢上的手上移，捏住了他的下巴，迫使他张嘴，而后钳制着，防止他再次作恶。他的舌顺利探入，在他口中探寻，汲取琼浆玉露。只是今日这玉露带着些许浓重的药香味，竟别有一番滋味。在唇上蹂躏一番后，他到底还是放开了他，但他依旧扣着他，额翼抵着他的额，粗重的呼吸全数喷洒在他鼻息间，两人的味道杂糅在一起，竟让人有些脸红心跳。待他呼吸缓过来之后，他才拉着他起身，而后打横将他抱起。阮唐惊呼一声，想要挣扎，他突然垂眸警告：“别动，带你去散热。”而后阮唐便被他抱进了旁边的净室里，他衣物都不脱，抱着他径直进了那热汤池。第55章阴影。楚木的提醒，阮唐才后知后觉自己发着烧，怪不得自己感觉头疼，但他依旧觉得是楚木给他下药，加上他在地牢那种地方，才导致他的高热的。楚木抱着他下了水之后，便将他放了下来，但是那双遒劲有力的手臂依旧箍在他腰间，让他不得退离他半步。两人有过无数次的肌肤之亲，这样的姿势，阮唐很清楚接下来面临的将是什么。果然，他脑子的想法才落地，他便感觉到他的抵着他，滚烫灼热，就连身下的热汤都盖不过那温度。即便和他已经共赴云雨无数，亦不禁红了脸。他抵在他的胸前的双手更加用力，想要脱离他的桎梏。这个男人是没有底线的，他是不会因为他此刻还发着烧而心生怜惜放过他。而男人此刻似乎也看穿了他的心思，唇角一勾：“放心，本王不是禽兽，你若安分，本王不会勉强你。”阮唐眸子低垂，透着烟雾缭绕的热汤看向下面。这样的鬼话，就好像男人在床上抱着你，哄骗道：“我就抱抱，什么都不做。”可10个男人，9个都会在这个时候化成为狼，将对方吃干抹净。剩下的那个大概率，可能，也许只是因为不举。所以他不信。那请殿下放开我，我自己泡便可，就不劳烦殿下了。本王乐意，你应该感到荣幸。楚木不放，反而越抱越紧。阮唐还想挣扎一番，但是被他抱着，却是动弹不得半分。最后他索性不动了，落在他手里，反正他也是鱼肉，任他宰割，他不想放，他在挣扎亦是徒劳。阮唐有些自暴自弃，不再挣扎，任由他抱着。而楚木感觉到阮唐的温顺，唇角弯起，心情亦变得好了，让阮唐很意外。他不挣扎了，他反而安分了。他背靠着池边，搂着他往他身上靠，这样的姿势让阮唐还有些不习惯，不过见他没有任何别的动作，他也就渐渐放松了下来。靠在他身上，加之在热汤中泡着，阮唐顿时觉得浑身通畅不易。没成想他竟舒服地睡了过去。这一夜竟是他受了箭伤以来睡得最安稳最舒服的一晚。是以第2日醒来的挺早，天刚亮便醒了。不知是不是昨晚睡得好的关系，他感觉全身都松快了不少，头也不疼了，身上的红点也消退了。而他身旁楚木早已不在，这些天的阴霾顿时也就全部消散了。他伸了一个懒腰，从床上起来，洗漱完后才往门口走去。他一打开门，就听到了一声长剑破空狰狞之声。阮唐的身子一僵，那晚被长剑刺进身体的感觉顿时在身体里蔓延，胸前那伤口处竟传来阵阵隐痛。他将抬眸，便见那长剑朝着他的方向而来。他霎时双脚一软，跌坐在地上。楚木早上有晨练的习惯，以往都是去教场那边，只是今早起得晚了些，全因昨晚那女人。明明他都躺自己身边了，明明他只需一个翻身便可以把他吃干抹净，可他不知怎的了，看着他的睡颜，突然对他生出了怜惜，竟舍不得吵醒他。那后果便是自己承受。他被欲望折磨了一整晚，到天灰蒙亮的时候，他才堪堪闭上眼睛。再睁眼，天已大亮。他懒得再跑教场那边，便拿来放在这卧房用于防身的软剑，在这院子里练了起来。只是他才打了几个招式，便见到阮唐跌坐在房门口处。他只好把剑收了，丢给一旁侍候着的侍卫，而后才背着手向他走去。而阮唐直到楚木走到他身前，他都还是怔怔的，还未从刚才的惊吓中回过神来。怎么了？楚木蹲下身子，凑到他眼前问道。听到他的声音，阮唐才蓦然回神。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从地上爬起，而后退开几步，离他远远的。本来心情还不错的楚木，看到他这一连串的动作，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这般急切的躲开，好似他是那害人的瘟疫，还真是忘恩负义。他缓缓从地上站起身来，往前几步站到了他面前。他身量俊伟，他站在他面前，仿若一只站在老鹰身前的小鸡，这样的体型之差，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楚木本还气他对他的态度，
但见到他那惨白的小脸，想要质问的话到了嘴边，便生生的咽了回去。他改口说道：“身体可有好些？”他一改平日的阴森狠厉，突然变得温润有礼，他一点都不习惯。但不得不说，这样的他也让他刚才的那些恍惚消散了不少，而那长剑带来的恐惧已稍稍好转些。他点点头，好多了，有劳殿下挂心了。他的话客气疏离，跟他之前认识的那个嚣张又带些狡黠的他完全不同。这样的他并不喜欢。他到了嘴边的话再次被噎了回去。他逆着他突然冷哼了一声，而后转身再次往院中走去，从侍卫的手中拿过长剑，再次舞动起来。阮唐不明白他怎么高兴又不高兴了，但他对他的事不想深究，只是那再次响起的剑鸣之声让他的心不自主的又提起几分。这应该是伤后的应激反应，一时半会估计没那么容易适应。但这次他知道是楚木练剑而已，心下的恐惧倒是少了几分。他身子贴在门边，视线移向练剑的男子。他一身天青色劲服，腰身被黑色的玉带紧紧束着，勾勒出他轻松般挺拔的身姿。随着他舞剑的动作，身上的紧致结实的肌肉若隐若现。他的动作亦是轻盈飞快，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力量的优美感。不得不承认，一副好看的皮囊，无论是做什么都是好看的。半个时辰后，楚木再次收住剑，丢给一旁的侍卫，转头便看到阮唐看着他的眼神呆呆的。刚刚被他破坏的好心情再次回归，他跨着步子向他走去。只是未等他走到他面前，一个侍卫突然进来禀报：“殿下，国公府的二世子和伯爵府的公子小姐又来了。”听到禀报，楚木眉眼蹙了起来，脸上亦现出了不耐烦之色。告诉他们，本王今日没空，不见客。那来禀报的侍卫不走，反而又说道：“晋安侯府的老夫人也来了。”楚木这才怔愣了一下，随即眸子看向还挨靠在房门上的阮唐，请他们去会客厅，本王稍后便过去。那侍卫得令，很快便出了沧浪院，而楚木则是继续向阮唐走去。待站在他面前之后，才开口道：“本王有些公事要处理，稍后我让人给你准备早膳，本王就不陪你吃了。”第56章偷听。阮唐从那个侍卫进来禀报之时，听到了伯爵侯府时，便打起了12分精神。后面再听到晋安侯府，心中顿时有些清明，隐隐便猜到了是怎么回事。此时听到楚木说是要去处理公务，心中便更加了然。他乖顺地应下楚木的吩咐，回了房。而楚木进房换了一身衣衫，才出了沧浪院。阮唐知道，只要他住进了这里，这里外面便一定会有侍卫保守。他要是想出去，必定是要经过楚木的同意的。但他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他乖乖地坐在房间外间的圆桌前，不久后便有丫鬟端着饭菜进来，是2个大约15、16岁的小丫鬟。两人不好菜之后，正打算退下去的时候，阮唐把其中一个看起来比较老实的叫住：“你留下来侍候吧，我的婢女还被殿下关着。”2个侍女面面相觑，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他们只负责送菜，并不负责服侍主子呀。何况这个还不是他们的主子。但他们一知能住在殿下房中，这个女人是不简单的，他们也不敢得罪。犹豫再三，那个被点名的侍女点了点头，留了下来。而另外一个很快便退了出去，离开了沧浪院。一开始，阮唐还是很正常的坐在桌前，吩咐那个侍女给自己夹菜，待他吃的差不多的时候，他才对那侍女开口：“给我打碗汤。”那女子得令，恭敬地舀了一碗汤，递给阮唐。而阮唐在接过汤碗的时候，突然手一滑，那碗汤直接全部洒在了阮唐的身上。那侍女见状，顿时吓得跪倒在地：“姑娘恕罪，奴婢不是故意的。”本来就不是她的故意，而是阮唐他自己故意的。无碍，起来吧。阮唐还蹲下身子去把她扶了起来。那侍女有些受宠若惊，起身后连忙躬身退开2步：“哪有主子扶奴婢的？”阮唐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尊卑观念深入骨髓，也就随他。你事后我沐浴更衣吧。那侍女知道自己闯了祸，但这姑娘不怪罪自己，还给她将功赎过的机会，她麻溜应下。很快，阮唐便带着她进了内室，而后他朝她张开双臂，示意她帮忙脱衣。那侍女自然知道，连忙躬身上前，开始帮忙给她解衣衫的带子。而阮唐一直垂眸看着她，视线落在她那露出后脖梗上，顿时手起手落，直接一手刀劈在她的后脖梗处。那侍女很快便软倒在地。阮唐连忙蹲下身子，把她抱到一旁的软榻上，而后把她的衣服褪下，再帮她盖上一个被子。而他则是换上她的衣服，而后照葫芦画瓢，也梳了一个同样的丫鬟发髻。看着镜子里有几分丫鬟模样的自己，甚是满意。做好一切之后，他才拿起食盒从房间里出来。一路上他都是低垂着脑袋，快步往沧浪院外面走去。在经过守门侍卫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紧张。只要那侍卫拦下他，
看一下他的脸，很容易便能认出他来。他把头垂得更低了，快步地从他们身边经过，而那侍卫并没有多看他一眼，依旧是站得笔直，目不斜视。就在阮唐暗松一口气，以为逃过一劫的时候，身后的侍卫突然出声：“等一下！”阮唐脚步顿住，心脏都要跳出心口来，但他不敢再走了，只好稍稍地转过身子，依旧低着头。其中一个侍卫走到他身边，垂眸看了他一眼，而后再次开口，把食盒打开。阮唐不敢耽搁，赶紧把食盒的盖子拿开。那侍卫看了一眼里面，见里面的饭菜都吃得所剩无几，才点了点头，说道：“没事了，你走吧。”阮唐连忙盖上食盒盖子，朝那侍卫扶了扶身，转身快步离开。直到他走出了几百米后，那沧浪院的侍卫彻底看不到他了，他提着的一口气才彻底吐了出来。他把食盒放到回廊的长椅上，提起裙摆，快步往会客厅的方向走去。如果他猜的没错，刚刚来沧浪院汇报的那个侍卫口中所说的伯爵侯府的公子和小姐，一定就是叶青瑜和他的哥哥阮怀川，而那个二世子便是沈千一，还有晋安侯府老夫人。根据原主前世的记忆，这个老夫人便是他的祖母了。只不过他这个祖母并不喜欢他，今天来宁王府的目的是什么？他揣着疑问，很快便到了会客厅那边。他不敢直接明目张胆的出去，只好从偏门进去，躲在会客厅后面内室里，隔着屏风偷偷听着外面的情况。阮唐刚在那站定，便听到一个中气十足的老人声：“殿下，今日来贵府叨扰，是想把我家孙女接回家去，还望殿下成全。”没想到楚木却道：“老夫人言重了，若是本王能成全，岂有不成全的道理？只是老夫人的孙女并不在本王府里，您应是搞错了，莫要听信流言。”听楚木如此说，阮老夫人不由得看向沈千一和叶青瑜他们，脸上的神情凝重。而沈千一见阮老夫人脸上生出质疑之色，怕他就此罢休，连忙朝楚木开口：“宁王殿下莫与我等开玩笑了，阿唐怎会不在您府里？是不是阿唐哪里没做好，惹恼了您？您尽管说，我们会替他给您赔罪的。”楚木嗤笑一声，睨了沈千一一眼，但并未接他的话，甚至视线都不在他身上多停留几秒。沈千一脸色不由得有些难看。不管如何，他也是国公府的世子，过不了多久，他便要成爵位，正式成为国公府的侯爷。上京城谁不给他一分薄面？偏偏就这宁王处处针对他，人后跟他作对，人前又落他面子。但这些总有一天他是要讨回来的，而且他相信这一天不会太久了。是啊，若是我家阿唐哪里得罪了殿下，殿下尽管说，老身设下这把老骨头替他向您赎罪。阮老夫人说着，从椅子上起身就要跪倒在地。本来端坐的楚木立马起身，几步走过去，扶住他的手臂，把他要跪下的动作制止了。老夫人莫要折杀本王，这一跪只怕传到他母后耳中，他免不了要受一顿罚了。虽他不怕罚，但他着实怕他的唠叨。而阮老夫人虽没跪下，但却一把鼻涕一把泪，开始哭诉：“老身一把年纪了，就想儿孙承欢膝下。阿唐那孩子离家多年，我们以为他不在人世了，现在得知他还活着，不管怎样，老身亦不可能任由他继续流落在外，不然老身如何对得起他那过世的母亲？”第57章演戏。阮老夫人哭得情真意切。若阮唐不知道原主的身世，看到阮老夫人的此般行径，肯定是要忍不住狠狠地感动一番的。可偏偏他在前不久才承接了原主的记忆。这个阮老夫人，也就是他的祖母，看似慈祥爱护后辈，实则在他的心里，利益才是至上的。若是有人威胁到他的利益，威胁到晋安侯府，他必定是除之而后快。即便是他的亲人，亦没有情分可讲。而他今天来这宁王府寻他回去，不过也是生怕他在这里惹出什么祸事，连累了晋安侯府。可楚木却没有因为他的哭泣而有半刻松动。本王已言明，老夫人要寻的孙女并不在本王府中。楚木的话音落下，一旁的叶青瑜终于也忍不住开口道：“那昨日我们分明听到殿下府里的侍卫唤阿唐的名字，还说他出事了。昨日他回去后细细想了下，确定自己在宁王府里听到那个侍卫叫的名字确实是阮唐，他没有听错。而且从楚木的表情里，分明他也是认识阮唐的，就是不知为何他偏不承认，还说阮唐不在他府中。”又继续说道：“难道殿下要说是我们听错了吗？”楚木唇角勾起一抹浅笑，但那笑却未达眼底。“哦，叶小姐说的侍卫是哪个？不如本王让她出来和叶小姐说道，看是叶小姐的耳朵不好使了，亦或是我那侍卫的舌头打结了，让叶小姐误会这么大。”叶青瑜哑言：“他府里的侍卫他哪里认得？再说即便认得，他的人自然是站在他的那边，和他一样说鬼话。但是他又忍不住嘀咕：阿唐肯定是在这里。叶小姐，凡事要讲证据，你无凭无据，
就说本王扣着靖安侯府的千金不放，这是欲加之罪，本王有嘴意难辩啊！叶青瑜顿时涨红了脸。除了昨天听到他侍卫说的那句话之外，他确实没有证据证明阮唐在这王府里，可他就是直觉阮唐在这里，只是不知道他和宁王发生了什么事，让宁王扣着他不放。阮老夫人看楚木的脸色有些不好看，连忙出声替叶青瑜解围：“殿下莫生气，青瑜他也是担心阿唐，无意冒犯殿下。”楚木轻笑：“怎会？本王向来不和女子计较长短。”听到这里，躲在内室里的阮唐忍住在心里凄了一声，不跟女子计较长短，还真是张口就来。难道她不是女子？他对她做的那些事，难道是不计较长短？若真不计较，为何此刻又不愿放她？此般行径，他更加不耻了。而这边，阮老夫人见楚木自始至终都未松口承认阮唐在这里，心下不免也生出疑虑。若不是沈千一出面告知他此事，他一时不相信阮唐还会在人世，而且还进了宁王府。但不止沈千一，后面连叶青瑜也是这般说，他才不得不相信阮唐真的尚在人世。只是他若真的在宁王府，不管是以什么身份在那里，他都是要把人带回靖安侯府的。若是下人，倒是好说；若是他没眼力见去勾引宁王，他定是不会轻饶的。但他没想到来了这里，宁王却怎么都不承认阮唐在这里，他也不免松动了。且不说是不是真的在，若是他强硬在这里蛮缠下去，只怕会惹怒了楚木。惹怒楚木，于他于靖安侯府无益好处。而且再过半月，太皇太后要办寿宴，届时他会借着寿宴给他儿子，也就是楚木定下王妃人选。而他的长欢是要成为那王妃的，他不可在这里因为那个阮唐而坏整个靖安侯府的大事。就在阮老夫人想要和楚木提出告辞的时候，阮唐从内室走了出来。他在里面一直都在观察这个人，也看得出来阮老夫人是要打退堂鼓，不打算因为他得罪楚木。但他怎么能允许到手的自由就这样飞走呢？虽然靖安侯府亦不是他想去的地方，但是总比在楚木的眼皮子底下要好得多。是以他决定先出了这个宁王府再说。祖母，阿唐不孝。阮唐从内室出来，便快步走到阮老夫人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在她的身前，直接抱住她的大腿，痛哭出声。一切来得太快，阮老夫人被阮唐这么一抱，差点没站稳，栽倒在地上。还好她手里拿着灸杖，是以才稳住了身形。她逆着抱着自己脚的女子，一时之间也不敢相信她是不是阮唐。不过很快，阮唐便抬起头，露出那张她再熟悉不过的脸庞。5年不见，阮唐脸上已经褪去了稚气，那容姿越发娇媚了。阮老夫人正愣了一下，才堪堪回神，而后弯下腰身，把地上的人儿给扶了起来。两人顿时抱在一起痛哭。这一幕直接把叶青瑜看红了眼，也让楚木看黑了脸。但只有阮唐和阮老夫人自己清楚，他们各自都是在演戏，表面上哭得有多情真意切，心里对对方就有多鄙夷。良久后，哭声才渐渐歇下，而阮老夫人也假模假式的上下打量阮唐，听说前阵子你受伤了，可有好些？我好多了，祖母。阮唐 OS 奥斯卡，你欠我和阮老太一座小金人。好了便好，好了便好。阮老夫人一脸动容，好似真心心疼眼前这个孙女，而后又抬手轻抚着阮唐的背脊，柔声道：“祖母听说你受伤，心都急死了。这些年你在外面也不知回家来，吃了好多苦吧？”祖母，不苦。这些年我私自离家，自知无颜再见您和爹爹。说着，阮唐掩面低声啜泣着，那微微耸动的肩膀，配上他刚病愈有些单薄的身子，如那被秋风打旋的落叶，竟让人不由生出怜惜之意。楚木是，沈千一竟也是，唯一不同的是，楚木眼中除了怜惜，还翻滚着怒火。他竟不知这个女人戏这般好，不管是现在，亦或是刚才在苍狼院对他的，怪不得刚刚这般乖巧，原来主意打在了这。可他真以为出了这宁王府，他就能逃得掉？真是痴人说梦。傻孩子，不管怎样，家永远是家，我们亦都是你的家人，一家人又谈什么有颜无颜见这样见外的话？听祖母的话，今日就跟祖母回去吧。第58章，生气。祖母。阮唐摆出了一副为难的模样，而后看向上座上的楚木，而上方的那个男人此刻看着他的眸子阴恻恻的，让他不禁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故意忽略他眼中的冷意，垂下眸子，又做出了一副泫然欲滴的模样。而这副模样落在众人眼中，不言而喻了。阮老夫人急忙开口：“殿下，还请您成全，让老身带着孙女回家。”楚木不答，目光依旧落在阮唐的身上。被他这样直勾勾的盯着，阮唐如坐针毡，这种感觉就仿若被那阎王盯上，下一刻便要将他丢入18层地狱，可怖之极。但他还是强迫自己面上保持镇定，而后柔声对阮老夫人说道：“祖母，您误会了，
殿下并没有不让我走。其实我在王府，殿下并不知晓。若不是我刚好今日在这边当值，看到了祖母，一时情难自禁，跑了出来，还望殿下恕罪。阮唐边说着，眼角也偷偷地瞄了一眼楚木。他有些怕他下一秒就把自己的谎言戳穿。要是他们那种关系被眼前的这个老太知晓，只怕他即便出了王府，回了靖安侯府，亦可能会被秘密处死。但他只能赌楚木不会愿意把他们的这段关系公之于众。而阮老夫人在此刻也适时地看了一眼他的身上的衣衫和装扮，确实是丫鬟的打扮。王府的一个丫鬟，宁王不知晓亦是正常的。也难怪他刚才一直说阮唐不在王府，想必是真的不知道，心中的一些疑虑消散不少。而阮唐继续说着，我隐瞒身份在王府当差，实属不应当，若是传了出去，只怕会折损殿下的威名。是以孙女思前想后，决定跟祖母回去，不能再给殿下添麻烦了。阮老夫人拉着阮唐的手轻轻拍了拍，真是好孩子。而后转头看向楚木，殿下，老身这孙女不懂事，没规没矩，在贵府叨扰多时，还望殿下恕罪，让老身带她回去，好好教导，择日老身再带她上门给殿下赔罪。楚木冷哼一声道：老夫人，你家这个孙女还真是与众不同，好好的靖安侯府小姐不做，来本王这王府当下人，莫不是居心叵测？一句居心叵测将阮老太下了一身汗。他连忙出声解释，怎会，这丫头就是倔强了些，几年前和他父亲吵了一架，便赌气离家出走了，一走就是几年，来王府想来也是误打误撞罢了，怎么可能会有其他居心？还望殿下明察。若是楚木真的给阮唐扣上一个居心叵测的罪名，可是会连累靖安侯府的。还好他解释后，楚木笑了笑，本王就是开个玩笑，老夫人不要放在心上。只是这下人不归本王管，他要走，还需本王的管家过来一趟，看看他的卖身契签的几年，也好合计，把这账给平了。想必老夫人也知，本王向来清廉，府上的每一笔支出都是要清清楚楚的，免得小人拿此做文章。楚木说的头头是道，但却让阮唐心下不由一颤。哪来的卖身契？这狗男人怕是又在憋什么坏招了。而且他清廉吗？怕不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很快南风被叫了进来。你说说，阮小姐签的卖身契是几年？你又是以多少钱和她买下这卖身契的？南风再次一脸懵逼，他家殿下怎么每次演戏都不提前跟他说一声呢？好歹给他点时间排排戏啊！每次这样突击，他都要疯了。不过这次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知道他家殿下是舍不得阮姑娘的，那么这卖身契年限越长，买来的价格越贵，才越合他家主子的心意。想明白了，南风也就松了一口气，而后摆出一副管家的模样来，清了清嗓子，开口道：阮小姐是签了20年的卖身契，我是以3000两的价格买下她的身契的。说着，南风微微昂着下巴，看向楚木，一副殿下你看我棒吗？快夸夸我！果然，楚木没有像上次一样给他摆脸色，唇角处还噙着一抹笑。而这边阮唐瞪着南风的眼神，都恨不得给他凿出一个洞来了。原来扯淡，有人比他还经济，一看就是有其主必有其狗。但他又不敢反驳，扯谎是他先开始的。既如此，那只能劳烦老夫人和管家平下账，再把您孙女带走吧。阮老夫人一听，不淡定了。3000两于一个侯府来说确实也不算得什么，但对于一个外干中空的靖安侯府来说，那便是巨款了。这些年各处庄子和商铺都不赚钱，府里的进项都在缩减，但支出又一样少不得，每年还要给宫里那位地不少打点。现在的靖安侯府早已经不复当年，哪里还拿得出3000两的闲钱来？楚木将阮老夫人的神色尽收眼底。靖安侯府现在不过是个空壳子，现任靖安侯无作为，就一个吃祖辈应得的，能有多少进项？他就不信这阮老夫人愿意拿出这么些钱来给他赎身。果然，阮老夫人脸上很快便露出了为难之色，也没再出声接话了。而一直在一旁没有说话的叶青瑜拉了拉叶怀川，而后小声地对他说：哥哥，你有钱吗？之前他和阮唐说过要给他赎身，但阮唐却告知他并没有签卖身契，如今也不知怎地就有了这卖身契。不管怎样，叶青瑜也算看出来了，宁王好似是故意在为难阮唐，亦或是为难靖安侯府，或者是他们一行人。但为什么他暂时还猜不透。最让他费解的是，如果是买进府里当下人，身契怎会如此高？没等他想明白，叶怀川便冲他摇摇头。他们每月例钱也才2两，叶怀川现在虽有官职在身，每月俸禄亦有些，但他官职不高，那俸禄少之又少，别说3000两，300两都拿不出来。叶青瑜更甚，她一个闺阁女子，也无生钱之道，除了家里给的每月例钱，一分收入亦没有了。他不由得把目光看向站在对面的沈千一。不管怎么说，阮唐现在还算是他的未婚妻，这个钱他出亦说得通。但他和沈千一不熟，
自然是不敢像问哥哥那样去问他。可他看了他好一会儿，他都没有要开口的意思，不由得露出失望的表情。大家脸上的灰败之色，楚木看在眼里，心里也忍不住涌上一股愉悦。就在他准备让南风送客的时候，阮唐突然看向他，说道：“殿下，是不是给了这3000两，我就能离开宁王府？”楚木本来还勾着的唇角霎时抿了起来，看向他的眸光深邃莫测，犹如寒星般透着冷意。磨牙道：“自然是，本王一言九鼎。”第59章赎身。听到他应是，他顿时眉开眼笑，脸上的喜悦之色丝毫不隐藏。楚木只觉得刺目不已，他放在腿上的那只手，食指和拇指下意识地用力地捏揉起来。他后悔昨晚放过他了，他就该狠狠地折磨他，让他此刻也起不了床。那殿下要说话算话，祖母、青鱼，你们可都要给我作证。青鱼见他突然这般高兴，大约猜到了什么，也忍不住露出笑容，而后朝他狠狠地点了点头。叶青鱼能猜到的，阮老夫人自然也能猜到，只是他不敢相信，是以他并未点头，而是探究地看着他。但阮唐沉溺在喜悦中，并未察觉他的神色。只见他在地上坐下，而后脱掉自己右脚上的绣花鞋，随后又觉得不妥，只好起身走到一个椅子上坐下，而后用裙摆把脱掉鞋子的那只脚盖住。待做好这些，他才从鞋子里把鞋垫拿出来，对着楚木说道：“殿下可否给我一把剪刀？”楚木从他坐在地上脱鞋的那刻开始，神色便变得更加难看了。他知道他性格乖戾，不似传统女子那般矜持，但是亦不曾想他会这么开放，竟敢当众脱鞋。要不是看他还穿着足衣，他定是要把他拖回沧浪院好好教训一番。见他还知道拿衣摆盖住脚，他脸色才稍稍好一点。他摆摆手，让南风去寻了一把剪刀过来。他倒是想看看他又要玩什么花样。没多久，南风就把剪刀寻来，递给了他。阮唐拿过剪刀，便直接将鞋垫沿着边缘剪开，而后从里面抽出了几张银票。他之前经商赚的积蓄还有不少，不过大部分都存进了钱庄，只留少部分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不过还好他聪明，知道把钱藏在这里，不然这钱恐怕早就进了楚木那厮的口袋了。而众人见他从鞋垫里拿出了几张银票，都被惊得目瞪口呆，特别是阮老夫人，看着他的眼神都恨不得要刮下一块肉了。阮唐把银票抖了抖，对着楚木说道：“事先声明，这钱是我没进王府之前存的，这上面可都是有存款票号和日期的，可不是你王府你的钱。这厮不要脸，未免他耍无赖，吞了他的钱财，还是要事先说明一下。”如愿看到楚木黑沉下来的脸色，阮唐心情更好了。他把银票递给了南风：“管家大人，这是5000两，3000两是给我自己赎身的，剩下的2000两是给和我一起来的那4个兄弟姐妹赎身的，你看下够了没？”南风颤颤巍巍地接过银票，有些无助地看向楚木，而楚木此刻脸色已经难看至极了。他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还藏着钱，他还真是小瞧了她，还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但他休想就这么容易脱离他的掌控。阮小姐这账算得有点精呀，3000两赎一个，2000两你反倒想要赎4个，这是把本王当傻子呀？阮唐都恨不得上去给他一个大逼斗。这5000两可都是白给他的，他还想怎样？明明没有什么卖身契，不都是他扯淡扯出来的吗？竟还跟他算账，算个狗屁的账啊！这账要是算得明白才有鬼。可他清楚这厮就是个无赖，在他面前就没有的道理可言。好汉不吃眼前亏，他直接把手伸向南风：“那麻烦管家大人退我2000两吧。”南风捏了捏手中的银票，又看向楚木，可没等楚木出声，阮唐径自伸手从他手里抽走了2张银票，还顺便鄙视了他一眼：“真是个软骨头，什么都看那厮作甚。”阮唐把钱拿过来后，直接揣进了怀里，才看向楚木：“殿下，那我就赎自己好了，那几个兄弟姐妹就让他们多伺候几天殿下吧。”说完，他转头看向阮老夫人：“祖母，我们走吧。”阮老夫人到现在都没有回过神来。她堂堂晋安侯府，想要拿出3000两来都不是易事，可她这个孙女却眼都不眨一下就拿出了5000两，所以当年的嫁妆里值钱的东西，她真的都带走了。祖母，阮唐见阮老夫人一副呆呆的模样，不由得又唤了她一声。阮老夫人这才堪堪回神，她看向阮唐，艰难地扯出了一抹淡笑，而后才看向楚木，道：“殿下，那老身便告辞了。”楚木看着下手的几人，终是没再说什么，但他那双黑眸闪过一抹金光，心下哼笑暗道：“小阮唐，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见面。”阮唐扶着阮老夫人和叶青鱼、叶怀川、沈千一一行人终于出了宁王府。待站在宁王府门口，阮唐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他拼命逃跑，这次却这么轻易的就出来了，像是做梦一般。好一会儿，他才真真切切的感觉到
他自由了。不过想到春寒他们还被关在里面，他的好心情霎时又没了一半。他现在是真的救不了他们，只能靠他们自己了。希望他走了之后，楚木也能放了他们。以前还可以用他们引他上钩，但吃亏上当这种事不过三，他自然是不会再傻不拉几地上杆子再去送人头。很快，阮唐便跟随着阮老夫人坐上了回靖安侯府的马车。而阮老夫人从宁王府出来之后，便没有再说过一句话。坐上马车后，更是不像在宁王府里对阮唐那般热络，几乎全程都是冷着脸。通过原主，阮唐知道这才是阮老太平时对他的态度。刚才在宁王府里的不过是演戏罢了。他也收起脸上的喜色，垂在脑袋，乖巧地坐着，绞着手帕，一句话也不说。马车行了大约2刻钟，终于到了靖安侯府。马车将在靖安侯府门口停下，便有人迎了上来。府里都知道，今日老夫人突然出门，据说是去办大事，是以个个都好奇不已。靖安侯现任夫人早就派人在府门口处等着，待远远看见老太太的马车，守在门口的人便马上进去报信。阮老夫人掀开车帘，便看到了站在靖安侯门口处站着的方怀柔和阮长欢，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一个笑容。秀儿怎么出来了？秀儿是阮长欢的乳名，阮长欢是靖安侯府2小姐，比阮唐小4岁。秀儿出来迎祖母呀，祖母累不累？阮长欢说着，赶紧伸手去扶阮老夫人，把人从马车上扶了下来。阮长欢从小便养在阮老夫人身边，是以阮老夫人特别娇惯他，知道他特地出来迎自己，笑得花枝乱颤。阮唐从车上出来的时候，看到的便是这母慈孙孝的景象。不知是不是受原主的那些记忆影响，这幅景象落在阮唐眼底，他竟生出几分艳羡，但很快又生出几分厌恶。而众人在看到他的时候，那欢声笑语戛然而止。第60章回家。方怀柔和阮长欢看到他的时候，那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阮唐一点都不意外，这两人本来就不待见原主，本来以为他死了，没想到现在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换作是他也得把这眼珠子给瞪掉的。祖母，他……阮长欢指着阮唐，磕磕巴巴没说完整一句话。阮老夫人回头看了一眼阮唐，脸上的笑容早已收起。都别杵在门口了，进去再说。阮老夫人下令了，大家自然不敢违背。虽然都对他这个死了又突然冒出来的人充满好奇，但谁也不敢先发话，都跟着阮老夫人一起朝府里走去。而阮唐一从马车上下来，自然是没有人来扶他的。他跟在众人的后面，也进了靖安侯府。阮老夫人带着众人直接去了祠堂。众人虽疑惑，但见老夫人脸色凝重，大家一大气都不敢出。一直到阮唐最后一个踏进祠堂之后，阮老夫人才开口：“阮唐，跪下。”阮唐愣了好半晌，没有动作。祖母让你跪下，你没听到吗？一旁的阮长欢见阮唐呆呆愣愣地站着，忍不住出声斥责道。阮唐睨了他一眼，才有些不情不愿地在蒲团上跪下。他的出现让原主本来的生命轨迹发生了偏离，但是此刻的这一幕却也在原主前世的记忆里。只不过前世他是从企儿窝被带回来的，一回到靖安侯府就是被罚跪在祠堂里整整1夜，而这一夜他过得并不安稳。知道为什么让你跪吗？阮老夫人问阮唐。阮唐假意懵懂地摇摇头，可实际上又怎会不知？不就是想给自己一个下马威，好让他以后在这靖安侯府乖顺，听他的话，才好拿捏他。只是他不是软柿子，可不由着他们拿捏自己。只是现在还需静观其变，不能那么快亮底牌。未来还不知道在这里生活多久，而这府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他得好好合计合计，可不能像原主那般在他们的身上吃了亏。阮老夫人睨了他一眼，而后接过丫鬟递过来3支点燃的香，做了3个揖，把香插在香炉里，才又回头看向阮唐，冷脸道：“顶撞你父亲，负气出走是其1罪；离家多年不归，不顾及靖安侯府颜面是其2罪；擅自进入宁王府当差，签下卖身契是其3罪。无论是哪一条，即便祖母今日在列祖列宗面前打死你，他们亦不会怪罪。”阮唐面上惶惶然，但心里忍不住冷嗤。原主当年确实是顶撞了他父亲，亦是因此负气离家。可他离家后，他的父亲是如何对待他的？那些罪状，任何一条拿出来，他那父亲都是罪该万死的。而他不过是离家而已，何错之有？若不是他父亲过分，他又怎么会离家？没有人问过他为什么离家。即便是后来把他从企儿窝找回，亦是将他当作笼络其他权贵的棋子，为了家族利益，亲手将他推进另外一个深渊里。他嫁给了不爱他的沈千一，也被沈千一当作痉挛送给不同的男人。而这些他父亲通通知道，可他不但没有阻止，没有救他，反而更加助长了他那些烟渣的心思。他可是他女儿啊！阮老夫人的声音再次传来，打断了阮唐的思绪。不过念在你以前少不更事，
现在也是个可怜人，就罚跪2个时辰吧，跪足了再来寻祖母。是，祖母。阮乖顺的应着，依旧是一副木愣的模样。一旁的阮长欢见他如此，不由得露出了鄙夷的表情。刚刚见他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他就没来由的涌上一股危机感。相比于5年前，他出落得更加精致了，那面容，那身段，说是狐狸精也不为过。小的时候，他便知，只要阮唐在的地方，所有人的目光便会在他的身上。即便他在晋安侯府是最不受宠的一个，大家亦还是看他，全都是因为他长了一副妖媚的皮囊，竟会勾人。他特别讨厌他，甚至恨不得拿刀子在他脸上划上2刀，让他变成丑八怪。他活在阮唐的阴影下整整11年，直到他离开了阮家，那些人的视线才落在他身上。他不在的这些年，他活得恣意潇洒，无论出席任何席面，他都能将那些公子哥的目光赚足，且无人不夸赞自己长得貌美。现在阮唐竟然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前更加美了，这让他怎能咽得下那口气？他怎么能让那些本应落在他身上的目光，从此以后落在阮唐那个狐狸精的身上？可在祖母面前，他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是以等大家从祠堂退出去后，1刻钟之后，他去而复返。都离开了晋安侯府那么久了，不死在外面，那就别怪他教他该怎么做人。要让他知道，即便他回了晋安侯府，亦要夹起尾巴做人，莫想要在人前抢他的风采。他才是正经的侯府嫡出千金。他远远看到跪在祠堂里的那抹单薄的身板，他忍不住弯起了嘴角，露出一抹讥讽的笑。而跪在祠堂里的阮唐掐算着时间，嘴里忍不住呢喃道：“是时候了，该来了。”果然，他的低喃声刚落下，身后便传来了脚步声。不用看，他亦知道来人是谁。阮长欢走进祠堂，绕着他身旁转了一圈，而后鄙夷说道：“还是个呆愣木头子，看着就碍眼。”第61章史记。阮唐撇撇嘴，依旧保持着跪得笔直的姿势，并未理会他，亦不看他。向来被捧在手心里宠着的阮长欢，哪里受得了被这样无视？顿时气急，在供奉牌位的案桌上拿来一只戒尺，而后指着阮唐说道：“把手伸出来。”阮唐先眸睨着他，此刻的阮长欢一脸扭曲，哪里还有平时端庄的仪态，极度使人丑陋，此刻在他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阮长欢嫉妒他的美貌，这是原主还在的时候，他便是如此。妹妹这是作甚？是想要越举教训姐姐？阮唐挑眉，故意挑衅地说道。前世的他便是如此，趁着原主在这祠堂罚跪，上来就羞辱他，而后还拿戒尺在他身上打了几十板子，还说是阮老夫人的授意。原主本就木讷，他俩的闹剧传到了老夫人的耳中，老夫人来了，阮长欢却直接跌倒在地，倒打他一耙。可怜原主被打得淤青全在身上，无从辩解，加上他性子懦弱，最后的罚跪由2个时辰变成了1整夜。过后，原主回去后，膝盖那处便落下了隐患，每到阴雨天都会隐隐作痛。他现在既然知道了阮长欢的目的，自然是不能任由着他欺负的。果然，阮唐的话音一落，阮长欢就憋不住了：“姐姐，我可没有姐姐，你算哪门子的姐姐？”话说着，那手中的戒尺便落下，直接就往阮唐的身上招呼而去。阮唐哪里会由着他撒野？就在他的手刚挥下的时候，阮唐便直接掐住了他手腕处的神门穴。他的力道有些大，阮长欢顿时痛呼一声，松开手。那戒尺从他手中脱落，阮唐另外一只手接住，而后捏住，直接往他的大腿上招呼去。阮长欢手上被阮唐捏住的那个地方还在隐隐作痛，都还未反应过来，腿上便传来更剧烈的疼痛。他顿时大声痛呼出声，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而阮唐根本不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又在他的腰肢和屁股上落下几板。阮长欢疼得嗷嗷叫。阮唐见他叫得那么大声，也就停下手中的动作，而后直接把戒尺塞回他的手中。他自己则是起身，直接把头磕向那供奉案台那尖角上，很快他的额角上便有血流了下来。他掌握好了力度，刚好能磕破皮流血，不会很伤，但只要流血就行了，他要的效果便是如此。随后抬起头看向阮长欢，朝他抛了一个挑衅的 wink， 而后直接跌坐在地上：“小样儿，我狠起来连我自己都怕。”而阮长欢看着他一系列动作，一脸懵，还未等他有所反应，祠堂外面便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很快，祠堂外面闻声赶来了不少人，除了阮老夫人和方怀柔，还有府里的其他夫人，2房3房各房妾室都闻声来了，真是好不热闹。看来他的回府还真的引来不少看热闹的。阮长欢一见他们进来，顿时委屈不已，丢掉手中的戒尺，直接扑到阮老夫人的怀里，而后低低的啜泣着：“这是怎么回事啊？”阮老夫人见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哭得梨花带雨，
脸上顿时便露出了怒容。阮唐从地上起来，低着头，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而后又在蒲团上跪下，一言不发。阮老夫人逆着他的背影，一脸阴沉。他安抚了一下阮长欢，让他母亲搂着他之后，才拄着灸杖走到阮唐跪着的前方。就在他准备责备阮唐的时候，阮唐突然抬起头看着他，在看到阮唐额上流下来的血和满脸的泪水之后，他到了嘴边的责备生生噎了回去。良久后，他才有些无奈地看着阮唐问道：“你和你妹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地搞成这般模样？”而阮唐在他询问出这句的时候，那泪水掉得更凶了，那泪珠仿若那断线的珍珠，一颗颗滑落，好一幅美人垂泪、柔弱不堪的画面，任谁看了都忍不住生出怜惜之意。阮老夫人见他哭得难以自已，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抬眸看向阮长欢：“秀儿，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阮长欢已经止了哭声，但还是伏在他母亲的怀里抽抽噎噎的。不过他还是指着阮唐，指控道：“祖母，他用戒尺打我。”阮老夫人看向阮唐，顿时眉眼蹙了起来。就在他打算质问阮唐的时候，阮唐的眼泪掉得更凶，而后也开了口：“祖母，我没有打三妹妹，我……”阮唐抽抽噎噎地说着，欲言又止，再加上他此刻的模样，满脸血，泪眼连连的，众人不由得把目光移向阮长欢。比起阮唐，阮长欢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全身穿戴整齐，脸上亦没有半点伤痕。而且刚才大家进来的时候，都看到了他把手里的戒尺丢到地上。这种情形是个长眼的都能看出来，谁才是被欺负、被打的那个。阮长欢跋扈，在府里谁人不知？而这个阮唐虽然在外好几年，但以前他在府里的时候，大家都是知晓他的，是个性子软弱而且木讷的丫头。说他打人，特别是打阮长欢，自然是没人信的。而且以前阮长欢便喜欢欺负阮唐。阮老夫人其实是相信阮长欢的，但现在的情形，即便她相信也是没用。秀儿，你说你姐姐打你，打了哪里？给祖母看看。如果真如她的秀儿所说，阮唐拿戒尺打她，那身上必定是会留下红痕的，一时半刻是消不掉的。只要看到了秀儿身上的红痕，她便赖不掉。而阮长欢听阮老夫人如此说，连忙就去挽自己的袖子。刚才阮唐打确实是打他了，只是混乱中，他只知道他在他身上打了好几板，反正他全身都疼。可当他撩起袖子，上面白皙娇嫩，见不到一处红痕。阮长欢不可置信地撩起另外一只袖子，竟还是一样。他顿时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阮唐，他明明就被这个狐狸精打了好几板子，怎么会？说着他又去撩裙摆，想看下腿上，但却被阮老夫人出声喝止了。阮长欢放下裙摆，站直身，看着阮老夫人。此刻的阮老夫人脸色很难看。阮长欢急了起来，连忙说道：“祖母，他真的打了我，我现在身上还痛着呢。”可他的话此刻无论听在谁的耳中，都像是在无理取闹。第62章栽赃。阮老夫人对他有些失望，只好转过头看向阮唐。他的视线落在阮唐额上的伤口，问道：“你这伤是不是秀儿弄的？”可没等阮唐开口，阮长欢便急了：“不是，祖母，他头上的伤不是我弄的，是他自己故意撞到供桌上的，他就是想让你们大家都相信他，然后栽赃给我。祖母，你要信秀儿，秀儿真的没有骗祖母，他就是个撒谎精。”这次阮老夫人倒是没有直接相信阮长欢，而是再次问阮唐：“唐儿，你说是这样的吗？”阮老夫人看似是在询问，可那语气却像是在质问。阮唐知道，在他这个祖母的心里，其实早就信了阮长欢的话了。可他信有什么用？这里若是没有其他人，他倒是还拿阮长欢无奈。但他知道，这个晋安侯府爱看热闹的长舌妇可不少。他本就知道，今晚这个闹剧，这些人是必定会来看热闹的，是以他才敢这么猖狂的伤了自己，而后栽赃到阮长欢的身上。若是今晚阮老夫人稍稍不公平一点，明天整个上京城估计都知道晋安侯府的阮长欢是个恃强凌弱、霸道蛮横的小女娘，那她以后的亲事可就不好说了。谁敢娶一个泼妇进门？阮唐绞着帕子看着阮老夫人，又看了一眼阮长欢，才开口：“祖母，我不敢说。”阮唐再次磕磕巴巴的说不出话来，伴随着他的声音，他的身体也忍不住开始瑟瑟发抖，好似在害怕什么。阮老夫人顿时沉下了脸。阮长欢看阮唐演的逼真，气得都七窍冒烟了。祖母，这个贱人在做戏，他在故意引导你们。他，秀儿，够了！阮老夫人手中的灸杖狠狠地在地上杵了一下，顿时阮长欢吓得噤了声。而在这时，阮唐突然抬起湿漉漉的眼睛看着阮老夫人，抽噎道：“祖母，都是唐儿的错，是唐儿没给妹妹做好榜样，祖母您罚唐儿吧。”说着，阮唐朝着阮老夫人重重地磕了下头，
那额头磕在地板上，发出了咚的一声。众人听着，心下都不免一抽，都忍不住心疼起来。他的明事理和阮长欢的叫嚣一对比，立竿见影，孰真孰假，一眼便知。阮长欢想不到阮堂会主动求罚，顿时冷哼一声，下巴也扬得高高的。祖母，你看，他都承认了，都是他做的，不关秀儿的事。祖母，你赶紧罚他，跪2个时辰便宜他了，就应该让他跪一夜。阮长欢脑子简单，看不透其中的弯弯绕绕，可方怀柔却不是，他早就看出了阮堂这招以退为进，用得甚是狠。句句不说他的长欢错，可句句都在指责他的长欢。他自己的女儿，他是最了解的，平时虽是嚣张跋扈了些，但他是个直肠子，他的话只怕才是真的。而这个阮堂才是说谎的那个。而且这个阮堂这次回来，他总觉得他哪里变了，可是又说不出哪里变了。他现在很明显就是要把长欢推出来，若是今晚长欢不认错，那么明天长欢的丑名定是会传遍整个上京的。他的长欢还未许人嫁，若是现在便落个恶毒的臭名，怕是对他的婚事影响很大。而且最近老夫人有意让长欢成为宁王妃，他不能让这个呆愣木头毁了自己女儿的名声，无奈只好站出来对阮老夫人说道：母亲，想必是2个孩子闹着玩，不小心闹过头了，花儿也有错，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教导好，要不就罚他也在这祠堂跪上1个时辰吧。阮老夫人又何尝看不出这里面的弯绕，她是小瞧了这个大孙女了，和她娘一样，看似是一个空有一副皮囊呆木头，实则心里不知有多少个心眼子。不然当初她嫁进了晋安侯府那么多年，明明有万数嫁妆，却只拿出毫毛来打发她。阮老夫人看着阮堂，心下更加愤恨，但此时她不能把她的长欢搭进去，只好应了方怀柔。而阮长欢一听自家娘亲和祖母都不帮自己，顿时气得哭了出来。祖母，母亲，我没有错，我不要跪。但方怀柔突然对他沉了脸，长欢，莫要使性子，给姐姐赔礼道歉，再好好的在这里跪上1个时辰。我不要。阮长欢骄纵惯了，哪里肯依？秀儿，听话。最后还是阮老夫人发了话，阮长欢这才不情不愿地走到阮堂身边的那个蒲团上跪下。而阮堂也在阮长欢跪下的那一刻，突然眼睛一闭，软倒在地。一直站在离他们不远处的柳姨娘大声惊呼一声，人也跑了过去扶住了阮堂。不得了了，大小姐晕倒了。本就是装晕的阮堂差点被柳姨娘这个大嗓门给吵得直接睁开了眼。但他也知道这个柳姨娘并非真心想要来扶他，不过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他和方怀柔本来就不对付，见到他们吃瘪，只怕比他阮堂还要高兴。只是阮老夫人不给他作妖的机会，直接吩咐一旁的下人刘嬷嬷送大小姐回海棠院传府仪去看看。刘嬷嬷忙应一声是，而后和几个下人一起把阮堂从地上抬了起来。柳姨娘见阮堂被抬走，也只好讪讪地从地上站起身来，撇了撇嘴走了。很快众人在阮老夫人的令下都散了去。阮长欢见众人不在，便想从蒲团上起身，可他刚有动作便被方怀柔按住了。花儿别闹，乖乖跪着。母亲，大家都走了，为什么还要我跪？阮长欢委屈不已，一双眸子红红的看着方怀柔。阮老夫人见他这副模样，亦是心疼不已，但他知道即便是做戏也是要做全套的，若不然一切就功亏于溃了，只好也安慰道：秀儿，都是为了你好，跪足了1个时辰，来祖母那里喝你最爱的甜汤。而这边被抬回海棠院的阮堂很快便被安置在床上，而府医也来看了，开了药之后，刘嬷嬷留下1个丫鬟给他煎药，便出了海棠院，回了阮老夫人住的福山园。人怎么样？阮老夫人见刘嬷嬷回来，便询问阮堂的情况。老夫人放心，无大碍，府医开了药，老奴让莲香的丫头留下照看着，有什么事她会来禀报的。阮老夫人哀叹了一口气，捏了捏眉心，道：你说这丫头回来了，到底是好是坏？刘嬷嬷走到阮老夫人身旁，抬手替她开始轻揉太阳穴。老夫人也不必过于操心了，老奴看大小姐也不过如此，高低也就和她母亲一般，掀不起什么风浪。阮老夫人闭着眼睛靠在软榻上，她倒是不认同刘嬷嬷的话，这个阮堂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任由人揉搓的阮堂了，在宁王府里她便看出来了，她似乎一点都不怕宁王。明天你选几个机灵的丫头送到她房中，以后事无巨细全部我都要知道。海棠院这边众人离开后，阮堂才悠悠地睁开双眼。第63章盘问1。阮堂环顾了下房间周围，根据原主的记忆，这个地方正是他以前的住所，只是现在这处冷清得很，房间一时灰败，因为他临时回来都还未来得及收拾。刘嬷嬷送他回来后，只是让丫鬟给他收拾了下床铺，换了干净的床品而已，其他地方都落满了灰尘，还隐隐闻得到一股霉味，这是长期不住人导致的。他从床上起来，走到窗边打开窗子，
准备去梅味。他刚开了窗，房间门就被打开了，一个丫鬟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面放着一个碗。他看到阮唐站在窗边，有些惊讶，但随后便向他行礼：“莲香见过大小姐。”阮唐亦没想到还有人来，脸上露出一丝惊诧，但很快便隐去，换上原主平时其怯懦的模样，朝他点点头，而后走回床边坐下。莲香走到阮唐面前，才再次开口：“大小姐怎地这么快就醒来了？”说着，眼睛上下打量了他一下，眼眸里满是探究。阮唐摇摇头，一双水润的星眸正愣着，满是懵懂。莲香见他木愣愣的，也就懒得再问他了，直接把药端给他：“这是府医给小姐开的药，您趁热喝吧。”阮唐点点头，朝他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而后乖巧地端起碗，便把药一口喝下去。莲香收了碗，说道：“那大小姐早些歇息，奴婢先退下了，有什么事你再唤我。”说完，不等他回应，莲香便退出了房间。而阮唐一看到他转身走之前，眼中那毫不掩藏的鄙夷，阮唐全当没看到。莲香是阮老夫人的那边的丫鬟，而且还是一等丫鬟，把她留在这里，无非就是想要监视自己。阮老夫人本就不喜欢他，他的人自然也不会给他的好脸色。阮唐重新在床上躺下，闭上眼睛睡觉。忙活了一天了，他早就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翌日才5更天，阮唐便被莲香从被窝里唤醒。阮唐揉了揉朦胧的双眼，起床气让他有些想爆粗口。待看见莲香那张有些趾高气扬的脸庞之后，他才彻底清醒过来。大小姐，到时间去给老夫人请安了。阮唐从床上坐起，看了一眼窗外，天都未亮。这古人真是烦，晨昏定省这种事到底是谁发明的？但他心里抱怨归抱怨，还是乖乖的起来梳洗。待做完这一切后，才跟着莲香一起去了福山园。不同于他住的海棠院，这福山园那叫一个气派，光是占地面积怕都有几百平吧。一进院子，通往主院的主路上铺满了鹅卵石，而且每一棵都锃亮无比，一看就是平时护理的非常好。主路的左右边种了几棵果树，树下都放了石桌石凳，还放了摇摇椅。右手边则是挖了一个小池塘，池塘边上还弄了一个非常大的假山。再往前，主路分出2条小路，都是通往旁边的耳房。继续往前走，主路两旁都种着各色花草，两边还各建了一座凉亭。又走了好一会儿，才到主院。而主院门口早已经有丫鬟婆子在门口处守着了。见到阮唐来了，一个年纪稍稍大点的婆子便上前：“大小姐稍等，老奴进去给老夫人通传一声。”阮唐点点头，而后站在门口等着。只是他的等了好一会儿，感觉脚都站酸了，那婆子才从里面出来：“大小姐，您进去吧。”阮唐脚将将跨进门槛，便听到里面传来了嬉笑声，是阮老夫人和阮长欢的。他不由得顿了下脚步，他在门外等那么久，还以为阮老夫人还未起身，是他来了才起床，估计是要梳洗一番才召见他。可现下看下，不是没有起身，而是故意把他晾在门口。阮唐垂下头，唇角微微弯起，露出一抹讽刺的笑。难怪原主即便重生了，还是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所谓的家里，自己的亲人都这般对待他，他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盼头？阮唐压下心中对原主的同情和可怜，走了进去。一进到内堂，便看到阮老夫人坐在上位上，而阮长欢则是坐在他身边，头靠在他的怀里，好似是在撒娇。两人脸上都挂着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刚才聊得有多欢畅。只是在见到阮唐的瞬间，两人脸上的笑容都敛去。而阮长欢一从阮老夫人的怀里退出，起身走到下手的一个位置坐下，丝毫没有给阮唐一个眼神。按照这个时代的礼仪，阮唐作为姐姐，阮长欢作为妹妹，妹妹见到姐姐理应行礼，可阮长欢却是她无误，阮老夫人也丝毫没有要纠正的意思。阮唐讪讪然上前向阮老夫人扶了扶身：“唐儿给祖母请安。”“无需多礼，坐吧。”阮老夫人指了指阮长欢对面的一个位置，示意阮唐坐下。待阮唐在位置上坐下之后，他才问道：“身子可有好些？脸上的伤口记得按时涂药，莫留了疤。”阮唐点点头称是，之后便没有话语了。阮老夫人看着他低着头绞着手帕的模样，心中不由升起一丝厌烦。此刻的阮唐看起来跟几年前的阮唐无甚区别，难道是他多心了？阮老夫人心下不由嘀咕，明明在宁王府的时候他不是这般模样的，还是自己老眼昏花，真的看错了。他不由得试探出口：“唐儿当初是怎么进的宁王府的？”阮唐早就猜到他会问这，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也是，他可是要把阮长欢送上宁王妃那个位置的，不弄清楚他在宁王府里的一切，哪能心安？阮唐弯起唇角，细声答道：“当初离开家，我便去了苏州，在那边待了几年，后来想家了，便想着回上京，没想到半路遇上了人牙子，把我抓了，而后便迈进了宁王府。”
阮唐说完，抬眸看向阮老夫人，而阮老夫人则是一脸严肃地看着他，也不知信了他还是没信。那你在宁王府待了多久？之前有无见过宁王殿下？待了1个多月，我是在后厨当差的，并没有机会见宁王殿下。阮老夫人听着阮唐的话，但看向阮唐的那双眸子却是满满的质疑。不过她没有继续盘问，而是转了一个话题。你在宁王府拿出来赎身的5000两，从何而来？第64章盘问2。一旁本来兴致缺缺的阮长欢，在听到自家祖母说出5000金的时候，顿时抬起头看向他祖母，而后又看向阮唐。他没有听错吧？5000两。他前几日问他母亲要100两去买新衣裙，都是求了好久，他母亲也才是给了他50两。这个木头愣子竟能拿出5000两。阮唐也料到了，从他把钱当着他的面拿出来那一刻，从他决定跟他回靖安侯府，他便知道这钱的来历肯定是逃不掉阮老夫人的盘问的。是我之前在苏州的时候做小生意赚的，这是实话，阮唐也没打算隐瞒。做小生意？阮长欢先阮老夫人开了口，做什么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姐姐莫不是做的皮肉生意吧？靖安侯府也是有铺子田庄的，虽然他没有接触这些，但是最近他母亲总是抱怨铺子和田庄的进项少，好几个铺子一天也才堪堪100两，他能做什么小生意赚这么多钱？阮长欢如是想着，看着他的眸子满是鄙夷之色。而他的话刚落下，就被阮老夫人横了一眼。秀儿，你疯魔了不成？这般胡诌的话怎能胡乱说出口？他嘴上虽然是在教训阮长欢，但是看向阮唐的眼神里却满是探究和怀疑。阮长欢的话说的难听，却不无道理。她一个年轻女子，又生得貌美，一个人在外，能不饿死便不错了，怎可能还能赚得了这么些钱？霎时间，阮老夫人看着他的双眸里隐然浮现几分杀气。几乎是一瞬间，阮老夫人心里便有了主意。若他真的是靠皮肉生意赚来的钱，那么他靖安侯府是必定留不得他了，而且只有杀之才能保全靖安侯府的清誉。阮唐坐在下手，即便他和阮老夫人隔着一段距离，但是他依旧能清晰感觉到他的眼神里的杀气。他这个祖母手段有多厉害，原主前世便领教过了。阮唐镇定地看向阮长欢，淡定道：妹妹真会说笑，这是公然给咱们家抹黑啊！若是姐姐真的做了这皮肉生意，怎能进得了宁王府那样的地方当差？他这么一说，阮老夫人也就想到了太皇太后暗地里给王府下的一道暗令。这些年，太皇太后因为宁王不近女色的事愁得不行，所以早几年便已下令，凡是进宁王府当差的年轻小姑娘，全部都要检查身子，只有身子清白的女子才能入府。这就不言而喻了，懂的人都懂。阮老夫人脸色稍稍好了一些，但仍是质疑他这些钱的来历。而阮唐知道，若是他不好好解释下，他们定是不会罢休的。我能赚这些钱，全赖我母亲在世的时候给我传授了不少生意经。我在苏州的那些年，就是用我母亲教给我的这些，陆陆续续赚了一些，我舍不得花，一直都存着，是以才有这么多的。阮老夫人并不怀疑，以前他母亲顾如玉还在世的时候，确实是管理生意的一把好手。他外祖家更是富甲一方的商贾，他母亲亦是天生就自带了这些赚钱的才能。他刚嫁进侯府的那几年，铺子交到他的手里，他都能赚回不少钱。只是后来他缠绵病榻，那铺子便交由他的表侄女方怀柔管理，才渐渐没落，以至于到现在几乎是无尽相。既是如此，以后有空多去家里的商铺上看看，指点指点你母亲。阮老夫人说的母亲是阮长欢的母亲方怀柔。阮唐点点头，并未拒绝。阮老夫人见他应承下来了，脸上终于露出了淡淡的笑，而后转移话题：你如今既然回来，那么你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你也不小了。阮唐一听顿时慌了，她可不是回来嫁人的。祖母，堂儿还不想嫁人，我才刚回家，我想多陪陪祖母你们。傻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今年生辰过了，便20了，我看千一对你还是很上心的，何况你们2个以前是有婚约的，趁着这次你回来了，就把这事给定下来吧。阮唐没想到还是逃不掉和沈千一的婚约，但他不可能再傻傻的就嫁给他，这一次他得想办法让他自己把这婚约给退了才行。不过他面上还是笑笑的应下，堂儿听祖母的，一切全凭祖母做主。这边的阮长欢不淡定了，看着阮唐的眼神都恨不得剐了他。他喜欢沈千一，很早以前就喜欢了，而沈千一亦收下了他的定情信物。这些年他以为阮唐不在了，想着等他及笄之后，便可以让祖母和母亲把沈千一和阮唐的婚约改成他和沈千一的。没想到他过完及笄之礼后，他去找祖母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却被祖母训了一顿，更是直接关了他半个月的禁闭。他本想着只要他看不上别的男子，把年岁熬大些，祖母他们着急了必定就会同意了。可谁成想他祖母竟想让他嫁给宁王。几天后，
祖母就要带他去参加那太皇太后的寿宴了。上次宁王府办赏花宴，他便装并没去，没想到最后还是逃不掉祖母的安排。上京城哪个勋贵人家不知道，太皇太后这次的寿宴名为办寿，实则为宁王殿下选王妃，他才不屑做这个王妃。那宁王暴力很绝，据说还凶得不得了，他才不喜欢，他只喜欢沈千一，只有他的一哥哥是最好看最温柔的。现在听到祖母又要重新操持阮唐和沈千一的婚事，他哪里还坐得住，都恨不得上前去把阮唐撕碎了去。而阮老夫人哪里看不出阮长欢不高兴，但她知道只有断了他的这个念想，她才能乖乖的嫁给宁王，好好当宁王妃。晋安侯府不同往日了，若是家里再没有一个能攀上王族的，那过不了多久必定会渐渐衰落。他假装看不见阮长欢的低落，对阮唐说道：过几日是太皇太后的生辰，届时我带你和秀儿一起出席吧，千一亦会出席，你和她见见面，培养下感情。好的，祖母。阮唐乖巧应下。那这样，你便带着你妹妹出去逛逛街，添置些衣物首饰，为宫宴做准备。至于银钱，祖母就不支给你了，你先用着手头上的，没了再来寻祖母支取。是，祖母。阮唐依旧乖巧应下，但心里早就将他骂了1万遍。他真怀疑着阮老夫人今天说的这么一些，全都是在这等着他的，就为了把他口袋里的钱扣出来，真是卑鄙无耻。第65章，秀儿。阮唐和阮长欢出了福山园之后，阮长欢就拉住了他的手臂，恶狠狠地问道：你真的要嫁给沈千一？阮唐挑眉看着他，嘴边噙着一抹笑：我的好妹妹，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吧？反正你不准嫁给他。阮唐嗤笑一声，探究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他似乎发现了些什么。阮长欢现在也不过15、16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而且他脸上都恨不得写上我喜欢沈千一，别人莫给老子挨他。这是阮唐想不到的，在原主的记忆可没有这个。前世沈千一勾搭的人确实是原主的妹妹，但不是阮长欢，而是阮青鸾。她的另外一个妹妹是柳姨娘所生的，比阮唐小2岁，现下马上就18了。他是真没想到阮长欢眼高于顶，竟也看上了沈千一那种渣子。不过不得不说，沈千一皮囊确实生得不错，重要的是在人前她总是一副温润有礼、翩翩公子的模样。这个时代的女子，特别是养在深闺里的女子，对这样的男子正是最没抵抗力的。这也难怪阮长欢会喜欢她。别说阮长欢，就是原主对沈千一亦是爱得深沉，不然也不会傻傻的嫁给了他。想到原主前世的那般遭遇，阮唐心脏那处又忍不住狠狠的抽痛起来。他唇边的笑容敛去，正想转身走。对于阮长欢的秘密，他可没兴趣。可阮长欢却拉着他的手臂不放：阮唐，你说啊，你是不是真的要嫁给沈千一？是又怎么样？难道妹妹还不允吗？阮长欢哑言，若是阮唐真的要嫁给沈千一，他确实没有资格智慧，更没有资格反对。可沈千一是他的，他也说过要娶她的，怎么可能会娶这个木头愣子？阮长欢，你是不是喜欢沈千一？阮唐直接戳穿阮长欢的心思，他的脸色顿时红了。你胡说什么？阮唐看着他扭捏的模样，不由得暗叹一口气。就他这个级别，都不够沈千一一只手指捏。若不是他对自己那么多敌意，他还可以可怜下他，拉他一把。可现在他就像个傻缺，那就别怪他了。他现在正缺一个出头鸟来替他搅浑了这婚事，说不定他还真有用呢。阮唐如是想着，顿时心胸开阔，觉得此处的空气都是新鲜的。他留给阮长欢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而后把他抓在自己手臂上的手拍掉，转身离开。可他没走2步，又被阮长欢拉住：你不能走，祖母让我们去逛街的。阮长欢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脸又忍不住红了。阮唐嗤笑：我的好妹妹还真是不要脸，想要我的未婚夫，还想要花我的钱，啧。阮长欢被他这么直白一说，顿时气得涨红了脸，但又说不出半句反驳的话，因为事实确实是这样。他是想要沈千一，也想要阮唐和他一起出街。他前日看中的一套衣裙和一副头面，好看得很，可是那价格也高得很，一套衣裙便要100两，那副头面更离谱，竟要250两。他哪里有这么多钱？他都求了他母亲好几次了，可他母亲就是不应承。刚刚听祖母说他轻易就拿出了5000两，想必几百两于他而言也只是小钱，何况他们是姐妹，给妹妹花点钱不是应该的吗？他现在竟敢故意让她难堪。阮唐却朝他白了一眼：秀儿，你的算盘都崩我脸上了。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要他的未婚夫，他可以双手奉上；要他的钱，做梦去吧。阮长欢看着阮唐离去的身影，气得在原地直跺脚。而阮唐离开后便直接回了海棠院。早上起得太早了，现在他要回去补觉。至于买衣服什么的，他兴致不大。只是他刚走进海棠院，远远的就看到一个人影朝他奔来，而后他便被抱住了。
阮唐踉跄了几步，才稳住身子，发现抱着自己的是一个小姑娘。小姐，你终于回来了。抱着她的小姑娘呜呜地哭着。阮唐看她哭得动容，亦不好推开她，只好任由着她。好一会儿后，他才放开阮唐，抽抽噎噎地抬头看着阮唐。阮唐这才看清眼前小姑娘的面容，这不是以前服侍原主的小丫头吗？夏竹。阮唐试探性开口。那小姑娘见他唤自己名字，顿时咧开嘴笑了，而后疯狂地点头：小姐，是我是夏竹。虽然阮唐从穿来这里就没有见过这个小姑娘，亦没有和她相处过，但不知是不是因为她占据了原主的身体，此刻的她竟不由得生出几分感动来。你怎么会在这里？昨天知道小姐回来，我昨晚便去求老夫人，让我回来继续服侍小姐。原来原主离开了晋安侯府后没多久，晋安侯就发现了，带人出去找了大半个月，后来晋安侯回来便告诉大家，原主在逃跑的过程中已经坠崖身亡了。之后他院里的所有丫鬟都被打发到别的院里，而海棠院便直接被封了，这些都没有人住进来过。阮唐没忍住，抬手替他擦了擦眼泪。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夏竹这才抽抽噎噎地歇了声。而阮唐一发现院子里多了不少丫鬟小厮，大家都在忙着收拾院子。夏竹看出了他的疑惑，这些都是老夫人安排过来服侍小姐的，全都是老夫人安排的。夏竹点点头。阮唐撇撇嘴，不置可否，带着夏竹进了主院。夏竹，我先去补下觉，没什么事不要来吵我。说着直接进了房间，何一便躺在了床上。只是他刚闭上眼睛，外面便传来了嘈杂声，随之他便听到了阮长欢的声音。他蹙了下眉，吐槽道：还真是阴魂不散。而阮长欢不顾夏竹的阻拦，直接进了内室。看到阮唐悠哉悠哉地躺在床上，那股气更加不顺了。你起来，我已经告诉祖母了，你要是不陪我去买衣裳，今晚你就继续去祠堂罚跪吧。阮唐想不到阮长欢竟会这般不要脸，他不愿意让他花他的钱，他竟好意思去告状，他怎么有脸？不可耻吗？阮长欢，你还真是不要脸。第66章又见。阮唐被逼无奈，只好和阮长欢一起出了门。阮长欢目的性很强，坐上马车便让车夫直奔绣金楼。阮唐之前是想过来上京开铺子的，自然也是对这里的商铺做过了一些简单的市场调研。这绣金楼便是整个上京城最大奢侈店，里面不但有时下最时兴的成衣，还有各式各样新兴的饰品，是以这里最受勋贵官宦富人的青睐。谁要是穿上这里的成衣，或者带上这里饰品，走出去，大家都会高看你一眼。阮长欢早就想再去逛一逛了。上次他在这里买下一个小饰品，都还是去岁过年时，现下家里入不敷出，哪里有余钱给他来这里消费？是以每次他都只有空望的份，买是买不起的。得知了阮唐有钱，他哪里还坐得住？再加上祖母下令了，让他和他一起来，那就是默许了让阮唐给他出钱的，他还不得带他去哪，好好的宰他一顿。他刚刚回去找他祖母，可是知道了现在阮唐身上有2000两银票，2000两那可以在绣金楼买不少东西，他顿时有些兴奋不已。很快马车便在绣金楼停了下来，而阮长欢已经等不及了，马车才将将停稳，他就直接掀帘跳下车去。阮唐看着他那猴急的模样，忍不住蹙起眉眼，他有些不情不愿地跟着下车，跟在他的后面一起进了绣金楼。很快店里便有小厮迎了过来，阮长欢直接发话，去3楼。这个绣金楼是分3层的，第1层是成衣铺，第2层则是金银饰品，而第3层则是限量款的成衣和头面，专供贵人。一般手头没有捏着1000两，轻易不敢上去拿。那小厮一听要上3楼，立马就知道是条肥鱼，赶紧笑着将人往楼上领。阮唐虽在这个时代生活了几年，但是这么奢华的店铺，他确实是第一次进。不得不说，这里的老板还真是有先见，感觉跟他那个时代的奢侈品店铺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若有机会，他一定要拜访下这幕后的大老板。很快两人便被带到了3楼，这里不同1、2楼的嘈杂，这里安静得很。而阮长欢进了这里，就像那脱缰的野马，马上就飞奔过去，开始选衣服选首饰。阮唐没兴趣，走到临窗一处供顾客休息的桌椅上坐下，喝起了茶。阮长欢哪里顾得上他，挑得不亦乐乎，没一会儿就拿了不少衣服去试了。阮唐一懒得管他，自顾自在那喝茶看风景。就在他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突然感觉一股压迫感从背后传来，随即他便看到了落在桌面上的阴影。只是没等他转头去看什么情况，他的嘴巴便被捂住，腰身也被箍住，随即他便被抱了起来。一切发生的太快了，等阮唐反应过来，天昏地转之间，他已经被带着进了一个试衣间。熟悉的感觉和熟悉的味道，不用看他已经猜到了是谁。果然进了试衣间，他就转过身来，被他搂进了怀里，
紧紧地贴着他的胸膛。楚木垂眸，双眸郁郁地看着他，唇边勾起一抹邪似的笑容。下一秒，他便抬手勾起他的下巴，逼迫他与他对视。小软糖，又见面了。软糖后槽牙磨得咯吱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想到他都离开了宁王府，还是会遇到他，真是阴魂不散。而且还把他弄进这试衣间来，是想害死他吗？殿下觉得很好玩吗？说着，他便开始挣扎。要是此刻外面来人，必定是会发现这里面的端倪的。要是被人撞见他们一起在试衣间，那他的名声就毁得差不多了。而且只要一想到阮长欢在外面，万一被他发现自己真的是怎么死都不知道，靖安侯府怎可能容忍他毁坏家门清誉？楚木看着他那一张一合的小嘴，忍不住将手指压在那双嫣红的唇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摩擦着。那小软糖觉得好玩吗？他的声音阴哑，软糖顿时警铃大作。他太清楚这样的前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男人可不是正人君子，亦不是个讲究的人，他可不会顾及场所而收敛自己，一点都不好玩。殿下赶紧放开我，你的女伴肯定在找你了。来秀金楼这种地方的基本都是些夫人小姐，即便有男子来，大多也是陪同夫人或者心悦之人一起来的，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是陪某个贵女小姐来的。然而楚木听了他的话，忍不住低笑出声。小软糖是吃味了吗？说着，楚木低下头，抚到他耳边，含住了他那饱满娇嫩的耳垂。软糖忍不住站立一下，而后扭开头避开他的接触。楚木哪里会放过他，继续说道：本王可是特地来找小软糖的。刚从宫里出来，正烦闷的时候，便看到了他从靖安侯府的马车上下来。也才不过一夜不见他，他竟感觉好似许久未见他一般。可没想到这小丫头离开了他，这么恣意，竟然这么快就有了闲情雅致来买金银首饰了。他怕不是忘了，他的丫鬟和随从还在他王府那里关着呢。霎时间气血上涌，他便鬼使神差的跟着人进了这绣金楼。待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喝茶的时候，他便忍不住了，悄声来到他的身后，便把人拐进了旁边的试衣间。软糖扭开头，正好把他那嫩滑白皙的脸庞送到他的嘴边。他哪里还忍得住，很快便贴了上去，在上面留下了一个印记后，才辗转来到他的唇边。他料到他不会乖乖就范，在含住他的唇时，便将他的双手扣住，反绑到他的身后，而他的身子也因为这个动作更加贴近他。他的另一手扣在他的后脑勺处，将他压向他，而他也开始了疯狂的掠夺。他的气息很霸道，瞬间便将他淹没了。窒息感让他本来咬得紧紧的牙关最后也失手了，他彻底被他攻城略地。他不管不顾，拼命汲取他的润泽和甘甜。很快软糖大脑出现眩晕迷惘，无法思考，无法呼吸。他渐渐开始陷入一个混沌的世界里，但他依旧不肯放过他，仿佛要把他整个人都镶嵌入他身体里一般，疯狂至极。第67章逼迫。直至软糖觉得自己可能要在他的吻里窒息时，他才松开他半分，但他的唇依旧粘在他的唇上。软糖就像濒死的鱼突然被放回了水里，抵着他的额拼命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而他整个人也像是被抽空了一般，全身虚软，浑身无力。楚木很满意他的反应，唇角勾起了浅笑。他的唇又在他唇上啄了一下，才开口：小软糖想本王了吗？他的声音好像隔着层层雾霭，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般。软糖脑子不清明，但是他几乎是本能的便回了一句：不想。是吗？他的声音仿佛冷下来了几分。他忽然松开抱着他的手，人也退开了2步。本就全身软绵还未恢复过来的软糖失去了支撑，直接往前栽去，仿若投怀送抱，又跌进了他的怀里。楚木嗤笑一声，抬手重新搂住他的腰肢，而后将人提了提，让他的身子与自己的严丝合缝。小软糖就是嘴硬，明明就是想了。软糖愤恨不已，他哪只眼睛看到他想了？自己这样始作俑者不是他吗？同时也痛恨自己是一只软脚虾，才被他亲一会儿，自己就这副模样了，还真是出息了。他的手撑着他的胸膛，想要用力推开他，但现在的他全身虚软的使不上半点力气，不但推不开人，还有种欲拒还迎的感觉。加上他被吻得红肿水润的双唇，迷离的双眼落在楚木的眼中，他竟觉得有一丝勾引的意味。他目光灼灼，滚烫炙热。小软糖想要吗？他忍不住出声道。他的声音阴哑性感，又带着丝丝蛊惑。软糖只觉得又羞又恼，甚至想爆粗口：要你个大头鬼啊！什么人？怎么随时随地都能发情？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发骚能不能别拉他一起？真是够的了。殿下莫要开玩笑了，可否先放开我？等下被人看到，有损殿下威仪。楚木勾唇，本王又不怕人看到，你怕？软糖在心里狠狠地啐了他一口。他能不怕吗？
这是公众场合啊，即便是放在他那个时代，这样的事被人看到了，都要骂你机不可耐，有伤风化。要是真敢在这里搞出什么事来，轻则警察可以请你回去喝茶教育，重则可以以影响市容处以拘留处分。何况是现在这个民风保守的年代，要是让人发现他在这里与人偷欢，那不得拉去进猪笼。他是王爷，倒是不怕，顶多就是名声不好一点，只要他不介意，于他确实没啥影响。可他不同，他是女子，光唾沫星子都可以将他淹死。当然，我比不得殿下，我还想要活命，不想那么快被进猪笼。楚木呵呵一笑，有本王护着你，谁敢要你的命？可阮唐却当他开玩笑，逗弄自己。殿下说笑了，我哪有那个资格要殿下护着我？可楚木却突然严肃起来，本王说真的。楚木这话一出，阮唐明显怔愣了一下。说真的？什么意思？他什么时候生出怜悯之心了？他不捅自己刀子，他就烧香拜佛了，哪敢劳驾他护着他？他不由得先眸看向他，四目相对，待看清他看向自己的眼神，阮唐又忍不住全身一颤。他幽沉的眸色里包裹着赤裸裸的欲望，像一头盯着猎物的恶狼。而他就是那被盯上的猎物，他随时都可以扑上去啃食干净。原主前世被沈千一当作痉挛送给不同的男人，而那些男人看着他的眼神便是这般。虽经历那些的不是现在的阮唐，但是他的身体本能的就对这种被盯上的感觉生出排斥，愤然和痛苦顿时在他的心里交织，他不由得加大推搡他的力道。我不需殿下护着，只需殿下放过我便可。他的话让楚木的眸光沉沉凝起。阮唐，你别不知好歹，想要求着本王庇护的女人多如牛毛，本王给你这个荣幸，你不好好叩谢，在这同本王拿桥是何意？欲拒还迎。如果真是如此，你确实成功了，本王这段时间对你确实食髓知味。你若识相，就乖乖应承了本王，把本王哄高兴了。你想要甚，想要做甚，本王都可以酌情考虑答应。不然，你以为回了晋安侯府，本王就拿你无奈了？你该知道，只要是本王想要，就没有本王得不到的。楚木将他搂得更紧，再次把唇压向他的，开始狠狠地研磨。而他这次亦不安分了，挟制他的手开始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游弋。许是常年习武，他的手带着宝茧，抚过的每一寸肌肤都让他忍不住战栗。没办法逃脱他的掌控，阮唐只好去扒拉他造次的手。可他越是这样，楚木便越发肆无忌惮，甚至握着软肉开始肆意揉捏。两人交锋多次，他太清楚怎么拿捏自己。几番交战下来，阮唐不但没能把他的手从自己身上扒拉开，反倒被他撩拨的腿脚再次发软。他含着他的唇，声音在两人的唇齿间流转出来：阮唐，只要你答应做本王的女人，乖乖待在本王身边，本王可护你一辈子周全。你想要的一切，本王都可以给你。自从被他缠上之后，他便感觉好像被精怪缠上了一般。他在身边的时候，他只要见着他一眼，就想把他压在身下，狠狠欺负，就像着了魔一般。见不着他的时候，特别夜晚时分，更是难耐。他知道开了新婚，想这事倒也是正常。他也尝试过找别的女人疏解，可那些女孩衣服还未解下，他便兴致缺缺了。唯独对他，那欲望像是深海，无穷无尽。他猜想，应是他长得比别的那些女子要好看些，身姿要曼妙些。不若，他还真想不出来是因为什么。阮唐愤然，张嘴咬住了他唇。他这次还是用了狠力，直至尝到血腥味，他才松了口。他不屑做他的女人，待在他身边，这与原主上一世有甚区别？皇家之人向来薄情，他今日对他还有几分兴致，若是这兴致没了呢？他是否会像沈千一一般，将他当作痉挛，送到不同男人的床上，供别人享受，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利？虽然他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爷了，但男人最不可信。楚木没想到他竟会故技重施，再次偷袭自己，一时没有防备，吃痛便松开了搂在他腰之上的手。阮唐借势退开，转身就想拉开试衣间的不堪一击的木门，可他的手刚碰上门，他的身体便抵了上来，他的手抵在门上，将他圈在他与门之间。再次被困住，阮唐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尽，眸光也变得狠厉起来。他愤恨地握起拳头，转身朝他身上招呼去。第68章热哭。而后抬眸冷冷地盯着他：我无所求，即便有所求，我自己亦能得到，无需殿下劳心。而且我亦不稀罕留在殿下身边做殿下的女人，这样的殊荣殿下还是留给想要的女人吧。而且我不怕告诉殿下，过不了多久我便会嫁作人妇，还望殿下自重，放过我。自重？放过你？楚木眸光冷沉，手指碾过他的双唇，替他拭去刚才他发狠咬他而在上面残留下的血渍。阮唐，晚了，你招惹了本王，就是本王的女人，若非本王逆反，你是逃不掉的。至于嫁作人妇，呵呵。
本王的女人，本王倒要看看哪个男人敢染指。他的眼神如狼，气势凌厉，短短几句话便将他终身定死。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他这辈子只能做他的女人，活在他的身下。到了此刻，阮唐才真正的悔不当初。他原以为在他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之后，钱货两讫，一拍两散，两人便谁也不记得谁。万没有想到，他竟会纠缠至此，不肯罢休了。一想到以后逃也逃不掉，只能在他身下苟命，阿谀奉承，承欢讨好，他便觉得委屈。他就想生个优秀的宝宝，有错吗？他气他招惹了他，可他都连本带利讨回去了，他为何还要穷追不舍？一瞬间，他的眼眶里便蓄满了泪水，一眨眼，那泪便像断了线的珍珠，滴滴答答的落了下来。他不是个爱哭的人，即便当初被他扎了一刀子，他都没有掉一滴泪。可是此刻，他却止不住了。楚木眸子的冷厉，在看到他的泪珠的那一刻，顿时怔愣住。他认识了他这么些时间了，除了床榻上被他折腾狠的时候会殷殷求饶，平时从未见他这般伤心的哭过。炙热的泪珠滴落，一颗接着一颗，滴到他身前的衣襟上，明明是隔着几层衣物，他的泪意渗不进去，可他却觉得那泪珠炙热滚烫，烫得他胸口发闷。这种感觉让他很烦躁。可阮唐这一掉泪便一发不可收拾，那泪水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般，越落越凶。楚木看着他，双眉忍不住紧紧的蹙起，顿时觉得有些手足无措。他几乎是下意识的抬手，指腹有些无章法的去帮他擦拭眼泪。他不过是想要他留在他身边，这很难吗？这也值得他哭得这么伤心？但阮唐小脸一偏，避开他的手。他本该气愤的，可他此刻的楚楚可怜的模样，却又让他气不起来。他烦闷地叹了一口气，而后松开了他，一退开了2步。你滚吧！他的声线依旧冷沉，但却没有多少气势，反而更多的是无奈。可阮唐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听到他愿意放自己出去，他还不麻溜走人。他抬手将脸上的泪擦拭干净后，才转身拉开试衣间的门。他不敢直接走出去，而是轻轻探头出去看了一眼外面。此刻外面静悄悄的，时不时会听到1-2声从离这里远一些的试衣间传来的声音。阮唐猜想应是阮长欢和招呼他的店丫鬟。他松了口气，赶紧从试衣间钻了出来。而他刚准备走回刚才坐的那里，一直在试衣服的阮长欢也刚好从试衣间出来。他身后跟着一个招呼他的店丫鬟，看到阮唐怔怔地站在那，不由得眉眼一蹙，特别是看到他还一脸惊慌，更是疑惑不已，不由得朝他问道：你怎么一副见鬼的模样？说着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心里忍不住嘀咕，难道是自己穿得太丑了？阮唐被他一问，顿时更加慌了，他的眸光禁不住往刚才他和楚木待的那个试衣间看去。此刻楚木还在里面，若他此刻出来，自己该如何应对？就在阮唐怔愣惊慌之际，阮长欢直接走到他面前，目光落在他脸上，满是探究。你的嘴巴怎么了？阮唐急忙捂住嘴巴，大意了。刚才楚木那厮吻得那么发狠，他的唇肯定是肿了。但阮长欢视线没在他脸上停留多久，而是转向他刚才坐的那处。那边桌子上放着点心和茶水。你贪吃了？把嘴都吃肿了，真是出息。阮长欢说着，脸上露出了嫌弃的表情。阮唐松了一口，点了点头，吃了点杏仁酥，好似过敏了。他睁眼说着瞎话。阮唐猜想，他虽喜欢沈千一，但因是未经情事，是以并没有看出自己嘴巴上的异样。他也庆幸是如此，不然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万一他大嘴巴又去和阮老夫人告状，那麻烦就大了。阮长欢听了他的话，并未多想，他的心思重新回到了衣服上面。他在阮唐面前转了一圈，木头愣子，我这件可好看？阮唐没心思管他，只是敷衍的点了点头。但阮长欢并未采取他的意见，而是上下打量了下他身上的衣服，皱眉道：我问你个乡下姑子的意见，作甚？说着又扭着身子去看别的衣服了。但阮唐却急得不行，他的视线时不时的往那试衣间瞟去，他现在就想走人。无奈他只好走到阮长欢身边，说道：你挑好了没？我想回去了。阮长欢一听他要回去，顿时脸都黑了下来。怎么舍不得花钱？我可告诉你，祖母下令了，今年我必须要买到我称心的衣衫和头面。太皇太后的寿宴，我可是代表整个晋安侯府的，若是我出丑了，小心祖母罚你跪祠堂。阮唐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也懒得跟他计较。他这个年纪，在他那个时代不过是个高中生，而他前世怎么也活了30年，不跟小屁孩计较。但他现在就想回去。他从怀里拿出了2张100两，塞到他手里。钱给你，你自己买，我回去了。阮长欢本就不乐意跟他一起，全都是看在他钱的份上。现在他把钱给自己了，他肯定是乐意的啊。他想回便回，关他屁事。可低头看到银票上面的票额，脸再次黑了下来。阮唐，
你打发叫花子呢？200两他能买什么？这里1楼和2楼的成衣和头面，随便一样都要200-300两了，都还是最差的那种。更别说3层这里的，就他现在身上所饰的这件，刚才他问了下店丫鬟，都要500两。我身上就这么多，你爱要不要？阮唐懒得管他，丢下这句话，便头也不回的下楼去了，留下阮长欢在上面跳脚。第69章生辰1。而阮唐出了绣金楼，等在外面的夏竹便迎了过来，还有阮长欢的丫鬟白芷。白芷看了眼阮唐，又望了望他后面，开口问道：“我家小姐呢？”“在里面啊，她叫你进去，我就先回去了。”阮唐说着，拉起夏竹的手，便头也不回的走。他来的时候是和阮长欢共乘一辆马车的，现在他先走了，自然就不坐那马车了。他带着夏竹去逛了一圈，买了些画本、零食、茶点，才租了一辆马车去了城郊一处别院，正是他2次劫持楚木欢好的那处别院。他把这里买了下来，他的好些东西都还放在这里。他进去收拾了些衣衫衣裙，才带着夏竹悠哉回了静安侯府。不过他刚回到海棠院，阮长欢便怒气冲冲地杀了过来。阮唐懒得理他，直接进了房间，靠在美人榻上，边看画本边吃着茶点，顿时把阮长欢气得不行。他直接走到阮唐面前，朝他伸出手：“你把钱拿来。”阮唐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注意力似乎都专注在他手中的画本上。“你聋了吗？”阮长欢又气急败坏地吼了一声。他只要想起刚才店丫鬟看他的眼神，他都觉得羞愤难当，当时都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一开始他是衣服湿的有多欢，后面就有多尴尬。阮唐虽然给了他200两，但他根本就不够，他一件衣衫都买不了。他气冲冲地回到府里，没想到他竟还没回来。本来他是想去祖母那里再告他一状的，但又怕祖母厌烦他，是以他才忍着。等他一回到府，他便忍不了了。可现在的阮唐跟5年前的阮唐一点都不一样，以前他就是呆呆傻傻的，现在的他猖狂至极，不但在祠堂那里打了自己，今天还当众让他丢尽了脸面，现在还敢不理会自己。阮长欢哪里忍得了，直接就上手去抢他的书，但阮唐却死死地捏着书，而后抬眸狠狠地瞪着他。这样的阮唐是他没有见过的，一时之间吓得松开了手。阮长欢，你要是有出息就自己去赚去，别他妈的天天惦记老娘的钱，我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了，凭什么给你花？阮唐本来在绣金楼因为楚木那厮就憋了一肚子委屈回来，现在被他这么一闹，更是烦得很。你……阮长欢没想到他会说出这么粗鄙的话，一时之间哑言，不知如何反驳。阮长欢，你要男人我可以让给你，但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惦记我的钱了，我谢你全家。阮唐看书的心情都被他搅没了，索性把书丢到榻上，起身进了内室。而阮长欢听到他说可以把男人让给他，立马高兴的不行，更是没有理会他刚才那些粗鄙的话，直接就跟着他也进了内室。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欢沈千一，你不打算嫁给他了是吗？阮唐四仰八叉的躺倒在床上，闭着眼睛说道：“都说让给你了，沈千一那种人，他招惹上了，只怕渣都不剩。可那关他什么事？他自己要倒贴上去，不让他自己去吃点苦头，怕是不知社会险恶。我可当真了，你不许反悔！”阮长欢气愤的来，高兴的走了，也不缠着阮唐要钱了。终于清静了，阮唐顺势睡起了觉来。转眼太皇太后的生辰宴到了，一大早阮唐就被夏竹从床上拉了起来，又是梳妆又是打扮，搞得好不隆重。其实阮唐对这个宴会一点都不感兴趣，他甚至都不想去，一想到时还要看到楚木那厮，他都烦闷的紧。但阮老夫人又下了严令，他必须出席。这次宴会虽是太皇太后为了给楚木那厮选老婆，但为了不那么刻意突兀，也请了很多世家公子哥，例如沈千一他们这种。而阮老夫人的意思很明显，说是把他带过去，趁机和沈千一培养下感情，实则是为了打断他亲孙女阮长欢对沈千一的念头，让他知道沈千一和阮唐才是一对，他就不要凑上去了，好好的讨太皇太后的欢心，当上宁王妃才是正道。阮唐无心参加，本来夏竹还给他挑了一套比较隆重的衣衫，还梳了一个好看的发髻，带了不少饰品在上面，但都被阮唐全部拆了。他又不参加选妃，搞那么隆重干嘛？这种时候越低调越好，最好大家都看不见他最好。最后他选了一件素色的衣衫，头上的也就只戴了一样饰品。他现在就能预想到阮老夫人看到他这副模样会有多生气。其实在古代出席宴会打扮这么素净是会招人耻笑的，他们讲究的是奢华繁丽，越隆重代表对宴会越重视，也能彰显这个家族的繁荣。阮唐反其道而行，定是会被批的，但他不在乎。果然在晋安侯府门口集合的时候，阮老太看到他的时候脸都黑了下来。你这是何意？是要丢我们晋安侯府的脸吗？阮老夫人不高兴道。
然而未等阮唐回答，一旁的阮长欢倒是先开口了：“祖母，姐姐本就生得俊俏，她这般打扮，应是不想抢了我的风头，祖母您就别怪她了。”今天的阮长欢好心的让阮唐有些不习惯，而阮唐也适时的打量了他一番。撒花烟罗衫搭配百花叶地裙，头上更是繁复招摇，又是花又是步摇金饰，都恨不得把能戴的都插头上了。这么一看，跟那个傻缺郡主倒是可以混到一块了。但阮唐对于他的这种打扮不敢苟同。现在想想，一开始夏主给他的装扮确实也算不得什么，比起阮长欢还真是大巫见小巫。反观现在更是对比鲜明，他站在阮长欢身边就是妥妥的一枚穷币，寒酸至极。也难怪阮老太黑脸。最后阮老太还是将他打发回去重新装扮，无奈他只好回去重新让夏主给他装扮。这次他挑了一件粉地芍药花的短襦，搭配粉蝶系花丛的长裙，样式虽也不是特别隆重，但比起一开始的素衫已经好多了。头上的发髻还是刚刚那个，不过换上了一只蔷薇花步摇簪，再加上几朵绒花插在发髻旁，添了几分娇俏。这次虽然阮老太还是不太满意，但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也就随了他。几人乘坐着晋安侯府最豪华的那辆马车，浩浩荡荡的往太皇太后住的行宫而去。第70章生辰2。太皇太后喜清静是以她的行宫建在京郊，从城里到那处将近2个时辰。他们一行人到的时候，行宫外已经聚集了不少马车，好多达官贵人、公子小姐都已经来了。下马车的时候，若是刚好碰上面的，都会在点头打招呼的同时，不动声色地打量对方，特别是贵女们，都暗地里开始比美较劲儿了。阮唐穿的并不出众，即便他有倾国倾城之容，大家亦没将视线落在他身上。他要的便是这样的效果。阮唐跟在阮老太和阮长欢的身后，一起进了行宫。不得不说，虽是太皇太后一人居住的行宫，但这地方大得惊人。院落阁楼遍布，碧水环绕，峰峦相依，当真是一个依山傍水、颐养天年的好地方。而这里也提前做了安全布防，他们就进来没一会儿，都看到了好几波侍卫巡逻。到了宫宴的主场地，那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据说这次邀请参加宴会的全都是4品以上官员的儿女或世家子女，而且大家都做了精心打扮，特别是那些姑娘们都打扮得花枝招展，都想要在宴会上脱颖而出，一展风采。试问谁不想得到太皇太后的青睐，从而坐上宁王妃那个位置？阮老太带着阮唐、阮长欢2人进了主殿，找了座位上坐下。阮唐这才发现每一张桌子上都放有名牌，都是按着这名牌来做的，而且从最靠近上座的位置到最尾端是按官品来排的。晋安侯从2品坐的位置算是在中间靠上。待席位全部坐满后，很快一声尖锐的声音便传来：“太皇太后驾到！”众人听闻都急忙起身，而后俯下身子齐齐跪拜，参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万福金安。伴随着大家的跪拜声，太皇太后从内殿走了出来，直接在上首宝座上坐下，才开口道：“大家无需多礼，都平身吧。”谢太皇太后。阮唐起身后，这才忍不住抬眸看向上首。刚听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太皇太后的声音好听，现在一看，更是惊艳了他。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里面的太皇太后都是老太婆了，他第一次见这么年轻的太皇太后。都说富贵养容颜，果真如此。这个太皇太后看起来也不过30多岁，黛眉凤眸，琼鼻玉唇，妥妥的大美女一枚，哪里像是太皇太后这样辈分呢？若不是她穿着一身拓黄色象征着身份的大衫，头戴凤冠，一身威仪，阮唐都要以为她也是来参与选妃的一员。若真如此，想必场上的女子怕都没机会了。能与之比肩的，她找不出第2个了。难怪楚木奈斯的颜值那么高，有个这么美的妈，基因这么强大，能不帅？男人爱看美女，女人也一样爱看美女。阮唐已经彻底沦陷在她美颜之下，竟忘了这样盯着太皇太后看是大罪。一旁的阮老太发现了他的失仪，急忙拉了拉他的衣袖，然后用眼神斥责了他一番。阮唐这才讪讪地低下头，眼观鼻鼻关心。坐在上首的太皇太后环顾了一圈下手，而后甚是满意的点了点头。整个上京城的名门贵女都在这了，他就不相信他儿子还挑不中一个满意的。他本是想撮合他和景宁的，奈何前段时间他在他面前明确表明了，他不喜欢景宁，只是当她是妹妹。他是过来人，一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他对景宁无意，他再强求也无用，何况是他这个倔劲儿十足的儿子。现在他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他看上的就纳进府里，不管什么位分。他都20有5了，后宅无一人，平白惹别人笑话。何况他还是一国的摄政王爷，这名声更是要维护。前段时间还有传言说他弄了个伤臂回府，他也故意在景宁的面前说起，想着让景宁去探下虚实。
虽景宁确实是气冲冲回来，也说了是有一女子住在他的房中，可等了好些时候，也不见他带人来见他，也不见给人名分，想必是他故意放出的消息，目的就是打消他替他那妃的念头。可他这个做母亲的，怎能不操心儿子的婚事？他是过来人，知道男人只要开了荤心，就会食髓知味。是以今天无论如何，他都是要选定一个人选，送进他的后宅。他微笑着转头询问身旁的婢女：“宁王殿下呢？怎的现下都未见他过来？”回禀太皇太后，奴婢已差人去催促了，想必殿下已经在来的路上了。那婢女恭敬回道。太皇太后忍不住轻叹一声，他这儿子什么都好，就是这点让他不省心。每每提到奈妃，就给他打哈哈。想必也是猜到了今日他这寿宴的目的，故意在拖延时间。但现在人已到齐，他只好朝众人说道：“今日是哀家寿宴，大家吃好喝好，不必拘束，就当家宴一般。”太皇太后平易近人，大家早有耳闻。今日许多都是第一次觐见，都忍不住在心里夸赞起来。那些贵女姑娘更是喜不自胜，若是能得宁王青睐，以后这婆母相处，想必亦是不难。相比于大家的喜悦，反观坐在靠得最近太皇太后得下手位置的景宁郡主，就耷拉着一张脸。特别是看到来的贵女姑娘们，个个都打扮花枝招展，她更是气愤。本来她姑母都答应了她，撮合她和穆哥哥的，可不知怎的就反悔了，还劝她不要再把心思放在穆哥哥的身上了。这怎么可能？他喜欢穆哥哥那么久了，怎么可能放弃？是以他今天特意来看看哪个不要脸的敢勾引他的穆哥哥。很快，工人开始上菜，宴会也正式开始。席间，太皇太后点名了几家官员，看到他们带过来的姑娘，个个都长得标致喜人，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很快，太皇太后的目光也落在了晋安侯府这一桌上。阮老夫人急忙带着阮长欢、阮堂起身，朝太皇太后扶了扶身，而太皇太后的目光也落在她身边的两个姑娘身上。阮老夫人急忙介绍道：“这是臣妾的大孙女阮堂，这是二孙女阮长欢。”阮老太边介绍着，便悄悄地推了推阮长欢，让她上前一些，好让太皇太后看清她的容貌。第71章，生辰3。太皇太后很是满意，直言道：“晋安侯府果然人杰地灵，生养的闺女都是这般水灵，不错不错。”众人听着太皇太后的语气，都忍不住酸唧唧地看了过来。不得不说，阮长欢在众贵女中样貌确实能脱颖而出。至于阮堂，他在阮老太将阮长欢推出去的时候，他便躲在了他们的身后，垂手也不说话。但他并不知道，太皇太后的目光却时不时地看向他这边。虽然刚刚阮老太介绍的时候，只是匆匆一瞥，他便低头躲在阮老太身后，但惊鸿一瞥，他便惊艳了。阮长欢确实是好看，但是比起一身简单打扮的阮堂，却是逊色不少。若是他的木儿看到这个美艳的女子，怕是再也把持不住了吧。太皇太后打着主意，直接指了指阮老太身后的阮堂，开口：“你是叫阮堂？可否过来让哀家瞧瞧？”太皇太后直接指明，阮老太心下咯噔一下，脸色稍稍变了变，但到底是见过世面的，面上依旧保持着平稳。她回头朝阮堂点了点头，示意他上前。阮堂本就无意这些，突然被点名，除了惊诧还是惊诧。他犹豫着，还是走上前几步，朝上手的太皇太后拜了拜：“臣女拜见太皇太后。”“无需多礼，抬起头来给哀家看看。”阮堂起身，而后抬头看向他，待他的面容彻底袒露在众人面前，大家才知道什么叫倾国倾城。一开始大家都只注意阮老夫人身边的阮长欢，而这个穿着素净没什么奢华装扮的，大家根本就没有多瞧他一眼。没想到他竟长得这般好看，顿时那些贵女们都感觉到了危机。若是论外貌，在场的还真没有人真与之比肩。现在他又被太皇太后特地点名，大家更是觉得没机会了。而一直耷拉着脑袋的景宁郡主，在听到太皇太后点名阮堂的时候，就已经看过来，待看到他的面容的时候，惊诧不已。他一度以为自己看错了，可那面容，那身姿一模一样。就在他愤恨之际，太皇太后开口问道：“你今年几岁了？”阮堂再傻也知道太皇太后问这个的目的，他求救般看向阮老太和阮长欢。相比于阮老太的着急，阮长欢却一脸喜悦。阮老太见阮堂向他求救，也知他无意和自己的妹妹争，是以连忙上前朝太皇太后说道：“太皇太后恕罪，臣妾的这个大孙女已然婚配了，实在不配太皇太后的深情关切。”太皇太后一听，脸上立马出现了惋惜之色。好不容易瞧上一个可能对他家木胃口的，不曾想已经婚配了。那哀家可否知晓是配及哪家郎了？阮老太正想说，一直坐在座位上看热闹的沈千一突然起身，朝太皇太后躬身，回禀太皇太后，与阿唐有婚约的正是下官。太皇太后看了过来，哦，原来是郑国公府的世子啊，俊男美女，倒也是良配。一声良配落下，
席间众人很快也就恢复了之前的热络，知道阮唐不再是对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其中也包括景宁郡主。他现在更加肯定，眼前这个阮唐应该只是和那贱婢长得相似罢了，并不是同一人，同时也庆幸他已然婚配，就不是自己的对手了。有人欢喜，自然有人愁。阮长欢本来一脸的喜悦，现下已然变成了苦瓜脸，就差哭出来了。小插曲落幕，阮唐再次回归透明人的状态，他重新回到座位上坐下，开始专心吃东西看表演。但一旁的阮长欢却坐不住了，趁着阮老太去和其他官妇闲聊之际，悄悄地拉着白纸嘀咕了一阵。好一会儿后，他才拉了拉阮唐：“我去如厕，若祖母找我，你替我同祖母说。”阮唐点了点头，含糊地应了声好。阮长欢离开没多久，阮唐便发现沈千一也离开了，他不由得扯唇笑了笑。这阮长欢还真的是上杆子送人头啊！这沈千一就那么香吗？竟让他不顾危险和名声，偷偷与他私会。而且这沈千一也真不是好人，明明与他有婚约，明明已经勾搭上他的另外一个妹妹阮青鸾，竟还去招惹阮长欢，真是死渣男。阮唐拿起一个桂花糕，咬了一嘴，最后还是忍不住起身。阮长欢虽然骄纵跋扈，但心眼也不是那么坏。前世他除了小打小闹的欺负过原主外，倒也没有对原主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让沈千一这个人渣毁了他，他到底是有些于心不忍。毕竟他现在也不过是个高中生一般的年纪，还是朵小花。阮唐让夏竹留下，交代了几声后，便循着刚才阮长欢离开的方向走去。走了好一会儿，越来越安静，灯火也都越发昏暗。还别说，怪瘆人的。阮唐寻了好一会儿，也不见阮长欢的人影。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假山处人影晃动，他连忙猫下身子往那边摸去，待离得近了才停下。很快他便听到阮长欢的声音，带着哭腔：“一哥哥，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说过会娶我的吗？为何刚刚要承认和阮唐那木头愣子的婚事？你是不是骗我？是不是不想要我了？”“怎么会？我怎么会不要花儿？我最喜欢的便是花了。刚才那样做不过是缓兵之计。你也知道，你我之间的事，你祖母是不同意的。若我现在不承认和阮唐的婚事，那我以后就更加不可能有机会去靖安侯府找你了。和他的婚事只是幌子，只是我去见你的理由。待时机成熟了，我定会把和他的婚事改为和你的。”“真的吗？一哥哥？”“当然是真的。一哥哥何时骗过你？”“一哥哥。”随着阮长欢的一声婉转的一哥哥落下之后，便没了声响。就在阮唐疑惑之际，突然传来啧啧的口水声，他顿时僵住了，脸也红了。就在他犹豫要不要离开的时候，阮长欢娇糯的声音再次传来：“一哥哥，别，我怕。花儿别怕，哥哥就摸摸，不做别的。”阮唐都要吐出来了，这不是典型的渣男语录吗？也就能骗阮长欢这样的单纯少女。不得不说，这沈千一可真是猥琐。他虽然不喜欢阮长欢，但也不能看着他踩进泥潭里。沈千一那厮可是很恐怖的。就在他准备出去喝止他们的时候，他突然被人捂住了嘴巴，拖到了旁边的假山里。第72章，别动。还未等他挣扎，外面便传来了一个喝呼声：“是谁在那边？”阮唐神经紧绷，身子紧紧地贴在假山上，也借着月光看清了挟持他的人。不是谁，正是他最不想见到的人——楚木。还真是阴魂不散，怎么走哪都遇到他。本来在宴会上没有见到他，还以为他今晚不会出席了呢，原来是在这里躲着偷看别人现场直播，真变态。阮唐正欲推开他，外面却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而后又是一声呵斥声：“谁在那？立马出来！”他顿时不敢动了，一双猫似的眸子里陡然升起了惊慌。他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竟没有再听到阮长欢和沈千一的声音。难道他们走了？那现在外面的人呵斥的是他和楚木吗？阮唐更加慌了，要是被人发现他和楚木一起在这里，那他有10张嘴也说不清。明明他们没什么，也会被说出点什么来的。尤其自己刚刚在宴会上才被沈千一当众认领和他有婚约，现在要是被人看到他和楚木在这幽暗的假山里，那他指不定就被说成什么水性杨花，故意勾引宁王的浪荡女。即便靖安侯府留他，估计太皇太后也不留他。然而捂着他嘴贴在他身前的男人却一点慌乱之色都没有，反而是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唇边还挂着浅笑。这样的他熟悉又陌生，让阮唐很不习惯。他垂下眸子，不再看他，而是侧身想要看一下外面，但被楚木阻止了。他俯身在他耳边轻声道：“别动，是巡防的侍卫，你若是不想被别人看到，就乖乖的。”他的话音才落下，那边又传来了那些侍卫的声音：“进去抓人。”是。一声令下，那些侍卫便向假山这边走了过来。阮唐能清晰地听到他们脚步声在靠近，他身子绷得更紧了，脚都忍不住在抖。再看眼前的男人，竟然还一副揶揄的模样看着自己。他怎么忘了，
这厮怕是恨不得所有人都看到他和他在一起，这样他才好光明正大的把自己拘在身边。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什么，他不可思议的蹙起眉。他抬手抓住他身前的衣领，将他拉低了些，才附到他耳边，轻声道：“这些侍卫是你找来的？”他用的是肯定句，不是问句。这边不是宾客的活动区域，虽然整个行宫都做了布防，但大部分的侍卫都是守在宴会那边的主殿周围。而且这边灯光昏暗，沈千一和阮长欢说话的声音也很小，他都是贴近这边才勉强听到。侍卫怎么可能就独独发现这边的动静？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故意把侍卫引到这边来。而最大嫌疑的便是眼前的这个狗男人。楚木轻挑眉头，唇边笑意更深，并没有否认阮唐的说法。脑子终于被你找回来了。楚木附在他耳边，贴着他耳廓轻轻说道。他呼出的气息全数喷洒在他的耳廓里，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稍稍偏头避开他的接触，而后狠狠地瞪着他，真卑鄙。多谢夸奖。阮唐愤恨地推了他一把，顺势放开了抓在他衣领上的手。人是他找来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冲着他来的，那他怎么可能还要在这里等死？他矮下身子，从他的胳膊下钻了过去，而后想从另外一个方向逃走，可他没走2步，就被男人从身后抱住了腰肢，重新拉回他身边。别动！他的手臂紧紧地箍着他，手也顺势捂上他的嘴巴。就在准备死命挣脱他的时候，阮长欢的声音传了过来，是带着哭腔的：“别抓我，我是晋安侯府的3小姐。”他的话音刚落，阮唐便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向这边而来，随之而来的还有闹哄哄的说话声。没多久，阮唐便听到了阮老太的斥责声：“秀儿，你为何在此处？在此处作甚？”阮唐顿时吓得动都不敢动了，而后外面便是闹哄哄的议论声。后来阮唐才知道，不知道是谁在宴席上说了一句，有人在后院假山处偷情，才引得众人到了这边来。面对阮老太的斥责声，阮唐只听到阮长欢的哭声。最后还是太皇太后来了，说了一句：“许是阮3小姐迷路了，找到人便好，都回宴席上吧，宁王马上也要到了。”太皇太后令下，哪还有人敢留在这里看热闹？很快众人便都离开了。很快这边又恢复了宁静，阮唐这才松下了一口气，而后开始去掰楚木的手臂。楚木这次倒是很配合，很快便放开了他。得到自由的阮唐看都不看他，飞奔的就离开了这里，重新回到了宴会上。他刚走到座位旁，未来得及坐下，就收到了阮老太的一记眼刀，而后便是他的斥责声：“你又是去何处了？”阮唐睁着他那双无辜的眸子，低声应道：“祖母，我去如厕了。”那模样怯怯的，阮老太蹙着眉看着他一会儿，到底没有再说什么。而他旁边的阮长欢就不好了，低着头，脸上泪痕未干，双眼也是红肿的，那模样好不可怜。而他也假装不知情，问道：“三妹妹这是怎么了？”阮长欢被他一问，本来已经止了的泪水顿时又落了出来。莫要在此处丢人。阮老太低声训了阮长欢一声，而后丢给他一张帕子，而后又不耐烦地瞪了阮唐一眼。阮唐只好闭嘴，乖乖地坐好。没多久，太监尖锐的长声传来：“宁王殿下驾到。”本来还有些闹哄的席面，顿时因为这一声都安静了下来。特别是那些贵女姑娘们都扬长了脖子，看向声音传来之处，甚至有些贵女开始整理妆容、衣衫，而后摆出一副矫揉造作的模样。阮唐看着这一幕幕，不由得撇撇嘴。要是这些贵女们知道楚木那厮是个不懂得怜香惜玉，动不动就捅刀子，还有苟起来没日没夜，他们还会不会这么趋之若鹜？长声落下，楚木便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只见他从主殿入口处款款走来，一身玄色窄袖蟒袍，领口处香绣金线祥云，腰间朱红白玉腰带，上挂白玉玲珑腰佩，黑发竖起，以镶碧流金冠固定着，修长的身体挺得笔直，整个人风神俊朗中又透着与生俱来的高贵，让人生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他大步向主殿上方的主位上走去，到了太皇太后的面前，才屈膝跪下。儿臣拜见母后，祝母后生辰愉快，长命百岁，童颜永驻。太皇太后将他扶起，而后娇嗔了他一眼，但不难看出母子俩感情甚笃。很快楚木便在太皇太后身边的位置上坐下，但他并没有正襟危坐，而是斜靠着座椅，一只手撑在椅子把手上，抵着太阳穴，姿态恣意昂扬，丝毫没有一丝庄重。而太皇太后似乎也习惯了他这副模样，并未多说什么，只是侧眸看他的时候，发现他的目光一直定定地落在某处。第73章心思。太皇太后循着他的目光再次注意到了阮唐，他忍不住轻叹了一声，不愧是母子，看中的人都是一样的。席间趁着众人推杯换盏观看节目之时，他才凑近了下楚木，轻声问道：“木儿是不是也看中了那阮家大姑娘了？”楚木本来还沉溺在观察阮唐的一举一动当中，听到太皇太后的话，
微微一愣，而后疑惑地看向他，母后这是何意？太皇太后轻笑一声，知儿莫若母，何况你的心思都写上脸上了，母后又怎会看不出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见他对一个女人感兴趣，以后他都绷着一张脸，心思都是藏在心里，即便她是他母后，他亦鲜少在他面前表露过任何别的情绪，他一直都冷静自持的，而像刚刚那般盯着一个小姑娘看，实属罕见。母后也挺喜欢那阮大姑娘的，长得漂亮，名字也好听，我看见她第一眼就觉得亲切，就想拉着她亲近一番，只是可惜，楚木没想到向来眼高于顶，无人能入他眼的母后，竟然会对阮唐另眼相看。只是可惜什么？可惜他有婚约了，不然母后直接下一道懿旨，把他纳入你府里，给你当王妃。王妃？楚木摩擦着拇指上的血玉扳指，以前他的身份低微，连给他做妾都不够格，但现在他是靖安侯府的千金，倒是也够格了。楚木唇角勾起了一抹笑，看向阮唐的目光更是熠熠生辉。有婚约又如何？这不是还未嫁人吗？即便是嫁了，本王想要的，你莫要胡来。没等他说完，太皇太后便斥责他：你现在是什么身份？若是做出强抢臣子女人的事来，我们大周的脸面还要吗？你莫要糊涂，一个女子而已，席间这么多姑娘，难道还找不出别的一个来？说着，太皇太后抬下巴，指了指下手左边第二个位置，你看，那是尚书郎家的二闺女，生得端庄温柔，配你也是可以的。还有那边的程将军家的独女，能文能武，可爱活泼，也是不错的。还有，太皇太后还在滔滔不绝介绍，但楚木却没有听进里，他的视线再次落在阮唐的身上。而此刻的阮唐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心上的点心，喝着带着果香的果酒。一开始他还以为楚木的目光一直在自己身上而觉得不自在，到最后他索性不管不顾，开始吃喝起来。特别是喝了那果酒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果然是专供皇宫的贵人的，连酒都是醇厚丝滑，喝起来都带劲儿。即便是不喜喝酒，亦不会贪杯的他，都忍不住一杯接着一杯。阮老太因为阮长欢的事，整晚都耷拉着脸，也没有功夫去理会阮唐。是以他都喝得脸蛋红扑扑，甚至有些醉眼朦胧了，都未被阮老太发现。只有一旁的夏竹时不时提醒着阮唐，但阮唐只是笑笑地说着无碍，而后又接着吃接着喝。宴会渐渐达到了高潮，大家几杯酒下肚，那些本想借着宴会得太皇太后和宁王青睐的贵女们，也就生了胆子，一个接着一个去向他们敬酒。楚木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是奈何太皇太后不准他离开，是以他只好冷冷地敷衍着。那些贵女一开始还满怀热情，但个个接触到楚木冷沉的眸光，都被吓得退了缩。加上一旁有景宁郡主的阻隔，他们每一次的敬酒都被景宁截胡了，全都是他替楚木喝了。渐渐的，那些贵女也就没了兴致，要么回了位置乖乖待着，要么就和别的公子哥热聊了起来。趁着场面热闹，沈千一也来到了阮唐他们这一桌。他先是朝阮老太行了一个礼，而后说道：姨祖母，不知侄儿可否带大表妹去走走？阮老夫人本来还因为阮长欢的事一直不悦，她怀疑阮长欢是被沈千一骗了去那假山处和他幽会，现下看到他更是一肚子气，可见他又是一脸诚挚的邀请阮唐，心中不免有些松动，猜测是不是自己想多了，是不是真如阮长欢说的是去找攻防迷路了。可阮长欢红肿的唇又作何解释？一时之间他竟觉得看不透面前的这个表侄儿，但他知道不能让他毁了他的孙女，是以他点头应道：去吧，两人好好联络下感情。此刻已经有些醉意的阮唐脑子都是迷糊的，阮老太让他和沈千一去的时候，他只是含糊的点了点头，而后就被沈千一牵住手从座位上拉了起来。一旁的阮长欢本来还因为刚才的事不高兴着，此刻沈千一又当着他的面来约阮唐，他差点没忍住当场炸毛。刚才在假山那处，他说为了他的清誉，竟丢下他跑了，奈何他一个弱女子不会武功，只能待在那里坐以待毙。若不是他出来得快，那些侍卫就要提剑杀进去了。现下想想就委屈，他倒好，回来之后全程像个没事人一样，眼神都不曾给自己一个，现在还直接把阮唐约走，难道他真的瞎了眼？沈千一根本就不喜欢自己，可一想到刚刚他亲吻了自己，又在自己身上摸了许久，他就更加坐不住了。他的清白都给了他，他怎可以这样对自己？还有那阮唐明明已经答应了把沈千一让给他的，现下是要反悔了吗？就在他愤恨地盯着沈千一和阮唐离开的背影时，阮老太握了握他放在桌下的手：秀儿，沈千一不是你的良配，你莫要再惦记他了。为何？祖母，为何？为何阮唐可以，我就不可以？阮长欢终于忍不住控诉道：反正祖母为了你好，他不适合你。阮长欢扭头又开始垂泪，他就是想不明白，为何祖母那么坚决反对沈千一和他在一起。他和阮唐都是阮家女儿，谁嫁又有区别？
可他怎么可能会想得通？而上手位置的某人在沈千一走到软糖桌前就已经坐正了身子，在看到他朝他伸出手，将他那小手握在手里的时候，那双黑眸里都恨不得蹦出冰刀，将沈千一千刀万剐。第74章诱惑。最令他想不到的是，那个小女人竟敢不反抗，任由沈千一牵她的手，还朝他笑，真是找死。而楚木的反常也被太皇太后看在了眼里，他在他坐正身子的那刻就抬手拉住了他的手腕。莫要胡来，他这个儿子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蛮横，这一点他是真拿他没办法。那个女孩他也喜欢，只是人家已定下婚约，他总不能因为一眼看上了人家就强了来，那不是土匪吗？楚木却反拍了拍太皇太后的手，安抚道：母后不必忧心，儿臣自有分寸。然太皇太后却不信他，你莫想要哄骗母后，你什么德行，母后还不知。说着横了他一眼，而后继续道：哀家看那女孩也是个好姑娘，你莫要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毁了人姑娘。没等他说完，楚木便哼笑了一声。好姑娘，楚木呢喃道，若是他母后知道那女人不知天高把他儿子掳到床上毁了清白，他还会觉得她是个好姑娘吗？她表面功夫确实很会，但那也就骗别人，在他这里这样的伎俩还不够看。但她虽不是什么好姑娘，可奈何她能勾住自己的兴趣，倒也勉强算是个厉害的姑娘吧。楚木没有再理会太皇太后的劝阻，直接起身便朝下首席面那边走去。太皇太后急得想要起身去阻拦，不过她刚从座位上起身，外间便传来了太监的通传声：皇上驾到，贵妃娘娘驾到。听到通传声，太皇太后只好重新在位置上坐下，而这边刚走下台阶的楚木忍不住蹙了下眉，也停住了脚步。很快，主殿外面便走进了一个男子和一个打扮妖娆的女人。那男子正是当今圣上楚俊泽，而女人则是万贵妃。两人出现，宴会便安静了下来，众人都跪下朝拜。待众人平身后，楚俊泽和万贵妃才上前朝太皇太后跪拜。孙儿，臣妾拜见皇祖母。无需多礼，都起来吧。待两人起身后，才朝一旁的楚木做了一个揖：侄儿，臣妾见过皇叔。楚木点点头，便未言语。太皇太后清楚楚木的性子，未免场面尴尬，在楚木点完头，他便直接开口：你们怎地来了？皇上国事繁忙，就不必大费周章跑过来了。那怎么行？今日是皇祖母生辰，孙儿怎能不出席？楚俊泽说着，便朝上首的主座上走去，直接在太皇太后的身边蹲下，用头去蹭她的手臂，做撒娇状。太皇太后马上便眉开眼笑了，摸了摸他的脑袋，嗔道：没大没小。而下手的万贵妃双眼含情地看了一会儿楚木之后，才拿过身边丫鬟手里的一个长长的锦盒。皇祖母，这是臣妾和陛下给您备的生辰礼，祝愿皇祖母凤体安康，福寿延绵。听到万贵妃的话之后，楚俊泽才起来，走过去拿过万贵妃手上的锦盒，直接捧到太皇太后的面前。人来了便行，拿什么礼物？不是什么贵重的礼品，孙儿知皇祖母不缺什么，这是孙儿托人寻了许久才寻来的，是皇祖母最喜的花鸟册。下手楚木见他们其乐融融，不打算掺和，直接抬脚便往刚才沈千一和阮唐走的方向而去。一旁的万贵妃见状，上前跟太皇太后和楚俊泽说道：皇祖母，陛下，臣妾突觉肚子有些不舒服，想去一趟。楚俊泽睨了他一眼，有些不悦道：快去快回。万贵妃朝两人扶了扶身，便带着贴身丫鬟追着楚木离去的方向走去。席间的众人一阵安静过后，又开始热络了起来，谁也没去注意楚木和万贵妃离开的方向是一样的。楚木走了好一会儿，都未见到阮唐和沈千一的身影。很快，他周身气息便变得阴沉下来，正巧追着过来的万贵妃看到他站在湖边，急忙快步走到他身前。殿下。万贵妃双手垂在身前，故意用手臂挤压着胸前的软肉，让他半露的酥胸更加丰满，那深沟也更加深幽。可楚木看了他一眼，便露出了嫌恶的表情，脸上的阴鸷之色更甚。有何事？妾身想去宫房，可这行宫妾身也不熟悉，刚好碰见殿下在此，就想来问下，不知殿下可否方便告知？楚木听了却嗤笑一声：你看本王像是指路的小厮吗？不是，妾身不是这个意思。然楚木因找不到阮唐，心下更加烦闷，对他丢下一句滚，便转身离开。可万贵妃今晚能来这边，可是求了楚俊泽好些时候，他才愿带自己过来。而且今晚这寿宴，他一知晓是太皇太后想借寿宴的名义给他物色王妃的人选，他怎能看着别的女人把他觊觎了去？他都还未得手呢。这几夜夜夜梦里，自己都在他身下欲仙欲死，醒来后发现是梦，又是空虚不已。是以他决定今晚一定要让他要了自己。他想，他在自己身体里的滋味定会比那梦里还销魂。他跟上他的脚步，直接走到他面前，便扑倒到他怀里。
而后拼命用身前的软肉去挤压他。他相信男人都是经不住诱惑的，他对自己的身材有信心，只要男人碰到，必定是脱不了身的。楚木再冷漠，他也是个男人，是男人就会有欲望，有了欲望，那还不是任由他揉搓。他死死地抱住他，用着他沙哑性感的声音道：“妾身仰慕殿下许久了，殿下就可怜下妾身，要了妾身吧。”楚木没想到他会突然扑上来，等他反应过来，他的手臂已经死死地缠住了自己。看着他的人，闻着他的味道，楚木只觉得无比恶心。松手！楚木的声音仿若幽深的寒潭里传来，带着无比渗人的寒意。万贵妃又怎会不知他生气了？但机会只有一次，只有抓住这次机会，让他要了自己，他便会食髓知味。届时无需他寻他，他自然会来寻他。示意他不但不放手，抱得更紧了。殿下，我爱你，要了我吧。楚木厌恶无比，正想抬手将人掀开，远远便看到一个踉踉跄跄的人影朝这边跑来。他的眼睛何其锐利，远远便认出了那个身影的主人。只是那身影的主人奔到离他没多远，便停下了脚步，看着他们，连忙又踉踉跄跄转身朝着宴会那边的方向跑去。第75章合作。楚木这下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把万贵妃先倒在地，而后大步流星朝那个身影的方向走去。万贵妃跌倒在地，绝望地看着楚木离开的背影，又是难过又是恼怒。本来被他下令离得远远的婢女，看到他跌倒在地，也不敢再站着不动了，连忙跑过来将他扶起。只是他刚站好，就听到一声嗤笑，而后是一个嫌恶的声音：“没想到贵妃娘娘这么恶心，竟敢觊觎穆哥哥。”伴随着声音，景宁郡主从黑夜里朝他走来，待站定在他面前之后，脸上的鄙夷之色清晰可见。万贵妃也不怒，反而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景宁郡主又何必说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比谁好不到哪里。闭嘴，莫要拿本郡主跟你比。”景宁冷哼道：“本郡主未嫁，穆哥哥未娶，本郡主喜欢他，这并不稀奇。可你……”景宁郡主蹙起眉头，脸上的嫌恶之色更甚：“你以为人妇，而且还是陛下的妃子，你竟敢背着陛下偷偷的勾引他的皇叔，你要脸吗？”“哈哈，要脸！”景宁郡主未尝男女之事，自是不懂那滋味。比起这，脸面算什么？特别是像她这种在深宫里的女人，那种孤寂空虚的滋味，他们又怎么会懂？景宁郡主没想到他竟是个这么没脸没皮的，对他更加厌恶了。恶心！我要去告诉姑母。景宁郡主转身就走，可很快就被万贵妃接下来的话惊住了。景宁郡主喜欢宁王殿下，但殿下却不喜欢郡主，甚至太皇太后是不是也放弃了撮合你和殿下了？你胡说八道什么？景宁郡主回头，有些愤恨地瞪着他，还带着心思被戳穿的羞恼。我有没胡说，郡主心里最清楚。万贵妃勾唇笑着，亦步亦趋地走到景宁面前。若是本宫能帮你，你还想要去告诉你姑母刚刚发生的事吗？景宁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脸上的倨傲之色未退，唇边也依旧含着讥笑。本宫知道，你心里一定是在讥笑本宫，觉得本宫自己都没本事勾住宁王殿下，又如何能帮你勾住，对吧？心思被洞穿，景宁脸上出现了些许不自在，但依旧倨傲的冷哼一声：“本郡主何须你这般水性杨花的女人来帮？你莫想要哄骗本郡主。哄不哄骗，郡主听了不就知了？”万贵妃脸上依旧挂着笑，丝毫没有因为景宁的话而出现任何慌张或者不自在。景宁看了他一眼，面上虽然还保持着冷静，但是心下已经有些松动了。万贵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继续说道：“太皇太后今日这寿宴就是给宁王殿下物色人选的，即便这王妃的人选没有选中，但是这妾室指不定明天就送入了宁王府。你若还犹豫不决，别说宁王妃，只怕连个妾室的位置都不会有你的。你甘心吗？甘心吗？”景宁暗暗问自己，自然是不甘心的。他喜欢了穆哥哥那么些年了，他怎么能看着他娶别的女人？这男人啊，都是好色的，就不喜欢规规矩矩的女子。景宁听着，脑子里突然想到了楚木养在房里的那个伤婢，那个女人就不是个规矩的女子，满嘴粗鄙，可他的穆哥哥却承认了，在床子之上对他欲仙欲死。景宁不由多看了几眼万贵妃，莫非真如他所说，穆哥哥也是那样的男人？可要他未成婚前就和他，他可是当朝郡主，是太皇太后最喜爱的侄女，难道真的要用那勾栏般的手段，他的穆哥哥才会娶她？景宁想到这，不禁面红耳赤。好在是夜晚，光线不足，没把他的窘态暴露。万贵妃见他有所松动，趁机附到他耳边嘀咕了几句。景宁听后，脸上的窘态更甚，而且对万贵妃更是升起厌恶之色。万贵妃也不介意，继续说道：“这事要成了，得意的也是郡主你，但我总不能冒险帮你，却落不着一点好处吧？是以，我刚才的那个提议是最好的，我得到我想要的，郡主也得到了你想要的，如何？”景宁绞着手帕，眉头紧蹙，久久不出声。那郡主先好好想下吧，
若是想通了，可到宫里来寻本宫。万贵妃说完，不再理会景宁郡主，勾着笑，扭着身姿离开了。待走远后，跟在万贵妃身边的婢女才出声：“娘娘，景宁郡主会不会告诉太皇太后今晚发生的事？”万贵妃笑笑，信心十足：“放心，她不会。”阮唐喝了不少果酒，醉意上来，脑子便迷糊了，眼前的人影都开始晃动。阮老太同他说了什么，他都未听清，只是傻傻的点了点头。随后他便被人牵住手，拉起身来了。他还以为是下逐，傻乎乎的跟着走，直到走了一段距离，晚风一吹，他脑子才渐渐清醒。待看清牵着他手走的人是沈千一时，他才一脸后怕的甩开他的手。奈何他喝了不少酒，脑子虽有了几分清醒，但晕眩感依旧在，身子也软绵绵的东倒西歪。甩开了牵住他的手，也把自己甩倒在地了。阿唐，你没事吧？沈千一蹲下身子，想要将他扶起来。阮唐仿若遇到瘟疫一般，急急地撑着地面往后退去。原身前世的记忆和今晚在假山处他和阮长欢那些对话，在他脑子里交错盘绕着。阮唐脸上也没有掩饰的露出了厌恶之色。本来还一脸温润的沈千一见他露出这样的表情，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甚至还夹杂着几分狠厉。阮唐醉眼朦胧，并未发现他的变化，但是他亦是本能的从地上爬起，而后说道：“我不舒服，我要回去了。”可沈千一哪里肯放过他？他的这个未婚妻跟5年前比起来，可是变了不少，不但身材样貌变得更加动人了，就连气质都变得韵味十足。当年若不是因为他娘亲的母家被满门抄斩了，他倒是很乐意娶她的。毕竟他娘亲的母族富甲一方，而且她还是他娘亲唯一的女儿，光是陪嫁必定都是无比丰厚的。只可惜没了母族的加持，他注定是暗淡无光的。加上他父亲亦放弃了他，不惜将他逼出家门，甚至还想要他的命。他本想救他，带回府里养着，供他享用，亦是快活事。可当年他性子烈，宁愿吃了毒药，也不愿跟他走。只是没想到他竟没被毒死，还活得好好的，还出落得这般美艳。他如何还舍得放手？这样一个尤物，能臣服在自己身下，该是多销魂。而且等自己玩腻了，还可以用他来笼络权贵，与他的生意有益无弊。沈千一如是想着，露出邪似的笑容，便将那魔爪伸向阮唐。第76章，好心。阮唐对他脸上的这个表情再清楚不过，在原主的记忆里，他的这副模样一出现，他便会对他用那些再变态不过的手段。沈千一其实有早泄的功能障碍，每发泄不爽力，便开始对原主用各种变态的手法，妥妥的一枚性虐待的变态魔鬼。阮唐迷糊的脑子顿时都清醒了一大半，他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抓起一把泥沙砸向沈千一的面门，趁机爬起便赶紧跑。但到底是喝了酒的缘故，他跑得跌跌撞撞的。很快后面便传来了脚步声，他知道是沈千一追上来了，他甚至都不敢回头看一眼，卯足劲儿就往前跑。终于在他几乎要跑断气的时候，看到湖边那里有人影晃动，他再也顾不上其他，就往那处跑去。只要有人在，沈千一再胆大也不敢轻举妄动。可随着他离那人影越来越近，他也看清了那处的人是谁，正是楚木那厮。他正想着要不要向他求救时，下一秒便看到了他怀里抱着一个女人。他哪里还敢去坏他的好事，暗暗地喊了一声我草，便掉头往宴会那边的方向跑去。还好那厮和那女人还未脱掉衣服抱着，不然他真要长针眼了。只是他没想到楚木那厮竟然这么风骚，几天前还抱着他在试衣间里求爱呢，现在就抱着别的女人。阮唐想想便觉得恶心不已，脚下亦因为他的胡思乱想，一微人就扑倒在地，钻心的疼痛感传来。可他顾不上许多，爬起来一瘸一瘸又跑了起来。他不知道沈千一的变态是否还追着他，他不敢停，只有去到宴会那边，他才能彻底安全。可他才瘸着跑出去几步，就被一股力量拉住了手腕，随即天昏地转，他便被腾空抱起。他吓得本能的惊呼出声，两只手也直接往抱着他的人身上胡乱招呼去。楚木被他乱挥的双手打了好几巴掌，他的脸色也忍不住沉了下来，恶狠狠地说道：“再打，本王就把你丢下来砸死。”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阮唐挥舞的双手终于停了下来，而以为是沈千一的那种恐惧也顿时消散不少。但他也就安静了一会儿，马上又开始挣扎。殿下，请放我下来。他的身上全都是不属于他的味道，而是一股甜腻的胭脂味，想来是刚才那个女人身上的味道。他闻着这股味道直犯恶心，醉酒的那股酒劲儿顿时上涌，他差点干呕了出来。男人蹙了蹙眉头，警告道：“不准涂我身上。那请殿下放我下来，免得弄脏了殿下的身子。”阮唐的语气有些冷，还带着疏离：“你脚微了，乖乖待着，本王带你离开。不敢劳驾殿下，我自己会回去。”楚木停下脚步，逆着他，脸色非常不好：“不劳驾本王，是要劳驾沈千一吗？
你就那么稀罕他？想到刚才他的手包裹在那姓沈的手里，他心里就燃起一股无名火。他的话让阮唐愣了一下，但他很快便回过神来，讪讪道：“那就更不用殿下操心了。阮唐，你别得寸进尺，本王好心帮你，你别不知好歹。我本就不需殿下帮忙，是殿下自己。”楚木顿时气急，还真是个不识好歹的。他的好心，他竟当驴肝肺。就今天这宴会里，多少女人想要得到他的好心，他都不屑给。他倒好了，他白送，他竟敢拒绝，不要。很好，真是好极了。他气冲冲地将他放到地上，头也不回地走了。阮唐被他突然一放，差点栽倒在地。还好这里是回廊，旁边有廊柱，他扶着廊柱才站稳。他走得很快，阮唐很快便看不到他的身影。小气鬼，不就说几句吗？至于吗？阮唐忍不住嘀咕。他看了下四周，知道这里离宴会得主殿并不远，即便沈千一现在出现在这，亦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这边有巡逻的侍卫会时不时经过，他胆子再大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放下心后，阮唐也就不心急了，瘸着脚慢悠悠地往宴会的主殿那边走去。在靠近主殿大门没多远的地方，他便看到了夏竹一脸焦急地站在门口处张望。待见到他之后，急忙跑了过来：“小姐，你没事吧？”阮唐朝他笑了笑：“我没事，就是崴了下脚。”“崴了脚？严重吗？”“都怪我，我不应该回来拿什么披风的。”原来沈千一带着阮唐离开的时候，夏竹也跟着的。但走了一小截路，沈千一便以阮唐喝了酒，夜风凉，打发了夏竹回去拿披风。趁着夏竹离开的空档，带着阮唐去了行宫其他幽暗之处。待夏竹拿了披风出来，却寻不到人了。“不怪你，你进去和祖母说一声，我们先回去。”夏竹点点头，很快便跑了进去。没一会儿，他就出来了。“我已经和老夫人说了，老夫人答应让小姐先回去。”阮唐点点头，夏竹便扶着他往行宫外走去。待走到行宫门口后，他又犯了愁。他来的时候是跟着阮老夫人的马车来的，现在他先走，去哪里找马车？就在他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一辆马车在他面前停下。“阮小姐，请上车。”阮唐认出是楚木身边的那个南风。“不用了，我可以再等等我祖母的。”不用想也知道是楚木那厮让他来的，他可不想受他的恩惠，免得算不清又被他赖上。南风却笑笑，继续道：“阮小姐不用担心，我主子说了，不是免费送阮小姐，是需要阮小姐给银两的。”说着朝阮唐伸出手，呈汇50两。阮唐气结：“50两？你怎么没叫你主子去抢呢？”阮小姐莫急，50两已是很优惠了，这处白日都叫不到马车，何况是夜晚，加上此处到城里的路途不算近，50两已是友情价了，若是别人恐怕1000两，我家主子也未必会给做。阮唐撇撇嘴，不置可否，但也没动。阮小姐莫要犹豫了，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这宴会恐怕还要1-2个时辰才结束。您莫不是想要在这门口等上1-2个时辰？第77章，坐车。告诉你主子，我不稀罕，而且我这钱不乐意给他赚，让他去找别的小姐姐做吧。阮唐说着，直接在行宫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休想拿捏他！南风没想到阮唐真的会拒绝，脸上顿时出现急色，稍稍侧眸望了一眼马车厢里，那处并没有动静。他一时没了主意，只好向一旁的夏竹投去求救的目光。夏竹不认识他，见他看过来，蹙着眉瞪了他一眼，仿若他是什么登徒浪子。南风无奈，只好又看向阮唐：“阮小姐，要不我给您减价，20两，就收你20两，反正我也是顺路回去，怎样？”“不用，那10两很便宜了。”“不要，1两，不能再少了。”“不稀罕，那1分不要，总行了吧？”“阮小姐，您就上车，可好？”南风脸都皱成一团了，就差哭出来了。谁懂他？他不过是一介武夫，他就只想好好做他的指挥使，练练兵啥的。可最近又是当管家，又是当车夫，现在还要讨价还价，求着人坐车，还要被嫌弃，做不好还要挨罚，他容易吗？你们2个调情，能别捎上他吗？而且最近他家殿下的脸色，他是看够了，都快被折磨疯了。就在阮唐准备再次拒绝的时候，车厢的车帘被掀开一角，一双冷森森的黑眸透过黑夜，死死地睨着他。阮唐瞥了他一眼，唇角一勾，嗤笑一声，而后还是转开了头。楚木气结，他就差跪地上求他上车了，他在这跟他耍什么横？他是不是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他堂堂大周王爷请他坐马车，他竟还敢拒绝，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本王数到3，你立马给本王滚上来。3！阮唐依旧不动，想要威胁他，没门。他现在摆烂了，不怕死了，左右不过一刀，反正他也受过，没再怕的。楚木的脸色越来越黑，那双锐利的眸子冷肃一片，瞪着阮唐。
即便阮唐侧着头不看他，都无法忽略的他的存在，但他强忍着不去看他，谁妥协谁是狗。最后楚木冷冷地丢下一句：南风回府。是。得令后的南风松了一口气，一鞭子拍在拉马车的马屁股上，那马长嘶一声，撒开腿便跑了起来，很快便消失在夜色里。阮唐盯着马跑远的地方，脸瞬间垮了下来，一时硬气拒绝了，结果便是在这里吹冷风。一旁的夏竹也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小姐，刚才那个是宁王殿下？你和宁王殿下认识？阮唐摇摇头，不认识。夏竹的眉头微微蹙起，不认识吗？那为什么宁王殿下愿意让他上他的车？坊间不是都流传宁王狠戾阴毒，不近人情，杀人如麻，可刚刚他都不认识他们，竟还让他们上他的马车，这一点都不符合狠戾阴毒，不近人情，杀人如麻啊！反而他觉得宁王这人还怪好的脸，只是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他家小姐不愿意坐他的马车。现下好了，只能在这冷风中等着了。虽然已入春，但夜晚的寒意还未消，微风一吹，还是禁不住打寒战。小姐，要不我们先回主殿那边，等宴会结束后再跟老夫人一起回去。阮唐摇摇头，他本来对宴会就不感兴趣，刚刚又被沈千一这么一下，他更是不想回去那边看到他了。这边清静，还有守宫门的侍卫在，他也不怕他赶出来这里乱来。可小姐你的脚，夏竹担心的看向他崴到的那只脚，穿着袜衣鞋子，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可刚看他家小姐走得费劲，想必是伤得不轻。就微一下，无碍的。阮唐安慰他道。夏竹虽还是担心，但现下也无可奈何，只好在他身边挨着他坐下。阮唐缩了缩脖子，动了下还疼着的那只脚，而后用手臂将自己的双腿环抱住，怔怔地看着黑夜。现在他好像才真正的感同身受原主的绝望。生在一个高门宅院，爹不爱奶不疼，还有一个想要吃了他还不吐骨头的未婚夫，和一个随时随地都要把他圈养起来当痉挛的宁王，想想都糟心得很。刚传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原主的记忆，那5年是他活得最潇洒恣意的，不但创业异常顺利，还得到了春寒、小风和林清这几个忠实家人，还用钱收服清风那个倨傲的武林高手。若不是他生出生个孩子的念头，他现在应该还在苏州那边恣意快活的生活着吧。可人生哪有那么多回头路？他招惹了楚木，晋安侯府和沈千一都已经知道了他还活着。现在他即便离开了这里，回到苏州，他的日子也是注定无法安生。若是这里的一切解决不了，他可能就得困在这个地方一辈子。可他不甘心啊，他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他要将他的商铺开遍神州大地，现在还未成型，不能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和沈千一的婚约须得尽快解决掉。他已经在他面前暴露了真性情，按他那性子，接下来肯定是会想尽办法把他变成他的人。要是他成了他的人，那原主的那些非人的经历便会在他身上重演，这是他绝不允许的。可他要怎么才能摆脱沈千一？晋安侯府里又没有一个人能给他依靠，阮老夫人更不会让他沈千一解除婚约。难道他真的要利用阮长欢？可阮长欢若是落在沈千一手里，这一辈子可能也会和原主一样，注定是悲惨的一生。他有些于心不忍。就在他愁绪万分的时候，马蹄声传来，一辆马车从黑夜中缓缓走来。夏竹先他一步从坐着的台阶上站了起来，眼睛一亮，高兴地对阮唐说道：小姐，好似是宁王殿下的马车回来了。阮唐抬眸看了一眼向着他们这边驶来的马车，而后又兴致缺缺地垂下眸子。他可不认为是楚木那厮去而复返，即便是去而复返，必定也不是因为他。很快，马车又在刚才那处停下，还真是那厮的马车。这次南风并没有开口叫他上车。夏竹本来还有点高兴的，想着要是南风开口，不管他家小姐是否同意，他都要把他人拉上马车的。在这里坐着吹2个时辰的风是要受风寒的，而且他家小姐的脚还伤着，须得尽快回去看看。若是伤到筋骨，需尽快医治。可此刻马车是停下了，但南风却目光定定地看着前方，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们。就在夏竹暗暗垂下眸子的时候，马车帘子被人从里面掀开。第78章投怀。随后一副高大的身影从马车厢里躬身钻了出来，跳下马车，而后大步流星往行宫门口这边走来。男人的脸色黑沉，周身的气息亦是冷沉，行走间衣袂翻飞，气度逼人。他直接走到阮唐的身前，才停下脚步，垂眸睨着坐在台阶上的人儿。阮唐有些烦闷地抬头看向他，双眉紧紧蹙着，而后有些愤懑地说道：殿下又有何贵干？楚木眸子的冷意涌动，心里一个声音叫嚣着，给这个女人点颜色瞧瞧，让她不识抬举。可另外一个声音又克制着他。两方势力拉锯，最后他俯身身子，直接将人从地上打横抱起。
阮唐没想到他会突然抱自己，惊吓之际，下意识地揪住他的衣襟。待他站直身子之后，阮唐才开始挣扎。殿下这是作甚？赶紧放我下来！这里是太皇太后的行宫门口，虽然此刻除他们几个就是那守宫门的侍卫，但难保不会有别人出来。万一被人看到宁王殿下抱着他，那他有嘴都说不清了。再动，本王不介意，现在就亲你。楚木逆着他，冰冷的话音从他齿间流出。阮唐顿时僵住身子，哪里还敢动？他清楚，他能说出来就不是开玩笑，他真的会这么做。他不怕，可是他怕呀！无耻！阮唐虽然不动了，但是忍不住低喃骂道：“哼！”楚木冷哼一声：“比起你，本王的无耻不算的什么，也不知是谁，都未认识本王就无耻的把本王拐上榻。”阮唐的脸霎时染上红晕，被堵得哑口无言。楚木垂眸见他难得露出羞赧的模样，心下的那点不痛快顿时消散不见。他抱着阮唐，大步流星地往马车那边走去。夏竹则是愣在原地，一脸懵。宁王殿下竟然屈尊亲自抱他家小姐，而且他好像还看到他脸上露出了宠溺的神色。是他眼花了吗？他家小姐不是和沈公子定了亲吗？怎么会和宁王殿下？夏竹一下子接收不少信息，脑子里顿时乱哄哄的。一直到南风叫他：“哎，那个谁，你还上来吗？”夏竹回神，但还是踌躇不前。宁王殿下的马车，他能坐吗？而且他还发现了他和他家小姐的秘密，会不会被灭口？南风怕夏竹耽搁下去，自家殿下又会怪责，赶紧从御位上跳下，走到夏竹身边，直接搂住他的腰身，把人给提了起来，快步往马车上走去，而后丢上御位，自己也跳了上去，动作一气呵成，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的迹象。夏竹没想到他会如此蛮横，竟没有征得自己的同意就抱他，顿时是又羞又恼。可马车很快便飞奔了起来，他也不敢去骂他或者怎样他，只好挪了挪身子，坐得离他远一点。可即便如此，腰身上刚才被他抱住的地方还是觉得灼烧不已。而车厢里，阮唐被楚木抱上来放下之后，他立马就坐得离他远远的，好似他是洪水猛兽一般。楚木逆着他许久，黑眸里翻涌着不明的情绪。阮唐看了他一眼，心下忍不住发怵，这人阴晴不定，该不会又想着怎么折磨他了吧？阮唐几乎是下意识的将身子紧紧地贴住车厢壁，惊慌的陆眸里都是警惕。楚木最后无奈地扯了下唇角，而后在软榻上斜靠下，闭上双眸。阮唐见他闭上眼睛，等了好一会儿都不见他有任何动作，觉察可能没有危险了，他紧绷的身子才渐渐放松了下来。从行宫到晋安侯府要2个时辰，车子摇摇晃晃的，摇得阮唐昏昏沉沉的，好不容易醒了的酒劲儿好似又上来了，他竟忍不住开始迷迷糊糊的打起了瞌睡。而软榻的人在他的头垂下一点一点的时候，就已睁开了眸子，看着他鹌鹑般的模样，唇边忍不住露出一抹浅笑。他坐直身子，正欲将人揽到自己跟前，谁知马车突然一阵颠簸，车身开始左右剧烈的摇摆了几下。本来打瞌睡的阮唐就坐得不稳，这样一摇，因为惯性人也离开了座位，往一边倒去。他惊得睁开眸子，可身子已经不受控制，直接往楚木坐的那处倒去。而楚木也顺势抬手将人搂住，压向自己的怀里。马车很快趋于平稳，阮唐惊魂未定，抬眸便撞进了楚木那双幽深晦暗不明的黑眸里，里面有他熟悉的暗潮涌动，亦有他看不明白的情绪。他怔愣了片刻，急忙垂下眼眸，才开始挣扎着起身。但压在他腰间的那只炙热的大手却岿然不动，隔着不甚厚实的春衫紧紧地贴着他，熨烫着他的肌肤。他的手撑在他的胸膛上，有些慌乱。抱歉，我不是故意的，还请殿下放开我。然楚木只是轻笑一下，而后轻声唤他阮唐。阮唐不得不抬眸看向他，是你自己投怀送抱的，那本王就不客气了。他轻笑着搂着他的腰身，翻身将他与他换了一个位置。未等阮唐反应过来，他的吻便落下。他不似以往那般霸道凶猛，薄唇一开始只是在他娇嫩的唇上轻轻细细研磨。阮唐怔愣了好一会儿，一双水润的眸子扑闪扑闪的，像是受惊的鹿。楚木没有深入，在他唇上吮吸一会儿，便辗转来到他的耳鬓，而后缠吻到耳背、耳垂。他的耳垂娇嫩，又透着粉嫩嫩的颜色，诱人至极。楚木轻轻啃咬一口，阮唐便忍不住颤抖。几次的交锋，他很清楚他的敏感之处在哪儿，轻而易举就可以让他全身发软。但也是这一咬，让阮唐的意识回笼。他刚刚竟然沉溺在他的温柔中，这可真的要命。他放在他的胸膛的手推了推，脑袋也偏了一下，想要避开他的唇，可他却随着他的动作一直追逐着他，身体上的重量也故意往下压。他的手直接被他挤压得动弹不得。他的唇从耳垂处再次回到他的唇上，这一次他不再轻柔，
而是如狂风暴雨般狠狠地吮住他的唇瓣，舌尖灵巧地撬开他的齿背，探入他的口中，开始疯狂绞缠。阮唐又羞又恼，想要故技重施，可楚木似乎已然了解他，在他想要咬他的时候退了出去，但依旧裹着他的唇。第79章撩拨。如此反复几次，阮唐被他逗弄得羞恼不已，而后又想到刚刚在行宫湖边他抱着别的女人的画面，更是觉得膈应不已。现在亲着他的这张嘴，不定刚刚已经亲了那个女人。他虽然不是个古板老派的人，但是他将亲过别人，又来搂着自己啃，他就是接受不了，但又无法躲避他的掠夺，气急败坏之际，贴在他胸膛的手指突然动了动，他灵光一闪，手指屈起，隔着他的衣衫便掐了下去。楚木裹着阮唐的唇，哼唧了一声，暧昧至极。下一秒，他倒是放开了他的唇，但是看着他的目光却愈发猩红，哑声道：“掐哪呢？”阮唐的手还放在他胸前，掐着他的肉，本来还有迷惘的眼眸，因为他的一句，顿时清明不少。他知道他用了力，以为他要生气了，眸子里又不禁闪过一丝慌乱，手上的劲儿也卸去不少，但因两人贴得极近，他一时无法撤下自己的手。楚木睨了他片刻，才稍稍起身，将两人之间的距离拉开了一些，而后垂眸看向他的那只纤纤玉手所在之处。阮唐也不由得跟着他的视线落在他自己的手上。马车厢里挂着煤油灯，光线昏暗，但是还是能清楚地看见他自己的手指掐住那处的位置，不是别的地方，正是他胸前小红豆所在的位置。阮唐并不知道自己掐的位置会是这里，他印象中他全身的肉都是硬邦邦的，刚刚掐着的时候，他还在脑子里郁闷了片刻，还以为是不是他这几天疏于锻炼导致肌肉松弛了，没想到根本却是。阮唐双颊轰的一下就爆红了，慌慌张张的松开手。我不是故意的。他急忙解释，不是故意的。楚木说着，身子再次压向他，唇边露出一抹邪似的笑，而后附到他耳边轻声聊道：“本王可不信。”说着轻轻地蹭了他一下。你定是故意撩拨本王，现下这般，你说如何是好？两人贴得很近，他暧昧又炙热的气息全数落在阮唐的脸上，他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紧紧地拧着双眉，毫无底气反驳道：“我没有，殿下误会了。他掐了他的敏感之处，确实不应该，可他那处明明早就……从他压着自己吻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哪里是因为他的这一掐而被撩拨起的？他自己管不好自己的下半身，怎地能赖给他？况且现下他可不想和他再做那破事，又怎会撩拨他？亦不想再喝那什么劳什子婢子汤。他最近晚上睡觉手脚愈发冰冷了，原身的这具身体本就不是特别壮实，还有宫寒的毛病。在苏州的时候，经过他自己的调理，倒是好的差不多了。可自从被他逼着喝了几回婢子汤，一朝便回到了解放前。之前吃的那些滋补调理的药，通通都白吃了。何况现下还是在马车上，外面还坐着他的侍卫和他的侍女呢。他不要脸面，他还是要的。阮唐忍着心下的不痛快，几近哀求道：“求殿下怜惜，我身子不舒服，不能服侍殿下。喂，本王可以服侍你，本王轻点。可我不想要殿下的服侍，求殿下放过。”本来已经埋首在他脖颈间啃咬的男人，听到他的话，抬起头，目光悠悠地看着，眼中亦带着几分不悦。阮唐，本王发现你最近是愈发得寸进尺了，是不是本王太过纵着你了，让你拎不清自己的身份？他对他都已经纡尊降贵，只要他取悦一下自己，就那么难吗？就非得时时扰了他的兴致才痛快？还是他就真的那么稀罕那沈千一？是以现在想要为他守身如玉？如是想着，楚木的那双黑眸愈发冷沉了下来。但阮唐垂着眸子，并未发现他的不悦，只是顺着他的话回道：“我一直都清楚自己的身份，自知是高攀不上殿下的。殿下若是想要女子，一声令下，便会有无数女子愿意臣服于殿下。殿下又何必在我这自讨没趣？若本王偏偏只想要你，你当如何？”楚木冷冷道。阮唐微微一滞，抬眸看向他，想要从他的神情里看出点什么来，但他脸上除了惯有的冷沉，别无其他。殿下莫要开玩笑了，我已有婚约，说不定过不了多久，我便会嫁作人妇。殿下又何必这样自轻，坏了自己的名声？楚木冷嗤一声：“名声？你觉得本王在这上京城，乃至整个大周，有何好名声？强要一个女子而已，这点名声我还是担得起的。何况……”说着，他粗粝的手指从他的裙摆处伸进去，薄唇冷冷吐出一句：“本王要的人，谁敢娶？”他一路往上捏住他的柔软，只要你答应留在本王身边，本王即刻便可以将你和那沈千一的婚约解除。阮唐颤了一下，抬手压住他造次的手，而后怔怔地看着他。他现下最想要做的事，不正是解除和沈千一的婚约？可让他帮忙的后果，便是要一辈子留在他身边，臣服于他，曲意逢迎，承欢讨好。
可这些他都不愿意。比起普通人家的后宅，这皇室后宅更是吃人不吐骨头。也许他不会像沈千一那般变态，但他是王爷，他的后宅日后必定是堪比后宫的。他现在是对他感兴趣，他或许还能活得有几分恣意。若是以后他失了兴趣，他是不是要跟那后宫的妃子娘娘一般，为了他的一夜灵性使尽手段？若不将独空房，自怨自艾过完一辈子？不，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亦不会甘心如此。是以沈千一的婚约要解除，但不能通过他的手。不劳驾殿下，这婚约我挺满意的，没有要解除的意思，还望殿下高抬贵手，莫要插手。阮唐看着他淡然说道。在接触到他骇人的目光之时，又接着开口：我知殿下现下对我这皮肉感兴趣，我可跟殿下做一约定，3个月为期。我这副身子舍与殿下，我不要殿下什么东西，只需放了我的随从和婢女，而后不要干涉我的其他事。半年后海阔天空，各走一边，可好？楚木眸子微眯，脸上全是危险的神情。他的这个交易于他而言全是义，也正中他下怀。可他听着却一点都不喜悦，甚至愈发不痛快了。第80章结伴。他的手从他的衣衫里抽出，而后放开他，坐起身来，挪到了一边，不再理会他。得到自由的阮唐松了一口气，亦坐起身来，开始整理身上凌乱的衣衫。待他将衣衫整理好之后，才忍不住侧眸看向他。男人已经靠在一边，闭上了眼睛，也不知是真的睡着了，亦或是装的。阮唐看不透他，刚才的事也不知他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可他又没有勇气再问一遍。刚才他也不过是一时脑热，冲动之下才说出那样的约定。这样的自轻自贱的事，换做任何一个女子都羞于口，可她却轻而易举地说了出来，想必在她心里定是不屑了。也好，若是因为这，她厌恶了自己，也算是歪打正着了。阮唐也垂下眸子，静静地坐在一边，不再言语。良久后，马车终于停了。南风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殿下，阮小姐进安侯府到了。阮唐抬眸，见楚木并未动作，似乎也不打算睁开眼。阮唐只好轻声客气，朝他说道：谢谢殿下送小女子回来。说完，阮唐掀开车帘，出了车厢。待外面的脚步声远去之后，车上的人才悠悠地睁开眼。他眸底清冷一片，早没了刚才的冷沉和危险。马车很快又开始飞奔起来。许久之后，他才开口朝外面的南风问道：沈千一背后的人可有眉目？他的声音不大，但对于习武的南风却是能听得一清二楚。回禀殿下，还未，此人藏得很深，恐怕一时半会难以揪出来。良久，楚木才又出声道：好好盯着他，尽快给本王查出来。是，殿下。转眼便到了清明，距离太皇太后寿宴结束1月有余。自那寿宴之后，阮唐便再也没有见过楚木了。想来那晚他的话和举动真的惹到他，这样也好，少了他的纠缠，他也能腾出全部精力去应对沈千一。只是春寒他们可能还得要在宁王府里待些日子了。但阮唐心底确实松快了不少，而且这些日子没有人来找他麻烦，他也一天的待在他的那方院子里，过得还算惬意。前2日的寒食节，吃了2日的冷食，阮唐肚子里早已寡得不行。是以第3天便赶紧让夏竹在院子的小厨房里开了小灶，炖上了猪肘子。天气渐渐回暖，阮唐让人将房中的软榻搬了一张到院子里，刚好放在院中那棵桃树下。这天阮唐起得早，正躺在院中的软榻上闭着眼睛补眠。没多久，夏竹便将炖得爬烂的猪肘子端了出来，顿时整个院子里香气四溢。阮唐也被那香味勾得睁开了眼睛。小姐赶紧坐起来，趁热吃。阮唐看见那卤得金黄软烂的肘子，两眼都放光了，也等不及夏竹给他布菜，拿起筷子便大快朵颐起来。大早上吃肘子，他还是头一遭，还别说，可太香了。而就在阮唐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丫鬟匆匆从外面进来，带走到阮唐面前，才停下脚步。大小姐，老夫人派奴婢过来知会您一声，城南郊世家共同举办了活动，老夫人让家里几位小姐公子一起结伴出去玩玩。阮唐在这个时代也好几年了，自然也是知道清明时节除了祭祀先祖之后，还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不只是勋贵人家有这样的活动，民间百姓亦有，不过是玩的东西不同，规格不同罢了。阮唐放下筷子，拿起旁边的帕子擦了擦嘴，才道：我已知晓，你帮我回祖母，我梳妆一番，稍后便会过去前院。那丫鬟扶了扶身，便退下了。待看不到那丫鬟的身影，阮唐才又拿起筷子，继续吃着他的猪肘子。吃饱喝足后，才起身招呼夏竹：夏竹，给我更衣梳妆吧。好，小姐。夏竹将吃剩的肘子收进了小厨房后，才洗净手替阮唐梳妆打扮。4时，阮唐带着夏竹去了前院。他刚到，阮长欢也来了，他身边跟着一个身量颀长、
面容与他有几分相似的男子。从原主的记忆里，他知道这是阮长欢的哥哥阮文轩，和原主同岁，甚至还比原主大了1个月。他便是当年晋安侯阮继忠背着原主母亲在外和方怀柔厮混怀上的。可怜原主出生没多久，他父亲便将方怀柔和这个尚在襁褓的孩子一起带回了晋安侯府。方怀柔是阮老夫人的侄女，阮老夫人自然是不会反对的，甚至这里面的手笔有阮老夫人一份。方怀柔做了阮继忠的贵妾，而阮文轩也成了晋安侯府的长子。阮继忠的接连背叛，原主母亲很快便开始郁郁寡欢，最后不堪折磨，提出了要和阮继忠和离。阮继忠自是乐意不已，可当他提出让原主母亲留下所有的嫁妆时，原主母亲拒绝了，是以他便拖着不签和离书。原主母亲气愤，带着原主回了苏州，在苏州住了将近1年后，又被晋安侯接了回来。原主母亲以为他悔过，想要弥补自己，以后定会好好对自己的，是以带着原主又回了晋安侯府。但没想到这一回便因此送了命。方怀柔在阮继忠的授意下，在原主母亲的汤药里下了慢性毒药。不久，原主母亲便缠绵病榻，如此1年多便撒手人寰了。没多久，母家也遭了冤枉，满门抄斩。那时的原主不过8、9岁。原主母亲去世没多久，方怀柔被抬为正室。原主没了母亲庇护，自那之后便过起了苦不堪言的日子。也是因为在这样被打压欺负的环境下长大，造就了原主懦弱胆怯的性子。唯一一次的大胆便是逃出晋安侯府，可最后还是被找了回来，也没落个好下场。原主的遭遇让阮堂对这个阮文轩也喜欢不起来。大妹妹，我是哥哥文轩，好久不见。阮文轩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阮堂扯了下唇角，朝他轻轻地点了下头，好久不见。说完，阮堂便退开几步，拉开2人之间的距离，而后将视线转到别处。但阮文轩的目光却一直盯在他身上，即便是阮堂不看他，都忽略不了他那灼热的目光。他不由得紧蹙眉头。第81章活动。阮堂微微偏头，将阮文轩的目光收入眼底。他的脑海里适时掠过原主前世，他的父亲亦用过这样的眼神看原主。顿时阮堂觉得恶心不已。这一家子都是些什么极品禽兽，恐怖如斯。就在阮堂生出要不要借故装并不去的念头时，阮青鸾出现了。除了在原主的记忆里，这也是阮堂第一次见他。不得不说，这阮家女儿个个都是美人胚子。阮青鸾长得也不赖，不同于阮长欢和阮堂的美，阮青鸾的长相是妖艳又带着攻击性的，且细腰大胸，妥妥的妖精一枚。难怪沈千一会看上她，这样的女子估计没有几个男人见了会不喜欢的吧。比起阮长欢的傲娇无脑，阮青鸾就厉害多了。她虽是庶出，但是她却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做任何一件事，她都是带着目的性的，包括爬上沈千一的床，她也是打着一定要嫁给沈千一的心思的。前世原主并不知道她有这样的心思，以至于后来原主嫁给了沈千一，她怀恨了许久。后来沈千一纳了她做妾，而她进了国公府后，便处处针对陷害原主。前世原主在她这里吃了不少哑巴亏。最厉害的一点是，阮青鸾特别善于伪装，在人前她是温柔贤淑、娇弱善良的，人后却是个毒蝎子，跟沈千一还真的很登对。现下的她便是那个温柔贤淑、娇弱善良的。她朝大家款款走来，很有礼貌的一一给他们几个行礼，娇声娇气地道：“青鸾见过大哥哥、大姐姐、三妹妹。”然而阮长欢对于他的做派却不屑，装模作样，每次都是你最迟。他的话一落，就被阮文轩手中的折扇敲了敲头：“花儿莫要无礼，她是你二姐姐，不可没大没小。”说着，阮文轩朝阮青鸾笑笑：“二妹妹别怪花儿，她不懂事。”“怎么会？本也是我来的最迟，误了大家的时间，是我不好。”阮青鸾乖巧地笑着说道。阮长欢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谁要她这样的姐姐，跟个妖精似的，勾栏做派，我看得恶心。”说完，阮长欢便越过他们，先一步往门外走去。阮堂垂眸，轻扯了下唇角，跟上了阮长欢脚步。看来他要摆脱沈千一，好似也不怎么难。阮长欢和阮青鸾都喜欢沈千一，且2人从小就不对付，不然就干脆让这2人去斗法，最好是斗得人尽皆知。阮堂如是想着，心下顿时畅快不少，想要装病的心思也没了，出游的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几人出了晋安侯府，门外早已经给他们备好了马车。阮长欢和阮文轩1辆马车，阮堂和阮青鸾1辆马车。从坐上马车的那一刻开始，阮青鸾的目光就在阮堂身上打量。阮堂也不戳穿他，歪着头透过车窗上的纱帘看向外面。良久后，阮青鸾终于忍不住了，开口：“大姐姐在外这么些年，怎地突然想起回家来了？”阮堂唇边勾起一抹浅笑，转头看向他。前世
阮青鸾便将原主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现下这么快就忍不了了？二妹妹是不欢迎姐姐回家吗？阮唐反问道。呵呵，怎会？我怎会不欢迎姐姐回家？阮青鸾脸上露出了些许尴尬，之后便没再说话了。阮唐对她没好感，自然也是不想和她多聊什么。一路上车厢里异常安静，连彼此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楚。但还好，路程不算多远，没多久，几人的马车便在城郊处的围场停下。阮唐从马车上下来时，阮长欢他们也已经下来了。大家望着又大又热闹的围场，阮长欢忍不住发出感叹，都说这次活动有贵人参与赞助，这场面确实非同一般啊。阮长欢是晋安侯府嫡女，加上阮老夫人又看重，是以每有这样的活动她都参加。她也算见过世面的，能被她感慨的，想必这次的活动规模确实是大。阮长欢拉着阮文轩的手就往围场看台那处跑去。阮唐左右环顾了一圈，确实非同一般，怕是整个上京官眷贵家公子娘子都来了，马球、斗曲、钓鱼、斗草等等，好不热闹。此刻那马场上也已经有公子小姐挂着盼帛，绑着束袖，纵马开始打着马球了，场边上欢呼声不断。阮唐第一次见这种场面，面上露出了好奇和兴奋之色，带着夏竹也朝那看台处走去。阮青鸾亦是第一次参加高规格马球会，以往这样的活动，家中嫡母都压着不让她出去，说什么庶女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也不知为何同意了她参加。以往她自然是向往不已的，可现下她心有所属，不需再借助这样的机会来寻找如意郎君。而这打马球、钓鱼什么的，她更是不喜。实在是这些马呀、鱼呀，太臭太脏了。她捏着袖帕掩了掩鼻子，才跟了上去。这边阮唐刚走到看台边，叶青鱼就朝他跑了过来。阿唐，你来了。阮唐没想到叶青鱼也来了，顿时更加兴奋了，拉着他的手便高兴地道：阿鱼，你会骑马吗？会一点。叶青鱼点点头，但很快脸上便露出了羞赧之色。我的骑术不精，只敢骑矮脚马，慢慢的走的那种。阮唐掩嘴低笑，那我教阿鱼骑可好？前世的阮唐事业有成，也培养了一些小爱好，骑马便是其中一项。以前为了骑马，节假日的时候还特地打飞的到大草原去骑。可自从来了这个朝代，他就没有再骑过了。主要还是前几年他忙于生意，出行更是不想骑马，只坐马车。在他看来，骑马是娱乐，不是赶路谋生，是以他平时从来都不骑。但现在看到这么大的跑马场，他哪里还忍得住？阿唐会骑马？叶青鱼眼底放光，他记得以前的阿唐胆小，连矮脚马都不敢上去，想来是这些年在外面学会了。但叶青鱼又忍不住心疼，想着阮唐这些年必定是吃了不少苦，才让一个怕骑马的人学会骑马。不过从他刚才的言语中不难看出，他硬是很喜欢的，这算苦中作乐了。阮唐点点头，马厩在何处？我们得去弄匹马来。叶青鱼指了一个方向，在那边，我带你去。两人很快便牵着手，带着侍女往马厩那边走去。因是为了这次活动，这处的马厩里竟然捐了上百匹宝马，每一匹马的成色都很好，不愧是有贵人赞助，果然是下了血本的。阮唐看了一圈，看中了一匹黑色的纯种汗血宝马。这马一看体型和品相，便知绝非凡品。学会骑马后，阮唐对于征服马确实有不小的欲望。现下见到这般极品，更是按捺不住，想要一骑为快。可就在他想要去牵那匹马的时候，一旁的养马小厮上前拦住了他。这位姑娘，这匹马烈性十足，且认主，莫得伤了您。小的建议您还是另挑一匹吧。第82章骑马。阮唐自是不愿的，他也算是资深骑马者了，自己好不容易选中这匹，想要的便是征服他。而且这整个马厩就属这一匹最好，最能入他的眼。阿唐，要不还是听这位小哥的吧，这马太烈了，凶险着呢。是啊，姑娘，出来玩就是图个开心，若是有个好歹，得不偿失啊。养马小厮接着叶青鱼的话继续劝道，但阮唐毫无松动，而是继续问道：这马的主人可是您？不是。养马小厮摇摇头。那这马的主人可有说不准其他人骑这马？养马小厮继续摇头，那倒没有。这匹马全场除了他的主人，就没有别人敢骑它。他的主人只是无需特地吩咐，可他明知这马危险，还由着一个姑娘家骑，要是出点什么事，他可担待不起。那就行了，既他的主人没有交代，那便是大家都可以骑。你也莫怕，出了什么事，我自己担着。你帮我把马牵出来吧，上好马鞍，我去换好装便来。说着，阮唐便拉着叶青鱼去了换衣棚。很快，他就换上了一身红色的骑马劲装，头上的发髻也改为高高竖起的马尾。他从换衣棚出来的时候，叶青鱼眼睛一亮，盯着他上上下下的瞧了一遍又一遍。阿唐这样的装扮
可真俊俏。阮唐抬手抚了下头发，微微抬了下下巴，揶揄道：“小爷这般俊俏，姑娘可愿意从了小爷啊？”说着直接搂上叶青鱼的肩膀，惹得叶青鱼不好意思的脸红了。两人调侃一阵之后，才重新回到马厩那边。养马小厮已经把那匹黑马从马棚里牵了出来。阮唐走过去摸了摸它的鬓毛，那马立马从鼻子上哼哧了一声，喷出一个大大的鼻息，似乎在抗议阮唐的触摸。是个有个性的，本姑娘喜欢，稍后就让你见识下本姑娘的骑术。说着，接过小厮手里的缰绳和马鞭，便直接翻身上马，动作行如流水。那马一惊，扬起两只前蹄，长嘶一声。阮唐也不惊，勒紧缰绳，夹紧马腹，伏低身子。那马嘶鸣过后，放下前蹄，臀间蓄力，撒开腿便狂奔了起来。站在一旁的叶青鱼吓得不轻，看着马朝马场那边奔去，连忙也朝那边跑去。马场边上的看台上，一些世家公子小姐成群结队的，有聊诗词歌赋的，有喝酒大谈阔论的，还有聚一起斗蛐蛐的，好不热闹。但不管是那种的，视线也都时不时的落在跑马场上。突然一袭红衣出现在马场的跑道上，骑的还是那匹最烈的马，看台上顿时人潮涌动，大家都纷纷从座位上起身，争相看向那袭红衣。那是谁？竟敢骑烈火，不要命了？好似是个姑娘。大家议论纷纷。阮唐并不知，他沉溺在御风飞翔的感觉里，酣畅淋漓。这样自由的感觉，他很久没有体验过了，很是兴奋。只是这马性子确实烈，即便自己即将拿捏他了，他还是没认可他。从他奔跑的速度来看，他是想要甩脱自己。可越是这样，越勾起阮唐的征服之欲。他紧紧地夹着马腹，去适应他的速度。但马儿带着他在场上奔驰了2圈，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反而越奔越快。而本在场地中央打着马球的一些公子哥也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看着绕场狂奔的马儿，加上都知道马上是一位姑娘，那些公子哥更是心潮澎湃，有好些平时比较浪荡的都忍不住吹起了口哨，还有一些甚至赶马也上了跑马道，跟在他后面追逐着。有些马术精湛的很快便赶上他，而后与他并排而行。就在那些赶上他的公子哥欲开口和阮唐打招呼的时候，那黑马突然一声长嘶，马头一甩，直接便朝旁边的一个公子哥的马撞去。那公子哥哪里想得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还未来得及反应，他的马便受惊扬起前蹄，那公子哥顿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阮唐自然也是看到了此幕，只是他身下这匹马把人撞到之后，便像是受了惊一般，直接脱离跑道，往跑场出口处奔去。看台上的众人见这场景，顿时都倒抽了一口凉气。见那宝马奔向围场出口，有眼尖的便很快发现了端倪。烈火精了，烈火精了！顿时众人沸腾。知道烈火的都知道，那马性子不是一般烈，除了他主子，平时没有人敢骑他。现在他受惊了，且又往跑场外而去，若是他进了那迷雾山林，只怕那马背上的姑娘凶多吉少啊！而这边阮唐伏在马背上，看着出口处高高的巨马，顿时背上惊起了一层冷汗。这马不听自己的使唤，若是他不配合，直接冲了过去，只怕自己要被他巨马上的肩头直接刺穿。可现在的情形，他也只能赌一把了。他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凝神屏息，而后双手持缰绳，腰胯直起，不再紧贴在马鞍上，而是完全呈腾空的状态，千钧一发之际，狠狠地夹紧马腹。很快，阮唐也感觉到马儿的肌肉变得紧绷，而后他突然加速，奋力扬起蹄子，惯性带着阮唐趴伏在他身上，而后阮唐感觉他高高跃起，前肢完全屈曲，马身一蹬，直接越过了高高的巨马。这边的叶青鱼更是一脸惊恐，连忙去找自家哥哥。哥哥，马背上是阿唐，你要救救他。叶怀川得知那马背上的人是阮唐，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找沈千一。只是刚刚明明还在看台隔间位置上坐着的人，此刻早已不见踪迹。叶怀川一时也没了主意。他会骑马，可马术也就那样，甚至连阮唐的半分都及不上。现在阮唐又骑着烈火，他哪能追上？就在他踌躇之际，跑马场上突然一个白色的身影出现。只见一匹白马驮着一个一身白衣的男子，也朝围场出口的位置狂奔去。本来守在围场出口处的卫兵，刚才被烈火的技术震惊的还未回神，此刻看到又有马狂奔而来，哪里还敢耽搁？几人立马将巨马抬开。巨马将抬开，白影便从他们眼前狂奔而过，随后消失在山林那处。第83章惊险。阮唐伏在马背上，耳边风声烈烈，马儿依旧在狂奔，直冲山林深处。山林树木丛生，枝节横生，即便他是伏在马背上，也被荆棘从脸上擦过，火辣辣的疼。阮唐尝试勒紧缰绳，想要逼停马，可不但没用，反而好似激怒了马儿，他跑得越发疯狂，眼看着前方迷雾一片，若是由着这马乱跑，遇到什么危险都未可知。权衡之下，阮唐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跳马。
可这马奔跑的速度不亚于一辆快速奔驰的汽车，跳下去一个不慎，非死即伤。可由着马带着他胡乱奔，有何凶险亦未可知。他不喜欢这种无法掌控的感觉，仿佛自己的生死掐在别人的手里。他扶着身子，目视前方，在找时机。不远处刚好有一个上坡，目测坡度不是特别陡峭，上坡马的速度会有所减缓，那便是最好的跳马时机。他抬起腰腹，一只脚紧紧地踩住马镫，而另外一只脚则是脱离了马镫。在马上坡的时候，他腰腹使力往上跃起，而后一只脚蹬在马鞍上，双手抱住头，往旁边一跳。也就顷刻间，软糖便跌落在斜坡上，而后顺着坡势开始往下坡处滚去。他已经做好了被树木冠从划破划伤的准备了。可那坡从马上看的确不怎么陡，待他在上面滚的时候，才发现不是一般的陡，他都滚了好几圈了，都没有要停下的意思，而且越滚越快。那坡下是有碎石乱石的，刚刚准备跳马的时候，他粗略地观察过。他想着跳下来顶多滚2圈，定能稳住身子的。可他高估了自己，也低估着斜坡了。就在他做好了被乱石磕到的准备时，电光火石间，一道白色的身影朝着他滚落的方向迅速扑了上去。软糖滚进一个宽阔温暖的怀抱里，而后他便被抱紧，头也被紧紧地按入那怀抱里，一起朝着下坡滚去。而后一声闷哼声响起，他们也停了下来。软糖也终于看清了抱着自己的人是谁了，正是他有月余不见的楚木。此时的他穿了一身雪白的窄袖旗装，平时的他都是穿深色衣衫较多，穿上白色倒是有几分翩翩公子的意味。不过可能因为刚刚抱着他在地上滚落，白色的衣衫上沾了不少草屑和绿色的草枝。此刻他的脸色有些不好，眉头紧紧蹙着，但很快他便搂着他坐起身来。他先是一言不发地检查他的身子，身上的衣服好几处都划开了口子，看模样大部分都是枝桠灌木刮到的，还有一些是和地面摩擦擦破的，脸上也好几道小口子，还有头发散乱，满是草屑，模样要多狼狈多狼狈。不过他暂时没看到他哪里有严重的伤势，也就松了一口气。而后抬眸悠悠地看着他，那双黑眸里满是怒火。你是真不要命了吗？烈火也敢骑？没有一点功夫傍身，还敢跳马？你是嫌命长吗？鬼知道，就在刚刚，眼看着他就要追上他了，这女人竟敢直接从马上站起身来，而后往下跳。那一刻，他的心跳都要停了。烈火的速度有多快，别人不知道，可他知道，一个弄不好，跳下去就是粉身碎骨的。楚木还想骂什么，突然见他痛苦地捂着一只脚，一双秀眉也紧紧地拧着。他呼吸一滞，还想要斥责他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只好低声询问道：哪里疼？是伤到哪里了吗？软糖本来还能忍受，被他这么一问，加上刚刚他的语气很凶，顿时眼眶一热，没忍住滚落了几滴泪。一哭，他便感觉腿上更痛了。是脚疼吗？楚木边问着，边将他捂在脚踝处的手拿开，而后将他的长靴和足衣脱下。他那只莹润洁白的玉足便呈现在自己眼前。以前和他欢爱时，从不曾注意他的脚，现在这么一看，倒是生得小巧可爱，就连那脚趾头都是圆润粉嫩，好看的紧。软糖见他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脚看，脑子里闪过一些儿童不宜的画面，下意识地缩了缩脚，想要挣脱他，可一动，钻心的疼痛便袭来，疼得心窝子都颤抖了。楚木也意识到他自己失仪了，轻咳一声缓解尴尬，而后继续帮他查看。只见他的脚踝处已经红肿了，一看便知是扭伤了，但有些严重。他的手轻轻碰了一下，软糖顿时哼叫了起来，脸上都是痛苦的表情。扭到筋骨了，回去擦几天药油便无碍，还有别处疼吗？若只是扭到脚，也算是万幸了。即便是个男子，都不敢像他这般不要命的跳下来，现下只是扭到脚，倒是算最轻的了。软糖看了他一眼，犹豫了好一会儿，而后才有些委屈地道：还有这处和这处。他摸了摸另外一只脚的膝盖，而后又抚了抚后腰。楚木忍不住又睨了他一眼，一副又气又无奈的模样。他拿过他另外一只脚，将中裤的裤脚从长靴里拉出，而后挽了起来。只见他白皙娇嫩的膝盖上擦破了好大一块，丝丝血迹还在往外渗，而擦破的周边都是淤青一片。楚木从怀里拿出一条帕子，轻轻地放在他的伤口上，想要将那上面的血迹擦掉。可那帕子将碰到他的膝盖，他便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而后眼泪又滴滴答答地掉了下来。楚木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很痛，破了那么大一块，肯定是痛的啊。他死死咬着嘴唇，连连点头。他再次抬眸睨着他，冷声道：没那能耐就不要逞能，现在知道痛了，活该。软糖受伤本来就难受，现下又被他这样教训，顿时心里更是堵得不行。他又没要他救，何况他自己伤，关他什么事？他凭什么教训自己？他忍着痛将脚从他的手中拿开，而后也冷声说道：是我活该，
就不劳烦殿下了。说着，拿起旁边刚刚被他脱下的长靴，自顾自穿了起来。可他2条腿都疼，捣鼓了半天都没有把长靴穿上。楚木见他耍孩子脾气，心里的那点气顿时也消散了去。他抬手将他手上的靴子拿过，小心翼翼地给他穿上。逞能还不让说了，娇气。楚木轻哼了一句，而后便直接将他从地上抱起来，走到他刚刚骑过来的那辆白马身旁，而后将他放上马背。待他坐稳之后，才说道：“这匹马温顺，别怕。”第84章同回。阮唐倒不怕，虽然刚才九死一生，但以后他依旧还是敢骑的。只是那匹黑马现下也不知跑去哪了，不然他还是想要驯服他的。但现在最麻烦的是，那匹黑马的主人不知道会不会怪责，毕竟那种纯种又野性、爆发力十足的马不常有。阮唐心下暗暗盘算着，回去后得把自己存在钱庄的钱拿出来了，也不知道够不够赔。就在他思绪万千的时候，只见楚木将手放在唇边，吹了一个响哨。没多久，他便听到了哒哒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片刻之后，他便看到那匹毛光水滑、矫健消腾的黑马从那满是迷雾的山林里出来，朝着他们这边奔了过来。阮唐先是不可置信，而后又是一脸兴奋，刚才对他的那些愤懑也消失得一干二净。这黑马是你的？他眸子里星光熠熠，喜悦之色藏都藏不住。楚木抬头看着他，笑道：“自然是本王的。这上京城，除了本王，谁人能有这般好的马？这烈火是他早年跟随他皇兄在北疆征战时，在草原处猎得的。当时年少，心气也高，见到这匹马的时候，便下了决心，一定要将它驯服，陪同自己一起征战北疆，杀敌护国。那时仅仅是围猎，他就用了3天3夜，好不容易逮着了，还用了将近1个月才将他驯服，让他认了他为主。自此之后，每一场征战，他和他都是一同出战，也算是陪同他取得了不少胜利。回到上京之后，他才被圈养了起来的。但他的野性子依旧在，每年围猎什么的，他都会将他带出来。只是他没想到，阮唐竟然敢骑他。不过也看得出来，今天的他在他身下应该是跑舒坦了。阮唐莞尔一笑，心下盘算起了小九九。但那马在他们面前停下之后，有些亲热的朝楚木哼斥时，阮唐才再次开口：“殿下，等我脚好了，你这马可否再给我骑一骑？”他的话音刚落下，那马又哼斥了一声，不过这一声和刚才的那一声有所不同，他似是在反驳拒绝他的提议。楚木亦是和他同心，他冷冷开口拒绝，想都不要想。今天已经够凶险了，他怎么可能还会让他去冒一次险？说着，楚木便翻身坐上了烈火的马背上。你想骑这匹白马可送你，这也是一匹好马，性子也比较温顺，最适合女子骑。我不要，我就想骑它。自己今天在他手上吃了亏，哪能不讨回来？他是有信心能驯服他的，只是时间问题罢了。然楚木却调转马头，不再回应他的要求。回去吧。说着轻轻加了下马腹，烈火便慢慢的往前走去。那温顺模样跟他骑的时候天差地别，好似不是一匹马。阮唐虽然不服气，但他知道楚木不答应，他说再多废话也是无用的，撇撇嘴，只好也加了加马腹，跟上他。不过这时阮唐也发现了他后背的衣衫红了一片，有一处破了一道口子，能看到那里有血迹渗出。他急忙叫住他：“殿下，你后背受伤了。”但楚木并未停下，骑着马继续前行，但也淡淡的回了他一句：“一点小伤，无碍。以前在战场的时候，什么伤没有受过？她又不是娇女，难道这点点伤还要叫苦不迭？”阮唐无奈，只好继续跟在他身后。只是一路上，他的视线都忍不住往那伤口那处看去，生怕他血流多了。不过还好，一路上后背的血迹没有继续扩大很多，他倒也松了一口气。两人一前一后走了没多久，便看到山林的出口。阮唐怕他们在一起被别人看到，只好拉了拉缰绳，让马停了下来。殿下，他朝楚木的背影喊了一声：“围场我就不回去，可否麻烦你帮我将我的婢女喊出来。”楚木也拉停马，调转马头走到他身边，一双剑眉紧蹙着，而后冷冷开口：“你将本王当你的使唤奴婢了？胆子肥了是吗？让他堂堂大周王爷去给他叫婢女，怕不是脑袋摔傻了？”阮唐这才意识到自己越矩了，在这里男女尊卑意识很强烈，他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哪有资格让一国王爷给自己跑腿？对不起，我逾矩了。那殿下可否扶我一把？我在这里下马吧，我走回去便好。楚木脸色顿时黑了下来，那双黑眸更是要浸出冰雪来。和本王一起，就那么让你难堪？阮唐见他脸色有变，知道他是要生气的前奏了，为了避免他不同意，他只好软声道：“不是的，围场人多口杂，我与殿下一同回去，难免不会传出对殿下不好的谣言来，虽殿下也未必介意，但总归是不好的。而且
若是传到太皇太后的耳中，殿下肯定是又要解释一番，这样麻烦殿下，我心里过意不去。楚木睨了他一眼，脸色也稍稍好了些。他母后确实再三警告过他，不要去招惹阮唐。若是今日之事传到他老人家耳里，确实免不了一顿唠叨，而他也确实不想听他母后的唠叨。不过他并没有下马，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而且重新调转马头，才说道：“跟上。”说着便朝另一个方向而去。阮唐一发现不是回围场的路，他虽不知道他要干嘛，但亦不敢再违抗他。他已经够妥协自己了，自己也不好再得寸进尺。跟着他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竹林。这处跟刚才那山林天差地别。这个竹林幽深宁静，不但没有迷雾，反倒是风景极美。他的脑海里适时出现了前世在电视里看到的一些武侠片，男主角穿着一身白衣，拿着长剑在竹林肆意挥舞着，而后飞身转一圈落地。接下来周围的竹子齐刷刷断裂，都倒了下来。他的目光不由得看向前面的楚木。今日的他亦是一身白衣，若是有一柄长剑由他来舞，想必也是很好看的。阮唐如是想着，唇边不自觉露出几分嗤笑，但他的笑容没有维持多久，就听了一阵一阵怪异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骑马走在他前面的楚木似乎也听到了，拉了拉缰绳，停了下来，而后侧耳便听起来。阮唐没有他那耳力，但一时竖着耳朵听了起来。只是听了一会儿，他的脸上便爬上了红晕。第85章苟且。而耳力更好的楚木此刻脸色也变了变，但到底是男子，没有阮唐脸皮这么薄。不过这里是他的地盘，向来隐蔽，到底是什么狗玩意敢来他这边行苟且之事？他倒是想看看。走，去看看。楚木回头朝他说道。阮唐脸更红了，秀眉也紧紧的拧起。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这种事看了不怕长针眼，而且听那声音似乎正是兴致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去。阮唐想想都觉得脸颊烧得慌。楚木也不为难他，让他在这处等着，而他则是跳下马，几个飞身便消失在竹林里了。不过没多久他就回来了，但他回来后便一直盯着阮唐。你可知道那行苟且之事的人是谁？阮唐摇摇头。他干嘛要知道那人是谁？关他屁事。是你的未婚夫婿沈千一，还有你的二妹妹二妹妹阮青鸾。楚木点点头，他是真没想到，这不是才刚来围场没多久吗？怎么这两个这么快就搞在一起，还跑到这里来？被他听了去，真是晦气。其实他觉得在这里的人更应该是阮长欢，若是阮长欢，怕是会直接打了过去，搅和他们的心事，那才精彩呢。真是可惜了。你的这个未婚夫还真是艳福不浅啊！你们晋安侯府就3个姑娘，他倒是想全都祸害了。楚木一脸冷肃，话音中满是嫌弃之色。阮唐撇撇嘴，不置可否，但看在楚木的眼中，他以为他不介意。你不会还想要嫁给那纨绔浪荡之夫吧？其实只要他一句话，他立刻便能让沈家把沈千一和他的这桩婚事给退了。可是他就是不肯向自己开口，而且之前还直言没有退婚的打算。这样的人渣，难道他也看得上？当然不会，我和他的这桩婚事迟早会退的。那本王出面帮你退了，也就1、2句话的事。不要！阮唐立马出言阻止他。我的事，我想自己解决，之前就同殿下说过了，希望殿下不要干预。而且他出面，那别人怎么看他？只怕到时被说无媒苟合的是他们，有损清誉事小。主要是他不想给沈千一倒打他一耙的机会。但楚木却不悦，他自己退，猴年马月才退得成，为何就如此倔强，非不能接受他的好意？也好，不让他碰碰壁，吃亏，他是不会向他妥协的。他就等着他来求自己的一天。楚木冷哼一声，翻身上马，继续朝竹林深处而去。阮唐怕沈千一他们还未走，定在原地不敢跟上。楚木的马走出了一段距离了，没有听到后面有马蹄声跟上，顿时蹙起眉，回头看过去，见阮唐还定定地愣在原地，无奈只好调转马头回去。待走近了，看到他脸上的纠结之色，突然也明白了他的顾虑。他们那处不在我们要去的那里，无需担心。阮唐这才点点头，跟上他。走了大约1刻钟，两人在一处竹屋前停下。楚木先下马，而后走到阮唐的马旁边，朝他伸出手。阮唐犹豫了一会，还是开口道：“殿下扶我一下便好。”楚木在心里无奈地暗叹一口气，放下一只手。阮唐将一只脚跨过马鞍，侧坐在马鞍上之后，才伏低身子，把双手搭在他的手臂之上，而后才从马鞍上往下滑。可他到底是高估了自己，他的脚刚沾到地面，那只扭到的脚便传来钻心的疼痛，他站立不住，便扑通地跪倒在地了。跪倒在地，另外一只擦伤的膝盖又狠狠地压在了地面上，他顿时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楚木冷嗤一声，蹲下身子，将人从地上抱了起来。
没点本事，逞能倒是挺厉害的。这下阮唐也拒绝不了他的拥抱了，若是拒绝了，别说走，爬都爬不了。他只好将头埋得低低的，不再说话了。楚木抱着他进了竹屋，放在一张软榻上。你先在此处歇息下。说完，起身，没等阮唐问什么，他便出了竹屋。没多久，他又折返回来，在软榻对面的坐下，而后拿起桌上的杯子，倒了一杯茶，先去推到他面前，而后才又倒了一杯，慢悠悠地喝了起来。但阮唐却不明白他为什么带自己来这里，难道就为了喝一口茶？最终他还是忍不住问道：殿下带我来此处是做什么？楚木又喝了一口茶，才先眸看向他：本王已差人去围场那处拿药了，稍后便到。其实我可以回去擦药的，没有必要。可他话没说话，便发现楚木神情又冷沉了下来，无奈只好闭了嘴。果真没多久，一个侍卫便带着药箱进来了。楚木示意他将药箱放在桌子上，才又问道：南风呢？指挥史大人去寻阮小姐的婢女了，稍后应该便会到。楚木点点头，示意他退下。待屋里又剩下2人的时候，楚木才起身走过去，将药箱拿到他们坐的那软榻上的矮桌上，而后伸手便去抬阮唐的脚，但阮唐却缩了缩：殿下，我自己来就好。然楚木抬眸看着他，手依旧伸着，似他不把脚伸过来，他便一直如此。最终阮唐还是乖乖就范。楚木先是给他膝盖处的伤口上上了药，包扎好之后，才拿过他的另外一只脚。他将药油倒在手心，轻轻搓热，才附上阮唐脚上肿胀之处，而后认真的揉搓起来。一开始的动作很轻，阮唐倒是能忍受，但越揉越重，到后面阮唐都忍不住了，疼得嗷嗷大叫了起来。南风带着夏竹来到竹屋外的时候，夏竹便听到了阮唐的叫声，他一急，什么都忘了，直接便冲进了屋里。屋里的2人，一个沉溺在搓药当中，一个沉溺在大喊大叫中，谁也没有看夏竹。而夏竹看到屋里的情形，愣了好一会儿，直到南风进来，将人箍住腰肢提溜出去，他才堪堪回神。刚才自家小姐竟然在宁王殿下面前赤足，宁王殿下还将他的玉足裹在手中。上次宁王殿下便抱了自家小姐，但他以为2人可能是朋友，宁王殿下可能是怕自家小姐再次拒绝上马车，才不得已为之。可现在，第86章误会。可现在他家小姐似乎并不避忌宁王殿下，甚至2人的行为举止亲密无间，定然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若他家小姐和宁王殿下，夏竹不敢再想，同时脸上亦露出了痛苦和纠结之色。一旁的南风见夏竹一脸忧愁，只好用肩膀轻轻地撞了他一下，而后低声说道：下次别那么莽撞，若是我家殿下责怪起来，你吃不了兜着走。南风的话在耳边响起，夏竹这才反应过来，这登徒子刚刚又搂他的腰了，一时又羞愤不已，忍不住瞪了他一眼，心里也暗道：真是什么样的主子带出什么样的奴婢。他没有再理会南风，自己走到一旁候着。而里面的楚木早就在夏竹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但阮唐并不知道，他也不打算马上告诉他。揉完脚踝之后，他直接将人抱了起来，进了旁边的内室。阮唐还没从脚上的疼痛中回过神来，见他将自己抱到里面的房间，顿时急了。这厮不会这么狗吧？他现在还带着伤，他就这么猴急？殿下，你干嘛？放开我！阮唐边挣扎边说道。楚木没有理会他的挣扎，只是睨了他一眼，而后将他放在内室的一张竹床上，而他则是在床边坐下，开口命令道：脱衣服。阮唐往后挪了挪，拉开2人的距离，双手护在胸前，一脸警惕地看着他。殿下，你要干嘛？我还受着伤呢，你不会这么禽兽吧？还是说带他来这里便是这个目的？他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怎么就忘记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本就不是个怜香惜玉的，而他对他一直以来都是贪恋他的肉体，看来是自己回去晋安侯府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倒是把他的本性忘了一干二净了，而且差点被他这段时间以来的反常所迷惑。你说呢？楚木悠悠说道。你别想强迫我，我现在已经不怕你了，是不可能屈服的。楚木嗤笑，是吗？这么快就不怕本王了？看来胆子确实肥了。你若敢强来，我便死在你面前。以前被他圈在王府里，他是没办法，也怕他的反抗让春寒、小风他们几个不好过，是以不得已才屈服。现在他不怕了，反正小风他们几个都已经在他手里了，如果他真要杀，怕是早杀了。留到现在，证明他是没有杀他们的打算。既是如此，他便没有什么给他拿捏了，那怎么可能会轻易屈服？阮唐说着，直接将插在发冠上的珠钗拔了下来，抵在脖子上。楚木被他这一幕气得整张脸都黑了，眸子里也满是怒火。阮唐，你还真是难耐了。只是他的话音刚落，阮唐便感觉他欺身而来，只是他还未反应过来，他手上的珠钗便被他捏在了手里。
他将他压在床上，死死地盯了他一会儿，才起身甩袖离开。阮唐惊魂未定，躺在床上喘着气，脸色苍白。没多久，他听到进来的脚步声，顿时吓得从床上坐了起来。待看清来人是夏竹，愣了一下，而后松了一口气。夏竹拿着药箱进来，在他床边坐下。小姐，宁王殿下说你后背受伤了，让我进来给你上药。阮唐又怔愣了半刻，脑子里闪过什么东西，而后知后觉，刚才他让他脱衣服，应是想要帮他看腰上的伤，而他却误会了，他是想和他那什么，难怪他那么生气，心里不由得涌上一丝愧疚感。但转念一想，他的一刀和一剑之仇自己都没报呢，他就自己给自己上药，不是应该的吗？而且那马还是他的呢，自己不过是误会他一下而已，他又没有少一滴血。想到这，阮唐心里的那点愧疚感便消失不见了，只是那丝阴晴不定，未免下次他找自己麻烦，还是跟他说声不好意思为好。宁王殿下还在外面吗？夏竹摇摇头，殿下走了，不过留了马车和车夫给咱们，让我给小姐上完药后再回府。哦，阮唐应了一句，而后忍不住哀叹了一口。下一次见面，估计他是不会有好脸色给自己了，只期盼不要再见了好。夏竹在一旁一直观察着他，见他突然一脸颓然，忍不住问道：小姐，你和宁王殿下是不是？不是，你别瞎想。阮唐马上便反驳他，脸上亦露出了几分难看之色。夏竹是原主的心腹丫鬟，是和原主一起长大的，且一直都是跟在原主身边侍候的。原主离开靖安侯府的时候，想着跟着自己吃苦，便不忍心，故意没有带他，两人才分离开的。阮唐就是因为他是原主的人，相信他，所以回了靖安侯府后，很多事都不避讳他。但他和楚木的事，知道的越多，与他便越不好。夏竹应了一声，没有再继续发问，而是抬手去帮他解衣服。那小姐，我先给你擦药吧。阮唐点点头，由着他将他的衣服脱下，帮他上药包扎。待一切做完之后，两人才离开竹屋，坐上楚木给他们留下的马车。只是他们的马车才离开竹屋没多远，阮长欢带着阮文轩便迎面走来，拦住了他们的马车。阮唐坐在马车里，见马车突然停下来，正欲问车夫发生何事了，外面便传来阮长欢的声音：里面是谁？是不是靖安侯府的人？阮长欢朝着那车夫吼道。阮唐心下一颤，后背惊起了一层冷汗，但他很快便稳住了心神，抬手掀开车帘，看向外面。外面的阮长欢看到了阮唐，顿时急了：哥哥，我就说了，就是他，他不知廉耻，来这里跟男人幽会。阮文轩也向阮唐投来探究的目光，但年岁到底比阮长欢大了好几岁，没有阮长欢那么冲动。花儿，别胡诌，不管怎样，还是要问问阿唐妹妹才好论断。问什么问？在围场的时候，我便见一个男子鬼鬼祟祟的来找夏竹，若不是他和男子在此幽会，又怎么会派人把夏竹叫到这里来？而且他进围场没多久就不见人影了，如果不是跟男人来这里幽会，那是去哪里了？阮唐骑马的时候，阮长欢他们在看台上，距离远，他们并未看清骑马的人就是阮唐，而且在他们的印象里，阮唐就是软弱无能之辈，怎么可能会骑马？而且骑的还是宁王的烈火。阮唐这下倒是不慌了，想来他们并未看到楚木从这里离开，说他和人幽会也不过是猜测罢了。只要他们没有实质的证据，那他怎么说还不是由着他自己？还有，他这马车是哪来的？这可不是我们府里的马车。阮长欢继续说道。阮文轩没有再说话，而是看着阮唐，等待着阮唐的解释。阮唐此刻也不急不慌了，缓缓开口：这马车是沈千一的。第87章修罗场一。阮长欢一听，脸都绿了，他抬手指着阮唐，气结：你不是？他想说他不是不喜欢他的一哥哥吗？他不是说过要把一哥哥让给他的吗？为何现在偷偷和他在此处约会？他是想反悔，还是在他面前一套背后一套，实则根本就不打算放弃他的一哥哥？想到这，阮长欢脸上已经控制不住露出狰狞之色，那模样好似要将阮唐撕碎了去。然阮唐却当看不见他此刻的表情，勾唇微笑，而后淡然道：我什么？三妹妹是想说什么？阮长欢愤恨地瞪着他，但是到底顾及旁边的阮文轩，他母亲不同意他和沈千一一起，若是被他哥哥知道，他到现在还在觊觎沈千一，怕是又要回去告状了。他实在是烦得紧他母亲在耳边唠叨。阮唐继续笑道：我虽和千一表哥未成婚，但我与他早已互换庚帖，我迟早也是他的人，我与他相约见下面也不算什么大罪吧。而且这事即便祖母知道了，也是赞同的。阮文轩点点头，亦赞同阮唐所说的，阿唐既不是跟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来往，花儿你就别无理取闹了。他在围场正和姑娘们吟诗作对呢，自家妹妹却死活要把他抓来此处，说什么抓奸，他才没那个兴致抓什么奸。
可又拗不过他，无奈只好跟着来。现下得知不过是阮唐和自家未婚夫约会，这也不是什么稀奇大逆不道的事。是以他便想着赶紧回去围场那处，耽搁下去大家都该散了。阮长欢虽然气，可自己却没有什么立场再继续谴责阮唐，毕竟他和沈千一现在的关系都是暗地里的。他暗暗发誓，下回见着沈千一，一定要他白纸黑字给自己一个承诺。阮长欢最终又愤愤地瞪了一眼阮唐，才不情不愿拉着阮文轩转身离开。阮唐撇撇嘴，正打算放下车帘，眼角突然瞥见不远处走过来2个人，正是那偷欢的沈千一和阮青鸾。阮唐挑眉，心下一阵兴奋，不但没有放下车帘，而是将他掀得大一些，然后才朝着还未走远的阮长欢喊道：“三妹妹，从这里去围场路程不短，你要不坐姐姐的马车？”阮长欢有些意外，阮唐会叫住他，还提出坐他的马车。他回来晋安侯府这些日子里，2人多看不顺眼对方，双方心里都有数。阮长欢心想着，他是不是又要打着什么鬼主意了？本来心里就有气，正想折返再借故骂他一回，可他刚转身便见到了不远处向着这边走来的2人。他秀眉紧紧拧起，眸子里顿时猩红一片，放在身前的2只小手死死地掐着，那长长的指甲陷入皮肉里了，他都未有知觉。他气闷地朝着沈千一和阮青鸾那边喊道：“一哥哥。”沈千一本来垂着头和身旁的阮青鸾说着笑，而阮青鸾亦是一脸羞涩地低头轻笑着。阮长欢的一声让2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看了过来。本来2人都是一脸艳足春风得意的模样的，见到他们之后脸上竟双双变得煞白。但沈千一到底是阴毒之人，也就一瞬，他脸上便挂上了温文尔雅的笑容，而后丢下阮青鸾，快步走到他们面前。他先是朝阮唐这边唤了一声阿唐，而后才看向阮长欢和阮文轩：“长欢妹妹和文轩兄也在啊？”“是子。”阮文轩亦朝他做了一个揖，而后拉了拉阮长欢，但阮长欢此时正在火头上，根本就不理他。刚才阮唐说马车是沈千一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了，但是不及此刻生气。他的一哥哥竟然和那个勾栏做派的阮青鸾一同出现，此刻他再也忍不住了，愤恨地盯着沈千一，而后指着即将走到他们面前的阮青鸾，质问道：“一哥哥，你为何跟那贱蹄子一起？”沈千一听了那句贱蹄子，眸光眯了眯，但他善于伪装，大家并未发现。只是未等他开口回答，阮青鸾娇俏的声音便传来：“三妹妹莫要欺人太甚，我好歹也是你姐姐，你怎么将我骂的如此污秽粗鄙？”说着他便垂手，一滴泪儿便掉了地。沈千一亦是将他的神情看在眼中，将欢爱完，身心都还被他占据着呢。此刻见他落泪，眉头忍不住蹙了起来。这次沈千一的表情全都被阮长欢看了去，他更加气了：“一哥哥，你心疼这件蹄子？他妄图勾引一哥哥，我骂他一句怎么了？难道一哥哥也喜欢他？你可是……”一旁的阮文轩对阮青鸾和沈千一一同出现一时疑惑，但自家妹妹这般说话，他作为哥哥不能不阻拦，是以再次拉了拉阮长欢，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而后略带歉意对沈千一道：“小妹被娇惯坏了，不懂事，世子莫怪。哥哥，你不要袒护那妖精，肯定是他想要勾引一哥哥，想要嫁进国公府，他简直是痴心妄想。一个妖精生的庶出，有什么资格妄想一哥哥？”阮长欢是气疯了，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张口句句骂的都难听，哪里还有半点名门淑女的气质？阮文轩也被他的口不择言气到了，怒斥道：“花儿，够了！在家怎么撒野都行，在外岂能将阮家的体面给丢了？他莫不是忘了，他和他都未议亲的，若是传出些什么流言蜚语，谁敢娶她？谁敢嫁她？他不想要嫁个好人家，他可是要娶个名门贵女的。”沈千一的脸色也很不好看，阮青鸾也还在垂泪，只有阮唐一脸好笑的坐在车厢门口看戏。“哥哥，你骂我？你是不是今天也要袒护那个小妖精？我撕了他！”说着，阮长欢再也顾不上其他，直接便冲到阮青鸾的面前，抬手便扇了他一巴掌，而后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双手又抓上他头发。阮青鸾从默默垂泪变成了失声大叫。阮长欢蛮横，气力也是比阮青鸾大的，且阮青鸾刚刚才经历几番情事，身子还软绵着呢，就更加不是阮长欢的对手。他被抓得嗷嗷大叫。阮文轩和沈千一反应过来，也急忙上前拉架。可阮长欢历来就讨厌阮青鸾，早就想要收拾他了，只是在家一直没有找着机会，且家里祖母和爹爹他们管着，不准自己乱来。现在逮着了，哪里肯轻易罢休？最后阮青鸾脸上和脖子上被抓出了几条血痕了，2人才被阮文轩和沈千一一人拉着一个分开了来。阮唐见也闹得差不多了，让夏竹将他从车上扶了下来，而后换上一副焦急万分的神色，一瘸一拐走到2拨人中间。第88章，
修罗场二，三妹妹误会了，二妹妹和千一表哥并没有什么苟且之事。她的话音一落，众人都怔怔地看着她。沈千一和阮青鸾的眸子满是惊诧和怀疑，而阮长欢注意力则是在苟且那两字。刚才拉扯间，他瞧见了阮青鸾那衣领之下好几个红印子。刚才他没有多想，现在一想就再也明白不过了。虽然他未经人事，但是他亦是偷偷看过那密戏图的，有些东西自然也是懂的。他看向阮青鸾的眼神更是要喷火了，而阮唐则是假装说错话，慌忙的捂住嘴，但很快又急忙解释道：“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说，千一表哥和二妹妹是清白的，不是三妹妹你想的那样。”哼，阮唐，不关你的事，你要是也敢帮着这个小蹄子，我连你一起打。阮唐缩了缩脖子，装出像是被阮长欢的话吓到的模样，而后颤声说道：“三妹妹，我没有要偏袒谁的意思，我说的是实话，二妹妹和千一表哥在一起，是我的意思。”这句话落下，阮长欢看向他的眼眸更加犀利了。是我让千一表哥去寻二妹妹的，本来我是和二妹妹一起来这边散心的，可我不慎扭到了脚，二妹妹好心想要帮我去围场那处寻药，但许是迷了路，我等了许久没见回，恰好千一表哥过来了，我便让他帮忙去寻二妹妹的。而后便是三妹妹和哥哥，你们看到的情景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说着，阮唐脸上露出满满的歉意。沈千一和阮青鸾心里虽然对阮唐满是疑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帮他们，但两人刚才确实在竹林深处欢好，这是不宜公之于众，也就只好默不出声，默认了阮唐的说法。我就说了，世子和二妹妹怎么能会不知轻重？花儿，你赶紧给世子和你二姐姐道歉。阮长欢哼了一声，高高的仰着下巴，倨傲道：“让我给这妖精道歉？做梦！”阮文轩见阮长欢不肯低头，顿时也有些急了。给不给阮青鸾道歉倒是无所谓，但沈千一好歹也是国公府的世子爷，若是他怪罪的话，他们也是吃不了兜着走的。花儿，别闹了，赶紧道歉。我不要。阮文轩无奈，只好替他向沈千一做了一个揖：“世子，我替花儿给您道歉，您别跟他计较，他就是一个小孩子，不懂事。”沈千一脸色沉沉，摆摆手，倒是没有说什么了。阮文轩见沈千一不追究，松了一口气，而后看向阮青鸾：“二妹妹，你欢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也别跟她计较。”阮青鸾是庶出的，从小便被两兄妹压在脚底下。阮文轩是个笑面虎，表面上没有对他做什么，但是从小就看着阮长欢欺负他，他都假装看不见，要么就是说一句花儿还小。小的时候他不懂事，并未记在心上，但越来越大，阮长欢欺压他越发肆无忌惮，他对他的恨也愈发重了。但他知道自己还没有能力跟他斗的时候，必须要收敛锋芒。等到沈千一娶了他，他定会将他这些年所受的这些全部加倍还给他。他抬手抹了抹脸上的泪珠，朝阮文轩点点头：“大哥，我知晓的。”阮文轩很满意，而后跟他们说了声先回去了，便生拖硬拽将阮长欢拉走了。待他们走远后，沈千一才看向阮唐：“你刚才为什么说谎？”阮唐抬眸看了他一眼，随后装作娇羞的低下头：“表哥，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和二妹妹在一起应是偶遇到的，但若由着三妹妹误会，而后转了出去，不但对表哥，对我们晋安侯府亦是不好的。”沈千一点点头，倒也没有再怀疑他的说辞了。不过片刻后又问道：“你怎地在此处？”“哦，我对围场那些东西不甚感兴趣，便带着夏竹出来走走，没成想寻到了这处清幽的竹林，一时忘怀，便在这里待了好些时候。”“那你的脚？”说着，沈千一垂眸看向他的脚。阮唐下意识将脚缩了缩，缩回长裙之下。“刚才走路不慎扭到了，无大碍。”“沈千一淡淡的应了一句，之后便没了话语。良久之后，阮唐才又开口道：“我现在正打算回府去，刚让夏竹给我租了辆马车，二妹妹要不要同我一起？”阮青鸾本不想和他一起的，但现在自己这般模样，若是被别人看到，只怕什么颜面都没了。他朝阮唐扶了扶身：“那有劳姐姐了。”那模样甚是可怜娇俏。“一家人，二妹妹无需客气，那表哥你无需管我，我稍后会自己回去，你带着青鸾妹妹回去吧，她这番模样，须得赶紧回去上药才好。”“好，那表哥再见。”阮唐乖巧地向他道别，而后转身向马车那边一拐一瘸走去。他的那双星眸也渐渐冷沉了下来，脸上的伪装之色全数褪去。无论是今生还是前世，沈千一对他的怜惜都是最少的，即便知道了他扭到脚，亦不会有一句关心的言语。亏得前世原主还喜欢了他好长一段时间，将他当作拯救自己的神，可不曾想他是拉他入地狱的鬼。原主想来也是被自己对他的爱给蒙蔽了双眼，其实从一开始沈千一对他都没有喜欢，和他联姻看重不过是他手里的嫁妆，甚至他觉得沈千一对阮长欢和阮青鸾都是有情的，唯独对他没有。他在夏竹的搀扶之下上了马车，
而阮青鸾随后。待马车驶出一段距离后，阮青鸾脸上也露出讥讽之色，而后笑道：“姐姐可真是大方，明明知道我和千一不清白，却还是装聋作哑，是想要用此来麻痹自己。”阮唐没看他，反而是唇边扯出一抹淡漠的笑，片刻后才悠悠转头看着他，回道：“妹妹还真是不知好歹啊，姐姐好心帮了你，你不说一声谢谢，还酸言酸语，怎的？妹妹是想要把你和表哥苟且的事弄得人尽皆知？你……”阮青鸾气结：“我若是妹妹，我就乖乖的，在还没有把握让表哥娶你的情况下，应韬光养晦。而且你的敌人不是我，妹妹莫要搞错了。”第89章下套。你什么意思啊？阮青鸾审视着阮唐，脑子里同时在斟酌他话里的意思。妹妹这么聪明，这都不明白吗？阮青鸾看着他，心思微动。阮唐将他的神情尽收眼底，接着说道：“我无意和妹妹争抢什么，妹妹大可放心。”阮青鸾听了，不由得嗤笑出声：“姐姐当真愿意拱手相让？有何不愿？世间男子千千万万，为何非要吊死在一棵树上？且千一表哥也无异于我，不然我都回来这么些时间了，你见他来过府里找我吗？”阮青鸾轻笑：“沈千一怎么没来过晋安侯府？只不过是来寻他罢了。且他若是想娶我，又为何迟迟不下聘？姐姐有自知之明，也不想闷头走暗巷。与其在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身上浪费功夫，还不如成全有情人。妹妹你觉得呢？”听到这，阮青鸾脸上终于露出笑意。他的这些话倒是不假，若千一喜欢他，不会连来晋安侯府都不曾去找他，更不会在刚才明明也清楚阮唐可能知道他们两个人偷欢的事，但却没有心急，也不解释，想必也是不把他放在眼里。但说到底，沈千一是和他订了婚约的，他发现自己的未婚夫婿背叛了自己，不哭不闹，这一点却不正常。姐姐为何对我这般坦诚？阮青鸾疑心重，阮唐是知道的，他也没指望三言两语他就相信，但他还是接着说：“不怕告诉妹妹，姐姐心里已经有人了。”说着，脸上露出一抹娇羞的表情。阮青鸾一愣，随即眼唇娇笑出声：“难怪姐姐这么大方，原来如此。只是姐姐不怕我将此事告诉千一？若是她知道姐姐不想嫁给他，还有了心上人，她会怎么想？”阮唐莞尔一笑：“我知道妹妹不会的，且她亦不会在乎。”阮青鸾撇撇嘴，觉得他这句话倒是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了。沈千一确实不会在乎他，他在乎的人只有他阮青鸾一个。你倒是有自知之明。阮青鸾一脸得意，脸上也露出了胜利者的笑。我无意和妹妹争，但想要嫁给千一表哥，可不止妹妹一个。本来还一脸高兴的阮青鸾突然顿住了，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巨变。阮长欢，你是说阮长欢也要嫁给千一哥哥？阮青鸾震惊无比。阮长欢眼高于顶，且最近他得到消息，祖母和父亲有意让他嫁入王室。沈千一和阮唐有婚约，他以为阮长欢必定是看不上的，毕竟他这个人傲得很。现在一想，刚才他那么激动，并非完全是因为他想打压自己，而是他也喜欢沈千一，见到自己和沈千一一同出现，自然是受不了的。阮唐不答是，亦不答不是，只是微微笑了下。妹妹可知镇国公府当初为何选中我和千一表哥联姻？这点阮青鸾亦不明白，沈千一也没有告诉过他。阮唐虽也是嫡女，但当时的她胆小懦弱，不爱出门，见人就胆怯。这样的女子虽有一副不错的皮囊，但担不得大事，没有哪家高门愿意要一个这样的心腹。她明明记得沈千一第一次来晋安侯府的时候，眼神是落在她的身上的。那时的她样貌虽没有阮唐生的精致，但当时的她也已经出落地亭亭玉立了，特别是她的身段婀娜多姿，谁人见了不多看一眼。也正是因为这样，沈千一的目光在她身上久久没有离去。当时她以为她肯定会被选中的，却不想最后国公府的老夫人选中的却是那空有其貌的阮唐。为此她还气愤许久，直到她和沈千一有了露水情缘之后，她才渐渐平息心中的怒火。特别是后来阮唐离家，又传来他死去的消息，她更是兴奋，想着用不了多久沈千一便会来求娶她。可她等了5年都没有结果。想必妹妹也知，我母亲母族富甲一方，当初父亲迎娶我母亲的时候，红妆万里，羡煞了多少旁人。镇国公府当初看中的便是我母族那边的财力，他们以为我母亲母族虽没了，但我母亲的嫁妆还在，且肯定都在我手里，是以才定下我的。只是这些嫁妆早就给了父亲他们，我手里如今是一分也没了。而且从一开始，父亲心中的人选便不是我，只是当时国公府老夫人定了我，他便不好再说什么，只好作罢。我一直千一表哥不喜欢我，是以我才会离家。我以为这么些年过去了，想必父亲已经换了联姻的人选，而且早已办了婚礼，不然我也不会回来。不曾想，却……阮唐说到这里戛然而止。阮青鸾此时脸色一片阴沉。
难怪沈千一那么多年了也不来求娶自己，更没有因为阮唐回来而重新来议亲。看来他们选好的人选是阮长欢。他这个父亲和祖母可真是歹毒啊！为了一个阮长欢，竟这样糟践他和阮唐。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一边想要让阮长欢入王室，一边又拖着国公府做备选，真是狠毒。前段时间阮长欢在太皇太后寿宴上出丑，想必是嫁入王室无望了，现下怕是真的要打国公府的主意了。可他和沈千一已经这么些年了，他为他都舍了一身的清白，他怎能不娶自己？不行，绝对不行！阮唐亦将阮青鸾的心思看在眼里，心里暗暗窃喜。这怀疑的种子种下了，他只管等着生根发芽变形。良久以后，阮青鸾才再次开口：“你为何要告知我这些？”他的眸子里亦含着怀疑之色。不过是觉得妹妹和我都是可怜人，都是被人欺压在脚底下，不想要看她如此得意，事事都如意，想必妹妹也是这般想的吧。阮青鸾不再说什么，两人的马车很快便到了围场附近。阮唐差下逐去知会一声叶青瑜，而后便回了晋安侯府。而当天晚上，他吃完晚饭，正躺在院子里的软榻上看星星的时候，阮长欢来了。第90章，无赖。阮长欢气冲冲的便进了海棠院，仿若入无人之境。阮唐看到他这般行径，秀眉微蹙，甚至面上还露出了几分不悦。他料到他会来，只是他总这样明目张胆、目中无人的模样，让他讨厌得很。阮唐直接闭上眼睛，不想理会他。但阮长欢见他不理会自己，顿时心中的气更甚，上前便想将他从软榻上揪下来。只是他的手还没碰到阮唐，便被阮唐捏住了他的手腕。他倏地睁开眼睛，凌厉的眸子递着他。阮长欢不禁一颤，有些心虚地甩开阮唐的手，但他也就弱片刻，很快便又拾起他趾高气昂的模样。阮唐，我倒是小看了你啊！阮唐这才悠悠地从软榻上坐起。三妹妹，这是什么意思？我脑子不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知道自己脑子不好，为什么还要包庇那个小贱人？阮长欢的声音很大，阮唐忍不住捂了捂耳朵，才蹙着眉看向他。妹妹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声，耳朵都聋了。你不要转移话题，你说你今天在竹林里是不是撒谎了？从竹林那里离开之后，他越想越不对劲。他分明是看到那个小贱人身上的印记，之后他回来又旁敲侧击地问过几个嬷嬷，那就是欢爱时留下的痕迹。若真如阮唐所说，他是迷路，一哥哥只是去寻找他而已，怎会有那些印记？而且一哥哥看他的眼神也不对劲，难道是一哥哥去寻他的时候，他勾引了一哥哥？然后越想，阮长欢心中的怒火就越甚。我有没有说谎？三妹妹不是都清楚了吗？又何必来多此一问？你的意思是说，那件蹄子和一哥哥真的在竹林那处苟且？阮唐一听，连忙否认：“我可没这么说，这都你自己说的。”阮长欢虽跋扈，但他也不是真的蠢，哪里会听不出阮唐话里的意思？顿时脸都黑了。自从去了太皇太后的寿宴回来后，他祖母便不再耳提面命的在他耳边唠叨，说他是要嫁入宁王府的。甚至这次去围场，他不经意提到可以见到一哥哥了，他都没有说什么。他知道祖母似是默许了他和一哥哥，他本想着在围场见到一哥哥之后，便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而后让他上家里来退掉和阮唐的婚约，改为和他的。没想到竟杀出一个阮青鸾来。若是被我知道你同那件蹄子是一伙的，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阮长欢撂下狠话，但阮唐却只是笑笑，而后慢条斯理开口：“三妹妹怕是没有看过话本吧？男人都喜欢温柔娇弱、柔情似水的女人，像三妹妹这般泼辣，说话这般大声，只怕男人躲都来不及了。姐姐是不想和你争什么，但若是你不争气，这道嘴的肥肉也是会被别人叼走的。”阮长欢再傻也听得出来阮唐话里的意思，他不得不承认，论做作装柔弱，他并不是阮青鸾那件蹄子的对手，但他阮长欢要的东西还没有人拿得走，何况还是一直被踩在他脚底的阮青鸾。阮长欢气冲冲而来，气呼呼而走。阮唐叹了一口气，随后伸了一个懒腰，高兴地笑了，而后重新躺下，继续看他的星星。还别说，今晚的星空可真是美。看着看着，他还忍不住哼起了歌来，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空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就在他唱得起劲儿的时候，一个冷沉的声音从头顶不远处传来：“兴致很好吗？”阮唐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差点从软榻上掉了下来，还好那声音的主人及时俯身将他扶住。阮唐抬眸，楚目俊逸的脸庞便近在咫尺。月色下的他，五官棱角分明，那双眸子在昏暗的夜色里，竟如那夜空中的星星点点，煞是迷人。而他与他四目相对间，便差点要溺毙在那一滩幽深里。楚目亦是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从他细如柳叶的眉到波光潋滟的眸子，小巧高挺的鼻子，最后落在那不点红的樱唇上。就在他贴近他，准备压上他的时候，阮唐回过神来，他几乎是本能的抬手便推了他一把。楚木本就没有防备，被他这么一推，差点跌坐在地。好在自己有功力在身，及时稳住了身形。不过他的脸色也由一开始的含情脉脉变得冷沉漠然。阮唐从软榻上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站在地上，才急忙开口道：“殿下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要是被人看到了，可不得了。要是被人发现他一个男人深夜闯入他的院子里，那他就是死路一条。而且这厮到底是什么时候来？怎么来的？总不会是光明正大的从靖安侯府的大门进来的吧？若是这样，也不能来他的院子啊。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他巧摸来的。这人真是想要害死他。”楚木敛了敛身上的冷沉之色，不答反问：“身上的伤可有好好上药？”阮唐迟疑地点点头，但秀眉也不由得拧了起来。“您老人家巧摸来这里，就为了问一句这个吗？我也好多了，劳烦殿下挂心了。殿下若是没什么事，还请赶紧离开。他这院子，阿猫阿狗都能随便出入，谁知道下一刻又会是哪个闯进来？就像刚刚的阮长欢一般，根本不会顾及自己一星半点，来去自如。谁知道他会不会发神经，突然折返回来呢？要是被他逮着自己一点把柄，日后想要拉他下水，便要投鼠忌器了。”楚木没想到自己刚来就被赶，脸色更加难看了。但阮唐哪里顾得上这些，只想要他赶紧离开的好，别出了什么幺蛾子。他的事好不容易才有点转机，可不能全给他毁了去。“殿下，我求你了，烦请你快快离开。”但好一会儿他都没有动作，好似不想离开的模样。阮唐顿时急了，一拐一瘸走到他身边，而后抬手便去推搡他：“求殿下怜惜，赶紧离开好吗？”但楚木并不想如他意。皇天之下，莫非黄土，本王是这大周的王爷，本王想去哪边去啊，还由不得你左右本王。说着，直接在他刚才躺的那个软榻上坐下。阮唐被他气得胸闷，谁不知你是这大周的大爷？可是你去哪不好，来他一个未出阁姑娘的院子，是嫌刀子扎不死他，想要让他进猪笼淹死吗？这么歹毒，那殿下你要怎样才能离开？楚木抬眸冷冷地睨着他，哼，想要本王离开也不是不行，你过来。阮唐哪里不知他的心思，这人脑子里都是些黄色废料。阮唐根本不想过去，但楚木见他杵着不动，干脆在那软榻上躺下，双手枕在脑袋后面，闭上了双眼。阮唐第一次见识他这么无赖的一面。若不是这个朝代该死的制度，若不是他没有办法以一人之力去抵抗这万恶的封建思想，他才不会怕他呢。可现在他就是鱼肉，任他宰割。阮唐愤恨地瘸着腿朝他走去。第91章互殴。待靠近他后，他才咬牙切齿唤道：“殿下！”楚木这才悠悠地睁开双眼，就这样从下而上地着他。还别说，这个女人即便是这样的角度看，亦是好看的。他见过不少好看的女人，但大部分只是从某个角度看着美艳，换了另外一个角度便平平无奇。这个女人却是无论怎么看，从哪看都精致无瑕。且她今晚穿着一身齐胸的襦裙，腰部那处用腰带紧紧束着，勾勒出她前面的鼓胀，搭配盈盈一握的腰肢，身姿甚是勾人。他枕在脑袋下的双手手指忍不住轻轻地揉捏了下，那种滑嫩的触感仿佛就在手边。他的眼神赤裸，明目张胆，毫不避讳。阮唐忍不住再次紧紧地蹙起秀眉，脚步也下意识地想要后移。可没等他挪动脚步，男人的手便抓住了他垂在身侧的手，随后一股劲儿，他便扑在了他身上。男人的手也适时压在他的腰肢上，紧紧地扣住，不让他动弹。“殿下，你别乱来！”阮唐心跳如鼓，惊出一身冷汗。但想到此刻整个院子里除了他们两个便只剩夏竹了，他也稍稍松了一口气。他心下暗暗庆幸，他知道今晚阮长欢肯定会来找自己，怕阮老夫人派来他院子的那些人嚼舌根，是以早早便将院子里他们打发了去休息。不若今晚他和他频频的亲密接触，即便不怕阮长欢突然折返，也要被那些人看了去。那样的话，估计明天早上阮老夫人便要来问罪了。阮唐撑在他身上的双手用力，想要起身，可男人却不允，一个翻身便将压在榻上，而后便稳了下来。阮唐被他紧紧地钳制在怀下，根本动弹不得，也没有反抗的能力。心下祈祷他赶紧亲完，好放过自己。可这男人就像那饿死鬼一般，啃上了便不松嘴，直到他双唇感觉发麻，没有知觉了，他才舔了舔唇的松开了来。但他的额头依旧抵在他的额上，喘着粗气，深邃的黑眸亦是一瞬不瞬地盯着他，里面似乎情意绵绵。良久后，他阴哑的声线从他唇边流出：“小阮唐，明明是你先招惹了本王，为何你却对本王忽冷忽热？”阮唐怔了怔，他没想到他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他确实是想招惹了他，
但他一开始的目的只是想要一个孩子，其他的他从未想过，亦不会想。后来被他圈养在王府，他也不过当他是一个泄欲工具，他更加不可能会生出什么心思来。他对他尚且如此绝情，他又怎么可能要对他热脸贴冷屁股？他又没毛病。殿下，我为我以前的鲁莽行为再次向您道歉，你大人大量，就别跟我计较了。而且我就睡了你一次，你睡了我可不止一次，也算扯平了。我现在只想好好在这里活下去，希望殿下能成全。楚木脸色变了变，冷哼一声：“阮唐，睡了本王，你就撇不清了。你的提议我答应了，不过不是3个月，而是1年。”阮唐一脸茫然，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前段时间他提出舍自己的身子给他3个月，换春寒他们的自由和自己以后的自由。当时他并没有答应，他以为这么久了他该忘记了，没想到还记在心里。只是3个月已经够长了，他竟要求1年，果然禽兽。1年太长了，可否？本王并不是在跟你商量，而是通知你，你知晓了便行。以后本王什么时候想，便什么时候找你。不行！阮唐急忙反驳。即便他答应了1年，可他也不能由着他这样来去自如。他这里比不得其他地方，到处都是豺狼虎豹的眼睛，一个不慎就粉身碎骨。由不得你不行。说着，楚木便从他身上起身，今晚放过你，下次来，本王希望你是笑脸相迎，不然……楚木给了他一个若不照做，你自己知道后果的眼神，随便几个纵身便出了院墙，消失在夜色里。阮唐抬手愤恨地擦了几下嘴唇，而后又骂骂咧咧了几句，才坐起身喊道：“夏竹！”楚木出现之后，夏竹便识相地进了主卧室的耳房。阮唐一唤，他便赶紧走了出来，待走到阮唐身边才开口：“小姐，怎么了？你明日出去找个狗贩子，买几条大型狼犬回来，要经过训练的，听话的。”他是挡不住他，但是他就不相信狗挡不住他，有本事他就跟狗互撕呗。小姐，你买狼犬做甚么？老夫人怕是不会同意在府里养。没事，你照做便是，有什么事我担着。夏竹应了声是，便没再说什么了。阮唐赏月看星星的兴致也被搅没了，让夏竹扶着自己回了卧室。第2日醒来的时候，便听到外面的丫鬟在嚼舌根。昨晚阮长欢从他的海棠院离开之后，便去了阮青鸾的月鸾阁，2人在那里又撕了一顿。不过这次阮青鸾没有由着阮长欢按着打，没了沈千一在，他也不必顾及形象，顿时2人打得不可开交。阮老太和方怀柔赶到的时候，2人脸上都挂了彩，丫鬟拉了好一阵才将2人拉开了去。阮老太虽然疼阮长欢，但她向来御下严格，也好脸面。亲姐妹在宅子里打得不可开交，若是传了出去，只怕会成为整个上京城的笑话，而且还有可能落下泼妇的名声，那议亲就难了。很快2人便被拉到了祠堂，跪在祖宗前。待他们跪足了一整夜，阮老太才再次出现。阮长欢一见他，眼泪便滴滴答答的掉了下来，而后摆起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阮青鸾平时最爱装柔弱，但此时此刻却倔强的跪得板正，脸上一滴泪都没。说吧，为何是让你们亲姐妹大打出手？祖母，是他，是这个小贱人，他。然而他的那句小贱人刚落下，阮老太脸色更加不好看了。他直接怒斥出声：“秀儿，祖母平时是怎么教你了？就是教你口不择言，说话刻薄尖酸。”阮长欢骂惯了阮青鸾小贱人，一时竟忘了他祖母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坚决不可以说这样不成体统的话，特别是他现在还未出嫁，这样的话更是说不得。都怪他最近被这小贱人气昏了头。阮长欢静了声，垂手，一脸不快，但到底不敢再出声骂了。阮老太将目光转到阮青鸾身上，脸上的神情不怒自威：“青鸾，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第92章受罚。回禀祖母，青鸾亦不知哪里惹到三妹妹了，她一进月鸾阁便动手打我，我院子里的都可以作证，而且实在是三妹妹打得太凶狠了，我无奈才不得不还手的。阮老太听了，转眸看了一眼阮长欢，这次阮长欢倒是没有反驳，微嘟着嘴，侧着脸，一脸倔强。确实是他先动手的，但是他不后悔，他就是想要撕了这个小妖精。秀儿，你可认你二姐姐说的？阮长欢冷哼一声：“是，就是我先打她的，谁叫她贱，不要脸，在外面和男人鬼混。”阮长欢的话音落下，阮老太犀利的眼神便瞪向阮青鸾，但此时的阮青鸾竟没有一丝慌乱，以至于阮老太觉得是不是阮长欢是在故意诬陷他。但他身边养出来的人，他最清楚不过。阮长欢性子直，脑子也简单，没有什么弯弯绕绕，心里更是藏不住事。若是这个庶女真的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定是不会轻饶的。青鸾，你老实交代，秀儿说的可是真的？你可是在外面？却不想阮青鸾直接朝他重重的磕了一个头：“祖母明鉴，青鸾冤枉啊！”
冤枉？谁冤枉你了？你敢说？你昨天在竹林里没有行那苟且之事？阮长欢毕竟没有经历情事，说出这几个字愣是涨红了脸。我没有，三妹妹莫想要诬陷我，大姐姐可以给我作证。祖母，她死不承认，那您便将阮堂叫了来，我们几个当面锣对面鼓对清楚，看是不是我冤了你。阮老太的脸色极其不好看，但还是让人去请了阮堂过来。阮老太身边的丫鬟莲香来到海棠院时，阮堂正铺了一张席子在地上，正做着瑜伽呢。见到莲香进来，他才收了动作，站直了身子。但他刚才的动作自然被莲香看到了。莲香看着他，一脸疑惑和探究。他没理会莲香的疑惑，直接开口问道：莲香姑娘过来是有什么事吗？莲香这才收回打量他的眼神，回道：老夫人让大姑娘去一趟祠堂。阮堂微微挑眉，结合今早听到的八卦，他也大概猜到了是因为什么了。好，你先回去回禀祖母，我换一身衣服便来。待莲香离开后，阮堂才折返回去，让夏竹给他找一身素色衣服换上，而后便带着夏竹一起往祠堂那边去。进了祠堂大门，远远便看到内堂里跪着的两人，虽然都是背影，但是都不难看出两人的头发凌乱，衣衫不整。阮堂忍不住垂手暗暗嗤笑一声，上一次来还是他跪在这里，现在换了人，还是这般模样，看得倒是挺解气的。待他走进内堂，见阮老太坐在上位处，他慢步走过去，向他扶了扶身：阿堂见过祖母。阮老太摆摆手，示意他免礼。你们昨天一起出去的，你说说到底发生了何事？阮老太声音严厉，但阮堂却一脸茫然，一副他不清楚何事的表情。阮老太见他许久不答话，无奈再次开口：秀儿说昨日青鸾在围场那处与外男私会，可有此事？阮堂依旧茫然一片，朝着阮老太摇摇头。阮长欢看他这副要说不说的模样，气不打一处来，他直接开口：阮堂，你实话告诉祖母，这个剑阮青鸾是不是在围场外的竹林那处与人苟且？昨晚你可是承认了的？阮堂吓得连忙摆摆手：三妹妹，你莫要胡说，那种话我可没有说过。而且昨天的事，我与同三妹妹和大哥哥解释清楚了，我实在不知三妹妹为何会说那些话是我说的。阮长欢没想到阮堂会不承认，但回想当时的他确实没有明确说，但是也是默认了的，不然他也不会气得去撕阮青鸾。你虽没亲口说，但你也默认了呀，你敢说不是吗？阮堂继续摇摇头：三妹妹可真是冤了我，昨晚你来我院子里，是你自己在那自说自话，说完就走了，我还一头雾水呢，实在是不明白妹妹为何要说是我说的，我默认的。是你自己蛮横无理，打了我不说，还想要将大姐姐拉下水吗？阮青鸾见阮堂没有帮阮长欢，心里松了一口气，亦忍不住直接回对阮长欢。阮长欢没想到阮堂会不认账，又被阮青鸾对了自己，压在胸口的怒火更甚。他转身又想去挠阮青鸾，但好在被一旁手快的丫鬟嬷嬷给拦住了。而他的这一个动作也彻底绝了阮老太想要保他的心。阮长欢，你作为晋安侯府的嫡出女儿，不顾姊妹情分，大动干戈，罚20手板。阮青鸾，作为姐姐，没有劝诫妹妹，和妹妹互殴，罚10手板。阮老太声音落下，她身边的刘嬷嬷便拿着家法站到两人面前。阮长欢哪里受过这样的气，往日祖母是最疼他的，现在竟不相信他，还要打他20手板。祖母，我不服，阮青鸾明明就是偷人了，祖母不信，你可让刘嬷嬷查他的身子，他绝对不是完璧之身。这话一出，本来站在旁边不敢说话的柳姨娘顿时上前，指着阮长欢骂道：阮长欢，你胡说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查我女儿的身子？而阮老太亦没想到阮长欢会说出这样的话，脸上顿时现出失望之色。且不论阮青鸾是不是完璧之身，若今日行了这查身子的事，明日这上京城街头巷尾高门大户里的谈资笑柄便是他们晋安侯府了。以后他们府里出来的不论男女，还能有什么前程？他是实在没想到自己亲自教导出来的孙女竟然连这点利害关系都理不清，真是枉费了他的一番苦心啊。一旁一直不敢发话的方怀柔也意识到阮长欢出了阮老太的逆鳞，连忙跪下：母亲，花儿不懂事，口不择言，都是儿媳的过错，还望母亲莫要气她。阮老太叹了一口气，起身拄着拐杖往祠堂外走去。阮堂连忙上前去扶他，但被他拦住了。只见他走到内堂门口后才开口：刘嬷嬷，行行，还有今日之事，管住下人的嘴，若有人敢对外泄露半句，乱棍打死。是，老夫人。刘嬷嬷的话音落下，很快便传来了竹板打在肉上的声音，而后便是阮长欢和阮青鸾的哭嚎声。阮堂见也没他什么事了，便想着回去了。只是他刚走到内堂门口，阮长欢带着哭喊声的声音传来：阮堂，你今日的所作所为，我定要讨回来。你和这个小贱人联合起来害我，
我一定要你们好看。阮唐顿了下脚步，倒是没有停下来，继续往前走。第93章独处。阮唐离开祠堂之后，便打发了夏竹出去给他看狼犬，而他则是回了海棠院。夏竹办事效率还挺快，不过1个多时辰便回来了，带了3条狼犬和1个训犬师。还好他的院子地处靖安侯府最偏僻的地方，还比较靠近后门。他让夏竹给了看门婆子1个银锭子，便轻轻松松将狗和人从后门带了进来。当天阮唐还做了几个狗嘴套，让训犬师帮他们戴上，一是防止他们咬人，二是防他们大叫引来靖安侯府的其他人。虽然他已想好了应对之策，但是能不来烦他是最好的。狗的事情搞定了，阮唐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同时害怕楚木来找他的忐忑心情也缓解了不少。不过让他意外的是，楚木当天晚上并未出现，之后的几个晚上亦没有出现，就连阮长欢和阮青鸾受了罚之后都没了动静。直到7日后，莲香再次出现在海棠院。大姑娘，沈公子来了，老夫人让您到福山园陪沈公子吃盏茶。阮唐秀眉拧起，他倒是没有想到沈千一会突然来访，还是来找他。他可不认为他是来同他吃一盏茶，但阮老太下了命令，他也不好违抗，只好跟着莲香一起去了福山园。但出乎阮唐意料的是，阮长欢竟也在。他远远便看到了阮长欢脸上挂着笑，而且那双眼睛都恨不得粘在沈千一身上。阮唐忍不住鄙视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他明明知道了沈千一和阮青鸾之间可能不清不白，还是这么死心塌地的喜欢他。果然恋爱脑是拯救不了的。之前他还不忍心算计他，现在看来，即便他不算计，阮长欢估计都要凑上去找虐，那他也就只能顺势而为了。以后会怎样，就看他的造化，怪不得他。他进去后，先是给阮老太行了个礼，而后又朝沈千一扶了扶身。阿唐啊，今天千一过来是想邀你去西湖泛舟，你回来也这么些时日了，是时候该同你这未婚夫婿出去联络感情了。阮老太笑呵呵的，那模样和蔼可亲，俨然一个慈祥奶奶的模样。可阮唐看着他那笑容，心里却瘆得慌。要不是他知道阮老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就真的信了。就连阮长欢亦是笑脸盈盈，丝毫没有因为他和沈千一要去泛舟而表现出来任何不满或者不开心情绪。这一点很不像阮长欢，平时的他即便不跳脚，脸上也藏不住愤恨的表情的。还是说阮长欢被罚了一顿，知道在阮老太面前收敛了？可这很不像阮长欢的性格，他那么高傲的一个人，向来都是他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夺到手的。阮老太见阮唐呆呆的也不回话，微蹙了下眉，而后开口呼唤道：阿唐，怎么了？阮唐回过神，摇摇头：祖母，我没事，可能是昨晚没有睡好，精神有些不济。那就更要出去走走，散散心，赶紧的陪着你千一表哥一起去吧。阮唐没法拒绝，只好艰难的扯了扯唇角，应了声好，而后便从椅子上起身。沈千一亦从椅子上起身，朝阮老太做了一个揖：那姑祖母，我和阿唐去了。去吧去吧，玩得尽兴些。阮老太呵呵笑着，若是前世的原主，必定会被阮老太这笑给迷惑了，还以为他这个祖母有多疼他呢。阮唐恍恍惚惚地跟着沈千一出了靖安侯府，坐上了他的马车。不过一上车，阮唐便挑了一个紧挨着车厢门口的位置，特地拉开和沈千一的距离。阿唐为何坐得那么远？过来，坐这软垫上。沈千一拍拍他身边的位置。阮唐实在是不明白，他明明知道，他早已经猜到他和阮青鸾的事，还做出一副好好未婚夫的模样，真是虚伪。但他现在还猜不透他的目的，也不能和他撕破脸，只好轻声应道：不用了，我有些不舒服，坐在此处没那么颠簸，会好受些。沈千一唇角弯起，阿唐似乎很怕我。没有啊。阮唐摇摇头，朝他扯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实际上他确实怕他。原主前世在他的手上受过多少非人的折磨，虽不是他亲身经历，但他这个身体对他会本能地生出恐惧，他亦控制不住。特别是两人独处，还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于他而言就是挑战和考验。再加上上次在太皇太后的寿宴，他拖着醉酒的他去了僻静的地方，差点就……他只要回想起就忍不住犯恶心。沈千一脸上依旧挂着温润的笑，试探性开口：我和青鸾的事你知道了。去阮老太那处之前，他悄悄地去找了一趟阮青鸾，从他那里得知阮唐似乎得知了他们的事。这倒不出他的意料，他早就猜到了他可能知道，只是不拆穿他而已。没想到他竟会让阮青鸾知晓。那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以他才来邀他出去游船，目的就是想看看他若是直接拆穿了他，他会怎么做。阮唐装出一副懵懂和惊诧的模样，他是真的没想到沈千一会直接这样问，倒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他以为他不会承认，会一直这样装傻充愣，拖着他和阮青鸾，然后又撩拨阮长欢，一个人享尽其人之福。
但沈千一看着他脸上的表情，突然敛了起来。阿唐这么聪慧，就不要和表哥打哑谜了。我知道这是瞒不住阿唐的，又何必跟表哥做戏呢？阮唐还想打哈哈蒙混过去，但沈千一却突然换上了另外一副面孔，变得深情款款，仿佛他便是个为爱至死不渝的情种。阿唐放心，我和青鸾才是逢场作戏，我是不会娶她的。我要娶的人一直都是阿唐。我和姑祖母说好，待端午过后，我便下聘迎娶阿唐。阮唐被他这句话吓得差点从座位上跌下去，他不可置信地看向沈千一，眸子里一时惶恐。沈千一见他反应这么大，唇角的那抹笑容变得更深，甚至带着几分诡异。阿唐怎么这么看着我？是不高兴吗？阮唐稳了稳心神，眼神也变得严肃了起来。为什么？沈千一明明不想娶她，在原主离开靖安侯府的时候，他便知道了，他身上没有任何他可以图的东西，唯一能图的就只有这副皮囊。但他是不可能为了得到他的皮囊而娶她的，这样不划算的买卖他是不会做的。那到底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第94章，坦白。什么？为什么？我与阿唐的婚约已经拖了这么多年了，是时候给你一个名分了。阮唐又怎么可能会相信他的这些鬼话？他放在腿上的双手紧紧地拧着手上的帕子，看向沈千一的目光也变得冷沉了些。沈千一已经不打算和他伪装，他也不想再伪装下去。你明明喜欢的人不是我，明明和青鸾妹妹还有长欢妹妹不清不楚，为何还要娶我？你当真想要享其人之福，把我们阮家三姊妹都收入囊中？他的话说完，沈千一却哈哈大笑起来。好一会儿他才歇了笑声，目光灼灼地看着阮唐。阿唐，你果然不是以前的那个阿唐了，出去了5年便聪明了些。但你放心，不管我和他们怎么样，我想娶的人一直都是你，阮唐。你做梦，我是不会嫁给你的。不嫁给我，那阿唐想要嫁给谁？宁王殿下吗？沈千一的眸子一变得森冷，嗜血。沈千一神情突变，令阮唐心下一颤，而且他话里的意思似乎早已了然他和楚木的关系。他后背霎时进出密密麻麻的冷汗，连同绞着手帕的手心都湿了。他尽量稳住自己的心神。你什么意思？我的事阿唐尚且清楚，那阿唐的事我又怎能不知晓一星半点呢？不过阿唐放心，若是乖乖嫁与我，你的事我绝对不会透露一星半点，保证瞒得死死的。但若是阿唐不从，姑祖母知道了阿唐未出阁便于人苟且，只怕姑祖母为了保全靖安侯府的名声，会……接下来的话他并没有继续说下去，但阮唐再清楚不过，若是他和楚木的事真的被他定死了，只怕祖母不会因为宠幸他的那个人是楚木便会对他手下留情，只怕会悄悄结果了自己。毕竟他祖母绝对不会为了他去求楚木娶她，亦不会由着他将靖安侯府的名声败坏。而且太皇太后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娶一个婚前就失贞的女人。楚木虽曾提出让他待在他身边，但他知道那和娶她是两码事。那么最后的结果，要么就是他死，要么就是他答应楚木的要求，留在他身边做一个暖床的。不管是哪种结果，他都不想要。但他不愿就这样被沈千一拿捏了。你怎知宁王殿下不会因此娶了我呢？呵，阿唐真是天真。宁王是何许人？你觉得你够格做他的王妃？一个婚前就失贞的女人是不可能进得了王室之门。而且楚木那人何等自负，会娶这么一个对他政绩毫无用处的女人。不过他倒是没想到，他眼前的这个一直如木头般的表妹，竟然有点真本事，能爬上了楚木的床。看来还真不是木头那么简单，想必他的滋味非比寻常。待他娶回家，好好折腾一番，再送到楚木的床上，以后他便是他身边最好的一枚利剑，一枚刺穿楚木的利剑。想到这，沈千一脸上露出阴恻恻的笑，看得阮唐一阵恶寒。停车，我要下去。阮唐不再理会他，朝着外面的车夫喊道：既然撕破脸皮了，就没有必要再跟他去泛什么粥，有什么壶了。可那车夫仿若听不到他的话，继续赶着马车。阿唐又是何必呢？表哥都说了，只要你乖乖的，我定是会好好对你的。阮唐瞪着沈千一，却无可奈他何。很快马车便在西湖边停了下来。阮唐虽不愿，最后还是被沈千一连拖带拽上了一艘很大的游船。不过让他感到庆幸的是，这船上不止他们两人，他也稍稍的松了一口气。但看得出，这船上的人都是一些富家公子哥，想来应是祖局约好了一起出游的。阮唐跟在沈千一身后，被迫跟各个公子哥一一打招呼。而那些公子哥看他的目光赤裸，让人极其不舒服。阮唐正烦闷的时候，又有几个公子哥从船舱处出来。他没想到，在这些公子哥当中，竟然看到了阮长欢。他穿着男装，束着高马尾，一副公子哥模样的打扮。他是跟在一个面容俊秀，年纪看起来不过17、18岁的少年身后，而阮文轩也在。文轩兄和花儿也来了。
沈千一看到他们的时候也有些惊诧，而阮长欢在见到沈千一的时候，脸上就已笑开花了，目光也一直浇着在他身上。是啊，没想到一哥哥和大姐姐也是来这处。说着垂眸露出羞涩一笑。阮唐在心里暗自嗤笑一声，这阮长欢怕是早就预谋好了，难怪在福山园的时候，他听到沈千一要和他一起出游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不开心，原来在这等着。只是没想到他们来得挺快，阮唐本来还有一些阴郁的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阮长欢在，他就不怕沈千一会对他做什么，毕竟阮长欢是不会允许的。果然，从见到沈千一开始，阮长欢便一直找机会接近沈千一，就连他站得离沈千一近一点，都被他故意挤过来，挤到一边。阮唐倒是乐意，离他们远远的，一个人去了甲板上吹风。只是没多久，沈千一便又出来了。阿唐怎么在这处？走，我们一起去钓鱼。今天那个五皇子可是准备了头彩，赢的人可以拿走。沈千一说的那个五皇子是当今圣上的弟弟，也是之前和阮长欢站在一处的那个少年。阮唐反感他虚伪的面孔，不想回他的话，转身便想回船舱，可却被沈千一拦住了去路。阿唐是想敬酒不吃吃罚酒吗？阮唐愤恨，只好答道：我不会钓鱼，就不去扫表哥你们的心了。你们玩得开心，我不舒服，回去睡一下。沈千一还想要说什么，却被从船舱里出来的阮长欢打断了。一哥哥，姐姐不舒服，我们就不要勉强她了，我们快走吧，要开始了。说着，阮长欢便直接走到沈千一身边，挽起他的手臂，拉着他往另外一边甲板走去。走了几步后，还不忘回头给阮唐一个胜利者的表情。阮唐唇边浮上一抹嘲讽，不再理会他们，进了船舱，找到了安排给他的那间舱房。他在里面的床上躺了一会儿，便有人来敲门。他立马警觉地坐起身来，随手在旁边寻了一个花瓶握在手里。阮大小姐，我是来给您送运船的汤药的。是一个小丫鬟的声音。阮唐松了一口气，将花瓶放下，才走到舱门口开门。他没让那丫鬟进来，而是直接将他托盘上的药碗端了起来。你去忙吧，稍后再来收碗。那丫鬟迟疑了下，但还是朝他俯身，而后退了下去。阮唐重新关上门，将那药碗端进去，他并没有立马喝，而是放在桌子上。第95章游船。他不相信沈千一，他也知道这药一定是他让人送的，那他就更不能喝了。他重新端起汤药，而后走到床边的一个小小的窗口处，将那碗药从窗口那处直接倒进了壶里，而后才把碗放在桌上，自己则是重新在床上躺下。他说不舒服也不完全是敷衍沈千一，他确实有些晕船。现在虽然躺在床上，但太阳穴那处胀胀的，又晕又难受。他一直强撑着不让自己睡着，可到底晕得厉害，最后还是忍不住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睡梦中，他感觉到了有东西在他的额头处摩擦着，他心里害怕又焦急，但就是醒不过来，浑身还感觉没有一丝力气。他知道他是被梦魇住了，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指甲用力掐住掌心的皮肉。片刻后，他终于睁开了眼睛，也看清了坐在他的床边的人却是楚木。他连忙从床上坐起身来。你怎么在这里？他满脸疑惑。刚才在睡梦里，他多害怕是沈千一那个神经病，现下看到不是他，心下绷着的那根弦不自觉的就放松了下来。楚木冷冷地盯着他，道：你能来，本王就不能来了。这倒也是，这船上大多数都是富家公子哥，就连五皇子都在，他来又有什么奇怪的？只是刚刚在外面的时候并未见到他，也不知他是何时上的船。楚木见他不回话，脸色又沉了几分。他不过是几天未去找他，他竟敢背着他和沈千一出来游湖，胆子是越发大了。你不是不愿意嫁给沈千一吗？为何又同他一起出来游湖？若不是此刻看见他一个人独自在船舱里，他定会立马就杀了那个沈千一。如果我说被逼的，你相信吗？让楚木却是冷哼一声，出息，跟本王倒是会耍横，对别人就是个怂蛋。阮唐蹙眉，并不认同他说的。他哪有？他何时在他面前耍过横？他敢吗？可就在他正愣之际，楚木拿着帕子的手突然附在他的脖颈处。他惊了一下，想要后退。别动！楚木抚在他的脖颈处的手突然扣住他的脖颈，让他的动弹不得。你出汗了，本王替你擦擦。阮唐哪敢让他帮自己擦汗，连忙去掰他的手。殿下，我自己来。楚木哪会依他，他向来霸道，自己要做的事就必须要做到。两人对峙了片刻，最后还是阮唐败下阵来。他抓着他手臂的手无力的垂下，楚木唇角弯起，倒是动作轻柔的给他擦拭起汗来。阮唐哪里受得了他这样的温柔，只觉得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但想到他向来都是这样喜怒无常，也就不深究了。晕船了？楚木边擦拭着边轻声问道。船舱虽然闷热，但不至于会让他出这么多汗来。阮唐也不瞒着他，轻轻的嗯了一声。
下次不愿做的事，拒绝便可，无需让自己这般受罪。他倒是也想拒绝啊，可他现在无权无势，亦无人倚靠，敢拒绝吗？但随即他抬眸郁郁地看着他，殿下，之前不是说好的吗？我答应了你的要求，你就把我的随从婢女还我，什么时候你才还给我？若是有清风在身边，他就不用再怕这个沈千一了。清风一根手指头就可以碾压他，这些日子没有他们在身边，他活得都憋屈死了。没想到楚木却看着他笑笑，没想到小软糖这么心急。说着，他的手便扣上他的腰肢。软糖还未明白他刚刚那句话，被他这么一搂，顿时明明白白了。他觉得男人脑子构造跟女人的绝对不一样，不然怎么理解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楚木没有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直接便附上他的唇。软糖本来晕船就晕得厉害，被他一吻，脑子直接变发懵了，只能任由他索取。但当楚木有些冷意的手钻进他的衣衫里，抚摸他时，他突然清醒。他们现在可是在船舱里，而船舱的那道门形同虚设，只要有人在外面轻轻一推，便可以闯进来。他虽不怕沈千一知道，但若是被别人看见他们在这里，他还是接受不了的。他抬手推了推楚木，趁着他的唇来到他的脖颈处时，开口道：“殿下，别，这里不安全，随时会有人进来。”楚木抬眸看着他，倒是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片刻后，他便被楚木抱了起来，而后被搁上一件披风。软糖整个人窝在他怀里，被隐在披风之下。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听到了船舱开门的声音。楚木抱着离开了这个船舱。披风被掀开后，软糖已经处于另外一个船舱里了。不过这个船舱比他刚才的那个船舱要大得多，而且这处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客栈，一应俱全。就连他此刻坐着的床都比他刚刚躺的那张要大，也软和。楚木并不给他多少反应的时间，人直接就欺身而上。软糖知道，既答应他，这些都是必须要给的，他即便反抗也是无用的。既是这样，就享受吧，就当他是他包养的小白脸，每日伺候他，这样想着也就不难过了。而这次进行的也异常的和谐，软糖亦从中感到了愉悦。只是在关键时刻，他不得不提醒他：“殿下，此处可有避子汤？若没，可否请殿下在外面？虽然这种避孕方式不大保险，但总好过在里面。”然楚木却沉声说道：“无需担心，本王已吃了，不用你吃。”“你吃了什么？”软糖有些不解地看着他，但很快便明白了过来，看着他的眼神充满诧异。之前他不是没有提议过让他吃，但是他却一副凶残恶煞的模样，狠狠地拒绝了他。现在怎的愿意吃了？你为何？本王问过太医，女子长期喝避子汤对身子不好，本王可不想没到1年你便没了，那多便宜你。本王说了1年便是1年，少折磨你1天，本王都不乐意。楚木话虽说的不好听，软糖听了却觉得煞是顺耳。向来傲娇无比的宁王殿下，竟然也会有愿意吃避子药的一天，他何其有幸见识到他这一面。虽然他知道那不是心疼他，但却很开心，以后可能再也不用吃那又苦又难闻的玩意了。他的宫寒也有救了，等离开了他，离开了上京城，他又可以再去找一个男子，继续完成他生子的愿望，想想就美得很。接下来许是因为他开心，两人进行得非常愉悦。楚木忍不住连着来了2次，直到他软倒在床上，再没有半点力气之后，他才放过他。第96章撞破。事后软糖便沉沉地睡去了。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了下来，房间里也点了烛火。他没想睡一觉便睡到天黑，也不知道沈千一他们是否已经离开了。毕竟出来的时候只说游湖，没有要在湖上过夜的。而楚木亦不在房中，也不知道他是何时离开的。软糖连忙起身，整理好身上的衣服，便出了房门。这处房间应是专为楚木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准备的，在画舫的2层。出了房门，外面无一人，直到走到楼梯口，才听到下面船舱处传来的喧闹声。就在软糖准备下楼的时候，突然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还伴随着娇媚的说话声。软糖回头环顾了一圈，发现那声音是在靠近楼梯的那间房里传出来的。软糖脸一红，也猜到里面是在做什么。想到他和楚木在房间里时，是不是也被别人听了去？软糖羞赧，想要赶紧离开，却突然听到了一声一哥哥，他下楼的脚步顿住了。他本没有听墙角的打算，可是这一声一哥哥却让他怎么也挪不动脚步。他定定地站在楼梯口，很快里面便传来一些暧昧的声响。最终他蹙了蹙眉，下楼去了。他是没想到阮长欢竟会那么轻易就给沈千一得逞了去。阮文轩不是也在吗？他怎地允许自家妹子离开自己的视线？阮堂想想，忍不住为阮长欢可惜，但他也就可惜了片刻，很快唇角便露出了一抹笑。既然阮长欢这么上杆子要嫁给沈千一，那他便成全了他吧。他下楼来到下面的船舱，此刻下面正热闹着，丝竹靡靡，
莺歌燕舞，一群穿着极少布料的舞姬正舞得欢，而那些公子哥们都坐在矮桌前，喝着美酒，赏着歌舞，真一个奢靡。看情形，像是准备在此处过夜了。阮唐对这些不感兴趣，他远远地环顾了一圈，确定了阮文轩的位置，才走了过去。只是还没走到阮文轩所在的位置，他便看到了楚木。此刻的他斜靠在矮椅子上，一只手端着酒杯，一只手撑着太阳穴，眼睛闭着，似乎在认真地听着歌曲。而他的身旁亦是环绕着几个公子哥，亦有1-2个舞姬。阮唐睨了他一眼，便装作没看见，从他面前经过，走到阮文轩面前。而楚木在阮唐经过的时候蹙了下眉，而后睁开了眼睛。待看到站在阮文轩面前的阮唐时，他的唇角勾了勾。而阮唐在阮文轩面前蹲下，轻声说道：“大哥哥，三妹妹呢？她去了何处？”阮文轩也喝了几杯酒，稍稍有些微醺，但脑袋依旧是清楚的。阮唐的询问，他这才转头看了一下自己的周围，没看到阮长欢，眉头也忍不住蹙了起来。刚刚还在这边，怎地不看这一下？跑哪了？阮唐忙凑近了些他，才又再次开口：“刚刚我去外面吹风，好像见三妹妹上了2层，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看花了眼，是以才来询问哥哥。季妹妹不在此处，要不我去上面寻下妹妹？”阮文轩一听他说阮长欢在2层，脸色变了变，随即说道：“你就在此处乖乖待着，哥哥去寻他。”说着也不管阮唐的反应，直接起身便出了船舱。阮唐见木的答到了，他不给自己跟着去也无所谓，而是直接在阮文轩刚刚坐的那个位置上坐下，欣赏起歌舞来。不过他很快便觉得浑身不自在，只觉得有双眼睛一直盯着自己。他微微偏头看向楚木所在的那处，果然他睁开了眼睛，那双锐凤眼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阮唐忍不住蹙起眉来，他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他们的关系是地下的，不能见光的。他这样大庭广众之下盯着自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吗？阮唐蹙着眉移开视线，故意去忽略他。可这人不知道是不是有大病，就是要一直盯着他。阮唐实在受不了了，起身离开了船舱，直接去了外面的甲板。没多久，便看到刚去没多久的阮文轩突然踉踉跄跄地从2层画舫下来，他的样子似乎很惊慌，但隔得远，他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但阮唐也能猜到个大概。看来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敛了敛脸上的笑容，而后朝阮文轩走去：“大哥哥，没有找到三妹妹吗？”而阮文轩见到他，仿若见到鬼一般，被吓了一跳。阮唐这才发现他的脸色苍白如纸，一看便知是被吓得不轻。结合今天阮长欢的行为和他的装扮，加上他突然出现的在此处，其实不难猜出，他硬是央求着阮文轩偷偷带他来的此处。可他却没有看好自己的妹妹，让他偷偷和男人苟且，而且那男人还是……阮文轩看着阮唐的眼神，先是惊慌，而后是愧疚。阮唐假装看不懂：“大哥哥，你没事吧？我看你脸色不好，是三妹妹出了什么事吗？”阮文轩急忙摆摆手：“没事，别多想，你妹妹只是累了，回船舱休息了。你也别站在这里了，进去和大家一起玩吧。”阮唐却摇摇头：“里面烦闷，我在外面待一会儿。大哥哥你先进去吧。”阮文轩点点头，没有再理会他，低着头便回了那载歌载舞的船舱。他现在心里乱得很，不想在阮唐面前露了馅。阮唐看着他的背影，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只是他刚转身准备再去那甲板上吹吹风时，却落入一双幽深的眸子里。楚木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身后。什么事那么高兴，也说来给本王听听。阮唐没有答他，反而是看向船舱出口那处。若是有人从那里出来，一眼便可看到他们站在一块。他连忙往后退了几步，拉开两人的距离，而后恭恭敬敬地朝他行了一个礼：“见过宁王殿下。”楚木的脸色顿时变得不好看。平时见他总不见他讲究这些礼法，现在为了撇清关系，这里行得倒挺利索。但他越是要和他拉开距离，他便越要靠近他。只见楚木往前2步，而后才开口：“不累了，睡好了。”阮唐被他这句话吓得差点要上前捂他的嘴巴，但到底是不敢，只好愤恨地瞪了他一眼。楚木又上前一步，看来是真的不累，要不……第97章拦截。这次阮唐真的捂住了他的嘴巴，而后又环顾了下周围：“你别乱来，等下给人看见了。本王又不是见不得人，怕什么人看见？你不怕，我怕。”说着，阮唐放开了捂着他在嘴上的手，而后转身快步往那载歌载舞的船舱里走去。还是在人多处安全，可以避免这个疯子乱来。楚木轻挑了下眉，跟着他的脚步也进了那船舱。阮唐在阮文轩旁边寻了一个空位置坐下，而楚木还是坐他刚才的那个位置。只是他刚坐下来，那群公子哥和舞姬又围了上去。见他没有空档，一直的盯着自己，阮唐这才放松下来。他晕船本来就没有吃什么东西，加上后来又和楚木，更是什么食物都没有进肚。现下看到桌子上的美食，
肚子便忍不住咕噜噜的叫了起来。他也不客气，拿起筷子便大快朵颐起来。只是他才没吃几口，便有公子哥走到他面前。阮姑娘。阮唐本不想理会，但来人开口的声音有些熟悉，他没忍住抬眸看向眼前的人。这不是那个顾仲吗？叶青瑜的未婚夫婿。没想到他也会在这里。前世他对叶青瑜的种种，让阮唐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此刻更是不想搭理他。但随即想起叶青瑜和他说过，顾仲也是端午过后便给他下聘，下聘后不久便会成亲。想到这，阮唐只好堆起笑容，轻声应道：“你是顾公子，阿瑜的未婚夫婿。”顾仲本来听到他叫他顾公子，心里还欢喜了一下，但是他下一句，他脸上的笑容便僵了一下。但事实却是如此，他也不好否认，只好点点头。阿瑜来了吗？阮唐明知叶青瑜没有来，故意朝着他后面看去，而后又环顾了一圈整个船舱，待没有看到叶青瑜的身影，脸上便露出了失望的表情。顾仲将阮唐的表情尽收眼底，只觉得眼前的女子比他那未婚妻要好看许多许多，但他还是敷衍的回答道：“阿瑜身子不舒服，是以今天没有跟着一起来。”阮唐点点头，脸上的失望之情更甚。但顾仲很快便转移话题：“阮姑娘怎么一个人？怎么不和大家一起去喝酒？”阮唐朝他笑笑：“我不会喝酒，就不去凑热闹了。”但顾仲摆明了想要和他套近乎，又怎么可能就这样放过他？只见他拿起他桌上的杯子，用他手中的酒壶往杯子里倒了一杯酒。阮姑娘试试这个，这是果酒，度数低，清甜幽香，喝一杯两杯不妨事的。阮唐正想再次开口拒绝他时，他手上的被子便被一只手横空过来，大手夺了去。顾世子，怎地不来和本王喝一杯？顾仲怎么也没想到宁王会过来拦截了这杯酒，顿时又是惶恐又是疑惑，眼睛一时忍不住看了一眼阮唐。难道这宁王也看中了他？只是他的想法还没落地，楚木的声音便再次响起：“顾世子，不介绍下吗？”这位是……楚木指着阮唐问顾仲。顾仲的疑虑也在他的这么一问彻底消散了。阮唐看到他过来，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下听他这么说，一时暗暗松了一口气。这是晋安侯府的阮大小姐，这是宁王殿下。顾仲连忙给两人互相介绍。阮唐忙起身，朝着楚木扶了扶身，见过宁王殿下。楚木转头看向他：“阮小姐，不介意这杯酒给本王喝吧？”阮唐求之不得：“当然不，小女子不会喝酒。既是这样，那本王便不客气了。本王还未尝过果酒呢，不知是不是真如顾世子所说的清甜幽香？”顾仲本就是想要哄骗阮唐喝的，这酒哪有他说的那般好？不过此刻在楚木的面前，他亦不敢多说什么。而楚木拿过他手中的那杯酒，轻轻抿了一口，似是在品尝。片刻后，才悠悠开口：“这酒好似也没有顾世子说的那般好，跟本王刚刚喝的无甚区别。”他这话一出，顾仲腿便软了，立马匍匐在地，颤颤巍巍的求饶道：“殿下饶命！”众人本来都在各玩各，他这么一跪，大家都不敢出声了，就连歌姬和舞姬都停了下来。霎时间，整个船舱鸦雀无声，而大家的目光亦全都看向了这边。楚木却皱了下眉：“顾世子这是干嘛？本王也没说什么啊。顾世子这般是要告诉大家本王有多暴虐吗？”“没，小的不敢。”“没有还不赶紧起来，是想要继续衬托本王有多不近人情吗？”顾仲听了他这句，哪里还敢跪在地上，即便软着脚，亦赶紧爬了起来。只是站起来的他，双腿依旧忍不住在打颤。楚木睨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重新回到他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众人瞧着楚木的脸色，见他面色淡淡的，没有发怒的迹象，这才继续载歌载舞。而有了这个小插曲之后，顾仲也不敢在阮唐的面前逗留了，其他本来还有些蠢蠢欲动的公子哥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虽然大家都猜不透宁王到底是无缘无故为难顾仲，亦或是因为顾仲去撩拨了那个阮家小姐才要为难他的，但大部分人都猜测很有可能是后一种。毕竟这个阮家小姐长得确实闭月羞花，是个男子都会喜欢，宁王想必亦是难过美人关。没了顾仲的骚扰，阮唐倒是轻松了不少，小嘴也开始不停地吃着了。而坐在远处的楚木，每回转过眼眸望向他的时候，他的两腮都是鼓鼓囊囊的，憨态十足。被顾仲扰了的好心情也慢慢回归，唇边亦挂上了笑容。待阮唐吃的差不多了的时候，阮长欢终于出现了。他虽还是穿着一身男装，但脸上可疑的绯红和事后的娇媚亦是藏不住。本来还在喝闷酒的阮文轩见他出来，立马从座位上起身，快步走向他，而后拉着他的胳膊拖着往外拽。待将他拽到外面的甲板上，见四下无人，才饱含怒意地问道：“你到底去了何处？去做了什么？”阮长欢从未见阮文轩这样凶过自己，脸上顿时露出要哭不哭的表情。“哥哥，你干嘛？”阮文轩被他气得不轻，加上又饮了不少酒，即便看到他这个表情，亦没有收敛他的怒气。他依旧带着怒气低吼道：“
我问你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第98章逃生。阮长欢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阮文轩更加怒了，也终于忍不住了。祖母和母亲辛辛苦苦教导你，将你养成大家闺秀的模样，你倒好，自轻自贱，竟爬了男人的床，你还要脸面吗？你对得起祖母和母亲的一番苦心吗？阮长欢没想到他刚刚的事，阮文轩竟然会知晓，顿时吓得脸色都煞白了。他想着拿下沈千一，才能让他去家里和阮堂解除婚约，而后娶她。刚刚沈千一意在榻上承诺他了，找到时机便会去跟祖母提。可他没成想，这事竟会被自家哥哥撞破。哥哥，你要帮我，我真的很喜欢一哥哥。阮文轩本来对沈千一的印象还挺好，他作为男人，虽然身边也有不少女人，也会朝三暮四，也会到外面沾花惹草，可沈千一千不该万不该，有了阮堂，还要来招惹他的妹妹。帮你？怎么帮？要是祖母知道你这么不知廉耻，恐怕为了保住我们家的名声，把你杀了也是可能的。不会，不可能，祖母最疼我了，她怎么舍得让我去死？要是她知道了，肯定是会竭力撮合我和一哥哥的。阮长欢边哭边说，其实他自己心里一没底，祖母虽最疼他，但祖母最注重的亦是门楣清白。他未婚便舍了清白，他也怕祖母会舍了他。自从他和阮青鸾打了一架之后，祖母又像以前一般了，到处在给他物色男子。他只要一提沈千一，他的脸色便黑了下来，而后怒斥他，让他以后绝了和沈千一一起的念头。他怎么可能觉得了？是以今晚沈千一撩拨他的时候，他也就半推半就从了他。只是他偷看了一些床上密室画本，里面都说初次会痛得撕心裂肺，可他并没有感觉，而且男人那误食也没有画本描绘的那么粗壮和坚硬。他一哥哥虽折腾他好几回，但都并没有多痛，反而是后几次他都觉得没够，他便结束了。事后想想，那些画本定是夸大其词，骗他这种纯情的小姑娘，他决定回去要将他们全部烧了去。但不管怎样，他和一哥哥终于融为一体了，有了这个筹码，他才能和祖母谈判，才能让祖母妥协。阮文轩嗤笑一声，你真是天真，祖母是什么人？你当真以为拿着这个筹码，他便会依了你？我相信祖母，她是最疼我的，而且不是怎么知道。阮长欢是铁了心了，反正他现在已经是沈千一的人了，不嫁他，亦不会再有人会娶她了。阮文轩看着他，突然觉得可笑。罢了，你要是便是去，哥哥再也不管你了。阮文轩对他很失望，但阮文轩却不准他再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去叫了船家，要来了一张小木筏，便逼着他同自己离开了大船，返回了岸边。阮堂坐在位置上等了好些时候，都没有见到阮长欢和阮文轩回来。后来出来甲板这边一打听，才知道阮文轩带着阮长欢回去了。阮堂懊恼极了，知道刚刚就跟着出来，说不定可以跟着他们一起离开，省得在这里要防沈千一，还要防楚木。阮堂没有心情再回去那载歌载舞的地方，只好转身往之前他住的那个船舱那边走去。只是他刚走到那船舱的门口，便有一个小厮拦住了他。姑娘，殿下让您还是回2层画舫那间房，那处安全，不会有闲杂人敢去那间房，姑娘可放心在那休息。跟楚木的那间房相比，他眼前的这个小船舱确实是不安全，不说其他的，就连小舱门都关不紧。阮堂犹豫了片刻，还是点了点头。那小厮见他应下了，便退下了。阮堂这才一个人重新往2层画舫而去。只是刚走到楼梯口，他便停下了脚步。他有些担心会不会碰到沈千一，毕竟刚刚他和阮长欢也在2层，而且刚刚阮长欢出现了，他却没有出现，不知是不是还在房间里。他踌躇了片刻，不敢踏出一步，直到那个小厮又出现了。姑娘放心，上面没人。阮堂疑惑，这小厮该不会是一直跟着他吧？他真的是楚木派来的吗？而那小厮似乎也猜出了他的想法，又忙解释道，小的是殿下身边的侍卫，姑娘不必疑心。阮堂蹙了蹙眉，没有再说什么，直接石阶上了2层。果然没有碰到沈千一，此处此刻也静悄悄的。他重新走进楚木的那间房间，里面还弥漫着2人的气息。阮堂不由得红了脸，他靠着门板站了好一会儿，才走到那张床上，合衣躺了下来。他就这样看着床幔，不知过了多久，他竟睡着了。睡梦中，他感觉自己的呼吸困难，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呼吸。他感觉到自己的胸口闷疼了起来，才猛地睁开了眼睛，而后也忍不住剧烈的咳嗽了起来。趁着此际，他也看清了房中竟然烟雾弥漫。他哪里还敢躺在床上，连滚带爬的从床上爬了起来。他的第一反应便是去开门，可门才打开一个小缝，便涌入一大股浓烟，他差点都被呛到原地去世。他急忙把门重新关上，而后环顾了一下四周，无奈只好把床上的春被拿起，走到里面的耳房，而后将被子丢进那浴桶里，待被子吸满了水，他才将它捞起，摊开，
而后披在身上，又拿了一张洗脸帕子也打湿，围在脸上，而后在脑袋后面打结系紧。做好一切后，他才再次打开了房门。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还好他有防备，倒是也没有吸入多少。他连忙朝着楼梯口那处跑去，可是还没跑到楼梯口，便看到火蛇沿着楼梯窜了上来。阮唐哪里还敢继续往下跑，只好又退回房间里，重新关上门，而后开始找可以逃生的出口。他转了半圈，终于在一旁看到一个小小的窗口，从窗口处爬出，跳下去便是船边走道，再爬下去一截便可以到甲板那处。到了甲板，他便可以跳湖逃生了。只是这窗口小，根本就容纳不了他爬出去。他又在房间里搜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可以撬开那窗子的工具，最后只好拿起一把凳子，朝着上面猛砸了好几下，才把那窗口砸大了些。他不敢犹豫，披着湿透的被子便爬了出去。很快他便到了甲板那处，只是刚走到那里，便看到甲板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几个人，身上都是血迹。阮唐哪里见过这样血腥的画面，顿时吓得脚都软了下来。第99章逃生2。他扶着一旁的栏杆，才勉强稳住身形。只是他还没有缓过劲儿，几个黑衣人便出现在甲板之上，手里拿着的刀都还在滴着血。阮唐魂都差点吓没，他急忙躲到一旁，身子紧紧地贴着船身，以便遮挡住自己的身子。他刚还纳闷，这船怎么无缘无故就着火了，原来是人为的。只是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何对船上的人下死手？可现在他哪里还顾得上去想这些，逃命要紧啊！趁着那些人还未发现他，他拖着虚软的身子，轻轻地挪动脚步，准备翻过栏杆跳下湖去。只是他刚抬脚，他的另外一只脚便被死死地抱住。他被吓了一跳，开始奋力挣扎起来，可是怎么也挣脱不了。他低头一看，才发现是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拉住了他。阮姑娘，救我！阮唐认出了这人是顾仲，他现在都自身难保，怎么救他？即便能救，他也不会救。他死了才好，叶青雨也不用嫁给他了。可这人都流那么多血了，还像个狗皮膏药一样，死死地拉着他，丝毫不打算放手。这样下去，那些黑衣人只要一过来，他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无奈，他只好低声骗他道：“你先放开我，不然我怎么救你？”可那顾仲却不相信他，依旧死死地抱着他的脚。好好，我救你，你起来，我带着你离开。阮唐继续哄骗着他，而后弓下身子去扶他。他见阮唐真的来扶自己了，才松开了他的脚。不过他还未将他扶起来，那几个黑衣人便举着刀朝他们奔了过来。阮唐三魂不见了六魄，就想丢下他赶紧逃，可是那顾仲这次依旧死不松手，用力抱住他的手臂，根本不给他挣脱的机会。你放开我，放开！要死一起死，我死了你也别想活。顾仲即便是奄奄一息了，那气力和眼中的狠厉还是让阮唐心下一颤。难道今晚自己真的要死在这里了？阮唐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黑衣人朝着他奔了过来，手中的大刀也直指他们。这一刀插在身上，大罗神仙来了也就不活。千钧一发之际，阮唐眸子里闪过一抹狠厉，他突然将扯着他的顾仲拉了起来，挡在他身前。噗的一声，熟悉的声音在阮唐的耳边炸开，和他当时被楚木拉着挡剑，金属剑身刺进肉里的声音一样。顾仲呕出一口血，彻底歇菜了。阮唐顺势将人往前一推，推到那些黑衣人面前，才转身朝船的另外一边跑去。那些黑衣人摆明不打算留他活口，紧跟其后便追了上来。就在阮唐即将被追上的时候，嗖嗖几声是剑矢破空的声音，追着他为首的男子应声倒地，接着便是后面的几个。就顷刻间，那几个黑衣人全部倒下，也歇菜了。阮唐喘着粗气，软倒在船板上，而他这也才注意到，坐在船舱门口也是一身血的楚木。此时的他也是奄奄一息，而刚才那几箭应该就是他射出的，因为他露出的手腕上绑着一副小小的袖箭，而刚那几箭硬是他用了全身力气射出的。此时眼皮耷拉着，好像一副随时会死去的模样。阮唐连忙爬到他身边，靠近了他，才发现他身上好几处伤，还有一根箭矢扎在他的肩胛处，那处还流出了黑色的血，箭上抹了毒，难怪他不敌，被搞成这副鬼样子。他抬手拍了拍他的脸：“殿下，你没事吧？”然而楚木只是轻轻地抬了下眼皮，无力再回应他。他这个样子，现在即便不死，等火烧到了此处，也是死路一条。他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把手穿过他的腋下，拖着人往船边而去。可楚木本就牛高马大，两人的身量体型都相差很大，加上刚才经历了一场生死，他全身都还软着，根本使不上多少力气。眼看着火势越来越大，离他们也越来越近，阮唐急得满头大汗，也只能尽力地拖着他走。殿下，若是我救不了你，那就是你的命，你死了可别怪我。阮唐边拖着他挪动，边龇牙咧嘴的呱呱叫着。
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将人拖到了船边，新的问题出现了。他现在这般模样，丢下水就只会往下沉，根本就自救不了。他虽然会游水，但带着他这么一个大老粗，还是奄奄一息的，恐怕他也要交代在水里。别到时没被刀砍死，没被火烧死，反而被水淹死了，那多冤啊！还枉费了他刚才射出那几箭救他。但就这样把他丢在这里，好像又有些不厚道。犹豫了一会儿，阮唐只好抽了一张船板丢进水里，而后将楚木直接推进水里。他一紧跟其后跳了下去。他一下到水里，就立马去捞楚木，还好没沉下去。他将他的两只手臂搭在刚才丢下来的那块船板上，而后解开他衣服上的腰带，将他的手臂和船板绑在一块。待做好一切之后，他才推着木板和他往前游去。待远离了那艘着火的船，他才停了下来。他也趴在那船板上喘着气，还不知道多远才能游到岸边。这样下去，别说救他，黑白无常马上就会来接自己了。这样的买卖不划算。且他即便救了他，这个男人也不一定感激他，说不定还说是他救了他，毕竟确实是他的那几件救了自己，不然他现在已经是刀下亡魂了。而他对他的恩情，他有可能会赖账，死不承认。殿下，你是王爷，肯定会急人有天相的，你在这等我，我上岸后定会找人来救你的。阮唐衡量了片刻，决定将他留在此处，反正他抱着浮木一下子淹不死，但他若是因伤势过重死掉，那就不关他的事了。反正只要他上岸，绝对会找人来救他的。早已经陷入昏迷的楚木并不知道，阮唐将他从火船上救下来，却将他留在水里。打定了主意的阮唐便没有再多想，一个人往岸边游去。少了楚木这个累赘，他游水的速度也快了许多。只是他好久没有游过泳了，一下子游这么长时间，体力难免会跟不上。没多久，他便再次气喘吁吁，不得不放慢速度。可他连续游了将近1个时辰都没到岸边，加上夜晚，根本就看不清离岸还有多远。而他越游越使不上劲儿，双脚双手都开始酸疼的厉害，但他又不敢停下来，凭着意志力拼命往前游。可到底是人身肉体，哪里经得住这样的透支？他的双脚抽疼了起来，人也渐渐开始迷糊了起来。第100章获救。就在阮唐以为自己要歇菜的时候，突然觉得腰上一紧，自己往水下沉去的身子被一只手臂圈住，而后拖出水面。他本来已经陷入迷糊之中，此刻突然惊醒，大惊失色之下，便立即往后蹬腿，手也去掰腰上的那只手臂。谁知身后的人身子灵活且力气极大，很快他便被拖着往一旁游去。你是谁？放开我！闭嘴！不想死就乖乖的。身后人的声音响起，竟是一个女生。他紧张的心顿时松了下来。他还想说什么，那女子便朝着湖面不远处喊道：快来这儿！那女子说完这句话，湖面上便传来划水声，一艘挂着灯笼的小画舫船划了过来。待那画舫靠近他们后，那女子勒着他腰肢的手，一个用力往上的动作，阮唐便被他丢上了船。阮唐第一次见一个女子有这么大的气力的。她虽瘦小，但也有90多斤，想要单手提起一个男子都未必能做到。他不得不佩服这个女子。但很快他便顾不上去想这些，因为一离开水面，湖面上吹来的风却丝丝刺入骨髓中，惹得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他抱着双臂坐了起来，却被一阵披风劈头盖脸的劈到了他身上，将他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他捣鼓了一会儿，才把脑袋露出来，把身子全部包裹住，这才感觉热乎了些。而他也抬眸看向给他丢披风的人。夜色昏暗，且那人站在背着灯笼的位置，阮唐看不清那人的容貌，只能根据他高大刚健的身形判断出来是个男人。阮唐下意识地挪了挪身子，想要离他远些。而那个刚刚下水救他的女子也爬上了船，见阮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由开口说道：姑娘，赶紧进去啊，坐在此处作甚？想要冻死不成？哥哥你也真是的，人姑娘都冻得发抖了，你也不知让人进去里面。那女子豪迈爽直，言语间尽是对那男子的埋怨。那男子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而那个女子却直接走到阮唐面前，将他扶起，而后拉着他进了船舱。阮唐坐在船舱里之后，才突然想起楚木还在水里泡着呢，也不知现在是死是活。你们可以再去帮我救个人吗？谁？也是你这般娇滴滴的姑娘吗？那女子开玩笑道。她和哥哥是来上京寻她表妹的，途经这个湖的时候，见到了湖中心的船着火了，两人便顾不上其他，划了岸边的一个画舫，便往这边来了。只是刚划出去没多久，便见到了在水中扑腾的人。女子不假思索便跳了下去，男子想拦都拦不住。还好救上来的是女子，要是男子，那他岂不是要在这里嫁人了？毕竟上京城不比他们西北，这里民风严谨。不是，是男的，他受伤了，我把他绑在木板上，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你们能过去看看吗？有何不可？
女子说着，边朝外面的男子喊了一声：“哥哥，去救人。”男子没说话，但是已经将船往那着火的大船方向驶去。只是他们还没到那处，便看到对岸驶来了几艘船，赶在他们的之前，好似将什么人从水里救上了船。姑娘，你的朋友好似被救了，还要过去吗？外面男子出声问道。阮唐急忙起身，再次走出船舱，朝大船那处看去。借着燃烧的火光，确实见到几艘小船，但没多久，那些小船便朝对岸驶去。既有人救了他，他就不用再管了。但他也想确定下，是否是宁王府的人来救他的，还是今晚那群黑衣人。麻烦你们把我送到那边岸上，好吗？阮唐指着那几艘小船所去的方向。自然可以。阮唐重新回到船舱，这才有空打量起救他的女子。只见她肤色微黑，但五官却长得精致俏丽，一双圆圆的眼眸灵动无比，颇具异域特色。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豪迈，却是这俏丽的容貌遮掩不住的。他喜欢这样的女孩子，性格直爽，相处起来不累。而那女子眼睛也一眨不眨地看着他，随后不由得发出感叹：姑娘生得真好看，比我娘亲生的还好看。她娘亲是苏州人士，生得温婉柔情，模样亦是倾国倾城。但眼前的女子比她娘亲更美，漂亮娇嫩，她一个女子见了都忍不住心生爱慕。阮唐被她直勾勾盯着夸，有些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我叫塔娜，那是我哥哥莫格，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阮唐。阮唐。塔娜听到这两个字，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你可是晋安侯府的阮唐，你母亲可是叫温之念？阮唐愣了一下，原主的母亲好像是这个名字。他有些迟疑地朝塔娜点了点头。你们认识我母亲？然塔娜见他点头，便直接扑过来抱住了他。姐姐，终于找到你了，我们是温之心的儿女，也就是你姨母的孩子，你是我表姐，那个是你表哥。阮唐没有在原主的记忆里找到这两个人，一时之间有些懵。塔娜怕他不信，放开他后，连忙在一旁的包袱里拿出一张画像来，而后摊开在他面前。画像里是一对母女，正是温之念和阮唐小时候。塔娜还怕他不信，又拿出了一个长命锁。这是我娘亲的，娘亲说大姨母也有一只，他们是双生子，出生的时候外祖父特地让工匠打造的，上面分别有一个念字和一个心字。阮唐此刻脖子上就戴着一个长命锁，是原主留下的，他一直都戴在身上。他将他挂在脖子里的那个长命锁拿了出来，和塔娜的那个放在一块，做工款式确实一样，而且上面确实是分别刻了一个念字和心字。娘亲几年前收到外祖父家满门抄斩的消息之后，哭得差点昏死过去，后来便听说你还活着，便来这边寻你，只是那时便没有寻到你。后来听说你不在了，娘亲回去一时伤心了好久。可前段时间娘亲安排在这边的眼线回报，说你回府了，我和哥哥便过来寻你了。没想到这要巧，刚到上京便见到了你。塔娜说着，眼泪都忍不住掉了下来。阮唐虽说没有在原主的记忆里找到他们，但却被他的真诚打动，且现在他们又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并不怀疑他们所说的。而且眼前的这个女孩单纯纯粹，不像是坏人，若是他们真的是他的表哥表妹，那他在这个世上也算是有了亲人了。